轰隆，雷声乍鸣，7里蜿蜒雷光映照下的场景，是无数弟子齐聚于太玄宗小竹峰前。小竹峰，太玄宗8峰之一，无数弟子纷纷跪地叩首，而后拿出匕首。他们所看向的是一身穿青衣，此刻被瓢泼大雨浸透，面色苍白至极的绝美女子。小竹峰峰主苏婉清，师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称呼您为师尊了，您从今往后已经没有资格教授我等。有人开口，嗓音嘹亮，却无时无刻不在震颤着苏婉清的内心。此刻他望着面前自己的诸多弟子，眼神中透露着失落和绝望，以及深深的不甘。窒息感传遍全身，仿佛已经无法呼吸。而在那无数跪地弟子身旁，则是几名层次修为极高的老者，双手负后，一脸漠然。而雨水并未沾染这位强者的衣衫半点，眉还落下，就主动避让开来。苏婉清，如今你修为尽失，宗门已经给了你1个月的时间，可你修行重修之路毫无任何起色。圣人雷劫，原本突破失败便是生死道消，你得天垂帘保全一条性命，可老夫之前说过什么？能活命已是极好，还妄图重修？如今约定之期已过，你当年所招收的诸多弟子，如今也不配教导。话落，跪地弟子之中，为首女子乃是苏婉清大弟子。她声音中带着遗憾，起身拱手：师尊，修行界向来以实力为尊，早年我等敬重您为北域最具天赋的剑道修士，特意拜入宗门。如今您修为尽失，只怕无力教导我等。如今宗门宗主念师尊多年功绩，愿意保留师尊小竹峰峰主身份，且愿意照顾师尊的后半生。可我们如今年纪尚且还小，还是宗门寄予期望的后代，唯愿更加拔高。如今按照宗主要求，只得转投其他宗主门下，愧对师尊，在此谢罪。其余弟子也是纷纷开口：弟子等人愧对师尊，还望师尊成全我等。几位长老脸上也是带着笑容。诸多天骄弟子，如今不是你能教导的，莫要因你执念败落我宗门未来。苏婉清，你若今日直接答应，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倘若不答应，哼！众人视线中，那极美女子浑身都在颤抖着，脸色更加难看，已经是毫无血色。凄厉泪光和那瓢泼大雨之下，那女子眼角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多年教授，如今门下弟子竟然都要离开，甚至只有1人关心过她如今的状态。可这就是事实，正如这些弟子所说，修行界以实力为尊。他之前为北域最具天赋的剑修，年纪轻轻便已达6境巅峰，即将突破圣人。一旦入圣，就是古来今往突破最快的圣人，也是太玄宗除宗主之外的第2位圣人。而正是因此，或许是追求突破速度更快，让他的道心失衡，而失去自身修为平衡。因此突破失败，身受重伤，宗门察觉到之后，立刻拿出不少丹药，表示他可以恢复修为。可7天过去，没有任何征兆。资源对于一个宗门来说就是生命，宗主表示可以给苏婉清1个月的时间，毕竟突破圣人雷劫失败没死，真的是奇迹了。可奇迹只发生了1次，没死已经是莫大天恩，可重修的奇迹并没有出现。那如今怪不得宗门都已经如此了，难道我还能拦得你们吗？人群中一个青年此刻面色复杂地望着面前几乎心境崩溃的女子。楚宁深吸了一口气，自18年前被师尊捡了回来，就被待在小竹峰一直照顾。可他天赋不足，修为如今也不过淬体3层的境界，天赋可以说是修行界第一要素了。以他如今修为，周围都是3境4境的弟子，以及其他锋强汉境界的长老，他又能做到了什么？可如今众多弟子都是逼迫，哪里是什么宗门宗主要求，分明是这些弟子已经知道留在这里没有丝毫用处，纷纷选择离去。楚宁长叹一声，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如今入眼之人，皆是无情无义之辈。果然，修行之人皆会无情吗？甚至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楚宁终于是忍不住，诸位同门，师尊这些年对诸位教授怕是不薄，如今只一句所谓宗门大义就要离开，怕是太过无情了。况且诸位长老也知道，我师尊早年为宗门贡献颇多，如今宗门成就人欲7大宗门，离不开我师尊的帮助，如今这般怕是不妥，恐令天下人耻笑。楚宁修为不高，只是淬体3层，但仍然忍不住，他也想破口大骂这些人刻薄寡恩，不管是弟子还是同门长老，可没那个实力，只能为苏婉清说一句公道话。一长老冷笑一声，楚宁，你一介废人，还轮得到你说话？一个18年淬体3层的废物，也敢在我等面前猖獗？但你所说也并不无道理，但我太玄宗还保留了他小竹峰峰主身份，愿意扶持他的后半生，难道这还不够？话落，便是陡然沉声怒斥，再敢多说，那便滚离太玄宗，你的资质还不配留在这里。之前他们顾及楚宁是苏婉清的弟子，没有多说，
可如今只要他们想，还没人拦得住。楚宁眼神颤抖，只是攥紧拳头。正如长老所说，弱者甚至连一句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一弟子拿起匕首，直接割断自身袍泽。今日弟子与师尊割袍断义，自此之后毫无瓜葛。看到这举动，原本就是道心溃散的苏婉清脸上露出浓烈苦涩。清月，你是为师第一个弟子，难道真的就没什么其他想要说的？女子直接叩首。苏长老，在下日后便是宗主门下弟子。苏婉清仿佛早有猜到，又是看向其他人。妙音，你是为师这些年最关注的弟子，你，苏长老，你我二人已经割袍断义，再无瓜葛。心痛、撕裂、窒息，他已经几乎崩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门下多年教授的弟子离开。而得到弟子的诸多长老，此刻都是脸上露出笑容。哈哈，有劳苏长老这些年的教授，老夫这是得到了一个好苗子啊！你们放心，来到老夫坐下，绝对比留在小竹峰要更好。人逐渐的走光，只剩下一个楚宁，因为资质差的缘故，没人看得上他，更不想如同苏婉清一样多个拖油瓶。而苏婉清俨然已经失神，呆呆愣在原地。修为失去了，弟子也失去了，仿佛一切都消失不见了。他已经把一切都搞砸了，可没经历这些，如何能看到自己的宗门竟然上上下下都是此等面貌？然而此刻楚宁缓缓上前，拱手一拜：师尊，请师尊先行回屋，如今恐怕对身体有伤。苏婉清此刻已经没有任何心气了，一场雨伤了又能如何？他望着面前唯一剩下的弟子，他的眼神更加复杂。倘若宁儿的资质好一些，怕是今日也不会留下。他嘴角露出苦涩笑意，拿出一个储物袋，里面有一些灵石和为师的剑法。宁儿，你另谋出路去吧。他其实也知道，没了修为就不可能再有做这些弟子老师的资格，修行界就是如此。可没想到这些弟子居然是一句多的话都没有，口口声声宗门大义为宗门，可何人顾及过他的感受？甚至他们愿意多说一句话，他也不会阻拦，也不会如此。他知道自己的情况，而面前的楚宁是他当年游历宗外，看到这被人遗弃的婴儿，从此带回照顾。多年来算不得如父如母，总归是关照，让楚宁吃得饱冻不着，也教授了他修行。每次看到总觉得头疼，他的资质好像不太好，可即便如此，他也愿意留给楚宁一条其他的生路。而他自己怕是已经没有活着的价值了。去吧，寻找一个好点的出路，即便修行之途无望，靠着这些资源也能过得不错。楚宁摇头，深吸了一口气，深深拜去。弟子承蒙师尊收留，否则当年必然语于虎狼之口，师尊之恩，弟子没齿难忘，唯愿伴随师尊左右。总归弟子道途无望，修行之事既然没有任何机会，倒不如余下生命，常伴师尊身边侍奉，以此回报养育教授之恩。养育之恩大过一切。他是一个穿越者，对于道德之事了解的更多，其实思维并不如此方天地。难道父母老了没有用了就该遗弃吗？难道师尊没了修为，带不来什么东西就该离开吗？人心不该是这样，至少落在楚宁身上不是。他不愿看到苏婉清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闻言，心中苦涩的苏婉清心中忽然流露出一丝暖流，可笑容仍然苦涩至极。宁儿，可日后小竹峰为师都保不住，如今继续跟随为师，对你大道并无任何好处。楚宁听到这话，毫不犹豫回答：师尊对弟子大恩，没齿难忘，唯愿常伴师尊左右，不论贫贱富贵。闻言，苏婉清终究是控制不住，一把上前紧紧抱住自己唯一的弟子。绝望之时，是其他弟子虚情假意的试探，问他修为什么时候恢复。唯有这弟子来过一次，说他一定能恢复修为，不要气馁，是唯一一个为他助威的。如今留下的也竟然只有这个资质最差的弟子，如何不能让人心生触动？此刻的楚宁愣了愣，但还是开口说道：师尊，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日后师尊必然重振修为，再登绝巅。至于那些师兄师弟同门，没那个福分。苏婉清听到这话，心神一颤。对啊，天无绝人之路，修士逆天而行，既然不死，必然会有其他造化。他也不该为此沉沦，更不该有轻生的念头。苏婉清深吸了一口气，他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曾落泪，但此刻却是因为弟子的这话，眼眶有些发红。好，宁儿，为师清楚了，你放心，为师定会倾尽全力找回修为，至少不会让你我二人沦落为路边野狗。为师会让这些长老日后再度见证为师崛起。楚宁笑了笑，又是抱着安慰：弟子相信师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女穷。这话听的直接让苏婉清忍不住苦笑出来。还算什么少女？楚宁正打算说些什么，
可忽然脑海中叮的一声，宿主安慰了绝望的妻子，为其抚平轻生之念，奖励贡献值1000。宠妻系统已激活，宠爱妻子可得到贡献值，贡献值可用于兑换各种道具，请宿主发疯宠妻，此情不逾万万年。此刻的楚宁陡然一愣，又是一道雷声轰鸣。错觉吗？不，是真的。而此刻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道系统的面板。系统这东西对于楚宁来说不难理解，好歹前世也是个小说读者，看的类似的文并不少。原本以为泥头车创飞众生之后没有系统就是没有了，没想到18岁这年居然激活了。番茄大神诚不欺我。可楚宁很快反应过来了，嘴角一阵颤抖。啥玩意？宠妻？但这系统……楚宁略微迟疑，差点绷不住了。什么鬼？苏婉清是他师尊，养育他18年的师尊，纵然师尊姿容绝美，身姿更是绰约，可楚宁每看到之后只有尊敬，此刻抱住也是为了让师尊没那么伤心。你说这是我妻子？抚慰个毛的妻子，抚慰师尊难道不行吗？而且系统激活为啥不是逆袭的？比如说给个什么无敌资质什么的。宠妻，离天下之大谱。可楚宁再崩溃也改变不了面前的事实，短暂的思索，微微叹息一声。此刻他怀里抱着苏婉清安慰着，而目光看向了其他人所见不到的系统面板。宠妻系统绑定对象苏婉清，年龄112岁，资质神品极致天灵根，修为6境巅峰，修为境师，贡献点1000点。看着系统的描述，楚宁嘴角抽搐着，估摸是激活的时候察觉到他俩抱一块了，直接绑定上了。我勒个宠妻系统！楚宁痛心疾首，几乎要开骂了。苏婉清那可是看着他长大的，就恨没认成当妈了。这系统也不是个东西啊！这妖牛掰的存在，咱好歹看看实际情况。师尊如今修为尽失，道心崩溃，唯一留下来的弟子，不是因为真的在意他，而是觊觎他。若是得知这些，怕不是他真的要直接绝望自尽了。按照系统的提示，他今日怕不是就要自尽，是楚宁一句话劝住了他。可这……宿主信息：楚宁，年龄18，资质凡品灵根，功法缥缈剑术，未入门，境界淬体3层。绑定目标对象获得宠妻贡献点，可购买系统商城提供的诸天万界各种物品，请宿主努力宠妻。楚宁沉默许久，原本他只是以弟子身份抱着苏婉清安慰，可因为系统这话，此刻心情都怪异起来。任何方面来说，苏婉清都绝对完美，身材足够好，气质也足够好，更何况眼下大雨倾盆，其没有修为，身上衣物都被淋湿，甚至能感受到苏婉清身上的温暖和柔软。这身段，楚宁差点没直接给了自己一个嘴巴。我去你妈的！原本思维还是很正常的师徒之情，可一旦思维开始变化，那就跟国道上刹车失灵的泥头车一样，拉都拉不过来了啊！苏婉清此刻疑惑放开楚宁，不解道：方才发生了什么？楚宁看向苏婉清，可自瞄好像没关，直接往人家胸口上瞄。系统误我啊！之前他是正人君子啊！楚宁深吸了一口气，哪里敢说什么系统的事情，这玩意肯定也不能告诉别人。他只是无奈叹息一声：师尊，如今您身体不好，又经历这种事情，不如先回房间休息，别被雨淋坏了身子。苏婉清微微一愣，心中又是一阵暖意流淌，他只是微微点头：宁儿你也是，不过你放心，为师定然不会懈怠自身，只是你如果真的要跟在为师身边，不久之后怕是要浪迹天涯了。他苦涩一笑：宗主说了会保留我小竹峰峰主的身份，可怕是不会，他绝非善类，如果为师没了修为，对宗门无用，他也不会放任。楚宁闻言脸色陡然变冷，这帮畜生，师尊当年为太玄宗付出多少，如今不光是落井下石，怕是往后都不会给你我师徒二人生机。师尊放心，弟子一定会尽力修行，绝不会让我师徒二人落得如此地步，同样会找寻让师尊修为恢复的办法。听到这话的苏婉清没说什么，为师都找不到，宁儿你怎么会呢？可他也不愿意驳了楚宁的好意，毕竟如今为他考虑的也只有弟子了。他没多说什么，转身回到洞府。而楚宁也正打算回到洞府，可看到了那被雨水淋湿的郊区，当然不是看师尊身子，他还没那么低俗，虽然真的很诱人，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师尊身体的颤抖。正如长老所说，圣人雷劫之后，师尊修为尽失，此刻连着雨水都扛不住。可这时又是叮的一声，劝说妻子回房间休息，免受大雨倾盆之苦，奖励贡献值100，贡献值余额1100点。楚宁微愣，原来是这个用法，之前是1000，这次是100。
是根据行为不同的判定给出不同的奖励是吧？楚宁没继续吐槽了，感觉系统还是很猛的。话说这系统是不是宠妻就给的贡献点可以兑换东西什么？熬碗姜汤去。可他妈的这系统也太怪了，这是妻子吗？这对吗？罢了，顺便研究研究系统。片刻之后，小竹峰灶房内，楚宁找到了红糖和姜块，边是研究着系统边做着姜汤。奖励值是可以兑换诸天万界的宝贝的。楚宁心存怀疑，但还是打开了系统商城。此刻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功法，大地层次、仙王层次、无上层次，各种功法一应俱全，但价格好像有点高的离谱。多少个零？数数先。我去他妈的18个零，这是人兑换的吗？而且还限制境界，非大地境界不可兑换，有点坑人，买不起。他只有1000贡献点。楚宁看了好一圈，功法数目太多了，根本没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系统有没有合适我的功法？不包含任何情感的机械声响起。正在检索中，请稍后。检测到宿主资质奇差，修为低微，无法修行系统商城中大多数功法。已检索适宜功法吞天魔功。吞天魔功据上古凶兽饕餮所创造无上功法，可适宜修饰任何境界修行。此功法以吞噬万物提升自身修为提升，同时可洗刷自身资质。售价100W 贡献值。检测到宿主新人身份，系统商城购买商品可任意选择一件打0，1折。售价1万贡献值。无法购买，系统贡献值不足，请宿主发疯宠妻，以此获得更多贡献值。见此，楚宁迟疑，适合我的功法也就这吞天魔功了是吧？吞噬万物，提升修为，还能洗刷资质，什么恐怖功法？那我只需要吃就行了是吧？那绝对要了，修为提升是第一步，绝对不可能忽略的。但贡献值的获取得从师尊苏婉清身上。宠妻，我宠妻个蛋！我把人家当亲妈一般的师尊看待的楚宁无奈叹息一声，贡献值差了还是太多啊，没办法修行，不然怕是自己都护不住了。但楚宁忽然想到什么，系统售卖诸天万界法门，是不是能推荐个帮助恢复修为的？肯定不是光顾着别人，他也不蠢，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虽然这么形容不太贴切，但从系统这里买来功法什么的，然后用在师尊身上得到贡献值，然后继续买，以此成为无限度循环。想明白玩法的楚宁顿时乐了。系统，帮我找一找有没有什么恢复修为的功法或者丹药。叮，正在检索。推荐商品：万古长青丹，服用之后可直接突破仙王境界修为，并得到万古长青道体。售价100000000000000W 贡献值。楚宁，你他妈的看着我像是能拿出这贡献值的人吗？不过这系统推 bug 了，仙王级别的丹药都能拿出来。仙王是啥境界，楚宁都不知道，日了。推荐个合适的，能买的，用得上的。系统加在片刻，继续检索。推荐功法：长春手。长春手，一本奇怪的功法，对自身毫无作用，但当用在其他人身上的时候，或许能让对方四肢通体舒泰，气血运转加速，可以催生长春之意，恢复破损灵脉。创造功法之人评价：一本不入流的功法，狗都不学。售价1贡献点。楚宁大喜，狗都不学我学啊，这玩意他用得上啊！直接购买，没有掉自选打折的机会，不然那就亏大了。购买功法：长春手。正在辅助宿主修行，学习成功，刹那间无数知识涌入楚宁脑海中，关于人体7经8脉都是融会贯通，按压合适的穴位就能催动长春之意。好东西，但话说该怎么合理的去找师尊帮他按摩呢？毕竟这玩意好像是手把手的。楚宁一瞬间又是纠结起来，大晚上去不好吧，万一师尊正沐浴呢？此刻面前的锅子咕嘟咕嘟，姜汤熬好了。小竹峰苏婉清洞府之内，此刻浴池之内，苏婉清泡在温润池水之中。之前的池水都是药液淬体来用，可如今他已经无法承受那药材的灵力，让换了灵泉。苏婉清眼神空洞，但因为楚宁那句30年河东30年河西，心神中再度燃起了一丝斗志。古来今往了，多少人陨落在了圣人雷劫之中。他本以为自己足够天才，可以跨越，可仍然是太过自信。如今已经恢复了1个月，各种丹药都吃过，可仍然无法凝聚灵气。他知道自己的情况，灵府破碎了，运转灵气的灵脉也碎了，此身已经是残破不堪，怕是寿元都没有太多。前不久还是天骄修士，可能成为天下突破速度最快的剑修，如今竟然是成了废人，灵气都调动不了。愤怒、
已经愤怒过了，绝望也已经感受到了。靠在浴池边上，他感受着泉水传来的温度，始终说着唯一留下弟子的那番话：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因为这些，宁儿的资质低微，可仍然每天刻苦修炼吗？他从未体会过这种感觉，如今才能切实体会到了楚宁如今的心境是多么的强悍。弟子不俗啊，可我已经没有能力让他走得更高了，甚至这小竹峰看似宗门保留给了他，也一定会1个月甚至半年之内要回来。一声长叹，咚咚咚，洞府门忽然被叩响。苏婉清立刻警惕起身，披上外衣，手中持剑。他自知容貌极好，这些年也有无数人追求，甚至宗主也是其中之一，但他心中只有大道登顶和剑术，对男女情事根本没有任何追求。如今修为尽失，怕不是有人趁机要做些什么。人心之恶令人发指，他不敢放松，一刻都不敢。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他宁愿身死也不遭人凌辱。甚至此刻口中含下了一枚丹药，如果对方修为高，他直接吞下，顷刻毙命。清白之事远比生命还要重要。师尊，您休息了吗？弟子为您熬了一碗姜汤。洞府外，楚宁撑伞来到苏婉清洞府前。说真的，夜里拜访还是大晚上的，是个人都会觉得图谋不轨。他真没那想法，可好歹刷点贡献点什么的，而且是真的担心苏婉清如今的状态。虽然系统有点狗，但他还是正人君子的。话还没说出多少，洞府门缓缓打开一条缝隙，从中可看到昏黄的灯光和一道仅仅以外衣裹挟娇躯的女子。她手里持剑，眼神警惕。楚宁立马挪开视线，展示了一下带来的一盆姜汤。苏婉清这才松了口气。是宁儿，进来说话。楚宁看出来了，她在担心什么。没有修为，只是一个弱女子。楚宁笑了笑，雨伞放在门前，来到桌前放下姜汤，为苏婉清盛了一碗。可端着碗的楚宁转头看到苏婉清的时候，直接自瞄都不知道瞄哪里了。一件青色外衣，只是胸口处一带裹挟遮掩住关键部位，白皙高挑的长腿精致不已，就这么暴露在空气中，瞬间看得楚宁口干舌燥。湿漉发丝散落着，还残存着水珠，五官精致而立体，真的让人挪不开眼睛。直到今天，楚宁才发现自己好像根本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凡投胎好点，他指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但眼下，楚宁急忙收回了视线。师尊，姜汤。苏婉清打量了一眼，也是放心。弟子的话，那就没事。不动声色地吐出口中丹药，那有丹衣包裹，入味才化开的，没什么可担心的。宁儿，有心了。苏婉清接过姜汤，坐在楚宁一旁。果不其然，叮地一声，检测到宿主血中送炭，让妻子的心得到了抚慰，奖励贡献值1000。楚宁一喜，看来是比较能让人愉悦的事情，奖励的就会更多。但这一笑立刻让苏婉清察觉到。宁儿，笑什么？楚宁连忙回神，急忙摇头。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些事情。苏婉清微微叹息，继续喝着姜汤。他不信弟子会害他，所以都没有试毒，毕竟是看着长大的。师尊何故叹息？苏婉清一声苦笑，美眸中露出苦涩。如今难道还不该叹息吗？楚宁摇头，正色道：师尊如今虽然没了修为，可已经是看清同门样貌，看清修行之人样貌。师尊自出生便是天赋无双，震烁古今，年仅7岁就入太玄门，成就天骄之名，一生修行顺遂，看到的都是他人的奉承，恕弟子无礼。1个月前，师尊突破6境巅峰境界，按理说本该沉稳修行，可宗门之内，无论宗主、长老、弟子，都纷纷劝说师尊突破。师尊原本的打算，想来也是沉淀修行，可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奉承而失心，从而突破失败？如今看到这些东西，未必不是好处，修为之事未必不可再重回。苏婉清闻言愣了愣，目光落在楚宁脸上，紧紧盯着。宁儿，你如何会知道的这么多？楚宁摇头叹息，弟子虽然资质愚钝，可断定人心之事知道许多，恨你有，笑你无，表面奉承，背得讥讽，世人向来如此。底层生活的经历让楚宁对此了解的很多。苏婉清眼神逐渐复杂，一个18岁的弟子都知道这些，可他当时为何要执拗？可正如弟子所说，如今一朝看破人心离散，看破人心善恶，如若能重来，未必不是好处。可谓师，当真能重来吗？楚宁眼神坚定道：师尊难道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我所认识的师尊，绝非如此这般消极度世、哀怨天道之人。古来今往多少圣人，有几个又是大道一片坦途的？师尊应提起一口道心。太玄宗做不到，弟子可陪同师尊访问天下，便是最后死了，至少努力过。倘若如今就放弃，怕是一切都完了。苏婉清瞳孔冷缩，对，我之前是什么样的人，即便是经历困难和打击，也从未退缩。可现如今，这打击太大，
你理解不了为师。然而楚宁的语气很快就温柔下来，轻声开口。可弟子知道这些话只能短暂的激励一下，解决不了问题。弟子在底层待得久了，纵然师尊庇佑，可受到的白眼仍然不少。其实更清楚，那些人最想看到的就是师尊再也不挣扎，然后甘愿放弃这一切。反而师尊如果重新修行，他们才看得不爽。苏婉清心神一颤，对，弟子其实这方面懂得比他要多。师尊如今心境定然低沉，也觉得活着没什么价值，可师尊仍是弟子心中那无所不能师尊，即便此生师尊也没有机会突破，那弟子也会掌伴师尊左右，侍奉终老，无怨无悔。此话一出，苏婉清瞳孔剧烈颤抖。当真是如世人所说，落难之时方见真情，不因你山巅之时慕名而来，却在你低谷之时不离不弃。他不该如此。叮，检测到宿主妻子道心重新恢复，奖励贡献点1万，触发宠妻暴击，奖励随机升级功法1次，以提升长春手为长春不灭绝。系统评价：宿主真的很会宠。楚宁瞬间一愣，他有些意外，这些话其实都是真心之言，正是如此才来劝慰，不想师尊轻生。可这算是意外之喜吗？长春不灭绝，修行功法之人体内可自行滋生长春之意，可以长春之意疗养自身伤势和他人伤势，修为速度同样有所提升，修行极致可成就长春道体。创造功法之人评价：推演出来的还算入流，但没什么卵用，继续推演。贡献值剩余10100，这下吞天魔功需要的贡献值都齐了，真的算是意外之喜了。甚至楚宁也不知道为啥触发奖励机制这么大。可下一刻，面前苏婉清忽然一阵嗤笑，呵呵呵呵，哈哈哈哈！楚宁直接傻眼，卧槽，不是说了宠妻恢复道心了吗？师尊怎么疯了？师尊，您咋了？苏婉清笑着起身，仰头放声大笑。100年修行，不如一朝修为跌落顿悟的多，如今竟是宁儿你让为师勘破了真正道心所在。宁儿，你大可放心，修为之事，为师会用毕生之力去寻找办法，绝对会让宁儿你再见到心目中的那个苏婉清。楚宁一愣，松了口气。哦，这是憋了太久释放了是吧？没疯就行啊。不过话说，经脉恢复，这长春手的升级版是不是？关键这长春不灭绝，甚至可修行长春道体。道体似乎只有先天的吧？后天还能成就道体，这功法品质绝对不凡啊。那没准有机会。师尊，弟子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苏婉清眼神凌厉中带着傲气，恢复道心之后气势就是不俗。说，你我2人没什么不能讲的。弟子曾学习过某种功法，偶然所得，可恢复自身伤势，也能帮助其他人修复破损经络。苏婉清摇了摇头，不只是经络恢复，那是灵府破碎，除非修复灵府才能修复破损经络，没人做得到的。不，应该说很少人，至少为师认识的没有一个。楚宁迟疑片刻，觉得创造这功法的人应该很刁啊。万一呢？弟子试试呢？若是真的有机会呢？苏婉清闻言思索片刻，弟子又不会害自己，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可以，那宁儿要如何做？师尊先脱衣服。苏婉清陡然一愣，洞府之内的气氛瞬间僵硬住，他一脸错愕看着面前的弟子。宁儿，你说什么？察觉到气氛不对，以及明显能感觉到苏婉清的眼神变得警惕起来，楚宁连忙开口：弟子这手段乃是一种外加功法的按摩手段，以自身长春之意通过外部按摩输送进师尊体内。说罢，运转长春不灭诀。长春不灭，春意永存。春，万物生发之意，万物荣生之象。长春不灭对应的就是万古长存，长春道体也是如此。苏婉清微微一愣，松了口气。他还以为弟子是要对他图谋不轨，是他心黑了。苏婉清美目寡了楚宁一眼，娇嗔道：下次说明白点，莫要让为师误会。楚宁无奈笑了笑，师尊养育弟子多年，岂会行龌龊不轨之举？这样最好，为师应当如何？楚宁坦言道：师尊交给弟子就可以了，不用师尊亲自动。苏婉清越听越是觉得不对劲，这话怎么让他想砍人呢？不过迟疑片刻，还是饮下最后一口姜汤。他打量了一眼那长春之意，果然是春意盎然，带着一丝微弱的复苏之意。他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这种路数的功法。宁儿，你是如何习得的？弟子偶然所得，只可惜对修为提升毫无作用，只能恢复伤势。苏婉清忍不住感慨，只是如此便已经足够强悍了，但是不是有作用，为师也不清楚。楚宁见此急忙催促：那师尊快趴下，弟子这就来了。苏婉清嘴角一抽，越听越是不对劲，
感觉很奇怪，但弟子这性格也年纪不大，估计是旧时心切，那便罢了。但不脱衣服不行。可以，没什么影响。苏婉清一愣，皱眉看去，那为何还让为师脱衣服？楚宁疑惑道：按摩不就应该脱掉更轻松吗？那会所里面不都这个套路吗？苏婉清嘴角都忍不住开始抽搐，弟子真该学学如何讲话了。哎，他当下也没什么芥蒂，趴在床榻之上，毕竟那手段他也不曾见过，试试的话，万一有机会呢？楚宁笑了笑，正欲上前，可忽然感觉到什么。我说的话是不是不太对劲？刚才真的是旧时心切，想要尝试一下。但话说，楚宁忍不住扶额，叹息一声，尼玛的，说的也忒怪异了。尤其是眼下，洞府之内格外精致，不光是摆设，尤其是那床榻，筹备之上就是那近乎完美的娇躯，大腿暴露在空气之中，看得人口干舌燥。我特么的，我真是要救师，不是要冲师啊！宁儿还没好，来了师尊，来了。楚宁立马上前。趴在床上的苏婉清感觉也够怪的，也就是楚宁年纪小，他看着长大的，知道楚宁不是很会说话，不然真的直接就出手了。此时已经是来到了苏婉清身旁的楚宁，心跳加速，闻着那空气中令人躁动的香味，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苏婉清见迟迟没有动静，疑惑转头看去，他是信任楚宁才让楚宁进来的，毕竟有养育之恩在，相信也不会做点什么。可此刻一眼就是看到楚宁眼神不对，他也察觉到了，果然男女之间便是师徒也会觉得很怪。苏婉清深吸了一口气，叹息道：要不然明日再来，为师感觉有些困了。楚宁知道再不动手真没机会了，说的明日其实就是不想了，他也察觉到不对了，不管了。此刻脑海之中只有那人体经络图。长春手是基础功法，长春不灭是升级修行功法，疗伤仍然是要催动那长春手，直接照着苏婉清背部2个拇指用力陡然按下。哼！苏婉清瞬间没控制住，忍不住轻吟一声，她面色涨红，转头瞪了眼楚宁：不是都是说了明日再来，而且你轻一些。楚宁没多说什么，只是运转长春不灭。此刻长春之意顷刻而出，按下，顺着经脉入体。长春手相当讲究，按摩的开始必然是开脉开背，自脊柱两侧按压关键穴位，而后手掌一同用力，开始由点到面铺展开来按压，由此背部经络打开，可以施展长春意入体。原本还痛到没忍住的苏婉清，莫名感觉到一种酸麻之感传遍全身，那种感觉让她几乎无力，只想好生享受。倒是没感觉到体内有任何变化，但弟子似乎真的修行了什么，至少按摩手法还算专业。难得放松，他也没说什么，只是侧着脑袋看着楚宁：宁儿，若是累了就可以休息，按摩手法不错。楚宁没说什么，专注运转功法，背部经络已经打开。运，刹那间，原本遍布在苏婉清身躯之上的长春之气忽然有了动静，如同找到了引导，顷刻入体。哼！这一次不是痛苦的呐喊，而是舒爽的轻盈。苏婉清直接没控制住，此刻大脑一片空白，背部舒畅至极，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享受起来。更为他错愕的是，体内的一部分经络被那长春之意融合，竟然是出现了凝聚。灵府没聚集，经脉居然聚集了，凝聚了。虽然只是一小段，很小很小的一小段，约莫是100公里之中只有1米的距离，但也让找寻了各种办法没有任何修为恢复的苏婉清激动到浑身颤抖。宁儿，你真的可以。楚宁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专心。他的修为低，全力催动长春手和凝聚长春之意已经是极限，断然不可能分心。甚至于此刻苏婉清之后断断续续的轻哼，他是半点没听到。而那长春之意此刻的确是在苏婉清体内不断的修复，虽然只是短短续续，可他真的看到了结果。此刻差点激动的要泪流满面，真的做到了，他有机会重修，届时一定要让那些看不起他的人都睁大狗眼，好好瞧瞧他不是废人，他的弟子也没人能说是废人。只是忽然楚宁的身躯倒了下来，直挺挺的趴在了苏婉清身上，后者陡然一愣，瞬间面色大变。不是说了只恢复修为，可这夜半3更，洞府之内孤男寡女，果然即便是弟子，他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去做。难道弟子这举动是对他真的有觊觎？可那番话分明对他是关切，刚才他无论如何呐喊，楚宁一点反应都没有，可为何现在？只是忽然间他察觉到了什么，弟子没打算做什么，而是虚脱。昏迷前楚宁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叮，帮助妻子恢复修为，进度0%，1%，奖励贡献值5000。系统评语：真正的宠妻不只是嘴上逼逼赖赖，
而是付出实践。触发系统暴击奖励，提升资质1次，以提升灵根资质至中品灵根。楚宁直接崩溃，一时之间没控制住，晕过去了。妈的，这玩意对身体消耗实在是有点大了啊。而此刻察觉到弟子并非是要图谋不轨，而是已经晕厥，他立刻起身查看，抱过弟子，诊脉判断，苏婉清终于是松了口气，没出事，只是虚脱了。他眼神此刻有些复杂，望着怀里的弟子，弟子这手段果真是有效，可竟是累得直接昏迷过去了。他此刻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或是因为修为看到恢复的契机的激动，还是因为感受到弟子真情的那种庆幸。至少这天地间还有人会在意他的心情，在意他的一切。傻孩子。苏婉清眼神温柔，轻抚楚宁脑袋，缓缓抱住在怀里。下次别那么笨了，为师很开心，今日就在这里休息吧。一开始苏婉清对楚宁并没有多少忌惮之意，可后来察觉到了，他如今修为已经失去，最应该担心的是自己的清白。宗门之内，那些长老个个人面兽心，巅峰之时对你吹捧崇拜，低谷之时对你嘲讽谩骂，即便是真的做了什么，他也只能以死保全清白。而苏婉清也做好了这些准备，他一开始想要轻生，其实大多因此受尽凌辱苟活，非他苏婉清所要，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可没想到弟子真的能帮助他恢复身躯，虽然只有一些进展，但那就是希望。床榻之上，苏婉清仍是眼神温柔地望着昏迷的楚宁，轻轻为其盖上被子。宁儿长大了。第一次运转长春不灭诀，楚宁也没控制住自己，因为他看到了进度，想着多做一点，没想到直接做虚脱了，昏迷过去了。只是当他再度睁开眼睛醒来，映入眼帘的却不是自己的洞府。精致木床，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撩人的香气，瞬间让楚宁支棱起来，从床上坐起来了。不是，这是呢？打眼一看，这不就是师尊洞府吗？他昨晚昏迷过去，是在苏婉清房间里睡着的。伸手一摸，筹备精致而光滑，如同女子的肌肤，如同昨日伸手轻抚在苏婉清身上，格外撩人。楚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如今道心果然不宁了，无奈深吸了一口气，查看系统面板。楚宁，资质中品灵根。哦，似乎是帮师尊恢复修为给了个暴击，然后提升了一下资质。系统真 bug 啊！修为淬体4层。楚宁看到修为的时候一愣，应该是运转长春不灭诀所带来的提升对吧？这功法真的很不简单，甚至可以修炼大成，成就长春道体。师尊苏婉清就是天道剑骨，属于先天道体，100年修行便要步入圣人境界了，绝对的天骄。还从没听过后天修行能步入道体的。功法不简单，贡献点剩余16000。楚宁见此一愣，立马脸上露出笑容。是否消耗1万贡献点兑换吞天魔功？楚宁毫不犹豫，兑换成功。吞天魔功，据上古凶兽饕餮推演而出的功法，修行之人以吞噬万物提升修为，甚至可洗刷提升资质。吞噬万物，灵气、灵石、气血、生灵，甚至于人。楚宁眼神微凝，露出一抹凶厉之色。修行界本就是吃人的，只是没有看起来那么血腥，但远比真正的吃人更要残酷。就算是日后吸收人参气血，他又有什么惧怕的？脑海中无数文字正在烙印，系统状态栏发生变化。功法长春不灭诀，修炼进度1层入门，吞天魔功。缥缈剑诀未入门。看来吞天魔功没有一般功法的修行进度之说，和长春不灭以及缥缈剑诀并不冲突。他心神有些激动，光是看到那功法简介就快跳起来了，此刻已经全部掌握。试一试，催动吞天魔功。此刻楚宁的眼眸被一抹猩红包裹，取出灵石，他的身上只有几百枚下品灵石，因为资质差，炼化灵石速度很慢，这些年的供奉都攒下来了。下一刻，楚宁直接将所有灵石吞噬，连渣都不剩。而吞天魔功霸道之处就在于吸收之后直接炼化，作用修为。楚宁的修为节节攀升，刹那间气息一步步的拔高，淬体5层，淬体6层，淬体7层，淬体8层，淬体9层。感悟天地灵气与身躯体魄产生联系。修行之路第一境，灵动。淬体9层境界，寻常修士几十年打磨，如今根本没有任何障碍，直接突破。这功法也太霸道了。只是楚宁刚要高兴，此刻却是肺腑涌动，嗓口一甜，噗，一口鲜血陡然吐出，而体内也在承受着莫大痛苦。是修为突破太快，五脏六腑承受不住修为这么快的变化，但没关系，长春不灭。洞府内春意盎然，楚宁闭目凝神，
盘坐调息。那可是能恢复破损灵脉的春意，楚宁只是五脏六腑裂开了，根本不算个事。当楚宁再睁开眼睛，感觉到眼前的世界都发生变化了。洞府内灵气浓郁至极，是楚宁先前所不能看到的。而小竹峰也是太玄宗八峰之一，灵气最为充沛的地点，所以师尊苏婉清才说这地方一定会被夺走，但以后不会了。楚宁年龄18，修为一境灵动，进度15%，功法长春不灭绝，进度一层吞天魔功，缥缈剑诀。而且似乎因为修行魔功，他的身躯强度也异于常人。这次给师尊按摩绝对不会如同先前那般了。不对，话说师尊呢？楚宁随手清理那血迹，此刻神情气爽，立刻就要喊来师尊为其按摩。只是洞府门缓缓推开，一袭身着青衣、姿容绝世、身姿曼妙的女子缓缓入内，在看到楚宁之后，眼神瞬间温柔下来，带着笑意。宁儿醒了。只是他很快察觉到楚宁某些地方的反应，脸色微红，不动声色地挪开目光。男子清晨实属正常。而楚宁也顿时察觉到了，立马拿着被子遮掩住，尴尬一笑。师尊，弟子昨天可能太累了，不小心睡了过去。苏婉清摇了摇头，从手中拿出一颗丹药，上前交给楚宁。为师去了一趟丹峰，替你要了一颗凝神丹，你神魂消耗太过严重了，吃了吧。楚宁闻言微愣，要了一颗，怕不是师尊拿着自己的资源换来的。如今的太玄宗，谁还会顾及师尊的面子？楚宁抬起头，缓缓张嘴，毕竟药都送到嘴边了。苏婉清一愣，眼神微凝。这女子微抿嘴唇，还是送进楚宁口中。毕竟消耗极大，但你说你真的手都抬不起来吗？眼看着苏婉清眼神不对了，有种娇嗔的意味，楚宁后知后觉。不是，我以为师尊要喂我的。楚宁吞下丹药之后也是悲愤，但这也不好说啊，属于双方会议，师尊都喂了，他得了便宜还卖乖，算是怎么回事？但师尊居然真的喂。然而很快，一阵阵灵气在体内荡漾开来，滋养体魄，弥补神魂。怕是师尊拿了不少资源去换。他目光落在苏婉清身上，后者也觉得不对劲了，急忙笑着开口转移话题。宁儿，那功法真的很不错，为师真的感觉到恢复了。楚宁摇了摇头。师尊，如今恢复进度还不够快，弟子如今已经一境，能帮助师尊恢复的更多，但还恳请师尊拿出一些资源给弟子，弟子修行越高，能做到的也更多。这点苏婉清本身也没什么芥蒂，他本来就是苏婉清从小看着长大的，这些年资源其实不对楚宁限制的，但楚宁资质不高，炼化一颗下品灵石都需要1个月的时间。长此以往，他其实也没去要，但苏婉清仍然帮助楚宁寻找，无奈多年并无所获。可这话，苏婉清眼神错愕，望着面前楚宁，你一境了？昨晚不还是淬体3层？楚宁思索片刻，给出了个合理的解释。其实为师尊疗伤，弟子也能得到好处。运转那功法，竟然发现可以帮助弟子提升修为。苏婉清深吸了一口气，若是你早日得知那功法的妙用，怕是修为都能不弱于为师了。这可是一天把其他人几年的路走完了。苏婉清没有犹豫，取出自己的储物戒，但他也有些尴尬。这储物戒内是为师自己的资源，但因为如今境界太低，打不开。若是宁儿你能打得开，里面的资源自取即可，总归为师如今没什么用了。楚宁一愣，苏婉清自己的资源，多年宝藏直接就给了，一句话都没多说。纵然用不着，可这价值都绝对能买下半座太玄宗了。楚宁没那么多弯弯绕绕的推辞，但此刻仍是拱手一拜。如今他很需要资源，而资源才是保证他们夫妻俩、师徒俩活着的重要资源。他当然打不开。系统未必。他心神默念，催动系统，帮我检索能打开这储物戒的办法。定，上品储物戒禁制强大，非6境原身修士不可打开，可消耗6000贡献点直接开启。楚宁，吞天魔功才要了老子1万，你他妈的一个储物戒要老子6000，趁火打劫。而系统根本没有感情，那段话也就落在楚宁眼前，好像是在说你到底开不开吧。楚宁一咬牙，现在手头就还有6000点了，是让我花完然后宠妻再得手是吧？好好，有你的。兑换，禁制已经打开，宿主可自取。楚宁直接收起，当然没打算直接当着面拿出资源，因为不好解释，太复杂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系统的事情，毕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楚宁此刻只是看着面前苏婉清，再度道谢：师尊放心，弟子绝不负师尊所托，今日之资源，日后10倍奉还，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苏婉清微微一笑，便是为师也找不到恢复经脉的方法，
可你轻而易举就能做到，即便是作为交换，为师也都愿意给你。况且你如今需要了，用得上了，给你又何妨？见你如今有了修行之望，为师也很欣慰。楚宁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弟子如今修为一尽，可继续帮助师尊恢复修为。师尊，趴下吧，弟子要开始了。苏婉清这次实在绷不住了，脸色涨红，一把揪住楚宁耳朵。是故意这么说的，还是不小心的？难道你觉得为师听不出你这话里的轻薄之意吗？什么趴下，开始啊！这哪里是什么弟子对师尊说的话？可楚宁却是一脸懵逼。不趴着，难道站着？站着也不是不行，为师说的就不是这回事。正当苏婉清要解释之时，忽而听到门外有人传来了动静，苏长老，弟子王天一特来拜见。二人都是一愣，苏婉清的情绪瞬间低沉，而楚宁也是脸色阴沉起来。王天一，苏婉清最小的弟子，但入门1年就步入一境入微，昨夜也是在割袍断义的弟子之中的。于楚宁看来，忘恩负义之辈皆是要死。师尊留步，弟子来处理此事。说罢便是转身出门。太玄宗，小竹峰，此地翠竹遍布，山青云阔，多以小竹成群为景，故而得名小竹峰。而就在那小竹峰主场前，是一相貌堂堂、一身紫色长袍的青年，微微笑着，负手而立。小竹峰道袍本为青色，刚走就换了道袍，再度前来，那可就根本不是以苏婉清弟子自居的，况且称呼还是苏长老。楚宁推门而出，而王天一也是微微一愣。楚宁他知道，但为何会是从苏婉清洞府之内走出来的？但是他并未多想，毕竟苏婉清虽然修为尽失，但自身最重名节，也不会随便找一个弟子苟且。他虽然是苏婉清最小辈分的弟子，喊楚宁也要喊一声师兄，可年纪已经有20岁了。对这位楚宁一直心存不爽，凭什么一个楚宁，一个毫无修行资质之人，能入小竹峰，能成为苏婉清的弟子，甚至诸多师兄师姐都不敢说他一句不是，只敢背地里嘲讽。因为楚宁是个孤儿，被苏婉清捡回来的，这么多年养育才有此殊荣，甚至资源只要他想要多少就能拿多少，但还算是有自知之明，本身炼化不了，也就没拿多少。羡慕嫉妒，但此刻有的只是轻蔑。苏婉清如今已是废人，如今可没人能护得了楚宁了。望着面前走来的青衫男子，王天一微微一笑。楚宁，苏长老难道不在？楚宁面无表情上前，一句话不曾开口。见此，王天一也懒得隐瞒了，怕是如今不敢见人了。那我就开门见山，我师尊赵峰愿以3万灵石每年租借小竹峰之地用于修行。小竹峰，太玄宗灵气最为充沛之地，即便苏婉清如今是废人，也没人敢光明正大的夺取小竹峰。苏婉清有功于宗门，天下皆知，倘若真的卸磨杀驴，恐怕天下人嗤笑，被其他宗门看不起。但不卸磨杀驴，不代表他们不能用其他的办法，只要面子上过得去。王天一此刻脸上也是带着笑容，他还算和苏婉清认识，他亲口来说比较好交涉，毕竟如今苏婉清已经没了任何修为，肯定也知道拿走灵石对他的好处最大。楚宁，你可听到了？还不快去告诉苏长老，也尽快。噗！一记鞭腿猛然扫在王天一脸上，是大力沉一击裹挟吞天魔功魔气，一口鲜血猛然吐出，王天一陡然跪地。楚宁脸色阴沉，并未犹豫，而是五指做勾，一把摁住王天一头颅，狠狠砸在地面，刹那间便是头破血流，同为一境。王天一不过刚刚走完9层淬体，可楚宁已经掌握了如今9层淬体的实力，加上本源功法，这人岂能是他的对手？惊恐错愕交加，一个废人几乎让他动弹不得。王天一惊恐哀嚎：楚宁，你在做什么？信不信我让我师尊来斩你？楚宁一愣，冷笑，脚踩在王天一头颅之上。王师弟，是不是忘了，即便你如今换了老师，还得称呼我一声师兄，如今直呼其名，是不是没把师兄放在眼里？该叫我什么？剧烈疼痛传来，王天一哀嚎出声，然而根本不肯求饶。我老师是6境巅峰修为，如今苏婉清已经没了实力，他保不住你，你要是敢杀我，你们都得死。听到这话的楚宁又是笑了笑，一脸讥讽地望着王天一。哦，那我问问你，为什么你那师尊赵峰不来，偏偏派你来租借我小竹峰的地盘？如今地盘是他们的，至少是名门正派，他们不敢做得这么快。谁都在惦记小竹峰，惦记这里的灵气，可他们都自持正道之人面目，根本不敢。而王天一则是直接被那赵峰当成了棋子，如今前来耀武扬威，还傻乎乎地拿来威胁楚宁，否则楚宁也不可能出手如此果断。然而王天一根本不听这些，此刻只是冷笑着，纵然挣扎不开。好，你楚宁隐藏很深，没想到竟然是个一境，是老子看走眼了，但你可别后悔。说罢
就是拿出长老令牌，大呼传音：“师尊，我被人欺负了，快来救我！”然而此刻根本没有任何回应，有的只是沉默和楚宁的嗤笑。蠢货！如今宗主也在看着，长老们都在看着，甚至外界也在看着。外界之人看太玄宗如何对待苏婉清这废人，是名分上对一个有功之人没了能力之后如何处置，处置的不好，直接被其他宗门当作攻击的理由。其他长老也在看着，看苏婉清的意思，没想到出来的是一个楚宁。如果苏婉清有半点意思，他们绝对会毫不犹豫的来争，这就是人性。而宗主绝对也在看，他在看什么时间用什么理由收取，然后给到什么人的手里。如今虽然他们落难，可名声还在，谁敢大张旗鼓？楚宁没说什么，只是脚上用力，面色阴沉，盯着如同死狗一样的王天一。你的师尊呢？来，让我看看。刹那间察觉到杀意的王天一立刻淡定不住了。师尊没来，怎么会？分明今早商议的时候表示会出手，为什么会这样？可头颅受到的重压越来越强烈，他几乎要支撑不住。楚师兄，求楚师兄放我！楚宁冷笑一声，一脚重重落在王天一面门，直接将其踢晕到昏厥。一个苏婉清最小的弟子，如今是第一个发难的，真觉得他娘俩好欺负。只要大义还在，他们就不敢大张旗鼓的动手，即便动手，他也有绝对把握带走苏婉清。此刻楚宁抬起头，对着那空处喊话：“我师尊为太玄门贡献之多，哪位长老敢站出来说比我师尊还多？”宗主既已发话，愿保留我师尊小竹峰峰主身份，还望诸位长老管好自己手下的狗。如果再有不长眼的来挑事，大可先过我楚宁这一关。丁，维护落难的妻子，奖励贡献点5000。系统评价：你的胆子真的很大，宠妻宠到这个地步，无人能及。听到系统的评语，楚宁也是嘴角一抽，真不是我胆子大，他但凡不说这话，麻烦会越来越大，只能不怕死一点，好歹名门正派也不敢做得这么绝。王天一昏迷的身躯被什么力量拖走？楚宁转过头来，看到了洞府前那尸神正紧紧盯着他的苏婉清，随后脸上露出笑容：“师尊，麻烦没了，弟子解决了。先前师尊为弟子抗下麻烦，如今轮到弟子了。”说罢拱手一拜。此刻他没敢走进苏婉清洞府，毕竟肯定有人掌关山河看着，说出去恐怕有辱师尊名声。晚点再来，他要先修炼。弟子先行修炼去了，师尊且先休息，晚些时候再来。苏婉清愣了许久，脸上终于是露出笑容。落难之时所能依靠的竟是楚宁，他心生暖意，眼神中更是欢喜。望着那道背影，他轻声呢喃着：“谢谢你，宁儿。”昔日问鼎天下，以最年轻的6境巅峰剑修身份为世人所知，所见之人无不心生崇敬，大家赞赏。如今时过境迁，修为尽失，如同墙头草一般被人遗弃。苏婉清的内心是崩溃的，绝望的，因为尝试过根本没有机会，可没想到竟是在楚宁身上找到了机会，他的修为能恢复，且如今是被楚宁这样的弟子护着的，内心感慨何止万千，便是真情流露。若是他仍能再找回修为，让他为弟子忘死拼杀，他都愿意。此刻楚宁洞府之内，贡献点又刷新一波，贡献值余额现在有5000。这些贡献点能做的事情相当的重要了。但楚宁想到了一件事情，帮我兑换2张能随时跑路的符箓，只需要能免除圣人修士追杀就行，不需要太好的。丁，一位宿主兑换缩空符 X2， 宿主动用此符箓可任意传送10万里之外的区域，且传送过程不受任何控制阻拦，不受任何伤害。已消耗贡献点2000，贡献点余额4000，2000贡献点还是霸体加无敌的传送，保命利器了。如今在太玄宗还有事情要做，这口气他不光是为苏婉清出的，同样是为自己。收下符箓，准备晚一些时候给苏婉清拿上一张。而此刻楚宁也拿出了苏婉清给他的储物戒指，如今储物戒已经没了任何神识阻拦，可以随意取出其内的法宝。楚宁神识向内看去，陡然一愣，光是灵石就有不下几百万的数量，各种品级的丹药、药草、防具、法器琳琅满目，差点没让楚宁下8度掉下来。苏婉清说给就给了，只靠着这些，苏婉清其实就能在未来过上不错的日子。如今楚宁最需要的也是这个，他眼神复杂，望了眼苏婉清洞府的方向。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师尊只管放心，您的修为弟子会帮忙找回来。没有丝毫犹豫，取出一部分灵石，立刻动用吞天魔功炼化。魔功在名门正派之内是被严厉禁止的，他当然不可能让外人发现，所以他还准备搞一本比较合适的功法。毕竟吞天魔功只是用来修行的，
缥缈剑术需要修行的时间太长了，楚宁也懒得修行这东西。长春不灭绝属于恢复类技能，如今修行技能有了，恢复也有了，就要找一本合适出手的霸道至极的功法。但眼下仍是修行。吞天魔功对于修为提升的速度几乎可怕，但修为提升的快，五脏六腑必然受损，甚至动摇经脉。但长春不灭绝的长春之意可以完美弥补这一天。疯狂吸收灵气，此刻他的周身不断地吸出腥臭杂质，这是天地灵气和自身灵气交融，帮助楚宁体内排出杂质的手段。一静灵动，感悟天地灵气，自身与天地交融，彻底相合，便是一境巅峰境界。当察觉到修为达到瓶颈之后，他立刻催动长生不灭，开始修复自身伤势。吸收提升很快，但伤势的恢复需要很长一段的时间。但不妨，他还有时间。太玄宗，虚道峰，众多弟子望着如同死狗一般被拖回来的王天一，原本那俊逸清秀的面容，此刻都已经被剃成猪头了。放肆！放肆！一个废人长老的弟子，居然敢对师尊亲传如此动手，好大的胆子！师尊，小竹峰之事交给我们就好，两个废人有什么麻烦的，大不了抢过来。闻言，为首老者面色陡然一沉，怒斥道：胡说八道！我虚道峰如何能做出那般下作勾当？那弟子瞬间不理解，可租界的说法不也很下作吗？3万灵石换洞府，狗都不换，您不也挺下作的吗？赵峰此刻面色稍微缓和，淡淡解释道：我太玄宗乃人域7大宗门之一，虚道峰更是太玄宗8峰之一，如何能做出那般恶劣勾当？弟子们都懂了，明面上不能夺取，因为人家有功在身，夺取之后被天下人觉得恶心下作，甚至日后被攻击，此事都能被作为把柄，所以今日才让王天一以租界的说法去的。但老师，一弟子疑惑不解道：可那楚宁虽然境界低微，但放话出去了，小竹峰不可能给任何人，怕是再派人前去有些不妥当，必须要另想办法。闻言，赵峰嗤笑一声：怕什么？此人不是说要护住那苏婉清吗？老夫倒是要看看一个区区一境到底能不能护得住。话说这小子之前不都说是淬体3层吗？必是隐藏修为了，可一境隐藏不隐藏又有什么关系呢？哈哈哈。与此同时，另外几处的长老都是在复盘几天的事情，肯定要换方法了。至于宗主是不是干涉，呵，宗主如果真的忽悠，就不会有王天一前往小竹峰，因为宗主也不想给，但碍于面子保留。可这也是交个事情，如今这师徒2人已经是腹背皆敌，砧板上的鱼肉罢了。太玄宗小竹峰洞府之内，灵气疯狂涌动，中品灵根对比先前的修行速度快了不少。楚宁可不是疯子，用吞天魔功破境，风险太大了，一个不小心估计人就碎掉了。这功法还是太过狂暴，虽然加持身躯强度，但还是稳妥行事。但即便如此，吞天魔功也已经将楚宁修行进度直接拉满到了一境圆满。破灵丹1品突破丹药，楚宁已经吃了10几个了，突破了10几次了，仍然没有突破，资质差，果真麻烦。但每次失败，他都可以以长春之意修复，再度突破。不知是过了多久，楚宁双目陡然睁开，眼神凌厉。2境入微，此境界已能调动自身周天灵气，动用仙道术法。这就是世人眼里的神仙，寻常之人修行淬体3年，一境3年，2境最少也得10年修行。如今在楚宁身上只有1日。楚宁资质中品灵根，修为2境入微，进度1%。功法吞天魔功，长春不灭绝，第2层缥缈剑诀，未入门。因为没有修行，肯定是没有入门，回头晚上让苏婉清教授一下最好。而长春不灭似乎因为使用频率很多，已经是到了第2层了。他感受自身变化，已经在灵府之内看到，好似是一棵小树的书芽生长出来了，而且在不断的散发长春之意。不知道今天能帮助师尊修行多少。话说他想要的功法是不是也得找一本了？至少是作为底牌出手的。吞天魔功不被人发现最好，被发现了只能逃命了。毕竟正道之人最善于讲述的就是惩奸除恶，除魔卫道，他可不想被打上魔道修士的标签。帮我找一个适合自己修行的功法，杀力要强，要霸道的，系统没有感情，作为工具使用就可以了。他连系统都懒得喊了，而系统也对此根本不在意，他并未没丝毫感情，贡献值换取道具就是了。正在检索中，成功检索功法龙象镇狱境。龙象镇狱境，修行龙象之气，霸道刚猛，乃是肉身极致出手之手段，但修炼困难至极，需不断打磨自身肉身。然修炼至大成，可化身龙象之身，诸佛龙象、仙魔妖鬼，又有何惧？
创造功法之人评价：真特么的猛，售价10万贡献点。楚宁一愣，这玩意他听说过，居然还能找到。关键这创造功法的人评价：真特么的猛，那很适合了。虽然这个价格比起那些天文数字的功法来说便宜了太多，但楚宁身上也就4000贡献点，显然不太够。那咋办？宠妻去。一想到这个称呼，楚宁嘴角就抽搐。哎妈，我他妈的真不是逆徒啊！虽然师尊真的有点想，楚宁长叹一声，我还是太拧巴了，关键心里的坎迈不过去。不过当成师尊也能宠吧。只是正当这个没谈过恋爱的小处男琢磨的时候，洞府门被敲响。楚宁一看，竟然是入夜了。这么快？宁儿。门外传来苏婉清温柔的声音，她继续说着：修行1日了，可以休息了。为师做完饭菜了，等吃完了饭，能帮一帮为师吗？楚宁毫不犹豫：师尊让我怎么帮您都行，弟子来了。门外的苏婉清直接脸红到了耳根子上，他不是没说过，可弟子就是不听。为什么明明弟子帮忙恢复修为的举动如此光风霁月，却让人忍不住多想？甚至弟子没多想，反而是他，果然是道心乱了。他觉得自己问题更大，因为如今苏婉清已经没了任何修为，他并不怕继续丢掉这些一切，因为已经一无所有了，只怕丢掉自己的清白，甚至已经做好了碰上这种事情直接自裁的准备。而现如今居然能从楚宁身上找到重新恢复修行的手段，让他重新燃起斗志，这让他如何不能心神振奋？但仍然如今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难免的也会思绪乱一些。等到楚宁出门，苏婉清脸色微红，瞪着面前弟子，想要纠正楚宁的一些言语，可看到弟子眼神真诚，眼中唯有敬意。师尊竟然还会做饭，正好弟子饿了，谢谢师尊。那眼神，那表情，毫无破绽，果真是自己多想了。苏婉清心中微微叹息，弟子没有其他意思，可自己却是多想了，果真是心乱如麻。但忽然间，他发现楚宁身上的气势似乎是比白天还不俗了，似乎是境界拔高了。苏婉清忍不住开口询问道：宁儿，你这修为气象，该不会是2境？楚宁不动声色看了苏婉清一眼，嘴角露出笑容，小声开口道：此事不便打草惊蛇。苏婉清一愣，果真如此，弟子资质不是不好吗？可今日竟然境界连续突破。楚宁继续笑着说道：太玄宗那些人一定还会拿其他手段来吞并小珠峰，甚至压迫我师徒2人，弟子如今最要提升的就是修为，所以尽可能的隐瞒就好了。扮猪吃老虎吗？谁不会是的？他们以为我淬体3层，可我1境；他们以为我1境，可我万一3境了呢？信息差，让对方的计划层层落空，尽量拖延时间，提升修为，保住这小竹峰，护着苏婉清。此刻他眼神逐渐凝重，望着面前的天地。夜色之下，面前翠竹遍布的小竹峰格外静谧幽静，风生而动，竹叶沙沙作响，万籁俱寂，令人心旷神怡。苏婉清瞬间了然，没有声张出来。难道是修为桎梏压制了18年，如今终于一朝顿悟？这种事情也并不是没有见过，可弟子这种时候在想什么？苏婉清望着面前楚宁，仍是心中震惊，可没有开口。忽然楚宁忍不住感慨道：弟子早年从小竹峰长大，从小见着师尊不断修行破境，无愧天骄之名，可从未想到如今师尊落得这般境地，也没想到自己居住多年的小竹峰，如今甚至都被其他人惦记，宗主甚至都暗暗默许。两地之变竟成如此境地，令人寒心。苏婉清微愣，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笑意。此境因为师道心不足，修为尽失，如若我闭关沉淀，就不会如此。楚宁摇头，世事无常，人心无常，这就是上天对师尊的考验，以此淬炼出师尊更强道心。师尊如今既然修为能够恢复，不就是如此印证吗？听到这话，女子面容之上露出一丝恍然。对啊，修为尽失，看破人心，看破道途，如今甚至还有了恢复的机会。楚宁又道：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的心头又是一震，古今往来，成圣之人又有多少？哪一个又如同他这般顺遂的？的确，他如今遭遇的这一切，为天道安排，是为增益其所不能。弟子这番话更加坚定了他重走修行之路的期望。下一刻，他忽然看到楚宁递过来的符箓。苏婉清微微一愣，疑惑接过，这似乎并非是为师楚物界之中的符箓，其内暗含空间之力。倘若遇到危险，遇到有人对师尊有心思，无奈之时，可直接动用符箓，瞬间可逃脱危难之地，而不被人察觉。不需要手拿出来，因为大修士不会给你机会。滴血在上，心念一动，
即可动用。先吃饭，吃完饭，弟子为师尊继续修复经脉。早年是师尊庇佑弟子，如今就是弟子庇佑师尊了，交给弟子即可。苏婉清接过那符箓，默默收起，微微点头。但他眉目之上的情绪似乎因为楚宁这番话而陷入低落。苏婉清在想，弟子如今机缘似乎真的不少了，修为提升速度快，还有了这等法宝，为他重续断脉消耗太大，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可楚宁如今天纵之资，倘若都用在修行上，而不是他的身上，似乎能走得更高。为人师者，如今他已经没了什么作用，如今这般其实是拖累弟子。这才是为何一天苏婉清都不愿来找楚宁帮助他修复断脉，直到晚上做了晚饭之后才来打招呼。他已经是废人了，谈何让楚宁浪费时间精力和心血？他能给的其实已经是不多了。饭桌上是苏婉清为数不多会的几道饭菜，楚宁早就按耐不住了。修行一天了，还没辟谷呢，自然饿到了极点。师尊，若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弟子就开吃了。得到苏婉清的回应，楚宁二话不说抱起盆来干饭，那叫一个香。也只有此刻，他才能放下身上的责任和重担，以及那层层威压，全力投身在干饭这件事情上面。香啊！师尊的手艺还是那么好。饱腹感袭来，但显然不够，楚宁扒饭的速度很快。一旁的苏婉清眼神温柔地望着这一幕。弟子如今的确是长大了，今日站在他的身前，去应对那看似是王天一，实则是虚道峰长老的针对时，所表现出来的是近乎冷血的态度。面对敌人的恶意，这种态度才是对的。可面对自己，他又是那般的敬重。为人师者将近60载，修行100年，从未体会过被人护在身前的感觉，内心虽然有很大的安全感，可更多的竟是不安。因为弟子如今修为速度很快，且帮助他修复经脉需要时间精力，必然要分走楚宁很大的心血，而他如今怕是没什么能拿得出来的。这种为人师者却拿不出任何好处给弟子的心态，让他显得异常的纠结。他好像也没什么价值了，即便是弟子，他其实也不愿意弟子把精力全部放在他的身上。此刻的苏婉清并没有低头吃饭，而是面色犹豫，眼神恍然。直到楚宁吃的差不多了，打了个饱嗝，师尊慢慢吃，弟子想问一些事情。苏婉清直接开口道：无妨，问便是了，不耽搁。楚宁点点头，随后询问道：师尊之前曾亲自传授弟子缥缈剑诀许久，但弟子愚钝，始终不曾领悟，是因为灵根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剑修，男人的浪漫。多少次看到同门之人御剑腾空，楚宁心生羡慕，一剑开天，摧成断江倒海，大呼一声剑来，好不快哉！如有所可能，有了傍身之法之后，楚宁更想学习的其实还是剑。关键帅啊！但他资质之前太差，可如今是中品灵根，加上吞天魔功可以不断洗刷根骨资质，他如今的资质应该是中品偏上，勉强达到了太玄宗入门弟子的资质要求了。所以他想问问。苏婉清毫不犹豫给出了回答：灵根，天赋，决定修行，这是必然，根本没有其他原因。再努力，再刻苦，灵根不行，修行不了那灵根，不是说只有修行，那就仿佛是一条大树的根茎，对思维、灵气吸收速度和转化速度影响很大。灵根极致之人，如他握剑之时便能用出剑意，可寻常之人要修行10几年才能领会，这就是差距。楚宁闻言思索片刻，那要是我灵根资质好一些，是不是也能练剑？苏婉清同样是点头，可此刻却是微微眯起眼眸，笑着看向楚宁。怎么，是想继续练剑了？楚宁笑了笑，御剑腾空，逍遥天下，天下人心神所向，弟子同样如此。苏婉清忽然想到了什么，虽然他如今修为没了，可眼界和见识还在，弟子既然要练剑，他当然可以传授。此刻的苏婉清仿佛是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似的，又是笑了出来。早年你见到修行进展极慢，为师没办法才让你修行其他淬体功法，否则你淬体都无法进入。若是如今果真有了机会，明日为师便教授你。可修行之事重在勤勉坚持，便是效果可能没那么好，也不必气馁。你待会先展示一下缥缈剑势，为师看看你如今剑道进展如何。好的，师尊。这些话说完之后，苏婉清心中明显轻松了，他直接放下了心中忧虑，开始为楚宁量身打造一套剑道修行之路。资质差可以弥补，虽然好像也不太会有什么效果，但总能给弟子指点的，也算是有了用处。他这般因实力登峰造极之人，跌落谷底之后，道心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对面对其他人，例如弟子对他的好，而拿不出什么，可如今能拿出来，还是弟子需要的，当然心情舒缓了太多。楚宁点头，毕竟是剑道，本身用出来也不会太弱，难点就难点吧，什么玩意能不难呢？只是此刻，楚宁脑海中叮的一声，成功安慰失落的妻子，奖励贡献值1000。楚宁一愣，啊，我啥时候安慰了？
我不就问了自己修行上的事情吗？猛然抬头看向苏婉清，看到了苏婉清脸上再无犹豫纠结之色，反而是有些喜悦，带着一丝笑意。纵使他如今修为尽失，可一身气度仍然无法取代，月色映照下的精致面容配上那微笑，仍然是绝美。但楚宁根本没在意美不美，真不懂啊，哪句话把师尊安慰了啊？离谱，离谱归离谱，楚宁也是硬着头皮收下了。妻子，系统一提示，楚宁看苏婉清的眼神都不对了，这笑的实在撩人，甚至忍不住回想起昨晚。唉，他果然非尊师重道之正人君子啊，这系统搞得也是够够的了。虽然有点吐槽，但苏婉清的确是美得动人心魄。可如今正是苏婉清毫无修为之际，他已经没了人和人可以相信，唯有他一个。此刻若是暴露，怕不是真的让苏婉清这般骄傲之人彻底没了心气，也会觉得他说的那番话只是为了得到苏婉清的好感，那番话的确是一个弟子不想当师尊轻声所说。当年他也是受到过苏婉清的教诲，年纪小小的就对长生抱有渴望，可知道自己资质没那么好。那年苏婉清轻抚他的脑袋，笑着说，纵然你此生修行无望，只要跟在为师身后，就无人能动你分毫。那种自信，那种为人师者的关切，才是楚宁如今有点拧巴的原因。罢了，反正宠就对了，帮助恢复体魄也算是宠妻的一部分了。当年师尊站在自己身前，如今就换成他为师尊遮风挡雨。楚宁起身接过了苏婉清递过来的飞剑，缥缈剑诀，可还记得？苏婉清神情逐渐严肃，目光落在楚宁身上，于剑道之上，他格外严苛，前后变化根本不似一人，又是那当年威压天下的剑道天骄，令世人黯然失色的模样。为师缥缈剑诀为太玄宗太虚剑诀所改进，本源剑术法，道心坚韧而剑术缥缈，一招得道可入青云，剑术有81篇。宁儿，你且以刺、斩、撩、劈、斩这剑术基本手段展示为师。剑术和术法差不多，横竖偏内点，主要是这些东西的连贯。可最基础的，只有这些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能感受到剑意，才能连贯。楚宁立刻按照脑海中曾经练过的记载开始出剑。他如今2境修为，出剑虎虎生风，自己觉得倒是能用以作为杀人技了。可苏婉清看的那叫一个头大，破绽百出，站姿都有问题，直接是把剑当刀了。剑道本就讲究以柔克刚之计，即便是刚猛之剑，也绝非力道刚猛，而是剑身刚猛。唉，弟子这剑道，果然当时让弟子学习其他淬体术法是好的，他如果走这条路，怕是淬体都很困难。苏婉清已经看出了楚宁的剑道天赋了，同样是看出了楚宁的剑道底蕴如何。即便是修为高了，对于剑道的天赋仍然不能说是高。倘若如今开始修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那可就是太大了，但好过日后修行的路数多了，对于剑道就再也没办法感悟了。女子面色清冷，眼神严肃，就这么盯着楚宁的双眼。可真的要学剑？楚宁当即拱手，弟子愿为师尊传承缥缈剑诀，同样的，弟子也更想在剑道之上有所造诣，此心可成。弟子对师尊之心，天地共鉴。苏婉清嘴角一抽，无奈道，为师所说是为剑道，并非是对为师，你对为师已经很好，为师看得到。说的不是剑道吗？楚宁闻言尴尬一笑，急忙道，修行剑道之心自然更成。苏婉清点了点头，又是眼神严肃询问道，既如此，修行剑道又是为何？楚宁毫不犹豫，声音坚定，当以此剑抚尽天下不平之事。苏婉清眼神微凝，弟子从来都是这么大的气魄吗？不，他这话说的从来都有问题。一个凡品灵根能走到淬体3层，已经在世人眼中是不可能的了。多少年来风吹日晒，仍然苦苦坚持修行练拳强身，能走到这个地步，道心还能算是不够坚定吗？原来他的心中有如此大的气象，倘若资质与他相仿，定然是不输他的强悍剑修。苏婉清俨然心中已经确信，纵然是他资质不够，也会坚定走在这条剑道坦途之上。明日，先前你演示的剑法，为师替你更改一下，每日演练至少1000次。楚宁收剑拱手，谢师尊。你我2人不必言谢，毕竟为师如今对你亦有所求。楚宁眼神微微一变，瞧了瞧面前苏婉清，又是瞧了瞧那洞府，一瞬间就是想到昨夜，不免口干舌燥起来。纵然苏婉清年纪大他不少，可如此模样，那可真的就算是狠狠长在了楚宁审美上。成熟、知性、貌美、身材极好。他深吸了一口气，尽可能的压制这种躁动心思。苏婉清此刻已经缓缓起身，随为师来吧，这些就不必你来收拾了。楚宁迟疑片刻，还是跟上。他道心坚韧，是为师尊恢复修为的。师尊恢复修为，
他就可以躺平了。六境巅峰渐修，宗主即便为圣人，仍然不敢针对。渐修修行太难，需要的资源太大，更要天赋，更要刻苦。先帮师尊恢复修为先。很快，二人便是来到洞府之内。苏婉清此刻心神也是有了一抹异样，面色微微泛红，但还是长长舒了一口气。弟子为他恢复修为而来，他如何能把弟子想的那般下作？楚宁也是深吸了一口气，扑面而来那洞府淡淡的香气，实在撩人至极。我为恢复师尊修为而来，怎么能想得如此下作？一男一女此刻都是沉默的愣住了，显然心神都不太宁静。还是苏婉清稍微年长，主动打破了这番沉默。宁儿，你昨日为为师恢复修行，怕不是太累了，今日无需那般，尽力而为即可。楚宁回神，笑着开口。当时境界稍低，如今却是有了分寸，师尊不必担心。苏婉清点头，直接就是毫无芥蒂来到床榻之上，身后楚宁立马跟了上来。师尊趴着就行。宁儿，为师有句话要对你说。女子眼神怪异望着楚宁，脸也是红的。楚宁疑惑，有什么事情吗师尊？苏婉清攥紧拳头，嘴角颤抖着开口。虽然为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和女子讲话最好还是不要如此。楚宁一脸懵逼，不要怎样？苏婉清话说了一半，突然顿住了。弟子又无心思，本就是弟子因师尊情谊而来，帮助他恢复修为。他若是说了，岂不是真的觉得弟子是有其他想法？罢了，不说便是，他们二人知道意思就可以总归，光风霁月，可谓佳话。只是二人的距离很近，刚趴下的苏婉清忽然闻到了一阵怪异的味道。宁儿，你可闻到什么味道了？楚宁一愣，立马回神了。擦，弟子今日修行，体内排出杂质，但记得清洗了啊，居然还有味道，臭臭的，不太好闻。楚宁立马就是转身，师尊等等，弟子洗个澡再来。这话说的越说越怪，苏婉清听得耳根子都有点泛红，但此刻还是喊住了楚宁。那东西属于胎污，寻常水源清洗没有作用的，为师这屋子里便有一处灵泉，在此地清洗即可。楚宁一愣，看了看那灵泉，又是看了看脸色俏红的苏婉清。合适不？师徒二人光风霁月。苏婉清忽然是此地无银300两来了一句，不必拘泥，为师是看着你长大的。楚宁闻言使劲点头，没敢多说。其实没，你就小时候看过小的，大的你没见过。呸呸呸！光风霁月。楚宁毫不犹豫，直接就是跳了进去。脱衣服啥的会让人觉得很怪。苏婉清看到这举动，没忍住笑出声来。不脱掉外衣，如此清洗干净罢了。既然不愿为师来看，为师去你房间再找套衣物即可。只是临走的时候，没忍住目光多瞥了一眼。才多少年过去了，他身板就真的如此硬朗了。急忙收回视线，快步离去。楚宁身段的确硬朗，麦黄色的皮肤，格外顺畅的肌肉线条，穿衣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可衣服一旦褪去，那肌肉线条就展现出来了。这都是多年苦修的结果，他的身体力量还是很不错的。不过如今因修为连续破境，加上胎污排出，皮肤更加白皙。他容貌本就不差，如今一白更遮百丑，便是更加有气度和风范。望着苏婉清离去的背影，楚宁也没犹豫，立马清洗。虽然说是师尊的浴池吧，但这种时候也很难找到这种灵泉了。哎呀，旁边居然还有师尊用的香皂，算了，这个就不用了，不太合适。灵泉之内蕴含有雄厚灵气，但格外温和，只是冲洗身上那股淡淡的臭味就被消化，甚至于头发洗过之后更加柔顺了。这可比什么洗发水、沐浴露都好用多了。楚宁也把那身衣服脱了下来，估计是穿不了了，丢了算了。不过这灵泉灵气这么浓郁，算着时间，估计苏婉清也刚刚到自己房间。吞天魔功似乎一切都能吞噬，这个呢？楚宁立刻催动吸收了一些，果然可以，但比起灵石还是差得远了。楚宁年龄18，修为2境入微，进度7%，3境之命指日可待。修行境界划分其实很严格，9层淬体，淬体之后身躯才能容纳灵气。只是9重淬体在天下江湖就能比那些凡人王朝的武道宗师更为强悍了，而1境灵动就是灵气合天地感悟，2境几乎是说可以登堂入室。下一个境界知命，知晓自身在这天地之间的渺小，由此到心，再不断向上，逆天而行，不会太慢的。咚咚咚，洞府门被叩响，或许是担心看到什么不该看的，苏婉清还是敲响了洞府的门，轻声询问：宁儿，为师要进来了。楚宁点头，反正下半身也在水里。苏婉清这才拿着一套衣服走了进来，是小竹峰的弟子道袍，楚宁房间里找到的。
只是抬头看去，又是看到楚宁上半身那精致的肌肉线条。这可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一个男子。苏婉清心神不宁，深吸了一口气，才平复心情，仍保持着原来的端庄走了过去。宁儿，衣服。谢过师尊。楚宁没觉得有什么，还是感觉赶紧把衣服穿上的好。不过话说，师尊可否转个身呢？那也不能直接跳出来啊。系统说这是他媳妇，可楚宁知道不是啊。那还要不要按摩了？苏婉清有些尴尬回神，方才在想事情，立刻转身给了楚宁空间。而随后就是听到出水的声音以及窸窸窣窣穿衣的声音，他只感觉到心脏的跳动，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男人在自己的身后，纵然是弟子，又如何能平心静气呢？而洗完澡的楚宁换上新衣服，那叫一个神清气爽。不愧是灵泉啊，师尊这的灵泉就是带劲。师尊，事不宜迟，立刻开始吧。苏婉清嗯了一声，这才走向床榻。然而楚宁迟疑片刻，还是开口：弟子的手段，怕是师尊穿的这么多，不太好施展。说的是真的，有衣物隔阂，长春之意未必不会流淌到别处。昨日苏婉清就穿了一件单薄外衣，故而影响不大。可今天这算是里3层外3层了，寻常衣衫楚宁是真的没什么把握。苏婉清闻言一顿，没说什么。楚宁立刻察觉到了，当下开口道：师尊可尽可能的保留衣衫，然后盖上被子，弟子不会多看的。师尊仍有师尊的面子，他当然会照顾得到。这种时候可不是什么占便宜的时候，当然是得照顾师尊的面子。而苏婉清一言不发，只是当着楚宁的面脱掉了外衣以及里衣，只剩下一件青色肚兜，在背后只有几根绑带。他神色淡然，只是捂着胸口望了楚宁一眼，病急不会医，宁儿来便是。那弟子就上了，师尊忍一忍。原本还尽力保持淡定的苏婉清听到这话又是没忍住，这次直接拿起外衣丢了过去，此刻红着脸瞪了楚宁一眼，一句话没说就是趴下。为师是该骂你一顿的。楚宁一脸懵逼，手里此刻拿着苏婉清的衣服，他更懵逼了。这奖励我也没说要啊。算了，师尊给就给了，留着吧。于是就直接收了起来，随后上前。只是当看到那白皙无瑕的背部之时，陡然一愣。好家伙，这背部把火罐可惜了。苏婉清对此并无察觉，只是继续趴着等待。下一刻，两个带着老茧的手并不似少年般柔滑，反而粗糙落在肩头。可粗糙归粗糙，但按摩的时候非但不会痛，而是一种体验的加强，给人的感觉极好。猛然发力，长春手，开背，寻找经脉。一声带着舒爽和妩媚的动静立刻传来，吓得楚宁冷汗都冒出来了。师尊，为何阴脚？然而此刻的苏婉清却是疑惑回头，怎么了宁儿？楚宁感觉脸有点烫了。你说咋了？师尊您这没什么，弟子继续。他没在意什么，毕竟昨晚已经喊出来不少声了。当时的楚宁也没在意什么，他当时的确羞涩，可见弟子没反应，也就逐渐接受了。今日为何如此？楚宁也想起来了。哦，你昨天已经喊了不少声了是吧？有那么快了吗？算了，继续。没有丝毫犹豫，继续催动长春不灭，长春之意立刻涌动而起。如今楚宁已经是2境，长春不灭也是到了2层入门的境界，自然而然能做到的事情更多。刹那间，灵气调动入体，无尽长春之意苏生，涌入苏婉清体内。此刻已经毫无力气的苏婉清所带来的回应，只有那一声声娇柔的嗓音，格外的动人，听得楚宁头皮发麻。现在修为高了，可不是昨天那样全神贯注了，是能分心的。小楚宁开始不老实了，但楚宁才能弓着身子弯腰，毕竟这场景太过香艳。而此时的苏婉清体内被那长生之意灌注，周身经脉恢复速度更快，仅仅是片刻时间，就比昨晚的进度要更快。女子带着妩媚的嗓音传来，轻哼着：宁儿，还有吗？有的师尊，有的，再多一些，等为师修为恢复，一定拿更多还给你。楚宁嘴角抽搐着，这精力如何排解啊？全神贯注，全力催动，以防有多余的心思。刹那间，楚宁是真的没留半点精力，把能给的全部都给。当然了，说的是精力，不是别的。此刻洞府之内香艳之声不断传来，倘若有盲人经过，肯定要问一声里面在干嘛。不过洞府之内是有隔绝的，圣人修士亦不可探查，所以在极远处的山头，几个宗门长老疑惑看着小珠峰，这俩人在干什么？此刻珠峰长老齐聚，月下一座亭子内，几位长老都是表情怪异。那楚宁为何去了苏婉清的洞府之内？而且
为何苏婉清还替此人拿了衣服？难不成？赵峰冷笑一声，淡淡开口道：“那小竹峰如今只剩下了楚宁一个男人，苏婉清如今修为尽失，怕不是需要慰藉，于是找到了此人，难道不是吗？”众人都是摇头，否认了这个说法。赵长老未免是把那苏婉清想得太过龌龊了。虽然此人修为尽失，但老夫仍然觉得此人心智不在情爱之事。更何况宗门之内，何人不知道宗主对苏婉清心生爱慕，想要追求？纵然如今其修为已然不能为宗主妻子，可当个妾室也是绝对有这个资格。你们觉得苏婉清不知道？他宁愿选择一个废人弟子，也不愿委身宗主门下，从此衣食无忧，再无顾虑。其实他们这些长老逼迫小竹峰，还有一另外的意思，是宗主的暗示。宗主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出面，然后博取苏婉清的心。然而如今时机和没合适，但今日苏婉清和楚宁的举动，让他们不免有些疑惑。诸位，苏婉清此人剑道造诣极高，当年也是毫不犹豫，直接把本源剑道缥缈剑法诀分享出来。你们觉得一个修士会这么大方吗？赵峰闻言迟疑，直接把本源剑法拿出，我感觉不会，肯定会有更高的。对啊，而现如今苏婉清其他弟子都已经离开他门下了，你说如果他要传承，会传承给谁？而他的洞府就算是宗主都看不到。而且你们不觉得今天的楚宁很怪异吗？一个区区淬体3层，几乎秒杀王天一。众多长老都是一愣。你是说苏婉清背后还有传承，打算传给楚宁？绝对如此。那可就麻烦了，他如果不想拿出来，我们肯定拿不到。这件女人身上还有传承，居然藏着掖着给一个废人。诸位快想想，如何能得到他的传承？哼，解铃还须系铃人，不如去找宗主商议此事。毕竟那江清月是苏婉清首徒，用来做这件事情最为合适。对啊，对啊，今天的时间比昨天长了得有足1个时辰。直到是楚宁累得动弹不得的时候，这才停下。叮地一声，系统发来提示音，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经脉 1%， 奖励贡献点 1W。 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经脉 1%， 奖励贡献点 1W。 综合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经络达到 10%， 检测到宿主妻子此刻心情大好，累计奖励贡献值 10W。 系统评语：不击龟步，无以至千里；不击小流，无以至江海。任重而道远。只是这次没触发暴击。楚宁强撑着一口气，看着系统面板。楚宁修为2进入微，进度 67%。 楚宁一愣，卧槽，没修行啊？怎么修为还提升了？对，长春不灭绝功法，长春不灭绝第3层。果不其然，动用长春不灭，其实就用长春不灭来修行的。此刻丹田之处，那树芽已经长得更高，隐隐有茁壮之象了。等到大成，甚至还能有长春道体，果真不亏啊！贡献值124000。龙象阵预境的功法兑换肯定是够了，多出来的倒是可以考虑法器、攻击符箓、保命之类的，当然也可以找找有没有合适苏婉清的功法。但今日所获巨大，就是身体巨大的亏空感和精神的亏空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缓解，必须睡一觉了。长春不灭都补不完，苏婉清太能要了。此刻床榻之上的苏婉清面色潮红，眼神中唯有那享受之后的舒爽。经脉真的恢复了1成，速度竟然这么快，看来他的修为真的是可以恢复的。而这一切也都归功于弟子。他转头看向楚宁，看到楚宁眼眶都发黑了，顿时一惊，急忙起身抱住楚宁。宁儿，你消耗这么大的，为师不是说了，尽自己所能即可了。他立刻拿出丹药来，这是拿了他的资源换来的3颗，早上吃过1颗，如今直接是把剩余的2颗直接送到楚宁口中。一瞬间药力荡漾开来，原本累到极致的楚宁此刻直接困得要睡着了。爽了爽了，也不是他故意消耗这么大的，关键这喊的太那啥了，不全神贯注，怕是根本都控制不住了。师尊，您知不知道您刚才多撩人啊？楚宁无奈叹息一声，弟子为师尊恢复本就是应该的，自当亲力而为，而且弟子所获也是不俗，所以才这般的。苏婉清轻抚楚宁头颅，立刻示意楚宁躺下。眼见如此，楚宁本想拒绝，可累得实在动弹不得，这才躺在床上。苏婉清立刻拿来自己枕头和被子盖上，眼神中有些无奈，有些欣喜，更多的则是怜爱。倘若你从为师身上得不到半点东西，为师怕真的不敢再让你如此了。可为师也察觉到你修为提升了，看来的确是对弟子有好处的，他这才放心。此刻苏婉清的目光落在楚宁脸上，几乎已经挪不开了。最困难的时候，心境最悲凉绝望的时候，是弟子陪着他，
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修为还能恢复。如今的确看到了成效，自身的经脉已经修复了1成。如此一来，怕不是半个月就能重新恢复修为。他的脸上露出笑容，声音温柔轻声道：“为师如今修为恢复1成，都是因你。”轻抚楚宁发丝，虽然恢复修为的过程有些那啥，但结果还是好的。弟子也没有其他心思，这才是更让苏婉清动容的。楚宁无力道：“我倘若修为更高，定能恢复更多。日后白天修行，晚上来师尊洞府帮师尊恢复，这般如何？”宁儿，为师的恢复不要紧，你的修为才更高。那储物戒，你若是真的能解开，那里的东西你可以随便用，不必指挥为师。楚宁嘴角露出笑容：“什么叫不要紧？师尊修为高了，弟子才能跟在师尊身后吗？”这话说完，就是沉沉睡去，最后的视线定格在了那波澜壮阔、被肚兜包裹的胸口。师尊果然有料，可惜师尊以为弟子清白，他却根本没办法清白啊！唉，还是有着一颗逆徒的心思。苏婉清并未注意这些，只是将盖在楚宁身上的被脚噎住。困了就睡吧，睡在他床上也无妨的，他没什么关系，睡在地上就行。男女当然是不能同床共枕的。苏婉清依旧要如昨日那般去地面上睡，然后起身去找衣服。只是此刻只有一件里衣，那外衣却是不见了踪影。苏婉清不免疑惑，他衣服呢？难道是被楚宁压着？只是翻来覆去没找到衣物，顿时不免心生疑惑。也没出门啊，也没被楚宁压着，怎么会找不到呢？奇也怪哉，罢了，如今身躯在不断恢复，已经是好事了。至于衣服，再换一件。只是正当苏婉清要起身，忽然看到了青衣一角。女子猛然一愣，错愕看去，伸出手势探抓来，而后从楚宁的身上拉出来了他的外衣，是被楚宁偷偷藏在了身上。苏婉清面色陡然一变，眼神中带着惊愕和难以置信望着弟子。此刻苏婉清洞府内真落可闻，那一旁浴池灵泉潺潺流水声，甚至都能听得格外的清晰。除了这些外物，更有身前楚宁的鼾声。他太累了，睡得很沉。苏婉清呆愣愣地望着那外衣，紧紧攥在手心。怎会如此？该不会是什么误会？譬如这外衣不小心滚落在了弟子衣衫里，然后正好是自己进到了楚宁外衣内的储物层。弟子长袍制式并不复杂，并无寻常读书人长袍的衣袖内兜，毕竟修行初见出手，那种设计就太过麻烦，反而是在心口处设计一处内兜，用来放置一些简单物件。但那内兜必须要拉开才能把东西放进去。是说自己的外衣自己把楚宁长袍拉开，然后整整齐齐地叠好放了进去吗？苏婉清眼神愈发怪异，嘴角都在颤抖。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毕竟是修行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这种安慰怎么可能说得过去？鬼都不信，谁会信这种荒谬至极的事情发生？这不就是被楚宁自己叠好放进去的？他拿自己外衣做什么？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苏婉清都没有看出来楚宁有任何异样，有的只有对男女之别的注意。他已经尽可能的让苏婉清不必太在意男女之别了，只是一心疗伤，帮助他修复经脉。而苏婉清恰恰也是注意到了的，所以才敢当面背对着楚宁脱掉外套和里衣。可此刻弟子莫不是。苏婉清捂住胸口，面色泛红，目光则是怪异至极的盯着弟子。约莫不会，他还是蛮尊师重道的，况且这种事情若是传出去，他名声就毁了。应该不会，应该是自己多想，一件外套应该算不了什么，但这外套苏婉清又该如何处置？是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弟子明日发现了又当如何？怕不是要解释一下？可解释，他到时候又该如何回答？总归是这种事情没碰到过，倒是有男子追求过他，可若是这男子是弟子。迟疑片刻，苏婉清慌忙起身，最后又是几乎以咬牙切齿的心情把外衣塞到楚宁怀里，又如同拿出来那般，就当他没看到，也不会对此事做出回应。早些休息，早些休息，想必明天就没什么事情了。他铺开一张席子，就睡在床榻一旁。吹灭烛火之后，听着楚宁传来的鼾声，却是久久无法入眠，心乱如麻。是感慨弟子能帮助他恢复修为，如今成长了，还是如今他修为逐渐恢复，有资格再度屹立于巅峰，又或者是发现了弟子偷偷藏匿他的衣服，不知是要做什么。弟子终归是年轻气盛，倘若真的是呢，那又该如何？总归是心乱，许久才沉沉睡去。一夜很快过去，翌日清晨，苏婉清醒来，转头瞧见楚宁仍然是在休息，不知是庆幸还是如何，他急忙松了口气，转头换了件红色外衣，便是转身出门。如今修为俨然不能辟谷，必须进食才行。弟子昨夜也是累到了，感觉是要多做一些才可以。清晨的第一抹日光洒落在天地，
透过那小竹峰的翠竹，在地面映照出五彩斑斓的光影。小竹峰内，红衣女子忙碌着，满头是汗，汗水自其脸颊流淌而下，顺着那光洁脖颈滑落，极为诱人。若是被人瞧见，断然会挪不开眼睛。只是如今，不论是宗主还是宗门长老，都在盘算着如何把苏婉清最后的传承拿出来，正在紧锣密鼓的布置计划，并未有人注意到苏婉清这般人竟然自己会做饭。他原本就会，毕竟他的出身并非名门望族，反而贫穷，家中早年唯有父母二人，属人域大前王朝一处乡野的平民。天亮而作，日落而息，父亲勤恳耕地，母亲则在家中豢养猪羊，并每日织布。只是仿佛两人再勤劳，也只能勉强养活一家三口，岁末从无余粮。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便清楚为家中分忧，常常自己来做饭做菜，送到田地给劳作的父亲。然而父亲常常叹息，说他不是男子，没办法帮他分担耕地之苦。苏婉清常常默不作声，可每次只是想着把饭菜做得更好吃一些。年纪大些的时候，父亲不由分说就是为他定亲，定亲的对象是镇上一处举人老爷。那举人老爷已经50来岁，可苏婉清没什么资格反对，只是记得出亲那一日，他逃离出去，身后一直有人在追，追了很久，直到看到一妇人，那妇人一个眼神便是吓退了那些人，并问他是否愿意成仙。问道：苏婉清那年想着，只要不去跟那个老头子成亲，什么都好说。自此拜入太玄宗，成为太玄宗小竹峰封柱弟子。只是他的老师年岁已高，教授他不过10年便是陨落。陨落之后，把小竹峰交给了苏婉清。所幸苏婉清相当争气，靠着自身近乎恐怖的资质迅速拔高，让其他人不敢觊觎此地。后来修行有成，回乡探望父母，他当然不可能露面，只是让人暗中送去了银两和钱财，保证二人衣食无忧。如今老师仙逝，父母也已安然去世，剩下苏婉清一人坐镇如今的小竹峰。原本修为极高，大道可期，门下弟子成群，生活好不快哉。可竟是修为尽失。当失去了修为，他才会想到自己还是凡人的时候，很多事情没办法轻而易举的解决，生活都是个麻烦。不过对于过往之事，他倒是记得清清楚楚，很快掌握。之后烧菜做饭等等，也是他为数不多能感觉到自己有价值的地方了。故而他忙碌的身影格外的认真，总觉得自己如今所经历的一切相当的梦幻。他是天骄渐修，如今怎么会自己做饭呢？可就是在做饭，虽是偶尔自己心血来潮做过，但也没有此刻这般认真入神。毕竟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弟子说的话在理，所以不论是那天教剑修，还是如今手无缚鸡之力，宛若妇人一般的苏婉清，都是真的。一切都是在淬炼和磨练他的道心，他的大道还是有所期的。不论是小竹峰，不论是自己的清白，他都要有资格去选择，而不是如今这般一连4、5个菜做好，锅子里还有熬好的米粥。苏婉清的心情很好，此刻嘴角带着笑意，转身来到自己洞府的时候，才忽然想到昨晚的事情。这一刻心又是乱乱的，就当没发生过，只要他心中坦荡，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终归是年纪不小，阅历很深，觉得楚宁年纪很小，对女子感兴趣也是正常之事。他身边也没有其他女子，自然而然会把自己作为一个女子看待。但无妨，时机合适的时候开解一下。对，没错，就是这样。完全没经历过这种复杂事情的苏婉清抿着嘴唇，便是打算叩响房门。然而此刻身后却是忽然传来一声问候：师尊，弟子江清月叩见师尊。苏婉清眼神瞬间变色，自那种对楚宁的复杂转为了清冷，而后便是面无表情转头看去。他没有丝毫情绪，有的只有漠然。你不是已经拜宗主为弟子了，如今还来做什么？洞府之内，阳光透过窗子落下，到了楚宁的脸上，刺眼的光芒很快是让楚宁有了反应，缓缓醒来。脑壳隐隐作痛，显然消耗太多留下的后遗症，但问题不大。他醒来片刻之后，就发现自己体内灵力充盈，神魂强横。转头看去，地面有张草席和枕头，看来师尊昨晚睡在了那里。楚宁无奈苦笑，本来是打算不继续睡在这里的，感觉不太合适，怎么都睡这里第2次了，关键昨晚的场面实在太过香艳了，他必须得全神贯注才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榨干了，一点都不剩的那种。回想昨晚，小楚宁忍不住抬头。楚宁肯定有道德，但某些东西肯定是没有。他可不顾及什么师父身份养育之恩，也不顾及别的，只要有精力就得看上两眼。唉，楚宁倒也没对昨天的事情忏悔什么，毕竟他也没做错，师尊也心甘情愿。如今师尊恢复修为是一件事情，而他提升修为也是一件事情。在师尊修为恢复之前，
楚宁是必须要护在苏婉清身前的，一如苏婉清当年护着他。楚宁，资质，中品灵根，修为2进入微，进度 67%， 功法长春不灭绝第3层，吞天魔功，缥缈剑诀，未入门。略微思索，楚宁神识扩散出去，发现苏婉清是在做饭，而此刻洞府之内灵气远比楚宁洞府要充盈，不如在此地直接把修为拉满再说。立刻取出灵石，施展吞天魔功，魔气环绕，不只是周身灵气，还有灵气所带来的强悍灵气。此刻吞天魔功所转化灵气而来的修为，近乎是将楚宁五脏六腑都要撕碎了。可没关系，长春不灭，这2种功法简直相辅相成。修为2进入微，进度 100% 圆满。不到1刻钟，不光是修为拉满，更是以长春不灭修复体内带来的伤势，突破3境，那就在今日了。3境知命，修士之自身渺小，对天地有敬畏之心，方可成仙问道。而这楚宁生来就有，生来就要长生。到达了3境之后，寿命绵长，起码有100岁。如今长生唾手可得，但3境突破，楚宁不打算直接突破，而是询问一下苏婉清相关注意的细节要素。师尊指点过很多人，他本身也是突破过的，这对楚宁而言就很好了。贡献点124000，124000贡献点。没有丝毫犹豫，当下立刻兑换龙象镇狱境。他的修为需要手段来体现，龙象镇狱境那就是最合适的，毕竟创造功法之人都给出了评价，真特么的猛。那我就要看看这所谓的真特么的猛到底有多猛。已消耗10万贡献点，兑换功法龙象镇狱境。龙象镇狱境，欲为诸佛龙象，先为众生牛马，于人间微末处领略天地人生真意。修士须有不凡逆天改命之人，方可掌握。修士经历凄惨，对其心性压制便是越强，然任何修士心中绝对有一口想要吐出的真气，放化于天地。此为牛马之意，同样为龙象之气。看完功法介绍，楚宁陡然一愣，这功法简直为他贴身定制。18年修为低微，遭受白眼无数，胸中纵然有话，仍然无法吐出。当日苏婉清被诸多长老逼宫，被弟子割袍断义，他想要大骂，可因实力问题不得不委婉，因为他也怕死。可谁心中没有一口恶气要出？欲为诸佛龙象，先为终生牛马。多少年牛马生涯，早已经是让这口气大到不能再大。刹那间，功法烙印在脑海中的那一刻，楚宁只感觉到舒畅，豪迈暴喝而出，那一声带着不甘，带着愤恨。倘若我有修为，师尊不会落到如此境地；倘若太玄宗长老、弟子算个人，他们师徒2人同样不会落到如此境地。这一声怒吼，仿若龙吟。功法龙象镇狱境，进度2层登堂，修行便是直接2层，这就是量身定制的功法。而脑海内也记载了龙象镇狱境的强悍之处。武者炼气，一口真气，龙象之气在胸，以肉身之力开天催成，只要真气不散，出拳就会更快更猛。而这一刻，他的修为甚至隐隐有突破之景，但被楚宁压制了。不能求快，必须求稳，稳中求进方为修行之道。师尊苏婉清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楚宁不可能再步苏婉清的后尘。他抬起头，望着窗外的方向，嘴角露出笑意。他注定会越来越有实力。当日之仇，您没有机会，弟子有机会为你报仇。对了，还有24000的贡献点，看看有啥能给苏婉清的。帮我检索能够帮忙恢复修为的丹药、功法一类。注意，老子只有24000的贡献点，找点能用的。知道系统没感情，那就没必要说其他的。而系统也根本不在意这些称呼。正在检索中，成功检索功法忤逆诸法。忤逆诸法，法体双修功法。法体同为大道修行，然体修进速度缓慢，需要大量资源灌注外炼体魄。此法以真气助灵，气血助体，法体双修。创造功法之人评价：给一些修为尽失的天骄修行倒是不错，但正常人修行还是算球。售价3万贡献点。草，又搞一个买不起的。但24000和3万相差不多。重重期给师尊按摩就行了。按摩看进度给贡献点的，1%的进度差不多就是1万了。那很可以了，光一个按摩就能拿到100万贡献点，能做到的事情可太多了。而这功法似乎也正与苏婉清的境况合适，但楚宁要询问一下。法体双修后期必然麻烦得很，而且需要很大的资源。如今苏婉清的修为是能恢复的，是按照原来的继续走，还是如今修行这个暂且有自保的实力？所以说仍要看苏婉清的想法。
先留着就是了。不对，楚宁忽然察觉到什么，外面好像有2个女人交谈，其中声音他很熟悉。大师姐，不，如今已经不是了。江清月。楚宁眼神陡然变冷。苏婉清的大弟子，也是第一个在苏婉清面前割袍断义之人，如今来是来嘲笑他师尊的不成？倘若真是如此，他定不留任何情面。扑通一声，苏婉清眼神错愕，望着面前昔日的弟子江清月跪在地上，唯见那一袭青衣小竹峰弟子道袍的女子跪在地上，眼神真诚至极，说着手中就是拿出一枚丹药。师尊，这是弟子从宗主那里带来的，之前就听说宗主有此丹药，但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他绝对不会给。江清月目光炯炯有神，就这么望着面前的苏婉清，再度叩首。师尊为弟子传道授业，弟子如何能不顾及昔日恩情？如今宗主赐予弟子这丹药，为弟子修行，还望师尊收下。而这2日，弟子也是为博取这丹药，才随同其他师弟一同拜入其他长老名下。可一日是小竹峰的人，终生是小竹峰的人。这话说完，他双手奉上那丹药，紧紧望着苏婉清。此刻的苏婉清陡然愣住，什么？未到宗主那里博取丹药，故而如此？果真这般吗？而此刻，一袭青衣的极美女子脸上带着淳朴的笑意。师尊，可瞒弟子好苦啊！缥缈剑诀，本以为就是师尊最强的功法了，没想到如今居然还有所保留。若非是那小师弟王天意发现那废人楚宁修为突然拔高，还有诸位长老发现那楚宁每日晚上都前往你的房间，他都不知道。他已经跟随苏婉清30年了，30年，自身修为达到3境巅峰境界，是最早学习了苏婉清本源剑道的人，甚至诸多弟子都是他带师授业的。可不曾想，30年苏婉清都没能暴露出来的底蕴，甚至都不曾施展过，如今竟然不传给他，而是选择了一个废人楚宁。江清月心中冷笑一声，可脸上仍然是带着笑意，无非就是解释一个叛出师门的罪责罢了，直接把问题归为是为师尊求取机缘。他也是苏婉清看着长大的，30年师徒恩情，师尊会不顾及吗？如今所有事情都是挑明了，他只为了师尊的修为，才无奈前往的宗主门下。这种时候，苏婉清难道还会有什么顾虑吗？果不其然，苏婉清此刻也是彻底愣住，他呆呆地望着那丹药，察觉到那丹药的气息。7品丹药，圣人才能炼制而出的阴阳玄龙丹，这丹药绝对是出自其他门派，是宗主留在身上，以此来用作绝境之中向死而生而保命法宝。同样的，吸收之后体内也会酝酿出真龙之意，对修为提升极佳。江清月难道是为了他才前往的宗主门下？可他总觉得有些怪异。他望着面前和昔日一模一样的弟子，看到了弟子脸上的期待，看到了弟子脸上的真诚，但总觉得不对劲。分明那一天他脸上冷血，几乎要割裂苏婉清，那一天的苏婉清没有楚宁宽慰，怕是要直接轻生。有没有可能是阴谋？可他身上怕已经没有了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唯一的储物戒除了，他谁也不可能打开。如今楚宁似乎有了解决的办法，就给了楚宁。阴谋是为了什么？为了储物戒，还是为了小竹峰？但这丹药似乎是真的。此刻江清月面带笑容的开口：师尊，弟子为求此丹药，可是差点磨破了嘴皮子，宗主见弟子是神品灵根，才忍痛割爱赐予弟子这丹药，绝对是真的。师尊自可找到其他人验证，货真价实。如今师尊已进去绝境，这东西绝对可以帮助师尊，还望师尊收下。弟子对师尊之心绝对不变，一日是师尊，终生是师尊。苏婉清迟疑许久，并未接过，而是面无表情地望着江清月。他已经是被伤过一次了，这几日早已经了解了许多道理，更何况如今他早已经没了教授其他人的资格。对，他已经没有资格了，那位何江清月还要来？而且7品丹药，果真是宗主会愿意拿出来的吗？苏婉清并不是蠢人，这丹药宗主绝对不会拿出来，更不可能给江清月，必然是有所图谋才是。至于真正所图，他也不清楚，可绝对不会像是江清月说的这般。苏婉清微微一笑，仿佛已经是看穿了面前的弟子。我如今要这丹药也没用，阴阳玄龙丹乃是濒临绝境所用，我是突破导致一身经脉尽损，既然宗主赏给你了，自己拿着吃下即可。江清月一愣，没用？你没吃过怎么知道没用的？这是如今太玄宗能拿出来品质最高的丹药了，怎么可能说没用就没用？宗主都已经说了绝对有用，所以才拿来换取苏婉清的信任。至于他吃下，他怎么敢吃下？他敢吃，宗主第2天就能直接把他炼化成丹，重新吸出药力。然而只是这么一个小问题，江清月断然不会露出丝毫破绽，眼下也只是一笑。弟子担忧师尊身体是不是有效果，师尊不妨试试，况且此为弟子费尽千辛万苦而来，师尊倘若不要，弟子也就不要。
苏婉清呵呵一笑，双手拢起袖子，打量着跪地的江清月，看着那丹药丝毫无感。清月，那倘若你给了我，宗主问起你来，你该如何回答？江清月毫不犹豫，弟子早已经做好准备，伪造出了服用丹药的气象，况且即便是被宗主发现，宗主也舍不得斩杀弟子。苏婉清微微眯起眼眸，回答得这么干脆，怕不是早有人做好了说辞。可我这里还有什么你能图谋的？他并未叹息，只是笑意更深，一言不发。江清月看到这一幕，迟疑片刻。师尊，莫非是不信任弟子？不信。女子一愣，立马开口道：弟子对师尊情谊，犹如星河对日月，天地昭昭。如今师尊没有重新恢复的办法，弟子无奈才出此下策，只是为了不暴露，才没有事先告知的。苏婉清仍然是笑着，我不在意这些了，总归修行无望，丹药你拿回去自己用就是了，总归我这一身废体，做不了任何事情，等待寿元将近，陨落便是。此刻的江清月耳畔忽然是响起炸雷一般的动静，必须取得他信任，他身上绝对还有传承，倘若做得好了，那阴阳玄龙丹本宗交给你也无所谓。江清月一咬牙，猛然拔剑出鞘，落在脖颈之上。师尊，师尊若是不信任弟子，弟子大可以死证明清白，唯愿师尊信任弟子，让弟子能死得清白，即便是死了，还能是以北域缥缈剑仙苏婉清的弟子身份自居。苏婉清软硬不吃，他也没任何办法了，如今只能以此证明清白。毕竟是30年的弟子，毕竟这么多年的恩情，他就不信。然而此刻，苏婉清仿佛是笑得有些开心。着急了，是有人催促了。果不其然，绝对有所图谋。他脸上在笑着，可内心却是愈发的悲凉。呵呵，30年的师徒情分，竟落得如此境地，怎能不让人耻笑？此刻的苏婉清只是笑着望着面前江清月。哦，自尽以此证明清白。好，那你自尽吧。不只是江清月，即便是背后观摩的长老、宗主等人，此刻都是愕然。这苏婉清何日变得如此无情了？30年师徒情分，如今都不顾了。江清月陡然一愣，双目圆睁，错愕看着近乎无情的苏婉清，仿佛难以置信。师尊，说什么？您没开玩笑？苏婉清笑眯眯道：你不是说要自尽吗？你若是死了，为师定为你寻找一处风水宝的，为你下葬，必然雕刻上你是我苏婉清最优秀的弟子。师尊，他冷汗都冒出来了，嘴角都在颤抖。师尊莫非如此不信任弟子？你死了，为师就信。可师尊还不动手？这话说出来，不只是江清月，背后的长老和宗主都不会了。宗门大殿之内，众人都是看着这一幕。果真如此无情了？是觉得自身已经修为无望了，打算把弟子都带走是吧？赵峰沉声道：宗主，此举不妥，难道真的要让江清月自尽？他乃是仅次于苏婉清的神品灵根，未来必然入圣，代价怕是太大了。圣人之资，未来是我太玄宗提升排名的重要依仗，不可啊。对啊，宗主，此举怕是不妥，那苏婉清太警惕了。众人身前，那面色阴翳的中年男子猛然砸碎桌上案台，都已经是废人了，还装模作样，该死的贱货。然而此刻还是沉声传音：罢了，回来就是，别让他看出破绽，一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3次。小竹峰内，江清月眼神复杂地望着面前苏婉清，还是缓缓放下长剑，再度跪地。弟子自然知道，师尊如今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了，可弟子对师尊诚诚之心，天地可见。这次不自尽了，改成发誓了。苏婉清道心又是近乎崩溃了，看似面带笑容，实则心神绝望。30年培养的弟子，如今居然和宗门一起来算计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江清月又是开口道：弟子不会只来一次的，下次弟子还会。师姐，一道声音传来，江清月疑惑看去，看到了楚宁，一袭青色道袍缓缓走来，脸上带着笑容。在看到那一袭红衣的苏婉清的时候，楚宁也是一愣。红衣师尊气度似乎更好了，但看着眼神似乎不对。刚刚发生的一切，楚宁是听到了，那师尊此刻心神必然不稳固。楚宁立刻上前扶住苏婉清，在一旁的位置上坐下，轻声开口道：师尊，交给弟子就好了。苏婉清心气几乎再要散了，眼下脸上再无笑意，只是神情复杂地望着楚宁。宁儿，他如今需要让一切都给弟子承担，纵使修行还有望，可一件件的事情都是在磨损他的内心。这小竹峰不带着也罢，可毕竟在此100年生涯，还有他的老师留下的遗言，让他守好小竹峰。况且宗门之内也不会轻易让苏婉清离开，尤其是对他一直惦记的宗主陈玄天，怎会如此啊？
他强忍着那种几乎绝望的泪意，死死抓住楚宁的手。如今只有弟子是他的寄托。楚宁没多说什么，只是起身看向了江清月，他的眼神也逐渐变冷，缓缓靠近。师姐不是已经去到了宗主门下吗？如今还回来，是为了什么呢？江清月眼神憎恶地望了楚宁一眼，懒得搭理这种废人。可此地他既然是小竹峰的人，断然不能露馅。师弟，你有所不知，师姐前往宗主门下是为解决师尊麻烦，你年纪还小，不懂这些。江清月强颜欢笑，看着楚宁一步步的靠近，他乃是三境巅峰，不怕楚宁动手。而楚宁果然也没有动手，只是脸上露出笑容，蹲下身子去取江清月的长剑。女子顿时警惕，不肯放手。楚宁笑着开口道：师弟如今想学剑道了，想看看师姐的剑有何不同，难道这也不行吗？哈哈，可以可以。楚宁这才得到飞剑，看着那精致至极的长剑，乃是灵品巅峰飞剑，他忍不住感慨道：宝剑配英雄啊，师弟记得这飞剑是师尊亲自为师姐铸造的。江清月脸上撑起一个笑容，不知为何他总觉得面前的楚宁很阴沉，让他都看不穿了，而且修为也看不穿了。师弟竟还记得这飞剑，有心了。哈哈，那是当然，毕竟师尊也很少为人打造过飞剑，而且这飞剑一开始有2把，师姐1把，师弟1把，但师弟的那把似乎是师姐嫉妒和师弟切磋，以不小心的说法给师弟斩断了。楚宁握着飞剑笑眯眯看去，江清月闻言脸色一僵，急忙道：对阵切磋，那有什么故意不故意的说法？再说了，师姐如何会嫉妒师弟呢？楚宁嗯了一声，认真点头。那说的有道理，不过我刚才听说师姐来此是为了让师尊信任师姐没有叛变，打算自尽以证明清白。那是自然，可我觉得倘若就这么死了，就帮不到师尊了。无妨无妨，师尊如今谁也帮不到了，只需要师姐证明清白就可以了。江清月表情陡然一僵，他眼神逐渐变冷，死死盯着面前楚宁。师弟，莫要开玩笑。楚宁笑着看着江清月，脸上的笑容也是逐渐变冷。师弟没有开玩笑啊，这话不是师姐自己要说的吗？话落，催动龙象阵欲尽，猛然持剑杀去。师姐若是不愿，师弟自可帮师姐自裁。暴力而杀，以灵品巅峰飞剑强杀江清月不是问题。可江清月不是蠢人，早就有所防备，此刻便是退开。楚宁，你好大的胆子！我再怎么说也是你师姐，你想残害同门吗？楚宁笑着起身，猛然发力，瞬间将那灵品巅峰飞剑砸碎。此刻楚宁手掌鲜血淋漓，不远处的苏婉清猛然瞪大眼睛：宁儿，师尊不必担忧，无妨，此剑某些人不配拿着。楚宁缓缓起身，面无表情望着面前的江清月，纵然是龙象阵欲尽加持的肉身都要受伤，但没问题，长春不灭。师姐，师弟助你自裁，帮你证明清白，难道不是好事吗？师姐为何要推？江清月此刻勃然大怒，死死盯着楚宁。楚宁，莫非真要不顾及师徒恩情？今日我来做什么，师尊知道，可师尊不信我，那又能如何？倘若你要做什么，大可提前告知师尊。况且今日师姐来此，漏洞重重，莫非真的以为我看不到？没有丝毫犹豫，龙象阵欲尽催动，周身刹那间涌现磅礴之力。江清月见此也没多说，当即再拧一把飞剑，可一把灵品巅峰飞剑破损，他心都在滴血。既然你执意如此，那便让你看看你我之间实力差距。他乃是3境巅峰，楚宁再有传承，如今又岂能是他的对手？刹那间2道身影瞬间攻伐，苏婉清心血瞬间大乱，就要起身，可眼前陡然一黑，昏厥过去，俨然已经没了任何心气。楚宁大可不必为他出手，打不过必然被斩，没人护得住楚宁，即便打得过，宗主也绝对会出手，根本没有必要啊。视线彻底消失之前，他眼角泪水滑落，那是对其他弟子的绝望和愤恨，也是对楚宁出手的感动。弟子何以为他做到如此？二人交手只是一瞬间，楚宁便是被砍飞出去。3境巅峰即将突破4境，能被宗主看中收为亲传，苏婉清30年传授剑道，岂能是楚宁如今所能相比？然而胸口龙象之意硬生生让楚宁抗下这一剑，此刻胸膛之处早已经鲜血淋漓。江清月御剑腾空，脸上只有冷意，他早就看这废人不爽了。凭什么都是弟子，你一个废人能与我有同样的待遇？凭什么师尊的剑还会有你一把？就因为你是捡来的，师尊见你没有依仗，看你如此一般对待。今日苏婉清护不住楚宁，多年积怨也不必压制。江清月冷笑着开口道：小竹峰弟子楚宁，今欲趁本少宗主不备，出手斩杀，
今日本宗昭告同门，楚宁罪责在身，本宗代宗门行宗门宗规。楚宁面色毫无变化，修行界就是如此，你有实力和地位，那话语权就在你手里，而其他人亦是牛马一般。可匹夫一怒，血溅五步，牛马之志未必不可诛杀诸佛龙象。刹那间，龙象阵域境层次再拔高一层，体魄强悍程度再高，而其今日已经突破至2境顶点修为，陡然突破3境之命。楚宁境界3境之命，进度1%。功法长春不灭绝第3层，生意勃发龙象镇域境第3层，牛马生龙气，没有丝毫犹豫，爆步而出，凝聚此刻胸腔之内所有恨意，一拳轰杀而去。江清月此刻眼神惊愕呆滞，那境界突破是3境气象，一拳轰来，他心神不安，立刻持剑格挡，可眼前浴血楚宁犹如杀神降世，啪，一拳轰碎飞剑，可紧接着就是更加势大力沉的一拳。他没有其他法门，有的只是龙象阵遇尽肉身拼杀的法门，龙象之气不散，日后出手便是一拳更胜一拳。飞剑破碎的那一刻，江清月如同见了鬼，可来不及惊呼，一拳便是砸在其胸膛之上，气血翻涌，灵气运转阻塞，紧接着又是一拳。龙象之意，便是你如今真的是诸佛龙象，在我面前人无畏惧。山脉瞬间开裂，一道身躯砸落其内，江清月灵气被打散，昏厥之前唯有错愕和绝望。临阵突破3境之命，18岁的3境，这哪里是什么废人，这是天骄。宗门之内，所以长老和宗主都在看着这一幕，皆是神情错愕。迟疑片刻，宗主看向一位长老，面色阴沉，沉声怒道：把江清月带回来。至于小竹峰之事，任何人暂时不得插手，在让苏婉清交出传承之前，任何人不准异动。本宗亲自处理此事。3境，18岁的3境，绝对是早年压制境界了，必然是苏婉清不传之秘一直在他身上。苏婉清绝对留有传承，而且那传承必然不小。陈玄天死死盯着那画面中的楚宁，连本宗的弟子都敢出手，你必死无疑。等到本宗找到你的传承，定要将你剔骨抽筋，扒皮饮血。如今他要下场了。江清月仍然是被带走了，比起昨日前来的王天一更要凄惨，胸口都被打得凹陷，更是几颗牙齿掉在了地上。然而楚宁也不好受，临阵强行突破，加上胸口的伤势，痛得要死。但问题不大，长春不灭。操！长春不灭也不行，伤口太大了。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取出苏婉清储物戒内的疗伤圣药，立刻稳固自身伤势。五脏六腑有的裂开了，但这个问题是真的不大了，只需要调动长春之意恢复就可以了。没想到一大早上碰到这种糟心事情。楚宁死死盯着那前来带人的长老，那长老面色阴沉，但看着楚宁的眼神带着浓烈的欲望。他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带走了江清月，至少不能让这些刚上位的少宗主死在这里。小竹峰又是恢复清寂，楚宁看向了不远处的灶房，那里有着苏婉清刚刚做好的早饭。原本是苏婉清打算来喊他吃饭，却碰到了这种糟心事情，真特么的恶心。楚宁吐出一口鲜血，当下没什么犹豫的清理干净血迹之后，才抱着苏婉清回到洞府。柔弱无骨的女子此刻脸色苍白，俨然已经昏迷，显然是心血消耗太大。本就是突破失败之后的重伤，如今麻烦很大，若是耽误修为恢复就麻烦了。楚宁立刻查看系统，绑定对象苏婉清，修为6境忘川巅峰已废，修为恢复进度10%。眼见修为恢复进度没什么问题，楚宁这才松了口气，急忙寻找了能为苏婉清稳定心神的丹药。眼下立刻去临川清理身上的血迹，等到再换上一套衣服，这才守在苏婉清身旁，一边是查看苏婉清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恢复自身伤势。此刻楚宁也在思索，这太玄宗怕是待不得了，那江清月今日前来肯定是为了什么东西，难道是为了苏婉清的储物戒？可那东西一般人也打不开，而且他们也不会如此大张旗鼓的要，但也不能保证他们是不是已经惦记上了。要么就是因为苏婉清，宗主对苏婉清一直惦记，如今这般手段，怕不是让江清月过来谈和，缓和二人关系。对于宗主，苏婉清当然不悦，而师尊不愿意的事情，楚宁定然会护在身边。这里修行太麻烦了，等师尊醒来，询问一下，尝试离开太玄宗，这里待不下去了。可一旦离开，等于自愿放弃如今小竹峰峰主和太玄宗弟子的身份，到时候迎接的怕不是其他宗门联手的追杀，人域太大了，7大宗门各自割据一部分的领土，除非能逃离，可如今二人修为又能逃到哪里去？也只有传送符箓了，但
但这些太不可确信，头顶的危机实在太多。楚宁眼神怜惜，望着床榻之上昏迷的苏婉清，深吸了一口气。此刻系统传来了提示音：宿主维护濒临绝望的妻子，奖励贡献值1万。系统评语：虽千万人，吾往矣。触发奖励暴击。系统商城新加入功法进阶选项，宿主可消耗贡献点对自身所修行功法进行进阶。备注：只有显示可进阶功法，方可进阶。楚宁听到系统传来的反馈，眼神中并无悲喜。虽千万人，吾往矣。如今不过是一个苏婉清的弟子，可宗门8峰长老都是6境巅峰，宗主更是圣人境界。若是这些人不再有任何犹豫，对他们动下杀手，打算赶尽杀绝，那他们俩人几乎就是任人宰割。如何能做到虽千万人，吾往矣呢？他显然做不到像是苏婉清当年护着他一般，可如今只能尽力而为。师尊能依靠的人唯有他了。感受到体内伤势终于恢复完毕，楚宁也是研究起了系统新开发的内容。功法进阶。功法长春不灭绝可进阶，进阶消耗贡献点10W。吞天魔功。龙象镇狱境可进阶，进阶消耗贡献点100W。缥缈剑诀可进阶，进阶消耗贡献点1万。楚宁微愣，为何这贡献点消耗的数目不同？他很快有了猜想。长春不灭一开始的售价只有1000，系统触发过一次随机功法进阶，然后就成为了2级功法，那售价应该是1万。现在要进阶，就说明要成为3级功法，需要的就是10万贡献点。而龙象镇狱境本身就是3级功法，再进阶就是4级，需要100万，那肯定没必要。现在的龙象镇狱境就很够用了，最多把恢复功法长春不灭进阶了，可这玩意现在没什么用。倒是那缥缈剑诀，系统购买之后，那是完全可以直接学习的，都不用领悟。如果进阶之后，是不是直接就能掌握缥缈剑诀更高深的层次了？不过他现在在惦记着那适合苏婉清的忤逆诸法、法体双修的功法，评价都说了适合苏婉清，还不耽误他进度恢复。既如此，缥缈剑诀不急。现在贡献点只有3万4，3万的忤逆诸法显然更适合现在2人的境况。他如此想着，盘算着该如何活下去。而身前的苏婉清指尖忽然一颤，楚宁立刻察觉，立马握住，当下轻声开口询问：师尊。昏迷的苏婉清感觉到体内有药力发作，不知药力从何而来。他方才做了一个梦，梦到楚宁被杀了。江清月提着楚宁的头颅跪在他的面前，嘴里呢喃着说他一定是清白的，让苏婉清相信。意识恢复的那一刻，苏婉清陡然惊醒，看到面前楚宁，泪水近乎决堤，一把抱住楚宁，仿佛是多日思绪的压制，是绝望之时弟子的出面。弟子作为靠山，是担心楚宁为护住他为数不多尊严去出手的担心。此时看到，心情如何还能再压抑？宁儿。被突兀抱住的楚宁愣了愣，本想挣脱，可一想到师尊如此模样，便是叹息一声，转而环抱住苏婉清。师尊，弟子在。苏婉清一言不发，只是死死地抱住楚宁。他不想要这个世上为数不多还在乎他的人死去了。父母死了，老师死了，若是弟子还死了，他纵然修为恢复，还有什么意义？如今的道心是楚宁帮他重建的，见到昔日弟子江清月有图谋而来，他心神绝望，都没流出半点泪。可见到楚宁安然无恙，此刻俨然是控制不住心绪了。宁儿，我们离开太玄宗，不是有那传送符箓吗？为师不继续守着这小竹峰了，离开此地才是最好的打算。他受老师临终嘱托，看好小竹峰。如今为弟子安危，此地再也不能久留。可这话说出来，他心情更加崩溃。宁儿，你自己逃吧，即便有那传送符箓，为师仍然没有任何作用，对你只是一个拖油瓶。不要死在这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绝对不会放过。只是如今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等到再过一些时日，太玄宗的这些人觉得合适，没人能拦得住他们。楚宁听到这话并未言语，只是沉声道：师尊在哪里，弟子便在哪里，此情不渝，定不会放弃师尊独自苟活。苏婉清松开楚宁，眼眶通红望着他，轻声的喃道：宁儿，为师清楚你的心意，然如今你有机缘在身，待到来日未必不可再杀回此地，等到那时，只需目前祭奠为师即可，为师能给你的全部都给你了，留在你身边也只是拖累。楚宁摇头：师尊修为不日就可恢复，弟子如今已是3境之命，况且弟子身上有一部功法，乃是法体双修之法门。这功法最为契合师尊如今境况，但此功法的麻烦就在于后续修行必须法体同修，困难重重，远比昔日登高要更加麻烦。倘若师尊愿意，这功法弟子即可就可给予师尊；倘若不愿，弟子突破6境，有保护你我2人的能力不会太远，
最多半个月，不，10天。这10天，师尊修为定然可以恢复，也不必自怨自艾。师尊这般人倘若重修，日后再正到巅峰，又有什么麻烦？苏婉清此刻神情呆愣着，如今紧要关口，弟子仍没放弃他。此情何止师徒情分能说明的？苏婉清没有多想，只是紧紧抓着楚宁，询问道：“那功法为师修行了，可能有自保之力？”楚宁点头：“可以。为师修行，至少不做你的拖油瓶。正如你所说，天降降大任于世人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如今竟有他能用来自保的功法，如何不去修行？难道让弟子一个人去面对这整个世界的恶意？他断然不会如此。况且圣人正道本就困难重重，为师有这个自信再去跨越那些门槛。”楚宁眼神微凝，看到了苏婉清的决心，当下立刻兑换，并拿出功法忤逆诸法。苏婉清看到那功法的时候，神情微动，死死攥在手里。太玄宗不宜久留，可人欲被7大门派掌控，逃到哪里都会被抓住。去乱天狱，宁儿，去乱天狱。此地没有任何法制，没有任何规则，有的只有实力和强权。人欲宗门不敢入内，虽然危险，可那些恶人总好得过此地人面兽心之辈。楚宁深吸了一口气，乱天狱吗？距离此处估计要有100万里，传送符箓也不过10万里。无妨，多用几张，尽可能的靠近位置，再想办法过去。纵日后千难万阻，弟子仍不会弃师尊而去，唯愿一生相伴，共伐诸逆。此话一出，苏婉清眼神瞬间惊愕，难以置信地望着楚宁。他并未注意到其他话语，而是注意到了那一生相伴4个字。此刻他心绪纷乱，可自知如今不该有女儿矫揉造作之态。便是一生相伴又如何？世间之情，知心同道共苦之人，自何处而寻？苏婉清一把抱住面前弟子，眼神中带着前所未有的决绝。宁儿，一生相伴，共伐诸逆。苏婉清的脸上并无娇羞之态，她很分得清楚轻重。此刻弟子的告白，不论是出自何意，可一个愿意在他危难之时相扶，与他同生共死之人，答应了又如何？他很了解楚宁，这番话说出，弟子就会负责，有此依靠，他足够信任。苏婉清很快就是松开楚宁，盯着他的双眼。宁儿，为师问你，和江清月交手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楚宁没有犹豫，当即就是说出了刚刚所发生的一切。苏婉清一愣，而后错愕至极地看向了楚宁。江清月也是他教出来的弟子，50岁的3境巅峰修士，即将是要突破4境了。缥缈剑诀第4层，战斗经验很足，居然是被楚宁打得昏死。你身上伤势如何？楚宁笑着摇了摇头，仍是握着苏婉清的手。弟子无碍，那长春之意可修复师尊伤势，也可修复弟子的，但不能说是完全无碍，至少需要一点时间恢复，只是不影响此刻的行动。苏婉清面色复杂，望着面前的楚宁，已经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他的成长快到自己都看不清看不见，如今竟已经能击溃江清月了，未来必然是不输给他的剑道天骄。此等修士，苏婉清如何可能还留在这里？能走必然先是离开。但苏婉清很快是察觉到了不对劲。按理说来，这几乎是他们能把我们师徒2人定死，然后光明正大踢出小珠峰的机会了，他们居然没半点动静。不对，绝对不会，宗门之人难道是迷途知返了？可他们绝非是这种人，绝对是因为什么？此刻的楚宁立刻询问道：师尊，江清月来找师尊证明清白，到底是为了什么？苏婉清摇头，为师判断可能是为师的储物戒，但那东西连为师如今都打不开，即便是宗主陈玄天来了强行破坏，只会让储物戒内的一切全部烟消云散，应该不会是这个。对方既然对我们有所图谋，但如今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这么都不错，此事也太过蹊跷了。苏婉清如此想着，可目光落在了一脸疑惑的楚宁身上的时候，微微一愣。不对，他好像想到了，宗门之人没人知道你的境界对吧？至少在此之前没一个人。苏婉清恍然大悟一般，为师懂了，你如今3境修为，力战50岁的江清月，甚至还能胜过宗门之人，绝对怀疑你身上有什么，或者说他们怀疑你身上有为师给的什么。如此这般就能解释江清月为什么还会来找为师，因为他要接近得到这东西，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为师没有这些，而有这些的只有您而你。此刻苏婉清脸色又是难看至极，攥紧拳头冷笑一声，这般弟子果真是令人寒心，但为师如今什么都没有了，也没资格说什么。倘若修为再回，为师第一个杀的就是他。助纣为虐，里应外合，想要欺骗苏婉清身上的传承，就算是有，他也不可能拿出来半点。如今苏婉清所信任的唯独只有楚宁。听到这番话的楚宁一声卧槽，难怪那个江清月会来，
感情是宗门之内觉得苏婉清还有后手，然后把这传承给了楚宁。也对，毕竟前几天还是淬体3层，第2天就是一镜几乎打死王天一，第3天几乎打死江清月，还是3镜修为，是个人都会觉得有问题。他们要榨干苏婉清身上的最后一丝价值，才会彻底揭露脸面。呵呵呵呵，楚宁忍不住大笑出声，笑着笑着眼泪都快笑出来了。同宗同门之人果然可笑，师尊就算是这般也要利用，这太玄宗不留也罢。师尊，我们即刻就能启程出发，等到您修为恢复，再杀回太玄宗报仇也未尝不可。苏婉清当然认同这种想法，这可不是什么缅怀过往留恋的时候了，绝望之时是弟子给了他希望，让他有了再回巅峰的机会，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死了？一定要回来。但宁儿你想，宗门之人如今仍然没有动手，是还没有得到传承，既如此，何不利用？反正你那符箓也可以助我们直接离开，而且离开之前，为师绝不能如此这般，起码要修行了这忤逆诸法的功法，有自保之力，好歹不拖累你。听到拖累，楚宁立刻就要开口，然而嘴唇却被苏婉清的手指堵住，女子脸上带着欣慰笑容，望着楚宁轻声开口道：不要说我不是你的拖累，如今的为师就是，如果为师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被你护着，那和死了都没有区别。楚宁一愣，倒不是因为苏婉清的这话，而是这举动。话说，要是我舔一下师遵守指挥如何？呸！那不得挨一巴掌。莫名其妙，心神有些躁动的楚宁立马尴尬笑着挪开，转移了话题。那按照师尊的意思，宗门可能还会对我们示好。苏婉清微微眯起眼眸，没错，毕竟他们已经料定宁儿你身上有我传承，肯定也想得到。人心就是如此，就算是我们猜错了，也可以随时动用那符箓离开，倒不如再坑他们一把。譬如说资源，你很需要那东西，为师的资源虽然不少，但外人的资源不拿白不拿。听到这番话，楚宁眼神都有点奇怪了，总觉得这种狗狗的事情，师尊这般人应该做不出来，现在却是在主动提议坑人。苏婉清看到楚宁怪异的眼神，颇为无奈，开口道：别这么看着为师，好歹岁数也比你大，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我若是想玩这些心思，他们也得提防着。楚宁一想，也对，不过俩人之后是不是要坑太玄宗啊？想想都刺激。二人立刻对此事商议，从内到外，甚至于二人的话术都周全到了极点。宗门肯定会来人，可能明天后天，也可能是现在，但这件事情必须提前未雨绸缪。听完苏婉清说的一切之后，楚宁都愣住了。原来师尊做狗，坑人这方面比他可会的太多了啊！既如此，那就按师尊说的。苏婉清微微一笑，眼神之中露出些许阴沉。倘若他们没想这么多，苏婉清怕是连找回点利息的机会都没有。可如今，那就怪他们多想了。师尊，吃点东西吧，您这身子骨怕是扛不住了。现如今，二人已经定好了，太玄宗肯定不能留，走之前坑一波资源，而且苏婉清一定要有修行境界，那倒是不难。师尊且先休息着，弟子去帮师尊拿些饭菜来。苏婉清摇头就要起身，无妨，我还没那么弱不禁风。然而还没动弹，就被楚宁一把摁了回来。苏婉清都惊了，一脸不解看去。楚宁面无表情，淡淡开口道：师尊如今这般状态，倘若再受伤，弟子修复经脉的速度又得落后，躺着就是。况且喂个饭算什么？说完转身就走。苏婉清都呆住了，被弟子以如此强硬的态度对待，非但不怒，反而是心中感受到了一阵暖意。他没多说什么，只是笑着望着那道背影。宁儿长大了。只是楚宁刚刚推门而出，就是看到一道身影屹立在洞府之前。此人一身白袍，模样是40-50岁的中年男子上下，但一身气势近乎压制的楚宁都喘不过气，七境破虚，圣人之境，宗主陈玄天。楚宁陡然一愣，背后瞬间发毛，来得这么快，还是宗主亲临。全盛之时的苏婉清都不是圣人，面前的男人可是修行了2000年的破虚圣人。倘若此人不是为了师尊所说的传承，而是直接要为江清月报仇。然而下一刻，陈玄天微微一笑，面色慈祥，犹如一个关切后人的长辈。楚宁，接着。后者一愣，看到陈玄天丢过来的丹药，7品丹药，阴阳玄龙丹。听说此物或许可能对你老师的修为有所帮助，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清月竟然还有此心。男子无奈叹息一声，本来这种事情他直说就好，居然让你们同门离心，搞到如此境地。此事本座不怪你，要怪就怪清月懂得不多，你们也别在意，这丹药你们先收下，本座先离开了。陈玄天一句话都没有再多说，只是叹息离去。而楚宁错愕地望着手中丹药，愣神许久。此刻
才苦笑着开口：“师尊，全都被您猜对了，来得这么快，还是宗主亲临，足以见得苏婉清给楚宁的传承究竟在他们眼里是有多重要。”洞府外，楚宁听着系统不断传来的提示声：叮，照顾虚弱的妻子，奖励贡献值1000；叮，安慰虚弱的妻子，奖励贡献值1000；叮，陪伴虚弱的妻子，奖励贡献值1000。可此刻却是紧紧握住丹药，阴阳玄龙丹，那就是江清月拿来打算骗取苏婉清信任的东西。陈玄天直接就给了。太玄宗没有7品炼药师炼制不出这阴阳玄龙丹，必然是高价买来的。其上阴阳之力环绕，龙气凝聚，药力强悍而恐怖，但任何境界的修士都能服用，因为它的药力是属于伴随着修士的不断提升而激发。也正因如此，此物才被陈玄天如此看重，甚至于此物还能在危难之时逆转阴阳，置之死地而后生，恐怖至极。果然，宗门如今都觉得楚宁有传承了。陈玄天已经亲自下场，他们很危险，甚至一招不慎就是身死，但不怕，只要他们一直这么觉得，暂时就没什么问题。只是这系统全踏马的是妻子，楚宁也是醉了。狗日的系统，这么玩是吧？好好好，反正他也习惯了。苏婉清只是知道有人来了，但不知道是谁，只是不断喊着宁儿。楚宁迟疑片刻，没理会，而是立刻呼唤系统：这丹药能不能恢复破损修为之人的伤势？7品丹药，阴阳玄龙丹，药力浑厚，寻常修士服用可提升一部分修为，在药力彻底消耗之前，伴随境界提升，同样反馈修为。使用之后可获得一部分龙玄之气，最适宜濒死境界修士。绑定对象苏婉清，濒死之状，可动用阴阳玄龙丹恢复修经脉。进度尚未可知，未检测到类似状况，然丹药本身偏向于濒死之际突破，不建议使用其恢复修为。楚宁没理会，可以恢复，那就够了，可有什么手脚？其内设有禁制，服用丹药之后禁制发作，如同行尸走肉。楚宁脸色陡然变冷，竟然做得这么周密，宗门之内果然都不能信任。能否抹去烙印？已消耗1000贡献值，抹去烙印。楚宁微微一笑，跟我们玩心思，你们想做什么我们都猜到了，还想玩阴谋，但不好意思，老子有挂，如此这般就没什么问题了。楚宁笑出了声，倘若陈玄天知道他有挂在身，估计就要崩溃了。眼下消耗了不少贡献值，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从师尊身上再薅回来，为犯这种事情肯定是不能让师尊亲自动手的，那可是楚宁为数不多额外获取贡献值的机会。很快来到灶房，那饭菜仍然带着温热，楚宁立刻以灵气加热了一下，随后直接搬起桌子。洞府之内，苏婉清仍坐在床榻上，看到楚宁回来也是很快回神。宁儿，为师真的可以自己来的，不过刚才究竟是何人来了？他声音虚弱无力开口，显然和他如今的状态不太搭边，说着就是要起身，却被楚宁一把摁住。先吃饭，吃饭再说。苏婉清仍是没控制的面色一红，如今没修为在身，怕是被弟子如何轻薄都没办法还手，可他信任弟子，但也没必要太小看他吧，吃饭还是可以的。师尊如今身体还在痊愈过程中，弟子照顾师尊没什么问题。苏婉清没继续多说了，了一声，嘴角撑起一个笑容，有你在身边，为师总能放心。楚宁笑了笑，捧起饭碗帮着苏婉清一勺勺的喂粥，肉眼可见的苏婉清的面色变红，只是楚宁仍是一言不发。直到半碗粥喝得差不多了，楚宁才说明方才来人，是陈玄天。苏婉清眼神陡然一凝，陈玄天都来了，既如此，看来为师猜得不错。他说什么了吗？楚宁讥讽笑着，无非是帮着江清月证明清白，果真以为我们还没有看懂。他拿出那阴阳玄龙丹，递到了苏婉清的嘴边。这是阴阳玄龙丹，就是江清月今天拿来的，师尊果然是猜对了，如今他们真的觉得我们身上有传承。楚宁笑着开口道，毕竟是陈玄天送来的，不吃白不吃，弟子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看到那丹药，苏婉清几乎是一眼认了出来，的确是真的。只是他摇了摇头，这丹药只是传闻对经脉修复有所提升，但不会太大，否则陈玄天早就拿来了。正是因此他才不愿拿出，因为他觉得丹药给了我也无法修复。宗门之内看重的就是利益，如今拿来无非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了更大的价值，所以陈玄天才会如此。宁儿，你吃了便是，如今你我二人只能靠你，其他人依靠不得，有此丹药对你修为提升很大。楚宁皱起眉头，师尊，您修为恢复才是要紧事情，就算没有希望，对您未来也有好处。可苏婉清怎么不知道呢？可他也知道有人比他更需要，他相信弟子能走得比他更远，如今也更需要。渴望着楚宁近乎严肃的表情，苏婉清也知道拒绝无意义，
他只是脸上撑起笑容询问道：“宁儿，你可知道，这丹药用下，6境之前每一个境界的提升都能直接达到中期层次。日后你碰到危难之时，它所能带来的是给你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让你有机会。”楚宁摇了摇头：“可我知道，我正在为师尊逆天改命，弟子不会放过任何机会。至于弟子修为提升，无需借助这丹药，自有吞天魔功为我辩经。”眼见解释没有什么意义，苏婉清面色苦涩，缓缓张开嘴。楚宁没什么犹豫的直接送了进去，之后就是一脸期待：“师尊，如何了？”苏婉清笑着点了点头，药力已经挥发了，对为师很有用，也感觉到经脉恢复了。只是这话说完，他的面色逐渐露出复杂神色，而后眼神又是逐渐坚决。楚宁没看到，他仿佛是做了很大的决心一般。而此时楚宁松了口气，立马就是心神默念换出系统，看看进度，绑定对象苏婉清，境界6境忘川巅峰已废，资质神品极致天灵根，修为恢复进度11%。之前也是11%，怎么现如今还是不是说恢复了？只是他还没想明白，一张脸忽然凑了过来，之后就是后脑勺被一把抱住。下一刻，楚宁错愕瞪大眼睛，感受到身前女子温润嘴唇就贴在他的唇边。不是，师尊。一颗带着丝丝米粥香味的丹药被送进楚宁口中，而后苏婉清一把拍在楚宁喉咙，让其不受控制的吞咽而下。做完这一切，女子这才放开楚宁，脸上带着温柔笑意：“宁儿，尽快提升，为师相信你的提升才是让为师修为恢复的关键所在。”莫名被夺走初吻，莫名被送入丹药，莫名感受到一股磅礴修为在体内散开。楚宁错愕瞪大眼睛，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只能立刻打坐消化药力，控制不住。关键这师尊是不是太有心机了？楚宁哭笑不得，可闭关消化药力之前，看了一眼面色微红的苏婉清，看到她面色泛红，可眼神中尽是温柔和期待。宁儿，这丹药你来吃比为师更合适。苏婉清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师徒之间没有这样的，人域之内最重师道传承，弟子师尊只有师徒之情，此举传出去，他定会被人嗤笑到死。一个师尊居然吻了弟子，纵然是送药，可别人谁会在意你那些，仍然是嘲笑。但苏婉清很清楚，这丹药给了他也没什么用，修为进度恢复不了多少，反而弟子提升才是最重要的。他的提升能护着他，也能帮助他恢复修为，更何况这丹药对未来的楚宁帮助太大，那可是陈玄天都不舍得吃的丹药啊。女子望着那盘做炼化修为，周身酝酿起磅礴龙气的楚宁，眼神中闪烁的唯有泪意。为师知道宁儿你对为师的好，可为师如何舍得你放弃如此机缘？好生炼化，快快成长起来吧。真情莫过于如此，苏婉清又如何还会在意那男女之别呢？定，为妻子喂饭，奖励贡献值1000。定，让妻子心动，奖励贡献值5000。系统评语：细微之处，落难之时，方见人心真情。楚宁听到了系统的反应，可仍然是在炼化那修为丹药，药力太强悍了。7品丹药，纵然是能润物细无声，可仍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炼化的。尤其是如今楚宁体魄还恢复的不是很好，必须要用长春不灭诀来辅助修炼，才能更快。无尽磅礴的修为涌入体内，他全部炼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可他不想这种时候炼化修为，他想去问问苏婉清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来喂他药，差点没给楚宁吓死。刚才心跳都加速了无数倍，好不容易才克制住那种情绪啊。楚宁也是哭笑不得，师尊心机太深，当弟子的居然被坑了，初吻现在都没了。不过口中仍然还有着那一丝味道，甜丝丝的。乐，嗨嗨，不能乐了，继续炼化。不知是多长时间过去了，楚宁已经彻底消化了那一波药力。阴阳玄龙丹的好处显然到此没有结束，他察觉到自身体内多出了一抹龙玄之气，这是那丹药带来的。没有丝毫犹豫，此刻就是抓捕而后炼化。此刻楚宁身躯之上凝聚出阵阵宏大纹路，格外玄妙。龙象阵愈境突破第4层，龙身显化。到达此境界，龙气可显化出雏形，加持肉身力量更为强横，修行至巅峰可凝聚龙象之身。楚宁年龄18，资质中品灵根，修为3境之命，进度87%。功法龙象阵愈境第4层，龙身显化。吞天魔功长春不灭诀第3层，生生不息。缥缈剑诀未入门。此刻的楚宁陡然睁开眼眸，周身磅礴气息骤然而发，一声怒吼，已是龙吟象鸣之声。阴阳玄龙丹给他带来了一丝龙气，
直接让楚宁的龙象阵玉镜突破4层修为，更是来到了3境之命的后期层次。楚宁大喜，立刻就去寻找苏婉清，就要报喜，只是在洞府之内没看到。他心头陡然一紧，一想到陈玄天对苏婉清的惦记，还打算动用奴隶烙印得到资源，就是立刻紧迫出门寻找。师尊，师尊！推开门，外面环境已是夜色。楚宁直接急疯了，立马就要出门去找，只是一阵笑意从不远处传来。灶房里，苏婉清笑意温柔，正好是做完了饭菜，其脸上还带着丝丝缕缕的汗水，显然这种劳累对他也是一定的负担。闻着味道就来了，醒得倒是很巧，快来吃饭吧。转头看到苏婉清，楚宁立马冲上前，一把抱住。师尊，弟子还以为你出事了。一个举动瞬间让苏婉清头皮发麻，下意识的就要挣脱，只是想到这是弟子，就没了挣脱的想法。此刻的苏婉清只是面色泛起红霞，无奈抱住楚宁安慰道：宗门之内没得到我们传承，不会轻易动手的，宁儿有什么可怕的？先松手，宁儿，为师要喘不过气了。闻言，楚宁立马松开，苏婉清面色涨红的喘息了好几口，眼神颇为幽怨。看来这么大的人了，急急慌慌的，有什么可担心的？下次别这么冲动了。楚宁脸上露出笑容，可还是没忍住挠头。担心师尊吗？对了，师尊，弟子如今已是3境之命后期了，距离4境也不会太远了。苏婉清倒不意外，意料之中，之后那阴阳玄龙丹对你的药力会更好。宁儿，好生体会就是。不说还好，可一提到阴阳玄龙丹，楚宁脸上的笑意瞬间尴尬住了。此刻目光紧紧盯着苏婉清，仿佛是他也察觉到一丝不对，脸色更红，正要转身转移注意力，却被楚宁一把抓住手。如此举动让本就心乱的苏婉清瞬间大惊失色，她急忙拽着自己的手回来。宁儿，你这是做什么？今日之事，事急从权，为师不这般，你根本不吃，那丹药对为师效果没那么好。楚宁可不管那么多，当下也是开门见山。那是弟子初吻，师尊说说怎么办吧。闻言，女子瞪大眼睛，不是，这话是能直接说的吗？要知道，你是我弟子，我们仍有师徒之分。然而，楚宁可没打算傻比乎乎的继续琢磨其他的，亲了就是亲了，系统都说你是我妻子了，那是不是得负责吧？察觉到楚宁的眼神，苏婉清自然知道根本不可能避过去，她眼神羞赧，低着头，咬牙切齿一般回应：难道只有你是？为师不是吗？楚宁一愣，一句话瞬间给他整不会了。这也对，师尊100年修行都是修道教徒，也没有道侣，追求者倒是很多，都被挡在外面了。而且他之前修为很高，没人敢起觊觎心思，只敢背地里看2眼，我把师尊初吻拿走了。不对，是师尊把初吻送给我了。那弟子负责。苏婉清猛然抬头，一把揪住楚宁耳朵怒斥：都说了事急从权，你不吃为师又能有什么办法？一整天跟个倔驴似的，什么话都不听，就是这样的嘛。他不如此，楚宁肯定不吃，也没有如今修为见长。为师不要你负责，若有心思，只管替为师恢复修为就行。他只能这么说，因为没办法以一个师长的身份和弟子去谈论这些，实在太过背德。楚宁被揪着耳朵连连哀嚎，虽然一点不疼，但也相当配合。这事的确比较尴尬，可既然有了开头，楚宁就没打算太老实什么的。毕竟苏婉清真的很美，他也做过不少关于苏婉清的梦，如今成真了。赶紧吃完，别磨磨蹭蹭的。楚宁立马笑了出来。好的，师尊。只是此刻的目光一刻不停地落在面前的女子脸上，那绝美容颜之上带着一丝红霞，夜色之下格外的美。宗门大殿之内，珠峰长老齐聚，宗主陈玄天在守卫，而伤势已经恢复过来的江清月同样在列。一长老拱手开口道：宗主，少宗主受伤严重，体内5脏6腑都被打得移位，此刻仍该休息啊。然而江清月却是一脸恨意，咬牙开口道：无妨，既然老师已经喊我前来，那就商议如何处理那个废物。此人呢，我必将其扒皮抽筋，让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众多长老都是深吸了一口气，背后发毛。但对于江清月来说也的确如此，他被打到昏厥，道心都快被打烂了，而对手只是一个昔日的废人，谁能不气？只是宗主，那阴阳玄龙丹说给就给了，倘若他们还不给传承能如何？陈玄天微微一笑，脸上露出阴翳之色，莫非是当本座蠢？自然是在那阴阳玄龙丹之上做了手脚，只要苏婉清吞下，本座就能通过手段察觉到，从而彻底掌控此人。不只是他的传承，即便是此人，仍然是他的，届时就是他陈玄天的玩物。你苏婉清不是清高？
等到那天，那才是真的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众长老都是大喜，纷纷认可。江清月也是松了口气，可觉得遗憾，那丹药吃了它就能突破4境了，可惜轮不到他。诸位长老，人域之内可有18岁成就3境之命的修士？陈玄天此刻心情大好，朗声大笑说着：有。天玄宗天玄道人的弟子，16岁成就3境之命，可此人灵根比苏婉清还要恐怖，乃是天生道体。可楚宁是什么人？一个灵根测试没资格入门的废人，18年也不过是淬体3层的修士。就算是他这些年一直在隐藏蛰伏，苏婉清暗中培养此人，可仍然能证明那传承之大。这件女人瞒着任何人不把传承拿出，甚至清月他们都不知道，足以见得这传承重要性了。然而这传承，我太玄宗必得。江清月听到这话，立刻附和。苏婉清那种剑种隐瞒如此之深，即便是弟子都不清楚，可见其心机深沉，只是不知道这传承应如何取得。陈玄天点头认可了这说法，转而扫视众人一圈。虽然本宗已经安排了那丹药的手脚，可仍然觉得不太稳妥。诸位以为如何得到那传承？有人开口：搜魂抢夺当然最好，可苏婉清不会想不到，他的传承甚至可能不在身上。有人肯定，如此怕是即便搜魂楚宁也于事无补，反叫他们2人心生忌惮。一长老笑言道：在下以为苏婉清的老师也是小竹峰之人，他不愿离开小竹峰，多是因为他老师的存在，想要与小竹峰共存亡。对于此事，仍按照宗主安排，大家都不要去干涉。而至于传承，想要得到怕是不简单，首先是要小竹峰的那2人对我等放下警惕。众人纷纷看去，陈玄天也是觉得有点意思。哦，3长老以为然，多以利益让他们对我等放松警惕，再从关键节点卡住他们所需修行的资源，想要资源就拿功法来换取。老者双手负后，笑着解释道：如此这般，一物换一物，倘若担心他们对我等有警惕，那就循序渐进交换，以此保证我太玄宗利益不受损。至于之后得到了那传承，这2人也就没什么用了。众人皆是点头，陈玄天也是忍不住感慨，这办法倒是好办法，就按这么说的来，明日再去送一些资源过去，就当是好了。此刻为首的陈玄天嘴角露出笑容，等他们彻底没了价值，等到这场风波过去，就是他们2人的死期了，本宗甚是期待啊。与此同时，小竹峰内师徒2人显然早已经是看清了宗门面貌，皆是道貌岸然，两面3刀。一颗丹药如果真的被苏婉清吞下了，那他想死都没机会了。还好楚宁有挂，至于现在，肯定是想坑他们一波大的。眼下2人的目的就是如此，只是因为白天的那一吻，让楚宁也不瞒着了。吃饭的时候都目不转睛盯着苏婉清，还时不时的搭话：师尊，今天的月色挺不错的，师尊您看看，之前为何没发现咱们这小竹峰这么好看呢？师尊，您的饭菜做的也蛮好吃的。苏婉清一句话都没搭理，他只是埋头更深。你这话说的真的是月色和竹林吗？怎么白天还那么正经的弟子，晚上就有种想清理门户的感觉了？他是真的不带瞒着的。可苏婉清一想到楚宁之前就可能对他有点想法，偷他衣物，还告白与他，大概也能猜得到了。其实早先就有心思，如今在这一吻上做文章，可谓是要如何解释这件事情，你才会相信世极从权？他解释不清楚的，因为他自己都不信这个。世极从权，你换种办法，干嘛直接吻上去？不还是因为楚宁这段时间的举动，心情发生了变化，加上今天楚宁的突兀告白吗？苏婉清当时答应了，不过眼下似乎不太好处理，他很尴尬，有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只是匆匆吃完饭，急忙回到洞府，说是去修炼去了。可他哪有什么心思修炼？他要找个地方躲躲弟子，不好面对啊。而饭桌上的楚宁望着那慌忙逃脱的身影，也是微微一笑。师尊这般模样倒是很好看啊，他是不是真的尊师重道？那是必然的，养育之恩教授之恩在此，大事之前他很分得清楚轻重。然而内心的心思他也没办法否认，觊觎就是觊觎啊，身材好相貌好还温柔，做饭还这么好吃，妥妥贤妻。不过楚宁断然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那只会让苏婉清反感。不过他倒是可以不用瞒着了。系统，你这个对象绑定得很好啊，给你点个赞。楚宁乐呵呵的傻笑，此刻查看贡献值余额，之前12万4，10万购买了龙象镇玉镜，然后获得了一些，3万买了忤逆诛伐，又获得了一些，之后又是多多少少用了点，如今剩余贡献点余额16000。16000，是不是琢磨一下升级一下缥缈剑诀呢？见到法门，楚宁其实很向往，御剑乘风去，除魔天地间之前看到同门剑修都羡慕不已，
可楚宁因为资质问题，练剑这辈子都没希望了。可如今绝对是可以的，进阶完了就可以帮师尊疗伤了。就是感觉现在的师尊可能会跑路，很可能还不给进，但无妨，找个理由就好了。修为恢复可是相当重要的。童子，帮我进阶缥缈剑诀、长春不灭诀、龙象镇狱诀，这些都是可以进阶的。长春不灭需要10万贡献点，龙象镇狱境需要100万贡献点，缥缈剑诀仅仅是需要1万。1万不算多也不算少，不光对楚宁有好处，等到苏婉清恢复修为，其剑道也可以更进一步。不过楚宁忍不住有了疑惑，察觉到了不对劲。功法进阶算是个什么形式的呢？系统，我进阶的功法还算不算是原来的功法，或者说是你从未来拿出来的？我师尊进阶的缥缈剑诀，天道有缺，万物自是有瑕，功法进阶只在于以其他功法优势弥补原本功法所缺失之处，类似功法推演之学。那楚宁懂了，长春手、长春不灭诀是一个人推演出来的，那系统就是直接把功法拿过来卖，如果是没有的，就是补缺，那很不错了。缥缈剑诀为北域太玄宗天骄剑修苏婉清所创，剑法灵动飘移，缥缈无双，创造功法之人评价，吴必生见到领悟在此，无双之姿，力压同辈天骄不敢抬头。好，一看就是全盛之时师尊说出来的话。功法进阶中，楚宁好奇等着，已消耗1万贡献点，进阶缥缈剑诀为浩渺剑章。浩渺剑章为缥缈剑诀综合相关剑术宗旨所弥补，于缥缈剑意灵动优势之上再做推演，得窥一丝天道浩渺之意。剑章本身意在阐述缥缈剑诀缥缈之意，助修士更加契合领悟缥缈剑意，同时可融合一部分天道缥缈之意，剑之大成，身剑合一，字画缥缈。楚宁盯着这些废话好一会，没看明白。显然对于复杂的东西他琢磨不明白，没那么多脑子。说简单点，进阶之后干啥的？定，以为宿主简化，更高一层的剑道理解，更加契合修士，更方便修士领悟。修炼大层之后可完美虚化。那楚宁懂了，卧槽，完美虚化。虽然这功法进阶之后好像单纯就是帮助理解的，提升似乎没太大，但窥探到了一丝天道缥缈之意，大成之后完美虚化，到时候别人开大的时候直接一手完美虚化，不是相当完美？楚宁大喜，正在帮助宿主领悟缥缈剑章。缥缈剑诀本身楚宁就记得，而进阶之后的功法其实改动不大，因为已经相当的好，变化就在于楚宁根本还没琢磨透剑意呢，此刻靠着功法进阶带来的变化，已经是领悟了缥缈之意是什么意思了。剑意居然感悟提升了那么一点点。楚宁年龄18，资质中品灵根，修为3境之命，进度87%，功法长春不灭诀第3层，生生不息，龙象镇狱境第4层，龙象显化，浩渺剑章第4层，登堂入室。楚宁一愣，缥缈之意大概是理解了，也能动用，其实就类似于感受那种空寂的状态，但建议他还没有完全掌握，直接就第4层了。卧槽了，太 bug 了吧。楚宁也很快理解了，这玩意估计核心就在一缥缈剑意。修行基本的剑法基础就修行剑术，剑术修行差不多了就修行剑意，剑意提升的差不多了就要窥探缥缈之意。江清月30年还在第3层，剑意剑术什么的都到了巅峰了，但就在于窥探不到那虚无缥缈之意，更别说能融合一部分天道，窥探天道浩渺之境了。属于一步步的提升，但楚宁靠着外挂直接干到最后一层了，那很有生活了。楚宁不喜欢天骄，因为天骄太猛了，但如果天骄是自己，嘿嘿，哎呀，楚宁心情大好，缓缓起身走向苏婉清洞府。时间也差不多了，这天色已晚，该帮助师尊恢复修为了。阿楚宁笑着上前敲门，但没说修为的事情，毕竟今天2人才发生亲密接触，怕是苏婉清身为女子对这种事情回避很多，要是不让她恢复，那楚宁就亏大了。故而此刻也只是一本正经的开口，师尊不是之前说叫我见到的吗？弟子想问问师尊一些关于见到的细节。洞府内很快有声音传来，明日再说。楚宁一愣，果然猜对了，师尊估计都不敢见他了。楚宁无奈笑着，既然见到不交，那弟子帮师尊恢复修为总可以吧？这你总不能拒绝了。明日再说。楚宁嘴角一抽，还是明日。看来今天的事情的确让苏婉清觉得很尴尬了，这要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师尊怕是直接就绷不住了。楚宁无奈叹息道，师尊不见我，是担心弟子做些什么玷污师尊清白吗？可今日之事在于师尊，直接就甩锅。
你不能怪我啊，我啥也没干，你嘴对嘴送我丹药的。果不其然，苏婉清在里面直接就炸了，说了明日，睡你的觉去，累了一天了，还这么有精力是吗？洞府内的床榻之上，面色涨红的苏婉清捧着楚宁给他的功法，看了半天都没看进去，因为一直在琢磨这事。我们是师徒，不是其他关系，若是其他关系还好，可楚宁是他看着长大的，从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孩子到如今长大成人了，这种感觉让他的心情有些抑郁难平，不知道如何处理。长大还好，可长大了要往他床上爬怎么办？别说现在没发生什么，这要是放任下去，迟早的事情。男人脑袋里面不就惦记这件事情吗？况且这件事情弟子没听他的解释，或者根本不在意他的解释，因为弟子不光长大了，心里可能还有了心仪的女子，就是他，故而心乱，根本不敢这种时候来见。此时苏婉清只是嗓音清冷开口道：宁儿，今夜时间不早了，你早些休息，明日再说这些好吗？门外的楚宁微微叹息，师尊这般说，不还是不信任弟子吗？你说呢？为师信你，信了你，你要真做点什么，谁来负责？真让你负责？多大的人，毛长齐了吗你？苏婉清嗤笑一声，不打算理会，他得把这功法琢磨透彻了再说其他的。只是下一刻，楚宁略带无奈的开口：弟子承认早些时候就对师尊有所念想了，毕竟师尊这般人不只是修为高，同样是容颜绝世，可心中有念想不代表要做出来，喜欢一个人也不一定真的非要做些什么。弟子之前可对师尊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如今今日之事不能说因为师尊，可还是和师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只是因此就耽搁自身大道修行，果真还是师尊吗？洞府前，楚宁就这么等着，然而等了许久仍不见回应，眼下也是没办法了，得完犊子了，不光师尊见不到了，贡献点来源也没了。哎，明明白天才亲过的，现在晚上都不见人了，女人的心思好难猜啊。只是正当楚宁要离开之时，洞府门吱呀一声打开，苏婉清身上只是披着一件外衣，光洁脖颈之下并无里衣，显然是只穿着一件肚兜。此刻的女子面色淡然，瞥了眼楚宁，进来说话。小竹峰、苏婉清洞府之内，二人一人坐在椅子上，一人坐在床榻之上。男子面色苦楚，女子面色清冷淡然。二人并未对视，是苏婉清并未看着楚宁，让楚宁进来，其实也是知道楚宁这番话是有道理的，但为师不都说了，是个误会。你不吃，不这么喂你吃得下去？那东西对为师有用吗？看，你如今已经是3境后期了，修为还这么稳固，难道不是好事吗？如今拿这件事情也与起他来了，呵，跟他玩这套。苏婉清玩心思的时候，楚宁还没出声呢。不是说要问剑道吗？愣着做什么？楚宁闻言回神，尴尬一笑，没忍住盯着看了，忒好看了，还蛮有料的。师尊，弟子想问缥缈剑诀的事情。苏婉清嗯了一声，问吧。缥缈之意就是缥缈剑诀精髓所在。是，但你无需考虑，你只需按照为师先前的办法，先练剑就可以了，不要好高骛远。虽然这东西对你如今提升不大，但未来绝对有好处。那要是弟子领悟了呢？你没必要拿大道的事情当幌子，是不是领悟为师自己清楚。江清月修行剑道30年，仍未领悟缥缈之意，也不过剑道第3层。楚宁说领悟就领悟了，那你很天才了。而对这种荒谬绝伦的事情，苏婉清有判断，单纯就是借口。你就是想进来。都说了，白天的事情只是个意外。眼见苏婉清不信，楚宁倒也没急于表现自己，因为他这些年就没练过剑，若是拿出来了，难免会让苏婉清觉得怪异至极的。慢慢来就是了。楚宁只是忍不住苦笑，望着一脸警惕的苏婉清也是无奈。师尊，你我师徒2人何以相宜至此？难道为师不该对你存疑吗？弟子对您也不算差吧。苏婉清呵呵笑着，翘起2郎腿，其白藕一般的长腿暴露在空气当中，格外诱人。只是察觉到之后，苏婉清立刻就是遮住，刚露出来就盯着看。你倒是不瞒着，倘若今日你没说那话，为师断然不会如此。我不说，师尊能让我进来？自然不会。那说明师尊对我其实并不警惕，知道弟子不会做些什么。苏婉清微微眯起眼眸，那倒是，你属于有贼心没贼胆，不然你会偷我外衣。那为师问你，你如今留在为师身边，是觉得为师是你师尊，还是因为其他？楚宁倒也不瞒着，因为没必要显得虚伪，认为师尊是师尊，为其一也是绝对。师徒之恩，楚宁当然不可能忘，这才是最大的。苏婉清听到这话，其实还算满意，至少这逆徒还没太逆。还有其他的？楚宁坦然道。
当然也是将师尊视为女子看待，弟子并不想隐瞒。而且为师尊疗伤对弟子的好处也是很大，这些都是真的。开诚布公一说，楚宁倒是坦然，可苏婉清倒是内心忍不住嘀咕：你可还知道我们是师徒吗？既然知道，可知道天下师徒都没有这样的，直接一个问心无愧，视为女子看待，你倒是很大胆呢。不过既然直说，苏婉清也没什么纠结的。你见过的女子太少，对此并不了解属于正常，等你日后见到的多了，未必还会有这样的心思。可若此情不渝呢？是师徒之情不渝，还是你觊觎之心不渝？师尊用觊觎似乎不太好吧？喜欢也能被说得这么难听。苏婉清嗤笑，可有什么区别吗？楚宁琢磨了一下，觊觎是单纯好色，弟子不只是好色。噗！苏婉清一口老血差点没吐出来，她一脸错愕地望着楚宁，看到那眼神之中唯有真诚了。你倒是能说得出口。楚宁无奈两手一摊，师尊既然问了，弟子也就直说。难道我说我不喜欢，师尊就相信了？何不直接告知？苏婉清咬牙切齿，攥紧拳头。那你可知此举背逆人伦，说出去被人耻笑。弟子只是喜欢，可师尊是直接做了，师尊不是更过分？为师说了，事急从权。楚宁微微一笑，即便不论这个，倘若我修为够高，天下何人又敢多说半句？苏婉清一愣，这口气倒是很大。楚宁的气魄其实很吸引人，他的性格就是那种直来直去，从来不弯弯绕绕，有情说情，有恨报恨，便是如此。只是说的这么直白，倒是让苏婉清有些不会了。他也不过是见识比楚宁多了不少，但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哪里懂那么多。他只想着用一些话呛死楚宁，让楚宁别提这事了。咱们是师徒，这样不太好。你这样让我很害怕，给我疗伤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可楚宁那是真的半点不弯弯绕绕的，直接就明牌。这让他怎么说，让他怎么做？让弟子滚蛋，离远点。别开玩笑了，且不说他对楚宁的感情相当复杂，同样对楚宁也有不可割舍的情分。说的难听点，弟子为他恢复伤势的恩情，他都没办法报答。可这份感情如果真的摆在明面上，弟子可以不在乎，他却是不行。这是他看着长大的，要是真往他床上爬，他不会一脚踹开，而是会撒腿就跑。舍不得踹开啊，有感情的，可要是真往男女之事上考虑，他哪敢如此思绪之下。苏婉清只是叹息一声：宁儿，为师不想在你这里为难。楚宁笑着开口道：师尊有什么为难的？无非是觉得真的要和弟子结为道侣了。可弟子若是只是喜欢，什么都不做，师尊岂不是不为难了？这关系哪有那么好突破的？他也知道那一吻单纯就是个意外，真要突破关系，那就不要琢磨了，早着呢。此话一出，苏婉清微微一愣，是我想歪了，他其实只是有心思，但真的就没想做点其他的。楚宁仍然是笑着，师尊不愿，弟子定然不会为难，毕竟弟子心目中的师尊仍是那无所不能镇压一切的师尊，也想那样的师尊回来。如果弟子真的做了什么，到时候您不就直接给弟子砍了，那就亏大了。听到这形容，苏婉清也是忍不住笑出了声。你倒是很会说，倘若你真的要做什么，也不会为为师恢复修为，怕是直接就动手了。楚宁起身点了点头，所以弟子没有对师尊做什么的想法，只有让师尊重新回来的想法。即便是要谈论此事让师尊接受，起码也是要师尊重新屹立在这天地之巅，难道不是吗？苏婉清没有回答，只是望着不断走来的弟子。他的确对自己有心思，他的判断也没错。今日白天的告白其实就是了，他接受了，是对弟子感情的无法割舍，是心绪的复杂，但真要谈论，他很为难，因为视角无法转变，至少现在无法转变。可弟子给了他一个台阶下，此情如今只在师徒，不在男女情爱。而他的纠结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因为弟子并非其他人，而是那个真的会尊重他看法，而并不因实力就趁机谋取的人。此刻苏婉清的心神微颤，彻底是放松了警惕。今日一吻全当过去了，他不介意，因为看到了弟子的成长，而弟子早就成长成了一个真正可以依靠的存在。此刻楚宁已经来到苏婉清面前，双手落在他的肩头。弟子为师尊宽衣，即刻疗伤。苏婉清无奈笑着，知道楚宁在趁机偷看，但都给他疗伤了，看两眼又能怎样？为师自己来即可，并无戒心，是因为知道弟子早就对他有点别的意思了，可之前也并未做些什么。他很信任弟子，如果他真的是要做些什么，为何不是之前就做了，而是帮助他恢复修为？此情不渝，其中绝对会有师徒之情的，一生相伴。趴在床榻之上，仅仅是穿着肚兜和亵裤的苏婉清忽然发笑。做师徒也是一生相伴，做道侣也是一生相伴，其实都能解释得通的。可让他把弟子
真的当成一个男人看待的话，感觉好怪。他还记得楚宁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呢，黑乎乎的，很可爱的。现在已经到他床边了，他敢说让楚宁上床，楚宁还就真敢爬上来，是真不把这个师徒身份放在眼里了啊。不过苏婉清并未介意，被这样的弟子喜欢，还夸赞他容貌好，其实心中也会有些小小的窃喜。这种喜欢很干净，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修行界内实在太少了，他可以接受这种喜欢，倒是接受弟子头疼得很。罢了，他要开始了。带着老茧的手落在苏婉清背后，那种刺刺麻麻的感觉让他感觉到异常的舒适。老茧并不会弱化这种体验，反而是会加强的。至于楚宁为啥长春不灭3层了，还得这样修复，其实早就能隔空渡气了，但人家长春手不能浪费了啊，怎么能因为功法进阶而忘却过去呢？不能忘本啊，哈基宁。原本的苏婉清已经是摸透楚宁的疗伤手段了，长春之意灌注，可这次很不对。身后楚宁当即运转一身修为，3层长生不灭，3境后期修为能够生成的长春之意，岂是之前可以相比的？刹那间，磅礴长春之意凝聚，瞬间通过苏婉清背后经络入体。如果之前的是小溪，如今这个就是江海。一声猝不及防的鹰叫是苏婉清没想到的，他都已经在控制了，可没想到梁这么大。宁儿等等，他必须要先炼化了这长春之意再说其他的，不然遭不住，怕直接就崩了。苏婉清立刻起身，楚宁也是一愣，慢慢修复不行吗？显然不行，量太大了，这玩意就得循序渐进的来。苏婉清立刻盘坐起身，也没顾及前面是不是被楚宁瞧见，引导体内长春之意修复自身破损经络。这次的进度格外的大，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 5%， 奖励贡献值5万。楚宁原本一脸震惊盯着，我的妈，之前是真没发现，师尊是真的很有料啊，这还是被保护着，那要是没了这层障碍岂不是？此刻苏婉清一脸震惊，睁开眼睛，嘴角露出笑容。宁儿，这次进度很快，怕不是为师？只是话还没说完，就看到楚宁也同样震惊。苏婉清一愣，陡然顿住，此刻嘴角都在抽搐。你就真的不琢磨别的吗？有机会就要看两眼是吗？甚至楚宁还没回神，俩眼珠子里满是对软饭的渴望。楚宁！苏婉清一声怒斥，楚宁陡然回神，对上苏婉清通红愠怒的面色，楚宁尴尬一笑，嘿嘿。苏婉清懒得搭理什么，只是不动声色地拿起外衣遮在身前，这般继续调息，没什么问题吧？你敢说有问题，你就完了。楚宁也不敢说，太明显了，师尊都发现了，还没说法，有吃的就得了，还打算吃饱啊？没什么问题，看来师尊恢复的不错。苏婉清这才嗯了一声，进度很快，快到超出为师的预想。楚宁立马乐了，那继续。又是磅礴长春之意灌输，苏婉清这次故意咬住手掌，这才忍住发出奇怪的声音后继续盘坐，又是继续恢复。系统叮叮叮叮叮，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 5%， 奖励贡献值5万。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 5%， 奖励贡献值5万。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 4%， 奖励贡献值4万。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 3%， 奖励贡献值3万。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 2%， 奖励贡献值2万。苏婉清从一开始的不爽到逐渐的爽了起来，弟子还真好用啊，自己养大的用着就是放心。短短时间，体内大部分的经脉都被修复了，甚至已经能重新感受到灵气了。下一步就是破损的灵符了，甚至于他都没继续遮着身前，让牛出力，好歹给牛吃口草吧，反正又不是没看到过。只是他感觉到这长春之意越来越少，以及弟子的眼神越来越萎靡。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楚宁那是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可后面逐渐的无感了，甚至再往后都要休息了，而且长春之意越来越少了。苏婉清有些欲求不满，可扑通一声，楚宁直接一头栽倒在地上。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累计 20%， 累计奖励贡献值20万。修为恢复进度 31%， 1/3的修行恢复了，可楚宁也已经燃尽了。我尼玛，消耗太大了，楚宁已经没力气了，感觉到两眼一黑快嘎了。苏婉清猛然蹦起身来，之前都是倒床上，这次怎么倒地上了？你到为师身上又不会说你什么？急忙上前扶起楚宁，苏婉清脸色又是愧疚，宁儿，为师可能要的太多了。楚宁哪还有心思来点骚话，此刻都有点有气无力了。燃尽了师尊，这玩意就跟男人似的，年轻的时候生猛，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到后面就没任何念想了。他没一个时辰
就感受到了男人从青年到晚年一生的变化。绝望啊，还是太少了，才恢复20%，这样下去得啥时候才能让师尊修为恢复啊？苏婉清抱着楚宁起身，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楚宁抬到床上去。宁儿，魏师大部分的经脉都恢复了，下一步就是灵府了，估计还需要个几天的时间。楚宁摇头，虽然这次没啥力气，但好歹没昏迷过去，说明他变强了不少啊。望着身旁满脸笑意、面色泛红的女子，楚宁感觉到很欣慰，很少看到师尊脸上露出这么开心的笑容了。女子轻抚楚宁发丝，为他盖上被子。没有宁儿你，为师也不会这般。楚宁撑起一个笑容，弟子希望师尊日后天天开心。苏婉清闻言一怔，嘴角露出笑容，有你在，不就是每天都会开心吗？那师尊还防着我，今天还不让我进来。苏婉清一把揪住楚宁的脸，扬怒道：怎么，小徒弟立功了就打算言语轻薄为师了？胆子这么大，弟子倒想动手轻薄，可无奈有心无力。苏婉清轻哼一声，猛摁了楚宁眉心一下，贼心不死，睡你的去。楚宁实在是有点困得睁不开眼了，不过还是询问：师尊还是去地上睡吗？不，为师精神很好，去修行那功法去了。师尊您慢慢修行。对了，这储物戒弟子解开了，师尊有什么需要的都可以用。说完就没声了，握着储物戒的手落在苏婉清腿上。洞府内又是一片静谧，苏婉清眼神中并无其他身影，有的只有温柔。或许只有楚宁睡着了，他才敢这么看着楚宁。从一开始的担忧忌惮到如今的不设防，他的心何尝不是在变化？否则弟子哪里看得到那么多？果然啊，弟子还是老老实实的看着顺眼。睡吧，睡吧，累了一天了，也是该休息了。疗伤之后，苏婉清的气力也恢复了不少，甚至已经有了重新修行的体力了。他盯着楚宁看了很久，久到他自己都不清楚多久。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几乎残忍，修为尽失，宗门针对，徒弟被逆离去，可至少身边还有人在意他，就是这个在意他的人好像对他有点另类的想法。苏婉清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但他并不讨厌，这种心思很纯粹，再怎么如何他都是答应了。这一刻或许是感受到了楚宁真的要和他携手相伴共求大道的感觉。若说真的以男子看待吗？弟子模样也相当不错了，身段也很好，如今的确是一个大男人了。心烦意乱该怎么办？很简单，修行便是。拿出那本武逆诸法的功法，苏婉清眼神微动，这东西此刻可以说非常适合他了。苏婉清不希望被当成一个花瓶对待，也不希望一直被人照顾，他从来要强，如今道心再度重塑，自当如此。弟子保护他。不应如此，他年纪还小，不该承受这个世界的恶意，至少也是他陪着弟子一同承受。纵然修为尽失，可苏婉清仍是人欲难得一见的天之骄子，神品极至天灵根，板上钉钉的圣人境界，甚至未来绝对可以有机会争夺那天下第一的存在。他的理解并没有丢失，他的天赋仍然还在。一本功法，他只是看上一眼就立刻洞悉其中关节。法体双修，法修内练灵府、神魂，成就仙人手段体修，外练筋骨皮肉以及气血。而这本武逆诸法几乎是直接分开了法修和体修的内容，而后续又是单独罗列出来法体双修的路数，细节的几乎完美，他只需要看体修的修炼手段即可了。很快他便是理解，武逆诸法最适合他这样修为尽失的人。靠着自己原本的修行理解，可这具身体的架子，他可以很快的凝聚气血，用以淬炼身躯体魄。苏婉清没有犹豫，如今的时间几乎就是生命了。储物戒是如何被打开的？他不太清楚，弟子手段如今当师尊的他都不晓得了。既是二人之物，他也就没什么犹豫的。找了好一会，找到了好几种一品药材，来到浴池，换上药液，调配许久之后，盘坐其中。刹那间，药力几乎要将他的皮肤灼烧。没有丝毫犹豫，苏婉清立刻就是调动体内气血，开始按照武逆诸法手段来塑造最适合肉身修行的突破。重塑需要移位经脉和五脏六腑的位置，用以更快的气血调动。他掌握起来不算麻烦，但伴随而来的痛苦几乎是剧烈的。可任何肉身的痛苦能比得上心痛的那种撕裂感？如何能不扛得住？不知多久，那种痛彻心扉的苦痛终于结束，而这过程中他几乎都是一声不吭。周身渗出黑色气血，那是淤血。他缓缓起身，已经感受到这具体魄不一样了。他可以承载气血修行，也可以承载灵气修行，这才是法体双修的体魄。果然，这功法不俗，可以修行，而且功法脉络上来看，比起太玄宗的太玄秘法还要更为恐怖。功法从何而来，他不在意了，只在意是不是真的能帮助弟子。继续闭关修行，其身躯境界以一个几乎诡异的速度
来到了一境铜皮境。然而体内气血仍旧充盈，甚至还可以继续提升。本身就是走过淬体9层的，加上6境修士肉身不俗，步入1境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刹那间气血之力勃发，2境铁骨，气血之力仍然还有，但不多了，只是堪堪来到了2境中期，实力已经有了一部分了，虽然不多，但至少能做些事情。不知是过去了多久，苏婉清缓缓睁开眼睛，身躯之上早已经是淤血遍布，但他感觉到浑身上下充斥着气力，再也不如先前那般手无缚鸡之力了，这便足够了。今日他苏婉清重修，1日体修2境，纵然日后修行困难重重，他一时不惧。他苏婉清乃是北域绝对的天骄，如今即便是重走修行路，以体魄方式入道，仍会极快，比任何人都要快。如此想着，他心中微微放松，脸上也是带着笑意。不过如此模样，还是别让弟子看到了。如此想着，便是起身换上灵泉。现在一身淤血，实在不太能入眼。在步入灵池之后，周身淤血消散开来，又是那柔弱无骨的娇躯呈现而出。体修的修行并未让他的身上长出一身肌肉，只是让他的身体素质更强横了一些罢了，该有的仍然还有，仍然是那般波涛汹涌，犹如突兀雪山之处的一点寒梅仍然还在，此刻暴露在空气当中，他自己都看得忍不住有些失神了。之前倒是从未注意，话说这个是不是对男子的吸引力很大，所以弟子就盯着看。苏婉清没忍住笑了笑，年纪太小，见得多了可就没那么可爱的举动了。楚宁仍未起身，睡得很沉。苏婉清很快找了一套衣服，一件金色肚兜蟹裤，一件白色长袍，再度换上，早已经是神清气爽到了极点，重新有自保实力的感觉，让人真的很痛快。做饭，弟子昨晚就没吃，早上起来必定会很饿。如此想着，苏婉清嘴里轻哼着小曲做饭去了，显然心情很好。床榻之上，楚宁的某处逐渐有了反应。起床嘛，肯定有一头掀起来的。现在修行那龙象镇狱境，火气真的很大。年轻人的好处就是如此。猛然睁开眼睛，长春不灭第4层。楚宁陡然起身，二话不说就是来到了屋外，甚至都没听到身后苏婉清喊他吃饭的声音。苏婉清想着顺便说说他如今的变化，不是花瓶了。可楚宁好像没听见似的，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刻找到了一棵快要枯死的小草。长春不灭，一缕缕精纯长春之意覆盖在那枯草之上。楚宁深吸了一口气，这功法并非是简单的修复功法，长春不灭是春意，生命之意。这种脉络的修行功法，此世不存，因为修行到了极致，怕是死而复生都能做得到，能让老者变得年轻，能让衰竭的器官变好，这他妈的是生命意境啊！创造这功法的人的多调，这么狠的功法，来上一句狗都不学，狗都不学，我学。师尊。楚宁转头笑着看向正在做饭的苏婉清，后者疑惑回头看来，怎么？师尊真好看。女子嘴角一抽，二话不说拿起锅铲就走了过去。一大早上不琢磨别的，琢磨这些，有那心思，好好修行。苏婉清一字一顿，眼神恼怒，却没用力。不过还是帮帮帮。连续3铲敲在楚宁脑袋上，后者丝毫不恼，而是振奋。他小声开口道：师尊，弟子如今手段更强了，今晚起码2个时辰起步。闻言，苏婉清微微一愣，进步这么快的？昨晚也不过1个时辰，很自信吗？苏婉清同样没再说那个话题了，只是嘴角忽然露出笑意。你修行至3境用了多少天？为师可是半个时辰都没用到，如今靠着忤逆诸法，有了保护自己的手段，当然要和弟子分享。宁儿，可发现为师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楚宁瞧着面前苏婉清，迟疑片刻，换了身衣服。苏婉清笑容神秘，摇了摇头，看不出我修为境界。再看。楚宁又是疑惑，问这个干啥？有啥事不能直说？哦，懂了。女人有了变化，都喜欢让男人亲自找出来，而不是说这样会有成就感是吧？那是发型。苏婉清扑哧一声，没忍住笑意。你所观察的只是为师的外表吗？当然不是这些，而是其他的。楚宁感觉到有些头疼了，不是衣服，不是发型，甚至不是外表，那就是内在了。此刻的楚宁一愣，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视线缓缓向下。师尊，不能是这个吧？苏婉清皱眉，什么这个那个，修为你都看不出来，为师可没掩饰。顺着视线低头，原本脸上带着笑意的苏婉清表情陡然僵硬。逆徒。灶房里，苏婉清一把揪住楚宁的耳朵，脸都红到了耳根子。让你看修为。修为？
难道看不出如今为师境界吗？你看什么呢？楚宁尴尬的有点想死。不是，那你也没说明白啊。我琢磨您要展示一下的。楚宁急忙笑道：恭喜师尊，贺喜师尊啊！没想到师尊刚刚重修就已经是如今的气息，怕不是已经在体修进度上有所造诣。话说师尊，这是2境了。苏婉清冷笑一声，如今倒是看出来了。楚宁挠头笑着，弟子就睡了一晚，师尊进步就如此神速了，属实没猜到。难道你如今3境，为师难道就猜到了？为师关注的不也是你修为境界进步？可你呢？如今脑袋里是在想什么？用得着为师挑明？说着，苏婉清便是嗓音娇柔，轻哼一声。楚宁觉得这话题干脆还是过去吧，不然实在是忒尴尬了。那个师尊，弟子帮忙做饭，饭好了，准备吃就是了，去洗手。好的，师尊。尴尬的对话终于过去，饭桌上2人相对而坐，一桌丰盛的饭菜，各种肉类蔬菜都有，小竹峰这东西倒是不缺。楚宁吃得嘎嘎香，昨晚没吃东西，属实是饿了啊。苏婉清倒是一直在关注楚宁的修为，他的进步似乎不比自己慢，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天才了？倒也不错，如今不会太拖累弟子了，之后的修为就要继续用药材淬剔了。不过话说，太玄宗的人仍然是没来，按理说也该到了。宁儿，如今为师2境了，已经是尽可能的掩饰了气息，你的修为突破也要尽可能的掩饰，对方不知道你的底牌，你的胜算才更大。楚宁这才想起来这回事，这几天修为提升的忒快，忘了这茬了。待会找系统买个掩饰修为的玩意。楚宁点了点头。师尊，话说体修境界和法修境界的差别是在哪里？因为没有修行，楚宁也不太清楚。苏婉清感受了一下自身，并且是结合自己过往经历给出了判断。3境之前，体修碾压同境修士，到了4境之后，几乎就是被摁着打了。修士3境即可御风御剑，灵活方面要远胜靠着肉身力量的体修，大概是这样。楚宁了然，那法体双修差不多就是结合这2者的优势，但相对来说修行速度很慢。苏婉清嗯了一声，的确如此，6境之前靠着为师的资质应该差不了太多，可6境之后估计就很难了。无妨，弟子会帮着师尊一起提升的。呵呵，吃你的就是了，这些能吃完吗？楚宁立马点头，没什么问题，因为好吃啊，怎么可能吃不完？苏婉清微微一笑，格外动人。他在想着，弟子好像也没太多变化，除了嘴上花花起来以外，和之前其实也没差了太多。这就属于什么呢？有贼心没贼胆，也就会嘴上花花一下了。苏婉清对此觉得还是蛮新奇的，觉得楚宁倒是蛮好玩的。2人继续吃饭，而一道身影忽然出现。苏长老，楚宁。师徒2人对视一眼，纷纷做好准备。来者一袭黄色道袍，为太玄宗丹峰峰主李胜，6境巅峰修为。老者脸上带着笑容，走到2人面前，看到2人是在吃饭，也是忍不住攀谈起来。这饭菜的味道倒是很香，不知道老夫能否也尝尝。苏婉清眯眼笑，听到笑，老者还以为苏婉清同意了，就是忍不住要坐下。可紧随其后的就是苏婉清的话：你算个什么东西，滚远点别碍眼，你也配吃？老者面色陡然一僵，实在没想到苏婉清能笑着说出这话，他眼神中瞬间充斥杀意，可一想到苏婉清的身份和其背后的传承，忍住了。贱女人，如今只是个废人，还敢如此蹦跶？等你吃了那阴阳玄龙丹，老夫非要亲眼看着宗主处置你这贱种！他最痛恨苏婉清这种人了，100年修为就超过他们近乎1000年的道行了，还格外的嚣张。如今从神坛上跌落，他可比谁都高兴。高处不胜寒，你待得住吗？然而此刻他的脸上仍然带着笑容，伸手拿出一部分丹药。苏长老，前几日你来我丹峰买丹药，老夫收的有些多了，是没记清楚，那药材居然没那么贵，这些是额外补偿给苏长老的，还望苏长老不要介意这些小事。楚宁瞥了一眼，看也没看。区区养神丹，这东西他们都不乐意坑。苏婉清同样是一样的态度，仍是笑着吃饭，可嘴里的讥讽之声从没停下。你是个什么东西，觉得本座不清楚？无非是看到我弟子如今有了实力，还想巴结，本座告诉你，这些烂东西就拿回去，谁稀罕你这东西？楚宁听到这话就感觉有点爽。对，没错，就得这样。师尊的精神状态看来是非常的好啊。老者此刻身负宗主陈玄天之命，这里必须是得送到，不然不好拉拢。可这女人显然记仇得很，不就拿了你几个弟子吗？用得着嘴这么毒辣吗？他迟疑片刻，笑着看向了楚宁思。老夫昨天就听说你3境了，果然是年少出英才啊。正好老夫这边也有不少丹药，不如今天来老夫丹峰一坐，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你的。楚宁看向苏婉清，笑着开口道：3长老，
我师尊对您不喜，毕竟您抢了师尊弟子，如今我是我师尊唯一的弟子了，肯定不能跟您走的，即便是要去，也得问过我师尊才行啊。苏婉清冷笑一声，去个屁！为师的资源难道不够你用的？为师的传承难道还不够你提升的？如今一个修行了1000年还没入圣的老废物，2句话就让你走了。既如此，那你怎么不跟着他一起走？楚宁脸色巨变，急忙摇头，师尊您误会了，您把您最大的传承给了弟子，弟子如何不在您这边侍奉，定无二心。苏婉清容颜清冷道，最好是这样，别给为师发现你和其他人有联系，否则。他一时之间顿住，在外人看来仿佛是没有任何处理的办法。看到这一幕的丹峰长老李胜心中一喜，否则什么？你一个废人，他就算真的离开，你有什么办法？果然是有传承啊，而且还发现了什么？这苏婉清和这楚宁似乎还有些不合，这可是一个突破口啊，如今楚宁可是天骄了，被如此斥责，肯定心中不爽，可以利用啊。老者心中一喜，可还是对苏婉清说道，苏长老如今怕是储物界都打不开了，也没人打得开，那些资源再多如今也没什么用，可老夫的丹堂其内有不少合适楚宁修行的资源，苏长老纵然在对弟子严苛，也不能耽误弟子培养啊，就当是老夫对带走苏长老弟子的赔偿。楚宁听到这话，一脸渴望，使劲点头，对啊，师尊，这对我有好处的，咱们就去吧。苏婉清面色瞬间复杂，攥紧拳头，哎，他说的也对，但你要知道，这老东西是为了补偿为师才愿意给你丹药的，既如此，那晚些时候去一趟就是了。李胜大喜，然而心中却是冷笑，你苏婉清算是个什么东西？看你面子，无非是看你们传承的面子罢了。哼，那老夫就等二位大驾了。楚宁，老夫很看好你啊。说着，老者就离开了，最后一句话带着深意，看似二人表面师徒，但有嫌隙，可以突破啊。如果能得手，那可是大功一件。只是李胜没注意到的一点是，要是苏婉清真的对楚宁没那么好，也不会做这么一大桌子饭菜。得逞之后的师徒二人相视一笑，看今日为师给你骗个大的。楚宁看到如此模样的苏婉清，嘴角也是扬起笑容。师尊鸡贼起来，忽然感觉有些可爱。苏婉清脸色一红，这次是真的攥紧筷子了。说为师可爱，你一个弟子说这话合适吗？这逆徒胆子越来越大了。太玄宗太玄峰宗主陈玄天所在处，一道身影很快赶来，正是从小竹峰离开的李胜。见到陈玄天，李胜当即拱手，见过宗主。今日你去了一趟小竹峰，可有收获？李胜当即点头。楚宁已是3境之命修为，而且修为稳固，和昨日修为虚浮临阵突破之时并不一样，显然修行很快。且在下从他们二人口中套到话，楚宁身上有苏婉清留下的传承，且楚宁似乎对苏婉清有些惧怕，二人似乎是有嫌隙。听到这话，陈玄天微微眯起眼眸，有嫌隙？呵呵。苏婉清啊，苏婉清，如今修为没了，是不是觉得天下的任何人对你都有嫌隙了？他除了修为和实力，没有任何东西能挽留身边的人。无德之人，难怪圣人雷劫突破失败，惹人耻笑啊。之后呢？李胜笑着开口道，之后老夫表示他可以来丹峰取一些丹药，苏婉清没有资源，那楚宁便是羡慕不已，显然可以拉拢啊。陈玄天闻言满意点头，既如此，那就从楚宁下手，告诉其他长老，倘若楚宁需要什么，就给他们，获得其信任。之后在关键节点之上卡住他需要的资源，想要那就需要拿出传承，如此这般比较稳妥。不愧是宗主，老夫懂了。太玄宗丹峰8峰之一，灵气密度虽不如小竹峰，可弟子数量却是远超小竹峰。毕竟小竹峰只收取天骄，如江清月等人可以说都是天骄了，这里的弟子少说都得上千。二人一同赶路而来，楚宁路上嘀嘀咕咕，弟子3境了，是不是能遇见了？苏婉清一愣，也是想到这回事。是啊，待会回去为师教你。好的师尊，爱你师尊。苏婉清咬牙切齿，再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为师非要让你常常记性，别以为你3境就能在为师面前嘚瑟了。楚宁对这威胁丝毫无感。咋的？你2境能干得过我3境？回头练练。苏婉清眉头一挑，笑骂道，果然是胆子大了不少，既如此，那回去便试试。终于是来到丹峰，此地规模格外宏大，并不似小竹峰那般清幽，处处建造华丽至极。丹峰弟子皆着黄袍，二人的出现刹那间吸引了无数人注意。那女子是何人？长得也太美了，难道是来我丹峰拜师学艺的？你瞎了！那女人是苏婉清，小竹峰峰主，北域第一天骄剑修知道吗？就是此人。你说的是那青衣剑圣苏婉清？
我才拜入宗门1年，但我记得此人修为已经废了。对，没错，如今已经是废人了，但别招惹，这女人不是什么好招惹的存在。而其中一道身影忽然是看到二人，脸上露出讥讽之色。哟，我当是什么人呢？楚宁师弟。一黄袍女子款款而来，直接拦路在二人面前。叶妙音早日为苏婉清弟子，如今已经是丹峰峰主王胜的亲传弟子了。对于昨日之事，他有所听闻，可大师姐能被楚宁击败，笑话。看到来人，苏婉清面色镇定自若，早已经是看透了。而楚宁则是微微一笑，呵呵，叶师姐。叶妙音冷笑一声，你一个废人也配称我为师姐？如果不是苏婉清早年看你可怜收留你，你这辈子都进不了太玄宗。怎么，今日前来我丹峰是来耀武扬威的？楚宁仍是笑着，哼，叶师姐虽然另谋高就了，可师尊好歹是您的长辈，连声长老都不喊了。苏婉清摇头，并不打算在此浪费时间。宁儿，先去找那峰主就是了，不必在意这些。楚宁见此也没搭理什么，只是叶妙音又是冷笑着拦住，让你们走了吗？我问了，来我丹峰是做什么的？他如今是丹峰少主层次的人物，我有资格决定你们是不是能留在丹峰，若是不说，那便滚。无数弟子纷纷看来，其他人不敢招惹苏婉清和楚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此人敢，身份高，资质高，修为也是3境层次，格外不俗。入门就是丹峰长老亲传弟子，未来丹峰少主。苏婉清面色逐渐僵硬，怎么感觉他好像就不会教弟子，教出来的好像都没什么道德。不说别的，面前看到的叶妙音，之前的江清月还是其他人，然而楚宁却是一眼看出，此刻眼神逐渐变冷。叶师姐，在你那师尊面前卖弄也好歹有个度，别太过分了。他并未闲来无事找事的，单纯就是来此表明划分界限的，是对丹峰的人说他已经不是小竹峰的人，告诉他的新老师他可以绝对忠诚丹峰，忠诚太玄宗，而不是苏婉清。叶妙音嘴角露出冷笑，仍未后退。哦，楚宁师弟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那我就说得明白点，小婊子滚远点。此话一出，叶妙音陡然大怒，猛然拔剑。然而楚宁周身气势竟然调动，一拳砸在其手腕之上，刹那间清脆骨碎声传来。几乎是片刻之间，楚宁面色阴沉，五指做勾，一把扼住叶妙音头颅，猛然砸下，扑通，刹那间头破血流。他刚痛快哀嚎出声，紧接着又是一道骨裂声，左右手手腕直接砸碎。用剑？你忘了你的剑是谁教的？无数人瞬间愕然，皆是错愕瞪大眼睛，在丹堂的地方对叶妙音动手。好大的胆子，如今的小竹峰可不是小竹峰了。远处一道身影刹那间扑杀而来，丹峰大师兄。畜生，好大的胆子，敢辱我师妹。楚宁看到来人不过4境初期层次，眼下一身苏婉清传承毫不掩饰，龙象镇狱境，周身瞬间呈现宏大龙纹，面对身前男子丢出的法器，只是轰然一拳粉碎，而后又是猛然扼住飞来男子脖颈，猛然砸落在地，一招之术顷刻镇压，二人倒地哀嚎。而苏婉清此刻看到了楚宁递过来的眼神，这才后知后觉从楚宁的强悍中回神，忘了他们得装一装啊。苏婉清立刻得意而笑，哈，我的弟子果然厉害，宁儿，日后为师的威名就靠着你来振兴了，不要让为师失望啊。苏婉清这话说的自己都想给自己一巴掌，他感觉自己好像脑子都没了。而果不其然，有人在看，一道身影赫然而至，正是丹峰峰主王胜。倒地碎裂2个手腕的叶妙音看到王胜，立刻哀嚎，师尊，师尊杀了他们，他们欺负弟子。而那被镇压的男子此刻也是愤怒大呼，老师，杀了此人，此人居然残害同门。然而王胜非但没有站在他们这边，反而是冷声怒斥，他们2人乃是老夫特意请来的，你们好大的胆子，丢人现眼的东西，还不快滚。说完就是看向2人，哈哈，苏长老，楚宁，见笑了，见笑了，来来来，这边请。苏婉清也是冷笑着，今日你的弟子得罪了我，那你不得多拿出一些丹药来给我弟子，要知道我弟子如今可是很需要丹药的。这话说完，苏婉清又是淡淡看向楚宁，为师拉着脸给你讨要丹药，修行之后莫要辜负为师期待。楚宁一脸苦涩道，可师尊，弟子修行只是为了满足您的期待吗？本座如今沦落至此，你要重振本座威名，不是这样是为了什么？可师尊，住口，废话别那么多。身前老者眼角余光看到了楚宁脸上的失落，此刻更是心中大喜，哈哈，苏长老放心，蠢女人，如果老夫真的告诉了他们，他们还会来吗？
不是要看看你弟子的实力。果然，太恐怖了。哈哈，他的机会啊！眼见目的达成，二人来了个短暂的对视。为师这装的如何？楚宁表示太赞了。这老头看着还挺开心。开心点好啊。在无数丹峰弟子的视线之中，苏婉清昂首挺胸，一脸骄傲走在最前面，那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说，这是我弟子，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人看到了吗？我如今的弟子远比之前的弟子要强横，纵然他如今什么都没有了，可我弟子仍能重振门风。而王胜和楚宁并肩而行，老者脸上一直是洋溢着笑容。呵呵，蠢女人，真觉得如今你身上的光芒是因为你不成？还不是因为楚宁？他一直是在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楚宁的模样，时不时地在注意着。越是如此，他们的机会也就越大。丹峰大殿之中，立刻有小弟子奉上座位。苏婉清与楚宁纷纷落座，而丹峰峰主王胜脸上挂着笑容。苏长老，如今你这弟子真叫人羡慕啊！18岁就是3境之命，怕是比你当年的你都不俗了。楚宁呵呵笑着，王长老客气了，都是我师尊的功劳。苏婉清冷哼一声，没什么好脸色的看去。本座能教出一个江清月，就能教出更好的。即使本座如今没有修为，日后也有人扛起我小竹峰的大旗。至于你们，谁敢惦记本座的小竹峰试试？苏长老这话说的，之前的事情不都是误会吗？如此说着，老者便是大手一挥，小楚啊，他格外亲切地称呼着。而此刻，大殿之上也是数十位弟子纷纷捧着丹药而来。一方紫檀木盒，其内静置着一颗成色绝佳的3品丹药。打开之后，药香扑鼻，瞬间吸引了楚宁的注意力。长老，这么多丹药？王胜缓缓开口，一脸淡定地解释道：“此乃3品丹药亏命丹，能助力你在3境更好地打下底子，与你修行有天大好处。这个呢，是3品疗伤丹药，寻常伤势短暂都能恢复。这个则是真元补气散，服用之后体内真气会源源不断，交战之时用处很大。”如此说着，就是直接拿出一个储物戒，装下那20几枚3品丹药，而后就是派人交到了楚宁手中。如今呢，你修为需要很多的资源，苏长老如今受限，没办法带给你这些，我们身为宗门长辈，自然应当照料。收下吧。楚宁大喜，一脸激动。王长老，没想到王长老如此大方，今日在下还有眼不识泰山的对您的弟子出手，实在是谢过啊。说完就是接过，一脸羡慕地握在手中，转而看向苏婉清。哈哈，师尊，我们有丹药了啊！一副穷了一辈子没见过世面的模样。苏婉清冷哼一声，一脸嫌弃。若是之前的为师，可以给你更好的，但既然这老东西给了，那就拿回去修行，别浪费了。好的，师尊，谢过王长老啊。此刻的王胜一声叹息。按理说呢，老夫本不该插手这件事情，毕竟弟子的资源向来是老师亲自给的，我太玄宗也没有这种规矩。可老夫看不得楚宁这般天之骄子就这么折损了，觉得实在是可惜至极，这才出手。苏长老，真不是老夫说你，如今弟子的资源都需要其他人给，也太说不过去了。苏婉清脸上的笑容陡然僵硬，猛然攥紧拳头。本座倘若能打开自己的储物戒，还需要你们吗？如今这番话是什么意思？老夫当然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觉得如今的苏长老是不是有些可怜了。楚宁瞬间面色复杂，急忙道：王长老，我师尊若不是修为受损，也不会。王胜一声叹息，语重心长道：可修为的确是受损了，估计也恢复不来了。老夫当然也不说其他的，只是为你觉得可惜啊。不，长老，我吴师尊如何能有如今成就，我并不觉得可惜。呵呵，老夫只是这么一说。说完就是笑着望向苏婉清。至于苏长老呢，你也别在意，反正不是什么大事。可如今因为修为尽失明感到了极点的苏婉清面色气得铁青，猛然起身。本座当年全盛之时，你恨不得把丹药送到本座脸上，求着本座收下，如今只是拿你一些丹药，就如此阴阳本座，果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楚宁，把那丹药还给这老狗，我们不要他的。然而闻言，楚宁却是立刻眼神可惜，望着丹药犹豫道：可师尊，弟子没有修行的丹药，光炼化灵气速度太慢，如今连为师的话也不听了吗？王胜沉声道：楚宁，留着，这丹药是给你的，又不是给苏婉清的，他如今修为尽废，难道还要耽搁你？他自己去哪里搞到这些丹药？老夫也算你师伯了，这丹药就当是为你修行考虑的，如果不够，继续来找老夫来要，不必在意他的想法，毕竟能帮到你的才是对你有好处的。苏婉清此刻眼神愤怒瞪着楚宁，听到为师的话了没？还回去？楚宁格外复杂，看了看苏婉清，又是看了看王胜，还是交出丹药。对不起，
王长老，我听我师尊的。声音微弱，软弱不堪。而看到这般模样的苏婉清，这才好似出了口恶气似的。好，楚宁做得好，放心吧，为师一定帮你找到这些丹药。说着，便是没什么耐心的起身，立刻喊上楚宁就要走。可王胜只是笑眯着眼睛，趁着苏婉清转身不注意的功夫，直接屈指一弹，把那储物戒送到了楚宁手中。而后便是传音而来：小楚，拿着，别被你师尊发现了，他死要面子，让你活受罪，老夫很看好你。如果有需要，就偷偷来找老夫，别被他发现。拿到储物戒的楚宁眼神又是一喜，急忙点头。王胜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嘴角露出笑容，已经做到了第一步了。哼，一些3品丹药算不得什么，可能你小子如今觉得那不叫个事，可以后呢，他能拿出来的可是很多的。与此同时，门外的苏婉清和楚宁并肩而行，二人看似没有开口，实则小声谨慎交流着。看来这老东西觉得我可以拉拢了，今后怕是还会给出丹药。听到楚宁这话，苏婉清表情仍然是保持愤怒，可话语随后传来：他们都在盯着你我二人，晚些时候你我二人再演一出戏，譬如为师偷偷发现你靠着这丹药修行，然后勃然大怒，让那些观察的人出面阻止。楚宁已经快要绷不住笑了，此刻内心已经想遍了所有能让自己悲伤的事情，可仍然是差点压制不住师尊。感觉您好会演啊，已经把已经崩溃的凤凰女演得淋漓尽致了。什么叫凤凰女？就是畜生。苏婉清直接就是一脚。楚宁嘿嘿笑着躲了过去。开个玩笑，师尊，您是装的，可这些人是真的。苏婉清轻哼一声，嘴角这才扬起笑容。如今这些丹药哪里够啊，起码得更多才行，不光是丹药，还有法器。不如接下来去筑气峰走一趟，给你挑2件合适的法器。其实即便为师不去，他们也会送来。楚宁正要答应，可不远处一中年男子一脸振奋地跑来。哎呀，苏长老，楚宁，让我找你们好一会啊。来人筑气峰峰主6境巅峰，修为徐虎。男人脸上也是露出淳朴的笑容。小楚如今3境了，也需要一件趁手的法器了，不如来我筑气峰逛一逛。二人面面相觑，自己就送上门来了。可按照剧情，此刻心情不好的苏婉清勃然大怒：你一个，王胜一个，如今都是来看本座的笑话的。楚宁，我们不稀罕他们的施舍，走。说完，二人就离开，先抛个诱饵出来。徐虎一愣，而不远处的王胜很快到来，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哈哈，这苏婉清如今还死要面子呢，那楚宁也是个软弱之辈，如今有了传承，也没什么气度。正好啊，老子挑一件好的，找机会给楚宁送去，如此这般，岂不是大事可成？王胜也是大笑，哼，这功劳我们必然要拿到手了。师徒二人乐呵呵地回到小竹峰，楚宁轻点了一下丹药，3品丹药20多枚，滋养神魂的，提升修为的，恢复伤势，真元的等等，虽然没啥用，但有总比没有好。苏婉清那储物戒，这玩意多的是，绝对的富婆。可外人以为富婆提不了款，可楚宁早给密码破解了。师尊只是略微出手，就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弟子佩服。楚宁立马开始吹捧，主打一个给予情绪价值。这些奉承话语，苏婉清平日里懒得听，听了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如今听楚宁再说，倒是嘴角浮现一抹笑意。这算什么？你我二人再联手坑他们一波大的，如今不过是开始。太玄宗内有把仙剑，仙剑有林上尉认主，为师有把握把那东西都搞来。楚宁使劲点头，然后立马凑近。苏婉清见此脸色一红，急忙退后。做什么？眼见苏婉清格外警惕，楚宁笑嘻嘻道：师尊怕什么？弟子又不会做点其他的。女子攥紧拳头，咬牙切齿：你说我怕什么？他的心思倒是昭然若揭，况且这光天化日之下，他还敢如此放肆。刚才师尊还说要教弟子御剑呢，还说要切磋，弟子想看看如今师尊是个什么实力水平。我乃3境后期，苏婉清提升再快，也不过2境体修层次，这还说能干得过他？楚宁对此相当不服，必须试试。事关家庭地位，如何能不在意？苏婉清扯了扯嘴角，瞥了楚宁一眼，冷哼道：若是下次直接开口就是，别突然凑近再说。师尊是怕弟子会做点什么？苏婉清微微眯起眼眸，嘴角上扬。哦，你想做点什么？还想亲？他倒是很坦诚。这话说出，苏婉清直接错愕傻眼，愣了好一会，回神之后陡然气笑。哈，他教出来的弟子果然没一个好东西啊。其他弟子见他没了修为，都是离开，宁儿倒是没有，但他琢磨起来别的了。苏婉清心中悲愤，可脸色并未有所变化，只是笑眯眯看着楚宁。有胆子的话就来啊。楚宁一愣，嘶，
哦，真低吗？要不然回洞府。苏婉清笑意更甚。无妨，反正这里也有树荫遮挡，没人看得见。来，阿宁儿。这语气有点怪，听得楚宁背后发毛。但他没搞懂苏婉清是要做什么，但师尊都答应了，那岂不是？楚宁收起储物戒，一脸期待的上前。既然师尊都说了，嗖！破空之声陡然而至，是大力沉一脚，直接踹向楚宁面门。然而楚宁早有防备，他就知道没这种好事，双臂立刻格挡，可仍是被踹得倒飞出去。体修二境肉身力量强横，岂是一般人所能相比？纵是三境楚宁也能感觉到压力。师尊，楚宁倒退出去，嘴角露出笑容。弟子知道天底下没这么好的事情，师尊果然没琢磨，直接就接受了。苏婉清脸上同样是带着笑意，随手折断身后一根3尺长的翠竹。胜得过为师，没准有机会。亲他，亏你说得出口。之前是没修为，现在有了，还敢放肆？他今天非得教这个逆徒什么叫尊师重道。闻言，楚宁眼神陡然变冷，周身气势瞬间勃发。龙象阵欲进第4层，龙气显化。既然师尊这话说了，那就别后悔。苏婉清嘴角笑意同样是收敛，逐渐严肃，持竹如持剑，仍有青山剑圣之风。顷刻间，楚宁抱步而出，陡然出手进攻。然而那翠竹如剑，直刺面门，楚宁不得不防。一防就被苏婉清看出破绽，手中陡然凝聚力道，啪地一声打在楚宁屁股上。楚宁直接脸都青了。不是，你真打啊？虽然没伤到，但疼啊。苏婉清轻哼一声，没说什么。这次换他主攻，纵然身无灵气修为，可剑道理解还在。翠竹在手犹如利剑，面前绿色剑影异彩纷呈，极为华丽，可气势那是凌厉至极，看得楚宁都傻眼了。不是，您修为到底有没有废掉？还没反应过来，左边屁股又是啪地一声，之后又是右边，疼得楚宁直接退后，使劲揉着苏婉清，别太过分了，打我屁股算怎么回事？苏婉清猛然瞪眼，哎呦，直呼我名字了，看来打的还是不够狠。之后就是继续出手，打得楚宁抱头鼠窜。就你这水平，还跟为师嘚瑟？你有什么实战水平？和那些养在温室里的弟子交手碾压几次就飘了，还喊为师名字，多大胆子？啪啪啪！楚宁直接都急眼了。师尊，我真要跟你动手了。虽然说的是这话，可楚宁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他浑身都是破绽，一旦暴露就会被直接攻击弱点，不想疼得厉害就得防，可一防屁股就疼一下。这也就是苏婉清用的是竹棍，换成剑直接被捅傻了就。他甚至尝试酝酿术法，可还没出手就被打断。这怎么玩？师尊修为到底废没废啊？咋的，现在还能用这手段了？难怪敢答应这种事情。苏婉清只是对楚宁放下戒心，但没答应做他道侣啊。然而苏婉清既然答应，楚宁如何能退？不就是剑道吗？此刻的苏婉清嘴角带着嗤笑之意，一脸不屑看着楚宁。小子，你还得多练几年，总归为师如今没事，教你些实战手段也好，还不好好学着。楚宁没有言语，只是脑海中浩渺剑章之意流转，一眼看破苏婉清缥缈剑诀破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俯瞰，他见苏婉清剑道犹如班门弄斧，此处有空隙。楚宁陡然出拳而攻，苏婉清面不改色，持竹鞭打而下，可被楚宁直接躲过。躲过之后就是破绽，龙象阵欲进，全力而攻。苏婉清面色陡然一变，看出了他的破绽。怎么会？一拳轰然砸至苏婉清面门，气势浑厚，犹如开山，只在面门之处而停。浑厚罡风吹起苏婉清发梢，女子眼神惊愕望着楚宁。你怎么看出来的？这一拳落下，纵你肉身之力强横，绝对能将你打到昏死。今日一拳撂倒那4境，就是足够的强横。楚宁并未言语，只是收拳，但淡询问道：师尊，方才的话可还作数？女子嘴角颤抖，忽然发笑，呵呵呵，为师一身剑道，唯有4个破绽，不成想今日交手就被你找到一个。楚宁嘿嘿一笑，巧合，巧合，没办法，咱都把您缥缈剑诀给进阶了，也不能怪弟子吧，不然也看不出这破绽啊，否则楚宁就会被一直抽屁股嗷嗷嗷，这谁受得了？此刻的苏婉清一脸失神，忍不住低头。为师如今果然不行了。楚宁一愣，不是，师尊怎么又抑郁了？楚宁急忙开口安慰道：弟子也无非是对您剑道有所了解才这般的，师尊绝非不行罢了。苏婉清一声长叹：宁儿，你不必说了，为师要回去继续钻研剑道了，你也努力修行。你如今真的很厉害了。他语气低沉，显然是情绪不高。仿佛真的被打击了这一刻，
楚宁愣住了，心头一紧。他显然是不愿看到师尊如此模样。他本以为就这么望着苏婉清叹息着离去。楚宁抿了抿嘴唇，早知如此。只是楚宁忽然察觉到什么，交手之前说什么来着？打得过没准有机会。不对，我是不是还没亲呢？不过师尊如今心情不好，那是不是就别了？可下一刻，走到一半的苏婉清装都不装了，直接冲进洞府内，砰然关闭洞府大门。楚宁一脸懵逼，不是，他直接上去开始砸门了。被坑了是吧？苏婉清居然还忽悠他。然而洞府内苏婉清只是得意轻笑着，宁儿还是多练几年吧，为师先修行会，晚点再教你御剑。门外楚宁一脸悲愤，他刚才明明有机会抓住直接亲的，被他就这么跑了，还能这样是吧？那你等晚上了的，晚上你跑不掉吧？苏婉清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啊。门外苏婉清面色泛红，听到这话只是轻哼一声。逆徒，他怕不是还真敢，早知道不答应了，没想到被看出破绽了。这么自大做什么？弟子如今真的是天才了啊，那晚上估计是逃不过的。女子靠在门上，扶额头痛。哎，都是逆徒，这个最逆了。楚宁有点气，被忽悠了，但也没多郁闷，毕竟苏婉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答应我的，赢了就有机会啊，你就说我赢没赢吧。不过还是屁股熬痛啊，离谱得很。没问题，长春不灭，皮外伤问题不大。楚宁也很快回到了自己洞府之内，这洞府同样有遮掩窥探之效，倒也不必担心泄露什么。系统查看贡献点余额，贡献点余额213000，21万。光是恢复修为，能从师尊身上得到100万贡献点，就不用说其他的了。这么多贡献点，肯定是有用的。但楚宁不是傻子，不是说到手了就都要用掉，毕竟自身现在的功法已经很好了。4层长春不灭，4层龙象镇狱境，4层浩渺剑章，贪多嚼不尽的道理他是懂得。和苏婉清对敌，他发现了自己缺失的地方。如果真的是面对这种很具备实战经验的人，他完全不是对手。甚至苏婉清的还是用的竹棍，主要目的就是教训他。真动手，楚宁必然一身血窟窿，还不一定打得过。实战经验，没事的时候找苏婉清切磋就是。眼见如此，楚宁没犹豫什么，帮我找一些能掩饰修为的功法、丹药之类的存在。系统正在检索中，请稍后。3境修为已经很可怕了，他不打算之后的修为还被宗门之人察觉，让他们知道自己3境即可。4境就在眼前，1天1境，这个速度其实也不慢，但这东西属于底牌，不被人发现最好。已推荐掩天丹，7境圣人之下修为皆可隐藏，对方修为至少是当时最强修为，才能准确判断宿主修为。售价100贡献值，这倒是不贵，100很便宜了，估计是没什么卵用，所以卖的便宜。楚宁直接买了2颗，只有眼下仍是修行，先修行到3境巅峰再说。吞下丹药，修为被掩饰，楚宁立刻就是拿出资源开始发疯似的进食，之后继续配合长春不灭，弥补吞天魔功带来的损伤。有利必有弊，可我要是能解决弊端，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天骄了。先修行，晚点去找师尊学御剑。隔壁洞府的苏婉清其实没什么心情修行，他现在有点郁闷，怎么我教出来的弟子都不是什么好人呢？会不会我教徒弟真的有问题？苏婉清无奈苦笑，心中一阵苦涩啊。江清月、叶妙音之流，一群二婢，看着就想宰了，但肯定不能杀，杀了后果很麻烦。除非等他修为恢复，他们受到的限制是很大的，所以才打算离开，不受其他人拘束。至于楚宁呢，他没什么可说的，性格慢果断，就是脑子有点轴，还倔脾气。可男子哪里用得着那么细腻，大是大非分得清楚就是足够了。可这弟子是他养大的，弟子看待他的时候，怎么是会以看待女子的身份来的？按理说是不应该的。心烦意乱，真想砍他，可又舍不得。唉，如此这般叫人如何是好？总归是心中没那么排斥，只是谈论这种事情的时候，心跳得太厉害了。他休息了片刻，看时间差不多就出门做饭去了。而苏婉清刚刚出门，就是被楚宁察觉到。楚宁也立马蹦了出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师尊，我说了，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苏婉清瞥了楚宁一眼，淡淡开口道：如今这般时候，或许有人盯着你，最好别太过分，等吃完饭之后，为师教你御剑。楚宁当然清楚，也不敢放肆。3境巅峰修为，楚宁立马笑着上前。苏婉清已经拿起锅铲了，怎么着，听不懂为师讲话是吧？还敢凑过来？然而楚宁只是不动声色地拿出一枚丹药，送到了苏婉清嘴边。掩饰修为的
苏婉清眼神一凝，居然还有这个！为师记得那储物戒之中似乎没有可以掩饰修为的丹药，不必在意，弟子的机缘罢了。师尊快吃了吧。苏婉清闻言回神，这才接过，他是不可能让楚宁这么喂他的。不过接过丹药之后，苏婉清没忍住调笑道：“果真是掩饰修为的，没放什么奇怪的东西。”楚宁也是笑着，放了点旗银河欢散在里面，师尊吃了就知道了。苏婉清自然不信，只是瞪了一眼楚宁，而后吞下丹药，药力扩散开来，在楚宁视线中，俨然已经看不到苏婉清的任何境界波动了。宁儿如何？效果很好，宗主都看不出来师尊如今境界。女子颔首，欣慰道：“既如此，那便很好了，也算是底牌了。待会师尊叫我御剑，你如今修为，御剑没什么问题了。待会为师再继续与你交手。你如今水平还不够格，无法彻底掌控自身修为境界，可晓得？”楚宁主动凑了过来，笑呵呵道：“弟子想说的也是这件事情。话说师尊，弟子帮您一起做饭，你会吗？你会切菜。”他是当然不会放过和苏婉清独处的机会的。苏婉清没有拒绝，虽然是看出来他可能图谋不轨，不过也只是指了指不远处的食材。知道怎么处理吗？楚宁使劲点头，晓得。远处仍有人在观望，很多地方看不到，但眼下二人的举动倒是能看得清清楚楚。老子怎么感觉这俩人跟夫妻似的？师徒之间关系好不是正常吗？再说了，苏婉清虽然修为尽失，可也不是什么人都会去接触的，只是亲密了些罢了。再说了，那小子是苏婉清从小养到大的，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关系？也是，继续盯着，等到合适的时机就通知长老他们。天色渐至正午，头顶日光暴晒着，灶房里楚宁乖乖蹲在一旁，没有打扰苏婉清做饭。切菜会，做饭不会，只会吃。苏婉清仍是低头认真做饭，显得忙碌。楚宁就这么直勾勾盯着，也丝毫不掩饰。师尊如今既然知道他的心思，那掩饰干嘛？不显得虚伪吗？我就光明正大的看。如今神识和灵感都相当的强悍，隔着几米都能清清楚楚看到苏婉清脖颈上的汗珠。汗珠倒是没什么，关键是此刻那汗珠正顺着脖颈滑落，朝着胸口处的沟壑落去。原本便是觉得苏婉清模样极美，挪不开眼睛的楚宁立刻被吸引，紧紧盯着那汗珠，从4厘米到3厘米，到马上要掉进去了。然而一只手忽然抹去汗水，楚宁大感遗憾，有种那种努力了一辈子就差了一步的感觉。唉，苏婉清的脸上露出苦楚之色，有点热。之前也没觉得没修为这么碍事，如今修为没办法避讳寒暑，做个饭都能搞得一身汗水，黏黏糊糊的。他陡然察觉到什么，猛然转头，看到弟子正盯着他。苏婉清微微一愣，面色刹那间发红，此刻攥紧拳头，咬牙切齿。好不好看？楚宁一愣，了一声，好看。一把锅铲直接砸了过来。饭好了，端饭。楚宁没敢耽搁，立马起身帮忙，可还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莫名口干舌燥的他立马拿起水壶灌了一口。仙子身上不该有汗水，毕竟完美无瑕才对。可如今苏婉清身上的汗水，以及她撩起袖口做饭的模样，在楚宁看起来竟有几分人妇之姿，十分撩人。感觉任何模样的苏婉清都别有一番风韵，这就是亲熟师尊的魅力吗？看似寻常，但经不起多想，一想就内心躁动。可越想越气的苏婉清忍不住踢了楚宁2脚。他这到底是养了什么弟子啊？把你那不该有的心思收起来，待会教你御剑，敢乱来就劈了你。师尊舍得吗？你若是我弟子自然不舍，可你现在是吗？没心思的时候可以是，有心思的时候可以不是，如是。苏婉清，你还分得挺清楚。一时之间竟是哭笑不得。苏婉清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此刻的心情怎么形容呢？觉得这弟子很有意思，话说的倒是真诚，那是半点不带瞒着自己心思的。原本分明是应该觉得尴尬的他，反倒是没那么尴尬了。这种事情若是不提，他察觉到了兴许会刻意的回避，甚至主动减少见楚宁的次数。如今就这么说出来了，反倒是让苏婉清游刃有余，有退路。他毕竟年长楚宁不少，真要玩楚宁，能把楚宁当狗一样玩。饭桌上的楚宁倒是老实了不少，因为惦记着吃饭就很少讲话了，一张嘴办不了太多的事情。弟子老老实实的，他其实看着很顺眼的。宁儿还是睡着的时候，不说话的时候，让苏婉清很欣赏，给他嘴缝上吧。苏婉清如此想着，其实心情倒也不错。片刻之后，苏婉清先吃完了，转头去到小竹峰找了一把品质还凑合的飞剑。正抱着大盆干饭的楚宁疑惑看去，师尊，这是干啥的？御剑用的。
可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苏婉清小声开口道。给别人看的，储物戒里面的最好别拿出来。楚宁了然，使劲点头。师尊可以说说御剑掌握的事项，弟子吃饭就试试。苏婉清也正是此意。楚宁如今3境之命，掌握御灵控物的能力并不算是什么问题。御剑也是御物的一种，只是有些不同的是，御剑要承载的是剑主的重量，需要更多的精力和灵气。常理来说，御剑百里消耗的灵气绝非一个寻常3境能承担的，可见能通灵，说的就是剑道、剑意之说。苏婉清坐在一旁，拿起那长剑比划起来。你年幼之时，为师曾教授过你缥缈剑诀，如今可还记得多少？楚宁当即开口道。师尊教的都还记得。苏婉清无奈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若是不会，为师再教你一遍。无非9篇181剑，这能忘了吗？楚宁之前的梦想，那可是成剑仙的啊，毕竟是看着苏婉清青山剑圣逍遥天下之姿的，如何能够不羡慕？但他的确没什么天赋，剑道修行只在天赋，甚至都跟刻苦没什么关系。你练剑100年，体会不到剑意，仍是门外汉。苏婉清握剑之时，即可感悟剑意，这二者如何相比？故而楚宁修行几年之后，仍然步入不了淬体，无奈修行了拳法淬体炼，深可剑术，仍然记得那是苏婉清教的。不管现在俩人关系咋乱，可师徒身份是在第一位的，至少大部分时间在第一位。女子美眸微动，嘴角露出笑意，看来还记得，没忘本呢，还以为逆徒已经忘本了呢。既如此，可记得为师说过，修剑之人先练剑法，再通剑意，再悟本源真意，步步登顶。修行基础剑术，了解剑诀剑术之后，找到剑意，最后就是缥缈之意，属于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了。可苏婉清是什么？她是领悟缥缈之意后，因宗门相让她传承剑道，推演出来的缥缈剑诀，这就是天骄，人家根本没那么多弯弯绕绕的。楚宁仍是点头。苏婉清不知道的是，她缥缈剑诀已经变成浩渺剑章了，已经是到了领悟缥缈之意的程度了，只是还没找到好机会说。师尊说这些和御剑有什么关系？苏婉清笑着开口道，剑意即为御剑的要诀之意。宁儿你看，如果你只以灵气消耗，托举你一个快200斤的人，是不是灵气消耗很快？我没200斤，150都不到。废话别那么多。您继续师尊。苏婉清轻哼一声道，剑修本身领悟剑意之后，其真意能令剑本身承载，发挥实力更高，御剑当然也更轻松。你如今可以学简单御剑，之后继续练剑领悟剑意，甚至后续御剑千里万里，消耗的灵气都没有一块灵石大，可理解了。楚宁了然，深吸了一口气。竟是如此，领悟真意之后，其实能做到的就更多。有人一剑甚至连竹子都劈不烂，可有人一剑开山摧城，和修为有关，但也和剑道造诣有关。剑修为何强悍？一把普普通通的剑，一剑给你脑瓜子砍下来，可你还在那准备施法呢。可修行同样难啊。江清月身为苏婉清座下首徒，神品灵根，修行30年，剑诀才不过3层，还没开挂的楚宁一天修行的快呢。楚宁已经吃完饭了，苏婉清递过飞剑，接过楚宁饭盆之后收拾碗筷清洗去了。他倒是把这当作寻常之事了，弟子如今修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让他来做这些，岂不是太没道理了？总归是举手之劳罢了。而楚宁则是握住飞剑，御灵控物来掌握，很快就能稳固，问题不大。如果放个人呢？楚宁立马跳了上去，直接给剑踩到地上了。显然灵气不够，那就直接灌输灵气，托举剑身让自己起飞。只是这灵气消耗大的有些异常的，调动一身灵气，疯狂凝聚在剑身之上，也不过堪堪托举。一种离开地面的失重感传来，楚宁成功离开地面半米距离。哈哈，成了，道爷我成了。然而扑通一声，一个不平衡就栽倒了。不远处的苏婉清乐坏了，忍不住调侃，不要心急，先掌握平衡，慢慢尝试就是了，不然日后在天上掉下去，谁就得了你？那我直接御风不就行了？道理倒是没错。刚刚体会离地的快感，虽然觉得挺危险的，可楚宁直接激动起来。修行这玩意给人带来的新奇感可太快乐了，又是尝试又是跌倒，尝试了10几次，这次终于是能稳定起飞，还找到了掌握自身平衡的关键所在。但是想要往前移动，消耗就直接增加1倍。楚宁直接灵气被榨干了，此刻也是无奈，拿出丹药补充真元。不远处的苏婉清翘着2郎腿，颇有些趣味地打量着。大概的道理就是如此了，如果想要减少消耗，就要通晓剑意。宁儿，路漫漫其修远兮，好生练剑。楚宁笑着点了点头，该说不说的，有个老师在身边的感觉是很好。不过还说他其实已经能领悟剑意，虽然不多，但缥缈之意他可是掌握了啊。按照苏婉清的说法，掌握了这些其实就不用那么费劲，而御剑也没太大的消耗。
既如此，楚宁一个眼神控制飞剑在自己面前，周身涌动灵气，浩渺剑章动用，一阵阵浩渺天道之意涌动着。此刻猛然握住飞剑，便是一套行云流水的剑法。剑法181式，他动用起来毫无问题。可苏婉清却是面色陡然一变，起身，那是缥缈之意，他推演出的大道他最清楚，但为何感觉还要更上乘？一套剑法收尾，楚宁俨然已经能感受到那人剑合一的地步。御剑悬停，脚步轻盈而踏。这一次飞剑托举近乎毫不费力，甚至于人剑一体，心念一动就能随意掌控。在苏婉清错愕的眼神中，学御剑没半个时辰的楚宁骤然朝苍穹上猛然拔高。宁儿，小心些。然而楚宁根本不需要小心，现在帅就对了。风声在耳畔呼啸，高度超越一座座大山。小竹峰尽收眼底，之后就是一座太玄宗，又是拔高出云层。脚下的宗门已经渺小，极其遥远之处的北方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庞大雪山，巍然矗立。而其他方位则是人域其他宗门都能看得到，上清到天地人6大宗门，太玄宗与其并称人域其宗。楚宁穿破云层，唯见天清云阔，山河天地尽收眼底。御剑乘风去，除魔天地间，此番快意不过如此。可楚宁忽然想到了苏婉清，又是身躯骤然而下。此刻苏婉清已经看不到楚宁的身影，他的脸上带着错愕和震撼。没想到弟子半个时辰不到就掌握了这御剑之法，而且似乎是用缥缈之意动用的。可他这步子走得也太快了，总有一天会走得更快，比他走得还快。一时之间，苏婉清已经是分不清自己是欣慰和忧愁，眼眸逐渐暗淡下来。看来他也要继续修行才是。可如今，对于一个剑修而言，如今最简单的御剑都做不到，其实有些失落。无妨，不会太远的，他过不了多久也可以一道身影赫然而至，速度快到极致。可很快就是在苏婉清面前稳稳悬停。一袭青衫的青年，其相貌纵不超凡脱俗，可身上仙家之气已是愈发明显。眼下悬剑在前，这般模样，如何不能让苏婉清为之失神？只是下一刻，他看到面前楚宁伸出手。师尊如今无法御剑，弟子便是师尊的剑。苏婉清陡然一愣，心神此刻都在颤抖。他就是自己的剑。楚宁笑着开口道：弟子想带师尊看看，当然了，如果师尊怕的话。苏婉清美目一横，瞪了楚宁一眼，一把抓住楚宁的手，踏在楚宁身后。怕？他何时怕过？之前因为自己，他从来不怕任何存在。如今因为楚宁，他照样也可以不怕。楚宁见计谋得逞，速度骤然加快。苏婉清小脸瞬间煞白，他如今可不会御剑，是体修、御风都做不到。吓得苏婉清一把抱在楚宁背后，柔声斥责道：宁儿，慢一点，慢不了半点。你……苏婉清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有点实力就要在为师面前张扬一下。可弟子如今很有实力了。他眼眸温柔，此刻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意。与此同时，宗门大殿之中，负责盯着二人的几个宗门执事纷纷来报：宗主，今日见那楚宁靠着苏婉清教授剑法修行，半个时辰的时间就是掌握御剑之术了。半个时辰时间，完全掌握御剑，是真的，我们亲眼看到的。宗主自可掌观山河查看，此人简直是逆天天骄啊！太过于恐怖了，此人的修行进度近乎可怕，还望宗主决断此事。大殿之上，此话一出，一片寂静。宗主陈玄天皱起眉头查看，身旁少宗主江清月一脸惊愕。半个时辰，御剑，他从修行到御剑的程度，也是30岁才做到的。楚宁当年不是废人吗？是自己资质？不，绝对不是。宗门早有灵根检测，此人灵根也不过最差的凡品灵根。江清月攥紧拳头，对于楚宁恨意更多。可他知道，如今不是下手的机会。这件事情，宗主再亲自负责。陈玄天的眼神中瞬间充斥杀意，望着那画面中苏婉清抱在楚宁身后的模样，眼中满是妒忌与恨意。他虽知道苏婉清如今不能够御剑，是以此再度感受御剑之意，可陈玄天早已经将苏婉清视为囊中之物，如何能忍受得了苏婉清与其他人有这般亲密举动？苏婉清修为尽失之时，陈玄天去过，保证可以让苏婉清衣食无忧，只要他愿意归属自己。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为宗门多年贡献，难道一处容身之地都需要靠着自身来换取？让陈玄天身为人域7大门的宗主无言以对。于情于理，他不敢做得太过分，否则必然被其他宗门忌惮，正道的面目要有。可就算知道苏婉清和楚宁是师徒身份，仍是嫉妒的眼中冒出恨意。这无关情爱，有的只是自己的物品被人抢夺的不爽。不会太久了，不会太久了。他早已经想好一切的安排。他的路子很多，一方面是对阴阳玄龙丹的布置，
可苏婉清如今还没吞下。一方面是对楚宁的安排，楚宁此人可以拉拢，传承一旦到手。王胜，今日他去了丹峰，发生了什么？王胜立刻笑着告知，此人并非什么大义凌云之辈，虽有正气，可面对资源修行仍然无法抵抗。说着就是把今日楚宁和苏婉清来到丹峰发生的一切事情全盘告知。陈玄天阴翳面孔之上，终于是在露出笑容。呵呵，如此这般，那就继续盯着，什么丹药都可以给，但给之前必须让他拿出一部分东西来，尤其是要关键节点之处卡住他突破所需的丹药。倘若是其他的，尽给无妨，不必在意，只需得到他的信任。王胜，此事若是办成，本宗带你去一趟天玄宗，参悟圣人之意。此话一出，众人都是无数艳羡。助气风峰主徐虎更是急忙道：不只是丹药，他们也需要法器，我助气风法器极多，也可以拉拢。老夫虚道峰也能拿出资源啊。对此，陈玄天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安排，谁的功劳最大，就能得到参悟圣人之意的机会，看诸位的了。在场众人都是双目通红，圣人之意突破圣人的契机，那他们可更得多捞取一些功劳了。不过宗主，在下有疑问，倘若他们拿了东西，察觉到我们的做法，跑了的话，那是最坏的结果，但他们跑不了，宗门大阵覆盖万里之地，他们离不开。原来如此，那我们倒是可以放心了，毕竟送出去的东西还可以拿回来。天际之上，女子紧紧抱住身前男子，原本是脸上带着欣慰和温柔，可在此刻已经变化了，变得逐渐的觉得羞耻。他并不觉得抱一抱弟子就会羞耻，肯定不是因为这个，是楚宁一直在炫技，非要猛然抬高再俯冲而下。这种失重感让没办法预见的苏婉清如何受得了？抬高之时要死死抱住，俯冲之时就紧贴在弟子身上。如果一次两次还可以理解，但是二人的行动路线就是抬高再俯冲。他怀疑，不用怀疑，楚宁就没憋着好屁。苏婉清咬牙切齿，沉声道：宁儿，为师御剑够了，要回去修行了，你放为师下来。楚宁平稳御剑，正色道：师尊，弟子如今成长这般快速，最想分享心意的人就是师尊了，多待师尊飞一会，重新感受一下这天地之壮阔，是弟子心中所愿。难道师尊连这个机会都不给吗？你转头盯着为师的眼睛来说这话，满口大义之言，浑身荒唐之举。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让为师看看你真正的而心意是什么。楚宁心虚，根本不敢转身，只敢解释道：师尊，遇见不好转身。你是不敢，弟子没什么不敢的。苏婉清气笑，一把捏住楚宁腰间软肉，猛然一掐。对啊，是没什么不敢的，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都敢做了。这话说出来，楚宁就知道装不了了，软是真软。楚宁强压嘴角笑意，轻咳一声：师尊欠我的，弟子讨要点利息，难道也不行了？苏婉清不蠢，立刻听明白楚宁话里的意味，此刻冷笑着开口：说为师欠你的，你修行的资源是不是为师给的？你吃的饭是不是为师做的？你遇的剑是不是为师给的？你从小到大唠唠叨叨，直接从楚宁现在往前18年的事一件件的唠，说的楚宁都不敢接茬了。这怎么论啊？论也论不清啊。眼见楚宁还心存良知，不言语了，苏婉清立刻开口道：回小竹峰，就现在。楚宁哀叹一声，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哦，师尊别掐了，待会子了。某人不是有长春之意吗？这点伤算什么？还是打得少了，才让某人如此大胆。苏婉清一声轻哼，可下一刻又是感觉到俯冲，他的身躯又是紧紧贴在楚宁身上。楚宁立马又是乐了，有料的身材，即便是隔着衣服也能清晰感受到柔软和温暖。修行之路快乐的巨献啊，不会遇见，哪有这感受啊？这一刻的苏婉清真的气得要死，她直接跳下去算了，被楚宁轻薄成这样了。早该想到遇见也能被轻薄的事情，可很快二人就是平稳落地。苏婉清二话不说跳下剑来，转头就去找竹棍。楚宁立马心虚上前，一把拉住苏婉清的手：师尊，刚才的事是个误会，师尊别生气。眼看楚宁笑嘻嘻，丝毫没有认错的态度，苏婉清更气了：松手！你我二人是师徒，如此这般算得了什么？楚宁也意识到了，他们如今是被盯着的，只要离开洞府，其实行动自由就没有太多。可松手了绝对被抽啊！师尊明显急眼了。楚宁思来想去，终于找到破局之道，立刻压低声线：师尊，您说宗门的人即便为了传承，可看不到传承，我们能坑到他们的东西吗？如果真的是要给好的东西，或者去找那把仙剑，宗门之人果真会这么轻易就让出来了？苏婉清闻言眉头一皱，为师倒是没想过这件事情。
楚宁见此立马乐了，看来是不会被揍了，毕竟这事也的确应该考虑。有没有可能给他们一点甜头呢？让他们觉得这就是真正的传承，以此更加卖力。一旦开始做局，肯定要做全套。他在外人眼里就是一个得到苏婉清传承的人，但他性情软弱，是个师宝，只听师尊的，而且从来没任何话语权，很适合被拉拢，也很适合投敌做叛徒。那如果把这件事情再考虑到了，所有的一切岂不是更方便？苏婉清立刻注意起来，此刻也没了继续揍楚宁一顿的想法。问题倒是不大，为师那储物界中有不少顶尖功法，但那学习难度都很高，可给了他们很亏，总不可能真的给吧？他又不是傻子。楚宁笑嘻嘻道：师尊交给弟子就好了，弟子会妥善处理此事的，天色不早了，也该安排一下了。说完忍不住揉揉手中柔仪，苏婉清面色又是一红。逆徒是不是要开始安排了？继续演戏是吧？那他就继续扮演对弟子不满的师尊呗。说完就是把此刻愤怒直接发泄出去，直接是毫不犹豫踹了楚宁。楚宁如今不过是会遇见了，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我告诉你，我苏婉清当年遇见可是直接领悟的，你不继续修行，不继续争气，谁来替为师报这被欺辱之仇？这次的楚宁没躲，已经入戏了，眼下一脸委屈看着苏婉清。可师尊，弟子已经很努力了。不够，远远不够，你还差得远了，还不去修行？可弟子没有丹药。师尊，这话说出，苏婉清仿佛被触碰到逆鳞了。混账，不许提丹药的事情，如果为师看不到你的修为进展，那你就滚。说完就是怒气冲冲的离去。楚宁一脸委屈，可此刻拿出一个储物戒，里面都是丹峰峰主给的丹药。他一脸激动，幸亏王长老给了我一些丹药，否则真的做不到满足师尊期待。远处观望许久的人立刻又是汇报，虽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楚宁敢牵苏婉清的手，但这种小事没人会在意，只会在意楚宁如今的反应。楚宁立刻偷偷前去修炼。这边苏婉清回到洞府中，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跳脚骂娘：逆徒啊，逆徒啊，怎么教出来的？从小养到大的逆徒，要什么给什么。按道理来讲，就算是拜师之人也不敢有此等心思，都是尊师重道。即便是坐下男弟子，见他没了修为，第一件事情也是嫌弃，而不是起其他心思。因为师尊这种身份不能作为女子看待，有实力可以作为师长，没有实力就可以作为废人，想走就走。因为做这种悖逆人伦之举，必然遭到耻笑和谩骂，甚至被其他修士无端攻击。人欲有规矩，有师徒之礼数，有道德。可楚宁好像不在意那些道理，他就琢磨着怎么从苏婉清身上捞点便宜呢。之前那都是偷偷来的，偷偷看他，偷偷摸索他，衣物藏匿带走。如今因苏婉清那一吻，事情已经超出态势了，他显然已经无法掌控，毕竟他自己都说出去令人笑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她是女子就该为母了。可这苏婉清无奈至极，想哭又是想笑，想来想去也舍不得给弟子推开，毕竟这小弟是有贼心，昭然若揭。可真要做点什么，他也只敢偷摸来做，让他真做什么过分的，他敢吗？他如此想着，便又是冷哼一声，无非是他不愿意戏弄楚宁，不然楚宁真的能被他玩得团团转，可总是这般也不是个事啊。不行了，下次他必须掌握主动权了，必须吓到楚宁，否则今晚他就得爬自己床上来。短暂思索，理清思绪，深吸了一口气，苏婉清立刻拿出功法，继续参照修行自身体魄。白天不宜为他恢复修为，因为如今需要演戏，要对外面的人演，要争取利益。一天1成甚至2成的进度已经很快了，他很知足的，之前那可是根本找不到机会的。他自己也不可能懈怠，当下闭目凝神，运转气血功法。无数人都在盯着小竹峰，时间1分1秒的过去，日光缓缓下移，竹竿的黑影被不断的拉长，天际之处一片红橙之色。苏婉清此刻出门，第一时间来到了楚宁洞府前。哼，不知道宁儿如今修炼到了什么地步？不对，苏婉清脸色瞬间大变，一脚踹开洞府门。楚宁，你在做什么？他闻到了丹药的气息，背后观察的王胜面色猛然僵硬。这女人发现了，她嗅觉这么敏锐的吗？果不其然，洞府之内立刻传来了苏婉清冷声斥责的声音：畜生，混账，谁让你拿他们的丹药的？你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也不听我的话了，早知道不该把传承给你这废人。没有为师，你如何能到如今地步？这事关为师的面子，你懂不懂？话语声传来，被众人听到一些吵闹，但听得不真切。而后他们看到数枚丹药被直接丢出来，怒气冲冲的苏婉清拿起一块石头就冲来，身后楚宁一脸泪意，眼角都挂着几颗水珠。
师尊，不要啊！弟子也是为了师尊着想，如今没有这些丹药，弟子如何修行啊？可苏婉清丝毫不听，上前死死踩踏那丹药，拿起石头就是砸碎，一阵阵灵气波动，被苏婉清踩在脚底。混账，逆徒！旁观之人无不动容，这女人真的疯了。她都拿不出那丹药了，按理来说苏婉清只会接受，可如今居然是为了面子把这些丹药全部碾碎，果然是疯了。而小竹峰上的两人此刻相对而视。楚宁，告诉为师，你到底还是不是为师如今唯一的弟子？楚宁低头，那难道弟子不是，谁还会是？可师尊，那就不要接受他们的好意，除非你作为师的弟子只想坑骗我的传承，你想的只有自己大道的进步，而从不考虑其他的，如此这般，我给你传承又是为了什么？你必须听为师的话。楚宁面色发白，不敢多言。弟子知道了。苏婉清这才愤怒离去，你的丹药为师会解决，一定会。无数人此刻看着这一幕都是沉默，而后发出笑意。哈哈，苏婉清果真是个笑话啊！如此岂不是让楚宁更加离心？如今就是最好的机会了。诸位长老不妨一同前去，也是个好机会。哈哈，可以。众人讨论完毕，确认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而楚宁在他们的视线中也是回到了洞府之内，可低着头，一脸丧气模样。显然啊，他很需要有充满爱心的长老来告诉他苏婉清是个废人，然后拿出东西给楚宁温暖。可回到了洞府，楚宁直接就变脸了，摸了摸眼角的水珠，然后笑呵呵地询问系统的进度。童子老弟，龙象镇狱境拆解的如何了？要拆分成几个片段，每个片段都能修行一段，但结合起来必须让人修炼的走火入魔的那种。宿主是否花费1万贡献点购买龙象镇狱境封魔斑？是我要的东西吗？系统给出了肯定。楚宁咧嘴一笑，给他们整个大的，但这玩意必须他们来提，不过长老们肯定也不会做善事啊。买！脑海中瞬间出现了龙象镇狱境的封魔版本。楚宁觉得这玩意根本不值1万贡献点，感觉系统就是在坑他，但无所谓了，1万也不算很多。有钱，现在是大手子了，他以后会越来越有的。功法被拆分出了8个片段，的确是每一段都能自己修行。楚宁甚至试了试，甚至他还按照封魔版本修行了一下，一开始很顺利，可后来差点没一口老血吐出来。继续修行必然灵气逆流，跌进都是小事。好，那就说吐血是正常反应，毕竟苏婉清的天大传承，不吐点血对劲吗？不逆天咋修行啊，对不对？而现如今1下午的沉淀，让楚宁已经彻底走完3境之命一途。此刻他修为掩饰，不惧怕突破，那就开始突破4境。登楼观海，望穿成仙，仙人3境第1境，长生楼。灵动、入微、知命于修行境界之中被称为人3境。修士固有手段，然而仍脱离不了人的范畴。3境之命增寿之术，也不过几十年，100岁陨落的3境修士都不算少数。可一旦铸就长生楼，那便是开启了长生之路。4境修士寿元起码300载，5境修士600年起步，一旦达到6境，活到2000岁问题不大。宗门诸多长老大多数是6境巅峰境界，最大的年纪已经到了1900余岁。修行必求长生，长生久世，化凡为仙。如今终于走到这一步了。此刻体内丹田灵府处有一棵已经长大不小的树苗，那是长春不灭绝带来的，并不影响。而在楚宁以灵气轰动境界之时，整座灵府都是一阵颤抖，体内瞬间是传来强烈痛意。长生楼那是真的在灵府小天地内铸就楼阁啊，等同于凝聚一个新的部位，不过只以灵气的方式呈现的，那就是根基。楚宁咬牙承受着，可痛意愈发的明显，无奈只得动用长春之意尽可能的弥补。他头顶冷汗冒出，不过有了长春之意，逐渐的消退下来。一座楼阁的基石在灵府之内铸就，无尽灵气涌动而来，楚宁不得已动用吞天魔功吸收灵气，消耗很大，太大，基本上是消耗从1境到3境资源的数倍才可以。苏婉清的资源很多，他暂时不需要担心兜里没零食这一点，至于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吞天魔功继续吸收，长春之意弥补破损5脏6腑，这就是一个破而后立的过程。直到许久，那楼阁终于铸就完成，与心相融，与神相融，灵气和龙气仿佛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在那楼阁的基座上，小树苗继续生长着。猛然睁开眼眸，俨然已经是再度突破。楚宁，资质上品灵根，是吞天魔功带来的资质提升吗？果然，难怪刚才眼神都通明了不少，这功法果然不俗。修为4境登楼，进度1%，功法
长春不灭绝，进度。第4层，龙象镇狱境，进度。第4层，浩渺剑章，进度。第4层，吞天魔功。楚宁缓缓起身，感受自身修为带来的变化，五感通明，肉身强度增加，所能调动的灵气更大。一层长生楼让楚宁的感觉就是他的生命力变得更加旺盛，即便不需要长春之意，只要没死透，他的恢复力注定比3境要快太多。就算是此刻不修行了，那也是300年寿元，于他而言，得到多少已经是大气运加深了，每一步一点都是命运的馈赠。之前哪能长生啊，现在直接300年老妖物了。抬头，夜色已经是深沉，楚宁知道现在该 emo 等人来安慰他了。嘿嘿，他们一定是被盯着的，修士的手段很强悍，感知也更好，和苏婉清交流基本上都是小声交流，以后就可以传音了。不过师尊不能传音就是了。推门而出，原本意气风发的18岁4境登楼修士楚宁瞬间变脸，哀叹、怨念、悲愤、不解，深深望了苏婉清洞府一眼，那眼神中有怨念，有悲愤，有凄苦。他轻声呢喃道：师尊，我也只是为了我们。说完就是拿出一个酒葫芦，寂寞的人需要伤心的酒来抚慰自己的心，没有人安慰他，他只能月下独饮。来到一处山崖，四周静谧无声，月光皎皎，偶有夜莺啼叫，蟋蟀虫鸣之声不绝于耳。一口辛辣酒水下肚，火热灼烧感让楚宁眼泪都流出来了。可酒水带来的痛苦，哪有一心为师带来的痛苦更为剧烈？师尊，弟子只是想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一些，您给不了弟子资源，长老给的资源为何不要啊？修行界予取予夺，没有实力注定被人欺凌，弟子有了实力之后，您不就更安全了？可为何？说着就是又是痛饮一大口酒水，呜呜呜。话说还不来？楚宁一看装的好像不够，又是仰天长啸。我不是师尊的傀儡，我要走出我自己的生活，我不想一直这般。师尊为何不能理解自己？这天下没人懂我啊！仰天长啸，壮怀激烈，18成就在苏婉清眼中犹如粪土，无论如何都不满意。他很悲愤，很绝望，需要有富有爱心的长老们来安慰。可等了半天，酒都喝完了，脑瓜子晕乎乎的，还没见人。操！我白装了，算球了，直接一把摔碎酒壶。不管如何，师尊给我生命，给我修行的机会，我一定要努力。可刚转身，忽然就是看到数道身影站在那里，吓得楚宁一哆嗦。卧槽他妈的，幸亏没露馅。6境修士潜藏，楚宁4境都察觉不到，足以见到修为差距究竟多大。其中有今天见过的丹峰峰主王胜，助气峰峰主徐虎，虚道峰峰主赵，为首者是今天得到楚宁好感的王胜。老者笑着拿出一个酒壶，楚宁，来，满上。楚宁陡然一愣，眼神中瞬间露出复杂。诸位长老为何会在这里？检测到酒水天仙酿，无毒。楚宁这才放心接过，痛饮一大口。好酒！王胜脸上带着笑意，上前拍了拍楚宁的肩膀。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看着你。为什么？诸位长老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因为楚宁，你很不凡，你的成就很大，能走得很远。如今的小竹峰早已经不是之前的小竹峰了。一长老笑着解释，为何苏婉清的弟子都离开了？因为他从来无德，今日之事我们也知道了。你为保护他，所以拿了王长老的资源，可苏婉清丝毫不领情，还斥责于你损毁丹药。天下人谁不知道资源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丹药灵石，空吸纳着天地之间的灵气，什么时候才能入道？他在耽误你。听到这话的楚宁立刻摇头，不，我的师尊对我是最好的，没有师尊我做不到这些。傻孩子，和你师尊有什么关系？他不过是要利用你，因为他已经没多少日子可活了，他想见到你，为他报仇。是啊，为何苏婉清沦落至此？因为他活该。他这些年嚣张跋扈镇压我们，这是天意。去你妈的天意！不是你们吹捧我师尊说入圣之后就是古今第一圣人了，也就是楚宁现在打不过，不然在座的各位脑袋都得摆在供台上。可楚宁并未露馅，只是一脸难以置信。这真的吗？众多长老纷纷点头。你如今的成就和其他人没有关系，只和你自己有关系。你如今缺乏资源，我们可以给你资源，但你要知道，不要被其他人利用。说罢，王胜大放出手，直接拿出从3境修行到6境的丹药上百枚，交给楚宁。这些丹药足够你防身了。助气峰峰主徐虎拿出一把飞剑，灵品巅峰飞剑，比楚宁砸碎的那把还要更好。剑修行，如何不能有一把很好的飞剑呢？其他峰主
立刻继续拿出资源。这是我封的符箓，拿来防身吧，小楚。老夫看好你，不要懈怠，这是能帮助修为提升的法宝。这是功法，放心，苏婉清不看重你，可我们看好你，努力修行。需要资源了，就来你张师伯这里来拿。如此之多的资源，让楚宁这个穷了半辈子的修士受宠若惊，此刻眼神感动，都要流泪了。至于为啥没流泪，因为哭不出来。谢谢诸位长老，谢谢，我很需要这些。众人闻言都是眼神欣慰到了极点。楚宁一脸激动，没想到诸位封主并非是我师尊说的那般人，比师尊还好。只是这么多的资源，弟子不敢接受啊。哼，拿着就是，但有件事情我们要告诉你。说着，众人都是严肃起来。楚宁也是立马点头。诸位长老请说。苏婉清无德，可我宗门如今刚刚跻身7大门派之一，岌岌可危。如今需要很多你这样的修士，我们知道你的天赋虽然不高，可如今仍然是达到了这般成就。倘若你能为我们着想，为宗门着想，请楚师侄助我们啊！请楚师侄助我们太玄宗稳住如今局面啊！这话说出来，楚宁就是一愣。诸位，莫非是想要师尊给我的传承？众人都是一喜，但都不敢喜形于色。宗门有资源，但缺乏弟子，我们想让更多的天骄修士出现，以此跻身更大的天地。楚师侄，这是为了我宗门着想，你莫非并不打算如此？楚宁立马摇头，弟子也是宗门之人，当然为宗门考虑。师尊虽然不让弟子传承随意拿出手来，可弟子也愿意拿出来，为了宗门，为了诸位长老。说完就是收起资源，拿出功法。可师尊只教了我这么一点。王胜笑着接过，打开一看，只是笑了笑。很好，很好啊，太玄宗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但以后如果还有，大家互帮互助。我们为宗门，你为提升，如此这般，苏婉清也会为你高兴的。楚宁使劲点头，激动道：为了宗门，为了宗门。只是一长老疑惑道：只是一部分功法就能让你修炼至此吗？楚宁果断点头：对，一部分就修炼至此，弟子会找师尊再得到其他功法的，诸位长老放心。好啊，好孩子。我是好孩子，不会辜负诸位长老的期待的。既然如此，我就去找师尊了。等等，不要暴露今日之事，否则苏婉清必然不喜。好的，那我走了。去吧。众多长老望着楚宁的背影，都是激动不已。小傻楚宁随便出手就得到了一部分功法，至于这功法是不是真的，试过就知道。众多长老很快来到宗主洞府之前，汇报今日之事。得到消息的陈玄天也是微微一笑，看来本宗说的果然不错，这楚宁也不过是表面上对苏婉清忠诚，实则内心仍然不爽。一长老笑着开口道：老夫觉得倒是和那弟子没什么关系，苏婉清此人的问题实在太大了。他教弟子并不考虑弟子的内心，只给资源，只给功法教授修行，甚至于他的教学近乎严苛，让那些弟子不堪忍受。来之前都是各地的天骄，如今到了小竹峰居然这般凄惨，哪里会得到那些弟子的信任？罢了，不必多说，宗主，这是楚宁的功法。闻言，陈玄天微微眯起眼眸，打开功法一看，立刻看出来不简单。只是这一卷就足以媲美寻常二流功法，果然不俗。但这东西是不是会问题？哪位长老愿意先修炼一下？在场众人没有人犹豫，都是抢先修炼，事关他们能否被宗主带着前往天玄宗接触圣人之意，谁都是不甘人下。陈玄天笑着更开心了，有这么一群长老，真的让人很舒心啊。既如此，大家都修炼，尝试一番如何？很快，众人都是盘坐，按照陈玄天的说法修炼起来。龙象镇狱境，好功法，一听就不简单啊！但他们显然不知道，这功法单独修炼起来，可以媲美二流功法，可加在一起，总不可能现在就露馅吧？忽然，一长老大喜，他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力量得到了提升。宗主请看，老夫已经有了进度，这功法只是一小卷，就如此不俗。我也有了进展，的确不错。哈哈，这是好东西啊！苏婉清居然藏匿这种功法，可为何感觉到这功法缺少了很多东西，而且运转路数很怪异呢？废话，这是残缺的，楚宁还没完全得手呢。也对啊，也对。眼见如此，没有任何问题，陈玄天放心收下。诸位长老，事关我太玄宗未来1000年荣辱之分，请诸位上心，谁最后的贡献最大，就带谁前往天玄宗，继续吸引那楚宁。小竹峰内，这边楚宁小跑着来到苏婉清洞府内。很快，苏婉清打开门，立刻示意楚宁进入。楚宁笑呵呵的拿出所有资源，都乐麻了。师尊您看，哈哈哈，这么多资源，赚大了啊！法器、丹药、符箓，
防身的器物虽然比起师尊的资源差了很多，可白送的不要白不要啊。苏婉清看了一眼那些资源，并未在意，这东西他倒是用不到收着便是，若是用不到了，之后离开了可以卖掉换取灵石。楚宁使劲点头，只是此刻的苏婉清有些疑惑，有件事情很不能理解。宁儿，你是如何找出应付他们的功法呢？我开挂了。楚宁笑呵呵道，无非是随意修改了一通，分卷功法都可以单独修行，但进步不会太大，可一旦总体修行，经脉必然逆流，届时走火入魔都是小事，大概率是跌落境界。苏婉清一愣，深吸了一口气，随意修改还能分卷修行，总体修行竟能走火入魔，这是他自己做到的吗？真若如此，功法理解那得高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他错愕看了楚宁好一会，终于是满脸笑意，止不住伸出手去揉楚宁的脑袋，但揉了2下，忽然看到楚宁眼神中带着笑意，迟疑片刻还是伸了回来。现在可太怪了，揉个头他都心慌意乱的。他多想不是完全没原因的，因为他知道弟子惦记他呢。先把东西收起来，以后用得着了拿着用就是了。如果那功法取得他们的信任，明日直接去筑气峰，为师教你如何得到那件灵刃主。仙剑，太玄宗唯有一把，但从未认主，谁都动用不了。如今是在太玄宗筑气峰当作镇店之宝的。楚宁点头，很快收起这些资源，可难免是有些疑惑。师尊，那仙剑弟子听说过，已经有了灵智了，怕是寻常之法难以收服，师尊这般人都收服不了，更何况弟子？难道师尊要亲自出手？苏婉清摇了摇头，二人纷纷落座。苏婉清也是为楚宁倒了杯茶水，满身酒气的去酒气再说。楚宁笑了笑，对酒当歌嘛，不这样怎么体现得出弟子内心悲愤呢？提到这个，苏婉清就是头疼。为师觉得自己的演技太浮夸了，如今在他们眼里的形象变化可太大了，怕不是会被看出什么岔子。宁儿，为师并非有意那般说的，只不过是为了更体现自身的性格，莫要在意。楚宁当然知道这些，事急从权嘛，不就是骂他2句吗？他晚上找便宜找回来不就行了？师尊这般很符合人设了，他们估计更想看到师尊这般绝望模样。苏婉清闻言眼神微动，目光落在楚宁脸上，嘴角止不住露出笑意。若是无你，为师恐怕真的会沦为那般疯魔模样。师尊怎么还我呢？苏婉清脸色微红，立刻就要警告楚宁别这么放肆，从今天他就琢磨这事呢。可这小子本身就没接触过这么多女子，他估计是头一个了，想来也没那么多经验。女子气势一旦弱了，男子不管有没有经验都能更进一步，而他只要把握主动权了，其实就是进退有余。如此想着，苏婉清翘起2郎腿，微微眯起眼眸，极美面容之上带着一丝妩媚笑意，看得楚宁直接一愣。我擦，这个表情什么意思啊？宁儿想让为师怎么还呢？娇柔妩媚嗓音传来，听得小楚宁陡然一愣，他毫不犹豫，嘿嘿一笑，白天答应的亲亲兑现了被师尊，就惦记这事呢。苏婉清立刻咬牙切齿，可忍住了开口骂娘，仍然是笑着。亲完了呢？还想做什么？楚宁一愣，亲完了。打量着面前的苏婉清，楚宁有些疑惑，今天说的这么开吗？之前不都是我主动的？亲完了帮师尊恢复修为，恢复完修为了呢？这话倒是问住楚宁了。恢复完一般都虚了，那肯定是睡觉啊。但师尊今天问这么多做什么？按理说也不会让他做点别的吧。我说想一块抱着睡觉，师尊能答应？抱着师尊一起睡觉？苏婉清差点一口老血没吐出来。什么玩意？你什么话都敢说是吧？可他仍然是极力保持着镇定，这怎么和他想的有点不一样呢？按理说他应该占据优势，这种话对一个弟子来说，弟子该脸红才是，居然现在还如此淡定。然而对于楚宁，他不会考虑那么多的。师尊问这个干啥到底？难道真的能行？反正问他啥他就说啥，亲也亲过了，几句话有什么不能说的？他可是很坦诚的。仍然保持着那笑容的苏婉清强忍着内心羞愤，依然笑眯眯开口，倘若这些事情都做了，没其他想做的，比如那师尊。这次楚宁真不懂了。苏婉清不想讲话了，你说比如什么？他深吸了一口气，就不信了，他还拿捏不了一个楚宁。此刻裙摆不动声色地撩起，藕白色的大长腿暴露在楚宁面前，瞬间吸引了楚宁注意力。比如这个吗？楚宁目不转睛看去，这是师尊给机会了，那他就不客气了。下一秒，苏婉清陡然一愣，师尊的腿挺滑的，弟子也是第一次摸女人的腿，谢谢师尊。女子错愕地望着面前楚宁，不断摩挲他大腿，此刻再也绷不住了。为什么和他想的不一样？他到底是如何保持得这么淡定的？苏婉清咬牙切齿，猛然起身怒道：逆徒！
之后就是一脚猛然踹了过去。今日修行到2境后期了，不打死这逆徒才怪。楚宁笑着抬头，一个眼神，刹那间灵气便是直接掌控住苏婉清大腿，令其动弹不得。此刻手仍是没松，继续摸摸，灵气凝实，可化万物，4境登楼手段，这才是仙人手段。楚宁笑着开口道：师尊给的机会，弟子肯定不能放过。不过弟子感觉今天的师尊有点奇怪啊，不会是打算戏弄弟子，以掌握主动，但是玩脱了。没想到弟子根本不吃那套，纯情小处男才会脸红。他虽然处，但不纯情。主打一个苏婉清出什么招，他想都不想直接上手。被看破的苏婉清脸都红到了耳根子，这就是他纯粹没事找事。他不说，楚宁就不会做；他说了，楚宁那可就有了口实，直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放开为师。他奋力挣扎，却发现挣脱不开那灵气束缚。为何4境修士可碾压4境体修了，只在灵气运用上？苏婉清很快察觉到了不对，这手段。他难以置信，望着面前越凑越近的弟子，大脑一片空白。宁儿，你4境了，从淬体3层到4境登楼，不论是实力进步、建议修行，还是境界提升，都快得离奇。可他察觉到不对，凑这么近做什么？可楚宁没有回答，只是凑得越来越近。苏婉清觉得大事不妙，彻底玩脱了。宁儿，你别这样，为师。楚宁听都不带听的，照着苏婉清嘴唇就是啵的一声。师尊的承诺兑现了，就当是今天赢下师尊的奖励咯。原本楚宁正琢磨找机会呢，真打算是等到疗伤完了再说呢。可师尊给机会了，那也没那么多麻烦了。彼时的苏婉清几乎大脑都要宕机，感受着唇边仍残存着的气息，那是被楚宁吻过留下的痕迹。想要发怒，却发现自己的怒气好像很没有来头。人家亲了你，为何要怒？倘若你白天不说那话，对自己盲目自信，会有现在的事情吗？弟子不会做的过分，只要苏婉清不说，他就绝对不会做。可苏婉清说了，弟子已经很强了，强的已经超出苏婉清认知了，如今更是登临4境登楼。天玄宗道子速度可有他弟子快。至于方才发生之事，苏婉清只是有点想给自己一巴掌，不是他作死，就不会被楚宁得逞。可他为何如此不直接拒绝？不还是感受到了那股近乎热烈的赤诚之心？回头，别管什么身份不身份的，如今这般早已经是回不了头了。苏婉清被放开了，那是楚宁4境修为所带来的手段。可苏婉清并未发怒，并未有太过激烈的反应，只是脸上仍然留有不可控制的红霞。他甚至还很平静，如此也是柔和下来。先把剑灵的事情说完就是了。可还是忍不住叹息一声。楚宁笑嘻嘻，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师尊这次不教训弟子了，是不是下次也可以？苏婉清理都没理。师尊不说话，我就当师尊认可了。那再亲一个行吗？刚才怕师尊生气，没仔细体会。苏婉清一把摁住楚宁又凑过来的脸，直接气笑了。你还担心为师生气呢？我还以为你早不认我这师尊了。楚宁立马摇头。弟子还是那句话，没心思的时候师尊还是师尊，有心思的话师尊就是婉清了。苏婉清哭笑不得，干笑了好一会。婉清，这小子还真是敢喊出来啊！为何会变成这样子？按理说也不该成逆徒啊。女子一声叹息，语气凉凉。剑灵的事情，你到底还听不听？听。谈论正事的时候，楚宁还是相当正经的。事关2人日后的规划，岂能不谨慎一些先见？留给太玄宗？不，那可不行。瞧着身前弟子，一瞬间又严肃起来。他是真的无话可说了。明明正经起来，瞧着还不错呢，就是大部分时间不太正经，好像2人之间不知不觉就成这副模样了。若说芥蒂的话，似乎倒是没太多，顺其自然吧。他如今很能看得开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修行、人心、情义、赤诚之心如此纯粹，他倒并不羞恼。只是碰上那种弟子不把他当成师尊，而是女子的时候，没来由的心慌意乱。按理说他的性情总该看得淡然，或许是没了修为，已经隐隐约约的将弟子作为依靠了。不，从楚宁没有离开那天开始，站在他面前护着他那天开始，似乎已经变了。他不去想了，想了也没什么用。苏婉清已经开摆了，爱咋咋地吧，他是管不了楚宁这逆徒了。不过既然是正事，看楚宁也不会不在乎。那仙剑是为师当年于天地人3玄宗之内的诸多大能联手所得，算起来还是你小的时候。听到这话的楚宁嘴角一抽，这才意识到苏婉清说他小的时候完全没什么问题，他就是苏婉清照顾大的。我这举动是有点被逆人伦啊，但没有问题。年纪大了会疼人吗？食人欲动乱，被魔欲、妖欲、
乱天玉联手进攻，只因人玉出现了一个宏大秘境。楚宁似乎有点印象了，10年前吧，大概当时的苏婉清时常一连出去10几天，每次回来都是一身伤势，养伤好了继续出行。苏婉清回想着当时，继续开口说道：谁都想优先得到那秘境的开拓权，于是各族起大争之势。然而各方势力手段近乎持平，很难决出高低。时人遇到守天玄道人，天玄子提议诸域共探，选取合适修士入内，能得到多少都各看本事。楚宁好奇道：所以当时师尊也进去了，但按理说天地人上清到6大宗门，圣人修士无数，轮不到师尊。苏婉清苦笑道：对啊，是轮不到为师。一开始天玄子提出的是各自挑选10人入内，天玄门为人域首圣宗门，天玄子乃是世间唯一天象境，其他长老8境无极也有10几人，其他人肯定觉得不公平。于是乱天玉到手否决，表示10人可以，但必须是自己推举5人，其他势力推举50人，再由50人中随机抽取5人，且各族到手不得加入。为师是被乱天玉的一人推举的，因为当时参战之人为师修为最低，6境后期吧当食材。楚宁忍不住嘴角露出笑容，所以师尊就进去了？没有，随机挑选的，但天玄子知道我底细，做了手脚，即便是按照这样的规矩进入，也肯定是想挑一些自己势力之内比较凶悍的存在。苏婉清的6境堪比圣人，北域第一天交剑修，那可是无数势力眼红的存在，曾有阵斩圣人的战绩为师因天玄子的大举考虑入内，最后是5位天玄宗无极巅峰圣人，2位地玄宗7境圣人，2位人玄宗7境圣人共同入内。各族势力入内，进入秘境，因担心秘境之内起杀伐，各自按势力分头而行，一路获得秘宝无数。其中那仙剑同样在那秘境之中，为师因修为不够，没挑选其他的，只选了那一把仙剑，之后就带回了太玄宗之内。那楚宁大概也了解了，来历不凡。苏婉清眯起眼眸笑道：为师说那是秘境最大传承，你可信？楚宁当然不信，一把仙剑算不得最大传承吧？陈玄天似乎也有仙兵在手。那为师若说那只是一节剑尖，就是仙兵巅峰层次，还有灵智在身，又如何呢？楚宁直接淡定不住了，难怪师尊一直琢磨那玩意，一节剑尖就是仙兵巅峰。苏婉清自己的佩剑也只是灵品巅峰，之前为他和江清月各自打造一把，他的那把被江清月打断了，江清月的被楚宁打断了，但灵品巅峰已经足够强悍，剑修持灵剑，杀力最少提升5成，这种东西怕是天地人3宗也不会轻易让出吧？但为师让那仙剑认主了，他们动用不了呢。楚宁又是深吸了一口气，已经认主了，可不是说他是无主之物吗？苏婉清笑眯眯道：仙剑巅峰人遇到首都没有，可谓师带回来了，但人遇各大势力看似齐心，实则内部争斗很多，我若配仙剑，他们必然对太玄宗找机会攻伐。后面我以此剑无主，凡被认可之人皆可持有，放在铸剑峰之内，是为让天地人3宗不对我有所忌惮。他们可以容忍一个天骄剑修不是自己门下的，也可以容忍这个剑修入圣，毕竟大家都是人族，可他们不能容忍一个能入圣的天骄剑修还持这种品质的仙剑，圣人持仙剑可斩无极。楚宁使劲点头，所以此剑早已认主师尊，但因为自身和宗门考虑没有使用，一直放在铸剑峰之中，可师尊为何说让我去取得呢？苏婉清翻了个白眼，我如今道行修为，他会认我吗？你觉得他会跟我走吗？楚宁沉默，那应该不会，师尊已经是菜鸡了，弟子都打不过了。苏婉清笑骂一句，好个不知轻重的宁儿，倒是什么话都敢说，不过的确是这意思，弟子不会瞧不起他的，也不会刻意的在他面前掩饰什么，修为没了就是没了，但又不是回不来。师尊的意思是什么？为师本欲打算给你仿造一丝缥缈之意，让他认为是你就是我原身，但为师没有灵气，很难。可既然如今你已经能领悟缥缈之意，直接去，他会跟你走的。这话说完，苏婉清眼神就变怪异了，甚至说楚宁领悟的都不是缥缈之意，是比他意境更高的存在。这小子到底怎么修行的？楚宁恍然大悟，点了点头。明天差不多就是个好时候，我可以直接以兵器不合适为由头，去找铸剑峰挑选，然后去找那把剑。苏婉清微微点头。宗门之人大多自傲，他们觉得连我都拿不走那把剑，更何况别人。可这帮蠢货根本不知道这剑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苏婉清只要不用，天地人3宗就不会对太玄宗有所忌惮。就算是这样了，他们还会沾沾自喜，无药可治。当年的太玄宗还不配称宗门啊，还叫太玄门。太玄宗进入人域7大宗门之列，是因陈玄天入圣，苏婉清当年斩的圣人就是陈玄天的大道之敌，他就不该来太玄宗。换个天玄宗当靠山都可以，可当年是他的老师救下了他，
所以才会有终身效力太玄宗之说。现在吗？现在不了，现在要跑路了。为了他，也为了自家弟子。弟子懂了，自傲的人就很好处理，交给弟子就是了。说完，楚宁眨眨眼睛。师尊，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是不是该上床了？苏婉清美眸一横，神色冷冽道：你敢说你不知道这话代表的什么意思？真觉得为师听不出来？那师尊就说是不是上床上吧。苏婉清扯了扯嘴角，起身走向床榻，放在其他人那里。你敢说这话，第二天就把你活剐了，13000遍剐完之前都不许死的那种。楚宁立马笑嘻嘻地跟上，师尊又不舍得弟子受这苦。舍得。说完，一件带着淡淡香气的衣衫就丢在楚宁脑袋上，这举动的意味不言而喻。阴阳楚宁偷他外衣，可楚宁丝毫没察觉到，反而拿下衣衫，当着苏婉清的面来了个史诗级过肺。苏婉清看到之后都有点想死了，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你无药可治了。楚宁倒也没说什么，给了奈不得文文。他自知自己不是啥正经人，谁家正经人能惦记自己老师？但现在苏婉清又不是不知道，他有什么可怕的？挂好衣衫，立马就是帮着苏婉清脱下内里白衣，又是挂上。那白天所感受到的温软就在面前，趴在床榻上的那一刻，便是直接被压扁。暴殄天物啊！苏婉清没看楚宁，甚至脸红都没了。某人四境了，是不是能拿出来更多？莫要让为师失望。师尊说的是长春之意，还是别的？楚宁笑着上前，俨然已经能随意催动长春之意，刹那间便是酝酿一股磅礴意境，全部入体。苏婉清皱眉忍耐，许久之后，终于是忍住了。如今是灵府重新恢复，倒也不用像是昨晚那般一会起来一次。至于楚宁那明显带着其他意味的话，苏婉清嗤笑一声：怎么还敢拿出来别的？当为师如今剑不利否？楚宁当然不敢，大家也就停留在口嗨的份上，但他口嗨，苏婉清敢皆是楚宁没想到的。师尊，其实弟子想明白一件事情。那忤逆诸法是双修之法，师尊灵府恢复之后必然在修法门。苏婉清嗯了一声，侧脸看着楚宁。那是自然，体修用剑可比法修用剑差得远了，有什么问题吗？可师尊想想，从弟子给师尊疗伤，如今也不过4-5天的时间，只因为这4-5天的时间，师尊就要再修体魄，是不是有点亏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苏婉清如今必然双修，日后大道进步必然缓慢，但走上去了，那就是铜镜碾压，没有任何可怀疑的。苏婉清闻言笑了笑，可宁儿，你不清楚的是，倘若为师没有你这忤逆诸法，如今道心也不会这么坚韧。倘若天定万物，这就是为师的宿命，为师注定走上这条道路。况且谁知道我们家宁儿提升修为这么快，如今就4境了，这哪里猜得到？他本想有个自保之力，大家跑路的时候也不必担惊受怕的。现在看来也没什么问题，这变化实在太大。楚宁眨眨眼睛，仍是专心疗伤。弟子是师尊家的，为师感觉给你起名的时候姓苏就更好了，如此这般就是你半个娘了。若是这般你还敢起轻薄之心？苏婉清这话的语气带着讥讽，显然不爽。楚宁倒是并不在意，因为他显然不想改个名字，楚宁就很好了。苏宁，去他妈的苏宁！那要是弟子以后喊师尊娘，师尊会怎么办？你真做得出来这种事情？苏婉清都愣了，要知道楚宁这回基本上是在追求他了。虽然说这件事情没放在明面上，是双方的一个相互靠拢，可这喊他娘，1日为师，终身为母，弟子这话可有问题吗？楚宁笑得倒是更带深意了，毕竟不是真的娘亲什么的，是师尊啊，没血缘关系，那这东西就属于加点公诉什么的了。苏婉清哭笑不得，你脑子里的那些奇怪的东西是哪里来的？悖逆伦理纲常，按理说你对为师起心思都不该，还敢说出这种话，你该不会上辈子是魔修转世的？弟子是为师尊转世的，再说了，一般魔修何比不上弟子？呵呵，那是啊，魔修也尊师重道呢。楚宁又被阴阳一句，眼下报复手段也很简单，先蓄力，攒个大的。猛然发力，苏婉清直接没绷住一声轻哼。楚宁！苏婉清红着脸瞪来，楚宁倒是面不改色。苏婉清，别忘了，如今你是靠我恢复修为的，我想一次性动用多少就是多少，信不信让你嗷嗷叫到明天？逆徒！说着就是一脚踹去，被楚宁一把抓住，偏偏苏婉清还挣脱不得。他一脸悲愤苦笑着，为师劝你最好别让为师恢复修为，否则第一个砍的人绝对是你。楚宁当然知道苏婉清这话是玩笑话，当下也是笑呵呵道：师尊修为恢复也不一定追得上我，我比师尊更是天骄。哼，当之无愧的天骄，几年后当你步入天下舞台，就会发现你的资质是何等的惊世骇俗，
这话倒是没错。别握着为师脚了，继续恢复。从脚底也可以，弟子从任何角度都可以。苏婉清不接茬了，这小子太混账了，什么话都敢说。他要是再跟之前那般挑逗楚宁半句，怕是楚宁真的敢。望着面前这副景象，楚宁口干舌燥，本来打算全神贯注疗伤的，后来发现根本不需要了。没办法，太强了啊！反正如今和苏婉清也没什么芥蒂可言了，只是看的话，苏婉清搭理都不搭理他一下子的。但楚宁倒也没做得太过分，师尊性格很烈的，对他算是很特殊的，换个人他真要自尽了。之前还随身带刀口含毒药。点到为止，大家心情其实都也不错。楚宁便宜其实也占了挺多，一过分下次可就没这机会了。不过楚宁还是忍不住问了个问题，刚想到的。师尊，要是改天我们结为道侣，我喊你师尊还是喊你婉清？苏婉清闻言一愣，破口大骂：喊你娘的头！楚宁笑嘻嘻，弟子显然不太想其他人做师尊的道侣。师尊有2个选择，要么担着我们继续做师徒，要么我们结为道侣。结你个头！再说这种事情就滚蛋。怎么就说到这些了？他也是太敢想了，那是一点道德束缚都不带有的啊。可之前他是半点没看出来，这是放得开了。师尊脾气是不是有点爆了？你这样日后没人娶的，我需要有人娶我。本座一人独身就很好，没人爱的人都这么说，改天有人爱了，心思就慢慢变了。为师需要有人爱，自修行而来，无数男子爱慕，可从来都是这心思。那弟子呢？你毛都没长齐，你说个屁！改天见了世面再说吧。从你还是个孩子到现在，可离开过太玄宗吗？那你说个屁！苏婉清基本上是破口大骂了，话语中带着明显的质疑。你见过多少女人，就敢说这话？天底下女人多了去了，什么样的都有。他单纯怀疑楚宁就是因为和他待得久了，所以才有心思，可日后必然见到其他女子，到时候再说呢。别说苏婉清就没打算找道侣，找了以他的天赋和性格，断然不可能和其他女子共享。谁知道日后会如何？楚宁笑着又是上前，不摸脚丫子了，仍是专心恢复伤势。纵然见了世面，也觉得师尊才是最好的啊。闻言，苏婉清嗤笑一声，现在说这话可谓大言不惭，等以后能记得为师姓甚名谁，就善莫大焉了。哼！又是一声轻哼，苏婉清彻底忍不了了，直接起身去揪楚宁耳朵，臭小子，老用这套戏弄为师，当为师是泥捏的，随便给你摆弄了。师尊这话说的，弟子肯定没那么认为啊，但报复一下还不行了。苏婉清眯起眼眸，显然不解。报复？因为为师那番话，这话并非是针对你，而是事实。你的确没走出过太玄宗，这天下太大了。你可知道天玄宗有个混账，做了一个天下女子角色榜，为师也不过排入前10，改天这些人都见过了，还敢说这番话？况且我清楚你对我到底是什么心意，我这些年对你多有关照，你是我如长辈有所依靠，可那并非是心动，也绝非是爱，只是多年依恋罢了。所以我说你年纪还太小，根本不懂这些，以后少跟为师说这些话。瞧着面前容貌绝美的女子，楚宁笑得更开心了。师尊的意思是见过了看过了，还觉得师尊最好，师尊就答应了。苏婉清的话突然是卡在嗓子里说不出来了，此刻扶额苦笑，已经不知道说点什么了。这脑回路堪称清奇啊！但他很快想到了破局之法。可以，那就算是这意思。所以等你把天底下的女子看遍之前，为师不会答应你。楚宁嘴角一抽，我这一辈子也看不完啊！听到这话的苏婉清彻底是绷不住了，掩面而笑。所以呢，小孩子还是专心修行，改天一眼看遍众生。反正为师也没拒绝你，也没必要觉得伤心什么的。快别愣着了，要是还有存货，就都拿出来，别让为师干愣着。好的，师尊，都留给你。这话说完，系统忽然传来提示声，叮，检测到宿主让妻子愉悦，奖励贡献值1万。系统评语：看似被动，实则处处掌握主动，令人无路可退。触发系统暴击，灵根可使用贡献值提升。楚宁目光忍不住打量着苏婉清，哦，原来师尊这么开心啊，还是第一次直接报了1万贡献点啊。不过灵根能用贡献值提升，卧槽！之后的2人其实也没多少言语，一个安然趴在床榻之上，时不时传来几声轻哼，一个则是全神贯注，丝毫不敢懈怠，话语都在行动里。每次灌输的长春之意，那便是楚宁的心思了。早期猛然发力，随随便便都能爆个大的。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 10%， 奖励贡献值10万。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 8%， 奖励贡献值8万。苏婉清的反应同样是控制都控制不住的，听得楚宁还是蛮躁动的。师尊的妖，杀人的刀，可伴随着
时间的逐渐推移，逐渐是力不从心。检测到宿主位，妻子恢复修为 6%， 奖励贡献值6万。检测到宿主位，妻子恢复修为 2%， 奖励贡献值2万。检测到宿主位，妻子恢复修为 2%， 奖励贡献值2万。不光没力了，心思都没了，腰也不咋地啊，这身材也就那样，看来看去就那点。不过这一次持续了足足2个多时辰，从一开始的半刻钟到如今的2个时辰，那就是楚宁逐渐变得强悍的体现，一滴不剩了师尊。楚宁感觉脑瓜子晕乎乎的，但也不至于直接倒地不起了，甚至还有心思再调戏一下苏婉清。此刻查看累计奖励，差点没给楚宁吓死。检测到了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累计 30%， 累计奖励贡献值30万。修为恢复进度 61%， 路漫漫其修远兮。原本以为要很久，可如今就只差 39% 了。等白天恢复之后，直接为苏婉清彻底恢复破损道脉，那二人就更有信心面对其他人的恶意了，甚至于需要消耗的资源都能拿宗门的来。现如今楚宁手上的贡献点有50万，可以做的事情那可是多了去了，但他可没打算傻乎乎的就直接用在现如今的提升。恢复修为带来的提升是最大的，但有自身的上限，但他未来的一辈子还很长，这些贡献点就像是银行存款，一下子花光就太亏了。只要一身修为够用，手段够强，就没什么问题。那下次多留几滴留下来备用。苏婉清倒是没如何理会楚宁的调戏，对比俩人之前说的话，这算什么小儿科呢？女子满面红润，表情却是慵懒，神色早已经没了最早的苍白面色，如今看着宛若事后春潮，格外动人。缓缓起身，伸了个懒腰，苏婉清一脸惬意。自家弟子用的就是舒心，还不用担心弟子做点什么，有贼心没贼胆，说的就是这种嘛。安然享受，不必担心其他的，就是足够了。甚至此刻完全不对楚宁设防了，还有心思打量楚宁的反应。你小子不是喜欢看，现在还有心思看？苏婉清美眸微眯，笑着看去，看到楚宁生无可恋，一脸事后被榨干的绝望。这回别说盯着看了，显然已经是看破红尘，半点心思没有，跟个和尚似的。眼见如此，苏婉清倒也没愣着，笑呵呵的起身拿来丹药上前，张嘴吃2颗养神丹，好好休息一下。看着面前面带红霞气色极好的苏婉清，楚宁一脸苦涩啊，那可都是我的功劳啊！啊！楚宁手都不带抬的，主打一个被动接受投喂。苏婉清笑着把丹药塞进楚宁嘴里，丝毫没有介意。如今道和之前比起来强了不少，之前都是倒头就睡，如今看来还有精力呢。听到这话，楚宁直接脸都白了，还以为苏婉清要继续要呢。不行了，真没了，明天，师尊，明天一定。没说继续，看你吓的，早说嘛。说完，楚宁直接就当着苏婉清的面钻进被窝里面，然后盖好小被子。苏婉清嘴角一抽，表情很快怪异，想动手打人了。之前直接晕倒了，睡为师这里还能解释呢，现在呢，真是虚的走不动路了，还钻呢。苏婉清牙咬的嘎吱作响，怎么这楚大爷，这床变成你的了是吧？就让为师睡地上。楚宁故作不知，一脸真诚，弟子可舍不得让师尊睡在地上啊，师尊今晚睡床上也是可以的。苏婉清抬头就是一巴掌，楚宁立马爆头，殴打病号啊，没天理啊，费劲巴叉的给师尊恢复修为，如今没利用价值了，就要一脚踹开了，呜呜。苏婉清直接气笑，我还睡？我睡个屁，睡着，改天就盖一张被子，然后双休了是吧？楚宁听到这话就是一愣，捏马的苏婉清比他说的还劲爆，年纪大的女人开起车来真就不是他能扛得住的。楚宁硬着头皮回应道，反正弟子问心无愧，想睡就睡，今天我话就撂这了，这床从今往后就是我的了，而且要是真这样，弟子也不是不能吃个亏。说完就是直接躺尸，就睡这里香，还很软，他就喜欢睡这，谁也管不着。苏婉清是真没办法了，你还吃上亏了，当一个人脸都不要了，你跟他讲道德。弟子睡在师尊床上，同性别还好说，可异性的，唉，是谁被谁欺负啊？他连自己床都没了。苏婉清无可奈何，冷冷瞥了楚宁一眼，语气固然冷淡，可关心的仍是楚宁。你如今消耗这般巨大，会不会对你的根基有所影响？楚宁一脸苦涩的摇头，这玩意就相当于用的多了，产生的多，对功法本身的提升也不小，反正是对双方有利的事情。闻言，苏婉清微微松了口气，如此这般，那就不必担心弟子为他恢复修为导致根基受损的事情了。宁儿必然成长为比他更为强悍的存在，若为他如今一个废人把自己根基毁了，可就麻烦了。不过现在的楚宁老实不少，都不乱盯着看了，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看到他这副模样，
苏婉清止不住的轻笑。如今你这般为师可算是放心了，总不用担心被什么人突然凑上来占便宜了，尤其是某个逆徒。楚宁抬头望着头顶洞府，有气无力，但仍然坚持本心。在下就是逆徒本徒，下次一定剩下点精力占便宜，反正师尊也舍不得揍我，不占白不占。你还光明正大的承认了，喜欢师尊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可别，为师可当不起你来喜欢，你能尊师重道就足够了，那玩意还是别奢求了，没可能的。你倒是装都不装了。楚宁笑嘻嘻，大概是看清自己本心了，觉得瞒着也没什么意义。苏婉清轻哼一声，挪动着上前。有劳咱们的楚大爷抬个头呢。楚宁一脸疑惑，抬个头做什么？虽然没什么力气，抬个头还是可以的。可刚起身，就是察觉到原本的枕头换成锡枕了，甚至能清楚感受到苏婉清腿上传来的温度。再虚，这下也淡定不住了。这个待遇，抬头那是根本看不到苏婉清的脸，被挡住了。那话什么说来着？低头不见脚尖人间绝色来着，不就是这么？可偏偏如此香艳情节，他内心纯洁的跟个和尚似的，是真没精力多想。下一刻就是感觉到一双手落在他头顶，轻轻按压楚宁头顶穴位。楚宁瞬间感觉到那种透支带来的头痛缓解了不少，甚至于丹药的消化也变得更快，仿佛也是在清除一身的疲惫。原来是做这个。楚宁满脸苦涩，明明这么令人躁动的情节，可自己却是不争气啊，有心无力。他叹息一声，忍不住开口询问：师尊怎么突然想着帮弟子摁头了？苏婉清脸上没什么表情，淡淡开口：你每次睡着额头都会经脉暴起，为师昨日查看了一些典籍，是消耗过大的后遗症，如此按压就会缓解，一些简单的手段罢了，不如你会得多，效果不好，别怪为师手段不行。一瞬间楚宁感觉到心都化了，满脸笑意。如此举动，弟子还会怪师尊吗？不过以后是不是还能这样？看某人表现如何呢？弟子明日一定给师尊更多，绝对让师尊满意至极的那种。苏婉清美眸一横，猛然用力，差点没让楚宁疼得叫出来。臭小子，待到个机会就要嘴上哗哗两句，睡你的去，看看都困成什么样子了，一整天整个憨包一样。傻不傻？你就算是留点体力他也不会说什么，但一想到弟子单纯就是想赖在这里的话，好像也可以解释。可他清楚弟子并非那般人，放在他身上的小心思都是他一眼能看出来的这种。楚宁如今没直接倒地，可绝非是楚宁保留，那是他修为上来了，如今四境更能抗了。可对于他，楚宁几乎不会保留任何东西，如何让人不心神动容？这话说完，楚宁果真老实了，能享受师尊的锡枕还有这按摩，他也算是头一个了，以至于睡得都香甜不已。苏婉清并未言语，只是静静的继续按下，可目光始终落在楚宁脸上挪不开。早该起名给你姓苏的，如此这般你还敢惦记吗？但如今似乎好像也不坏呢。楚宁俨然已经沉沉睡去，待到苏婉清理清如今思绪后，便是轻轻起身噎住楚宁背脚。至于理清什么思绪，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觉得现在就很好，顺遂心意而为便是足够了。纵使日后发生什么，何尝不是天命所在呢？他或许就是自己的天命吧。如此想着，苏婉清轻笑一声，现在楚宁睡了，他得开始修行了。三径柳精进，他今晚就要突破了眼下，轻轻起身没有打扰，盖好被褥之后驻足在床边，忍不住盯了好一会。什么时候这小子觉得睡在他床上就是应该的了？逆徒懒得搭理，还想让他也睡？他真要睡了，楚宁能老实半点他都不带信的。臭小子，等为师恢复了修为的，吊起来抽你！如此想着，便是心情大好。体修修行需要药材，突破自然也需。他没穿衣服，反正楚宁也睡了，弄湿了又是麻烦事情。眼下取出一部分药材，再度调配三境突破所需的药液。三境药材刚猛不已，寻常之人服下必然身死，并非是一般人可以销售的，调配成药液激发就会更刚猛。和岩浆都已经是差不多的存在了，但问题不大，他的体魄如今已经相当的强悍。肚兜泻裤吞下放置一旁，便是一副傲人至极的娇躯，犹如天宫造化。只是如今楚宁睡得跟猪一样，看不到半点。苏婉清并未犹豫，娇躯逐渐没入药液，刹那间便是刺骨的疼痛，原本修为恢复带来的舒适感荡然无存。体修正道就是如此，舒服是留给死人的，不历刺骨之痛，何亏通天之道？药液瞬间沸腾，纵使如今他的忍受力都无法承受，忍不住的呻吟。这般时候，他的目光就落在那不远处的弟子身上，几乎是将牙齿咬碎。天意如此，让他走上这条大道，那就是他的归宿。扛不住就死，扛得住就是通天大陆的起点。
弟子都能扛得住这么多的压力，他又有什么惧怕的？筋骨被淬炼，体内也在发生惊人变化。体修3境，铜皮铁骨柳金，这不是法修凝聚灵气修行即可，需要药液长时间的浸泡。半夜过去，他已经感觉到浑身麻木，感觉到大脑一片空白，脑海中将这100年的事情都回想了一遍，目光却是始终落在楚宁身上，如此才算是撑过去了。3境体修，柳金之境。趴在浴池边上的苏婉清脸上带着苦涩笑意，有种好似全都熬过来的感觉，解脱了，可以后会更难熬。可纵日后经历的痛苦比这更强万分，又算什么？他还有一个弟子，修士登高之路必然苦难重重。好不容易起身换上贴身衣服，腿肚子都在发抖，他差点没控制住哭出来了。太痛苦了，根本不是人类所能承受的。他身上同样没什么力气，来到床边草席上，好累，竟能体会到弟子那般疲惫了。他每次疗伤完差不多也是如此吧。唉，可惜他能做到的不是太多，否则哪里用得到楚宁如此。如此叹息一声，很快沉沉睡去。翌日清晨，楚宁迷迷瞪瞪地睁开眼睛，或许是那养神丹搭配上苏婉清的头疗，居然没之前那么头疼了。不过还是有点，可眼下长春之意已经再度充盈，楚宁又成河动力驴了，生生不息，周身疲惫顿时被冲散，可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药液的味道。转头看去，浴池之内是浸泡过的药液，一旁的苏婉清也是沉沉睡着，显然是昨晚趁着他睡觉修行去了。趁我睡着偷偷修行是吧？就是不给看是吧？好好好，现在我偷偷看。楚宁很快把注意力放在苏婉清身上，一张草席，一个枕头和一个薄薄的被褥，就这点了，显然是不比床上舒服的。不过床现在是他的了。唉，师尊也是矫情，大家睡床上就好了，问心无愧不就行了？楚宁嘿嘿一笑，一个翻身就到了苏婉清一旁，分享了一半枕头，然后还撩开被子往里面钻。师尊，被子分我一半，盖不着了，枕头也是，您那边凑凑。困得实在厉害的苏婉清下意识地让开了一部分枕头，还松手被楚宁拉走一部分被子。地面上俩人凑得老近了，楚宁就这么侧躺着，盖着小被子打量自家师尊，极美容颜之上轻覆一层红霞，眉头微皱，显然是做了不是很好的梦，也可能是昨日修行的痛处所带来的，不过呼吸相当的均匀。这个距离能够感受到苏婉清身上的香气，说白了是不是香气楚宁也不知道，可能是什么胭脂啊香粉啊，但真的很香。楚宁倒也没做什么，甚至手都没搂着苏婉清，然后就偷摸撩开被子瞧瞧。没穿里衣就一件肚兜是吧？那算了，这样就更不能抱了。他看看可以，苏婉清最多也就骂他2句，可要是摸了那就急眼了。那他看看，金色的肚兜吗？上面的龙纹都被称成胖胖龙了，那这起码是第几步吧？话说地是多大来着？小白兔 X2 还是怎么？能量量重量就行了，但是感觉会被砍死。好看啊，想亲啊？亲亲不犯法的吧？偷摸亲了也不会被发现。思来想去，有贼心没贼胆的楚宁还是放弃了，然后也不继续瞅着了，就往苏婉清身边凑，甚至凑的时候还装出一副毫无知情的模样，似乎还没睡醒。师尊，别拽我被子啊，枕头是我的，你不是让我在你床上睡呢吗？困得实在受不了的苏婉清被吵醒了，此刻一脸不爽，哀怨道：宁儿别闹，床又不是不够大，困死了。听到这东西的楚宁更乐了，可师尊老拱我都快给我拱下去了，是真多，凑近点就好了，别闹了乖。楚宁立马老老实实凑了过去，那可是您说的，我在您说之前可没动弹啊。这次是还手抱上去了，然后就趴在苏婉清胳膊旁继续装睡。毫无察觉到的苏婉清甚至还调整个姿势，反手抱了过来，然后继续睡。楚宁大感满意，感觉自己还是很可以的，这个姿势被抱着很舒服啊，他还能反手抱住苏婉清继续睡，不着急起床，反正不怕被人看到。呜呼，睡着，苏婉清逐渐觉得不对劲了，怎么身旁感觉有个热乎乎的人呢，还烫得很。缓缓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就是楚宁呲着个大牙，嘿嘿笑着，还打了声招呼：早啊师尊，睡得舒不舒服？苏婉清陡然一愣，什么情况？楚宁怎么在这？他直接判定为是在做梦了，他不可能糊涂成那样的，糊涂到和楚宁枕一个枕头睡一个被窝的，一定是错觉。如此想着，苏婉清又是闭上眼眸，再睡一会，估计是没睡醒。可很快他猛然睁开眼睛，不是错觉，他好像是在抱着楚宁一块睡啊，可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呢？苏婉清的嘴角露出笑容，如此看来应该和他没什么关系的，是楚宁自己钻进来的呀。宁儿，为师的床难道不够宁儿一个人睡吗？
还要来这里？弟子怕师尊在地上着凉，特意陪着呢。弟子是不是很贴心呢？苏婉清笑意更甚，笑着点头。对啊，我们的宁儿怎么这么贴心呢？话虽说的温柔，可下一刻就是一拳轰然而来，直冲楚宁面门。不要脸是吧？好好好，那就别要了。楚宁立刻要拦，可陡然发现不对。三境体修，楚宁的灵气手段已经拦不住了。我勒个三境体修，这肉身力量感觉能一拳轰烂他。要么说体修肉体力量刚猛呢。楚宁猛然起身退去，然而苏婉清俨然不打算放过。宁儿，昨夜帮为师按摩恢复修为，那作为回报，今日为师也帮你锤炼筋骨。一拳而落，罡风猛烈至极，楚宁2重龙象镇狱境也只能被打压。至于3重4重，他不傻啊，哪能对苏婉清用啊？可紧接着便是一套忤逆诛伐的手段，这次的楚宁3重都不够用了，得4重才能扛得住，可仍是被死死压制了。功法龙象镇狱境固然更高，可战斗经验上10个楚宁都胜不过苏婉清。已经被打得抱头鼠窜的楚宁这下真的慌了，尴尬笑着退后。师尊，我真没干啥，是师尊自己说的。哈哈，为师知道啊，宁儿你不用解释，为师都知道的。绝美面容的女子脸上泛起阴冷寒霞，这不是帮你锤炼筋骨的吗？喜欢贴在为师身上是吧？现在机会摆在这里了，你跑个屁！来，今天谁跑谁孙子。师尊是女子，师尊输了的话就是孙女。苏婉清，滚你娘个蛋！睡着了多乖的弟子啊，怎么偏偏会醒来呢？真得给他打成永远不会醒来的那种了。苏婉清冷哼一声，懒得搭理了。别愣着了，去洗个脸。师尊不揍我了啊？苏婉清面无表情，冷声道：就你这厚脸皮的样，揍你有个屁用？早上吃什么？眼见如此，楚宁立马笑嘻嘻地凑了上来，握住苏婉清的手。师尊，弟子吃什么都行，只要师尊做的都喜欢。苏婉清冷冷瞥了楚宁一眼，真就厚脸皮成这样？我到底怎么教的？门下弟子都是逆徒啊！唉，苏婉清没继续打了，因为知道楚宁太菜了，本来他就没琢磨这是个事，看又不是没看过，抱一下算的了什么的。事是如今境界，不这样楚宁都不敢出手。可显然苏婉清有点失望，境界上来了，4境登楼，18岁的4境登楼修士，可战斗经验差了108000里，还是温室待得太久了，他决定给楚宁上强度了。撒手，为师做饭去了。从今天开始，你不只要修行剑道，起码一天留出2个时辰的时间和为师交手，不然打都放不开手脚。天高云阔，山风清寂，阵阵清气扑面而来，楚宁不由得心神微凝，望着眼前千竹成群的景色，也是心中感慨万千。如今境界，才更能看到小竹峰不一样的地方，灵气浓郁至极，也难怪之前有长老会惦记，可惜了这么好的地方啊。很快来到灶房，忙碌的苏婉清瞧见楚宁，就是冷冷瞥了一眼。楚宁笑嘻嘻凑去，师尊可要帮忙吗？滚蛋！弟子特意恭喜师尊突破3境，师尊众修不过2日就是3境体修，弟子佩服。苏婉清冷笑着看来，你到底是来恭贺为师突破的，还是凑过来占便宜的？把你的狗爪子从为师腰上拿开。楚宁这才轻咳一声，不动声色地挪开了手。真的是来恭喜的，可为师看你就没琢磨那个，你我师徒2人因何相宜至此啊？某人倘若不早上出现在为师身旁，为师会这般吗？弟子真的心疼师尊吗？苏婉清手里的菜刀猛然砸在案板上，再废话就把你劈了，眼里没活是吗？去把那些食材处理了，一整天跟个憨包似的，笨都笨死了，没为师你饭都吃不上。楚宁笑呵呵的上前处理食材。师尊这话说的，弟子可不会让师尊离开的，弟子还想吃师尊一辈子饭呢。苏婉清嘴角一抽，说的是什么饭？用得着他戳穿吗？懒得戳穿了，这小子什么都敢说的。今日红衣款苏婉清脸上的神情却是没多少妩媚，有的只有冷艳，必须给楚宁来点压迫感，不然他能放肆到天上去。可就算是来了压迫感，他也不当一回事啊。切菜的功夫，苏婉清就是苦笑了好几次，逆徒，菜板都快被剁碎了。饭菜好后，2人便是相对而坐在饭桌上。楚宁已经能够辟谷，但就是不研究这个。有自家师尊做饭吃，谁辟谷吃灵气啊？那不是闲得蛋疼吗？楚宁的目光从头到尾就没从苏婉清身上挪开过。现在不是师尊了，现在是婉清了。对此，苏婉清搭理都不带搭理的，一直臭着一张脸，主打半点好脸色都不带给他。你不理他，他兴许也就盯着看；若是回应，他必然黏黏糊糊凑上来，不做正事。不就是看他？他怕这个？他苏婉清足够自信，还怕被看出脸上长了麻子不成？
琢磨了老半天苏婉清的楚宁，这回才想起来一件正事啊，不能忘了，立刻传音而去。师尊，中午那会弟子就差不多能恢复好了，尝试一下直接帮师尊恢复修为如何？苏婉清听到传音的时候还是一愣，这手段隔空传音都会了，他实在是没办法把这段时间的变化看作是真的，可的确真真切切的发生了。楚宁的天资近乎恐怖，这才几天呐，都会这手段了，他肯定做不到这点了，只能压低声线偷偷看去。毕竟这里不是灶房，是在灶房外，洞府隔绝窥探做不到这一点。不碍事吗宁儿？不碍事，待会吃完饭就去一趟铸剑峰取走那把仙剑，回来就差不多可以了。话说师尊可要跟着一起去，你只管以我还没出门偷偷去寻剑为理由即可，为师留下更管用。那弟子待会直接就去了，师尊所说的完全没问题。没问题，缥缈之意他会认可的，纵然他察觉到那不是为师，你只管说你是为师弟子，师尊放心，弟子一定带回来，就算带不回来开挂就好了，问题不大的。楚宁点头，这个办法如今最好。待到吃喝完，苏婉轻轻哼一声起身，孽障、逆徒、混账玩意，给本座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干净，要是剩下半点残渣，本座要你好看。本座要回去休息了，莫要让本座发现你偷用他们的丹药修行，若是发现了，没你好果子吃。混账玩意！楚宁听着这话就是笑了，真骂啊，借着演戏的借口说出心里话了。但没关系，他又不在乎这个。你敢骂我是吧？好好等着。苏婉清气呼呼回到洞府，就是开始自己急眼，我真要劈了他啊！他吃个饭都不老实盯着自己胸口看，昨晚给你看你不看，白天做弟子的时候就盯着看。唉，不行，他得开始打骂了，舍不舍得是一回事，反正打不死，弟子有长春之意。可让这小子正经点是另外一回事。洞府外，楚宁收拾完了之后，并未着急动身，而是查看系统现在的情况。楚宁，修为四境登楼，进度 7%， 功法长春不灭绝，进度第4层，龙象镇狱境，进度第4层，缥缈剑诀，进度第4层，吞天魔功，资质上品灵根，可进阶。楚宁眼神微凝，很快恢复严肃。修行之事上，容不得楚宁有半点懈怠。灵根可以进阶，修行者太看重资质灵根了，上品灵根对于太玄宗这种庞大势力而言，只能是作为弟子入门的标准。苏婉清的弟子除了楚宁无一例外都是仙品灵根甚至以上的。灵根的高低是灵气吸收率和理解上的差别，一颗灵石凡品灵根吸收率不足 10%， 可神品灵根吸收率能达到 100%。 灵根品质再高，如苏婉清神品极致灵根的存在，吸收天地灵气比吸收灵石的修行速度都离谱，那就是处处可以修行，永远不需要担心灵气匮乏半点。贡献值余额523000，52万，很有操作空间了。功法进阶，楚宁暂时没这个打算，都是3级功法了，足够楚宁使用的，进阶消耗的再多，于现在的环境中提升就没那么大。童子提升灵根，宿主可消耗1万贡献点，提升上品灵根至仙品灵根。楚宁一愣，我尼玛，1万贡献点就仙品？楚宁毫不犹豫，提升。贡献点被扣除的那一刻，楚宁只感觉到看待眼前的世界变得都不一样了。凡品灵根的时候，觉得灵气残暴、暴力，吸收了跟吸收毒气一样，吞天魔功吸收之后，他的体魄都会受到影响和撕裂。可进阶仙品之后，看待如今的灵气竟然觉得温和。楚宁迟疑片刻，动用吞天魔功吸收天地灵气，刹那间无尽灵气入体，这一次根本不需要长春不灭来缓解痛苦，因为特么的都没有痛苦啊！这片天地太坑人了，低品阶灵根难怪没有修行空间呢，吸收灵气就撕裂五脏六腑，吸收个蛋。可天骄人家不管怎么吸收都没事，丝毫不受到影响。妈的，再进阶一次看看，是否消耗10万贡献点，提升仙品灵根至神品灵根。提升，这一次楚宁更要骂娘了。当年灵气都看不到，搭理楚宁都不搭理他一下，如今灵气居然主动往他身上跑。我尼玛，这种修行速度，江清月一个神品灵根修行了30年，也就是个3境巅峰，纯粹尼玛的废人症。楚宁嘴角都是抽搐的，老子最痛恨那些天赋高的天才了，但如果天才是我的话，那我可以容忍其他人对我的痛恨了。嘿嘿，这个修行速度加上吞天魔功，楚宁很想来上一句豪言壮语，思来想去，没什么文化的楚宁居然说不出来，只能来上一句卧槽。卧槽就够了，其他的就没必要了。11万贡献点换取资质2次拔高，不过不用担心被发现，
掩天丹的效果太全面了，啥玩意演示的都是清清楚楚的。出发铸剑锋，铸剑锋，一把恢宏巨大长剑，屹立于无数山脉之巅。长剑之下，便是铸剑锋的无数熔炉。此地火属性灵气暴躁不已，寻常凡人一旦进入，可能就会被灼烧而死。铸剑需最为暴躁的火属性灵气，而此刻，无数弟子正在交谈着，讨论的对象只有小竹峰。听说了没？昨天楚宁和那苏婉清去了趟丹峰，丹峰少主和丹峰峰主亲传，一个4境修士直接被楚宁打到昏厥，一个3境被楚宁打碎了手腕，估计这辈子都用不了剑了。什么？楚宁不是个废人吗？哥们，你生活在古代啊，都传多久了，还不知道呢？如今人家是3境修士，18岁的3境，这很有实力了。可苏婉清如今没什么修为，怕丹峰峰主会直接出手，不留情面吧？嘿，你他娘的还真别说，那丹峰峰主跟个舔狗一样凑上去，还送丹药呢。听说咱们筑气峰峰主也要送，可人家没搭理。果真吗？难道此人又是一个苏婉清，又是一个北域天骄？不得不说，这一脉的传承实在恐怖了。一个苏婉清，一个楚宁，之前还有个老女人，都猛得很。哎，你看那是不是楚宁？御剑而来，我尼玛，真的是他！无数人抬起头，看到天上一道身影赫然而至，一袭青衫，双手负后，仙人之姿尽显。换成何人，不得来上一句我辈修士当如是也。楚宁张扬至极，立刻就是吸引了铸剑峰诸多执事和长老的注意。他们可都清楚，如今楚宁去了，谁的机会就最大。哈哈，是小楚。一大汉御风而来，大笑着上前，仿佛是多年没见过的好友似的。看得诸多弟子都是一愣，什么玩意？我们峰主也变成舔狗了？此人不是其他人，筑气峰峰主徐虎，性情暴戾至极，可如今笑得那叫一个开心。只见大汉一把拍在楚宁肩头，哈哈一笑：小楚，怎么有兴趣来我筑剑峰了？快请进，一定好生招待啊！楚宁闻言一脸遗憾，叹息一声，这不是如今都3境了，靠着诸位长老的丹药和法器，虽然有所提升，可仍没有一把趁手的兵器。徐虎一愣，恍然大悟，是昨日那把剑不好用是吧？好说好说，我筑气峰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趁手的法器啊。来，带你挑一挑，看上什么随便拿。这些弟子这下子瞬间眼馋了，凭什么？他们费尽心血打造的兵器，别人来都得花零食，楚宁什么都不花，直接就送。这峰主脑子一怔了。无数弟子唾骂，可徐虎飞但没有理会，反而笑得更开心了。这倒是个好机会啊！昨天那一卷功法，他就已经小有所成了，能得到的越多，宗主的奖励也会越多。不知小楚，你是打算要一把什么品质的兵器？下品中品配不上你，上品的话也有些不合适，不如就灵品吧。6境修士方可打造灵品飞剑，谈何轻易？照样他娘的送。太玄宗灵品飞剑不过10把，主打一个，要什么给什么，只要小楚把他当成家人。楚宁见此顿时乐了，可还是急忙道：这些其实都很好了，可在下还是觉得有些不合适。徐虎大笑着开口：不合适就说，想要一把什么品质的都可以给你。楚宁小声避避道：倒是听说当年我师尊带回来了一把仙剑，我想试试看看能不能认主。徐虎陡然一愣，仙剑？想屁吃呢！如今那仙剑是他们筑剑峰的镇峰之宝，谁都不能拿走，因为没人有资格唤醒那把仙剑，故而如此。如今一个楚宁就想。徐虎一脸为难：小楚啊，非是我不愿意，可你也知道，这剑就连你师尊都无法唤醒，更何况……楚宁刚从怀里掏出来一本书，可听到这话的时候一愣，又是收回。徐师伯若是不愿意，那就算了。徐虎虽然迟钝，可一眼就是看到，这是之后的功法吗？徐虎立刻变脸，立马脸上露出笑容，哈哈，愿意，来看看就是了。他倒是不怕这个，关键宗主是不允许其他人再看了，生怕真的被带走了。苏婉清都没来过，更何况其他人呢？可谓楚宁破个例，怕啥？还真怕他能带走不成？徐师伯，不为难吧？不为难，哪里的话，那可是你师尊带回来的，你来看看，无可厚非。楚宁立马露出笑容，哈哈，不为难就好，那走吧，师伯。走吧，师侄。这俩人亲的，那就跟多年未见的好哥们似的。别人看到徐虎都得愣一下，你特娘的跟老子说，这整天动不动大发雷霆火气冲天的打铁的汉子，现在满脸堆笑，带一个楚宁去见已经不允许外人参拜的仙剑了，见鬼了！一路上众人都是震惊错愕，但都没说什么，毕竟人家肯定有自己的理由。一路唠嗑，说着家长里短，虽然俩人也不知道他们说了点什么玩意，但总归徐虎的目光从没在楚宁胸口挪开，
那功法一定是吧？早知道就该一口答应，可惜啊，那看完了剑肯定不会被认可，他大不了拿几把零件换取就是了。这功法很不简单，对他修为也很好，他最适合这种刚猛无比的功法了。倘若得到全篇，岂不是更好？至于楚宁，则是笑着一句一句回应着，可绝口不提自己带着的功法，直接给他吊成翘嘴。他所想的仍然是师尊带回来的仙剑，仙剑天玄。为何如此起名？苏婉清当年在得到这把剑尖之时，察觉到其上所烙印的先天七星之阵，剑尖方位代表自为天玄，一块剑尖就是仙剑巅峰，就是此方天地难得一见的仙品顶尖法宝，天地人三宗都忌惮，可因苏婉清有功在身贡献卓著，这才没有抢夺。这一刻，楚宁内心也是澎湃，一时之间也是激动，但更多的应该是慌张，怕自己带不走，那东西本就属于师尊的。可师尊既然说了，应该很简单吧？凌冽剑气陡然而至，就在镇压天玄的洞府之内，只是靠近就已经能让楚宁感觉到压力了。他绝对驾驭不了这仙剑，别说这能碾死楚宁的剑气了，只说这剑气甚至有灵。徐虎看到了楚宁倍感压力，这才笑着开口：当年苏长老带回此剑，宗门之内无一人能够动用，原本打算是给后人参拜，看看是否有人能够令其认主，只可惜这剑意无端伤人，宗门这才下令将其封锁起来，只是后来没什么天骄，就不许外人参拜了。小楚啊，你是个例外，我可是很看好你的，但要是得不到认可，你也别气馁，我筑剑锋的好东西还是很多的，倘若感觉到压力，不妨还是换一把，这禁制打开会很麻烦，还可能伤到你。楚宁摇头，笑着开口道：如今有了实力，第一个想得到的就是这飞剑，如果无法令其认主，那便是世间没有配得上在下的佩剑了，宁愿不取。听到这话的徐虎笑眯起眼睛，如此嚣张，当年苏婉清都没办法让他认可，就你。可徐虎没说什么，只是笑笑。弟子数量因这里愈发凶厉的剑意变得越来越少，楚宁已经举步维艰了，而惦记着那功法的徐虎也打算是直接让楚宁见到那飞剑。地面静止，八方阵图缓缓开启。这静止很不对劲，按理说天玄剑受到苏婉清的教诲，是留在此地，为何是用的封锁之境？估计是怕此剑离开。阵法缓缓打开，而一道漆黑至极的洞口也出现在面前。楚宁感觉到面部忽然被撕裂开来，层层鲜血滴落，那剑意凶厉至极中带着残暴。他没有犹豫，周身浮现龙象阵玉镜，强横自己身躯，并以长春之意不断恢复伤势。而徐虎此刻也是倍感压力，这剑灵剑意愈发凶厉了，他都怕啊，但好歹不能露怯，不然就被楚宁看出来不行了，如何得到那功法？进入洞府之中，幽蓝烛火轰的一声亮起，8道刚猛至极的锁链锁向了中心一道方位，那地方存在有炼化消灵的阵法，而一把晶莹剔透的青色长剑就插在阵法之中。不对劲，剑灵不是认主了，怎么被锁到这里了？楚宁猛然皱眉。与此同时，天玄剑刹那间察觉到有人到访，剑身陡然自地面掠出，于半空之中悬浮，犹如俯瞰一般面对二人。本座已经说了，你们太玄宗的人大多都是一些废物，没资格让本座认主，都赶紧滚，否则今日便是你二人的死期。楚宁忍不住一愣，我尼玛，这性格和师尊可太像了，就是这声音分辨不出男女，话说剑灵有什么男女之分？徐虎听到这话就是头皮发麻，当下连忙笑着拱手道：剑灵前辈，我并非有意打扰，是乃我师侄楚宁遵奉师命前来，想要看看是不是能让前辈认主，故而前来，还望告罪。徐虎一个六境都得乖乖低头，生怕剑灵暴动。为担心剑灵暴动，宗门还特意动用了阵法困住，不然那可早跑了，怕死啊！天玄闻言怒道：可是听不出本座的意思，本座说了，你们太玄宗没人有资格让本座认主，都给本座滚远点。他师尊是，本座不管他师尊是什么人。楚宁立马笑着开口：家师苏婉清，不知前辈是否认识？此话一出，那飞剑明显一顿。哦，这个不一样。但他显然不信，此刻冷笑开口：为何不是剑主？为何不是苏婉清亲自前来，反而是你？不自己来，让他的弟子来，一定是假的弟子，根本不信。楚宁没有犹豫，按照苏婉清所说，当下周身浮现一道剑意，浩渺之意比起那缥缈之意更甚，那剑灵一眼认出，果然是，还是剑主的纯粹剑意啊！嘻嘻，剑主来找人接他了，可以跑路了，这鬼地方待得太难受了。但为啥不是剑主亲自来？此刻明显察觉到不对的天玄质问道：你的剑意本座已然认出，但为何不是他来？说完，怕被人怀疑，他还补充了一下：你的剑意太差，你太玄宗也就一个苏婉清剑意不错，能让本座有资格认主，让他来见本座。
他只认苏婉清，其他人就算了吧。楚宁一愣，好家伙，这变脸确实比翻书快。虽然没看到剑灵的脸，徐虎此刻却是一脸遗憾道：前辈，那苏婉清早已经修为尽失了，估计也是想让他弟子得到前辈的认可，才派楚宁前来的。既如此，怕是没人能让前辈认可了。既如此，小楚，咱们就走吧，别打扰前辈休息了。楚宁当然不可能走，这都变脸了啊！师尊还说一句话，剑出北域，横扫八荒，不知前辈是否听过？天玄猛然一滞，在听到修为尽失的时候根本不信，因为不觉得此等天骄会出什么岔子，还以为在忽悠他，可下一刻听到这话，立刻意识到了，这是他和苏婉清约定好的话。这一刻他真的意识到了苏婉清可能出了大事。怎么可能？剑主如何会修为尽失？不行，他得去看看。说完便是直接化身人形，一个少女模样，8根铁链束缚在他的身上，看似沉重不堪，束缚着他，可直接被他斩断。那阵法有着跟没有一样，直接就当着徐虎和楚宁的面走出来了。二人一脸懵逼，卧槽，直接走出来了，这阵法干啥的？小贝，带本座去见那苏婉清，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说完带着懵逼的楚宁走了，而徐虎还愣在原地，更懵逼。不是啊，这阵法不是宗主和几位长老设下的，为了防止剑灵作乱吗？当时苏婉清还插手了呢。这些年不少人来参悟，都是能防止剑灵暴动，可怎么说走就走，形同无物？这阵法到底被人贪墨了多少？不对，仙剑跟人走了，完蛋了，仙剑跟人走了，还是跟楚宁走的。他当即阻拦：剑灵前辈，您不能离开啊！这天玄闻言不悦看去，本座如今看中这弟子了，认可了，怎么着？你太玄宗还敢管本座不成？徐虎无言以对，此刻头皮都麻了。苏婉清都没让剑灵认主，楚宁做到了。他苦涩看向楚宁，那个楚师侄啊，这个仙剑你不能带走。楚宁怀里功法掏出一半，徐虎一愣，立马笑着改口：没事没事，带走就行。楚宁放回功法，笑着点头：那就谢过了。然后直接被拽走了。徐虎一愣：功法你不给？不是，你真不给啊？赶紧去禀报宗主啊！刹那间，祝剑锋直接动乱，仙剑被人取走了，功法还没得到啊！离开祝剑锋，楚宁是直接被提着就走的。这回的楚宁还是懵逼的，前辈不是被锁住了吗？怎么说走就走？我还以为前辈是被迫的。天玄剑灵冷笑一声：锁住了？剑主舍得锁住我吗？既然你是他传人，跟你说了也无妨。本座当年就已经认主于他，这阵法他做了手脚的，只是这些年本座一直是在宁养剑意罢了。这东西如何能锁得住本座？楚宁沉默，也对，毕竟是师尊自己的飞剑，那肯定舍不得锁住。然而天玄很快质问开口：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亲自赶来，或许是担心某些人的忌惮，但为何那老东西说剑主修为尽失？此事长话短说，师尊出了一些意外，但问题不大，过段时间就恢复了。你是师尊的飞剑，此事最好不要泄露。所以你长话短说，说了个屁！算了，本座直接去找剑主。前辈听我说啊，师尊交代了，咱们得演戏。我要找剑主，我什么也不管。二人身躯速度快到极致，刹那间就来到了小珠峰之地。这速度让刚会遇见没2天的楚宁直接差点吐了。仙剑水平都到这种程度了是吧？剑主，听说剑主出事了，是不是真的？洞府之内，苏婉清一脸疑惑推开洞府门，在看到楚宁和天玄的时候一愣，嘴角一抽。为师也不是这么安排的，这不是露馅了吗？楚宁一脸苦涩传音而去，天玄根本不听啊，话还没说，直接给弟子拉过来了。弟子也是头疼。关键直接走出阵法的时候，楚宁是真没想到，还以为得用点什么呢，发现根本不用。太玄宗根本就没关注天玄，可天玄可不管那么多，少女脸上都是急切。听说剑主修为尽失，可我分明从剑主身上感受到修为波动。快住嘴吧，进来说话。剑主，您住口，滚进来说话。苏婉清怒目而视，剑灵一愣，这才不敢开口，委屈巴巴地走了进去。我这不是关心剑主吗？楚宁也是无可奈何跟上，倒是和想的不太一样。谁知道今天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看来被骂的不只有他啊，是个人都得被苏婉清骂，剑灵也是如此。外面会被盯着，里面没什么问题，但估计徐虎等人很快就会前来。洞府之内，楚宁端坐在一旁，一袭红衣的苏婉清一脸无奈，感觉到这剑灵傻到出奇了。你喊我剑主，被其他人察觉到，岂不是直接被宗门的人发现你就是我的飞剑了？早就说了，最好不要暴露。天地人3宗知道你被我封印了，
知道我没有动用，才没有找麻烦。可上清道三宗知道这件事情肯定不爽，加上我如今修为尽失，麻烦可太大了。现在他是什么情况？他没有修为了。早年飞剑被封印，没人前来，现在还被封印，所以天地人三宗圣人就懒得搭理，没有前来。是因为就算是有，也得等苏婉清差不多死了，他有功劳在身。宗门之内单纯就觉得这剑灵就是桀骜，大家试不了那就当镇宗之宝贝，也不会出门傻乎乎的嘚瑟，惹得外人忌惮。可今日一旦消息传出去，全部的人都会以为苏婉清就是天玄之主。天地人三宗还好，动作不会太大，可上清道三宗就会有所动作。加上苏婉清修为尽失，过不了多久，天玄就会被其他惦记的圣人联手抢夺。太玄宗灭不灭？估计是灭不了的。他们二话不说就能把剑灵让出去了，还能把苏婉清让出去。这东西层次太高，对修士的诱惑太大，更是对如今的苏婉清和楚宁都是麻烦。可天玄都急眼了，此刻都跳脚了，就在关注苏婉清修为尽失的事情上。眼下也是无奈，师徒二人这才慢慢解释。从苏婉清入圣修为尽失，到如今修为不断恢复，处于一个全部人都未知的状态下。至于让楚宁取剑，是俩人打算跑路了，不打算让天玄留在这里。而原本打算演一出戏让楚宁被剑灵认可，但楚宁话还没说完的，天玄直接就跑出来了。毕竟一个三境剑修，还是如今天下人尽皆是被利用的三境剑修，没人搭理你，就算夺剑也是等苏婉清死了之后。天玄沉默着听了好一会，听出来了。所以说剑主如今修为真的丢了，可分明您早年答应过我要帮我找全其他飞剑的，你是不是脑子被狗啃了？都说了能恢复能恢复，你看不到我身上实力波动吗？苏婉清说完，照着天玄脑瓜子就是一巴掌。少女抱头一脸委屈，怎么你没修为了还这么凶？我现在随便揍你。但是既然修为能恢复，那其他他就很放心了。所以是我现在打乱剑主的安排了吗？苏婉清面无表情。你说呢？一口一个剑主，当年交代你的话都被你吃到狗肚子里了。可当年剑主还说入圣之后就能带着我，现在修为都没了，你还说觉得嫌弃你可以找其他人啊？你当本座乐意带着你？当年带走你的时候非得嘚瑟一下，让天地人三宗圣人知道你的品质了，本座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剑灵。那你要是实力强悍，也不用担心我被人忌惮。那你为什么不找别人找我呢？剑灵立马尾屈巴巴上前，剑主对我建议最为契合，不找剑主找谁呢？那现在要怎么做啊？我好像把这些都搞砸了。剑主您说，我肯定照做。楚宁看着一人一剑交流的这一幕，心道苏婉清对他是有多好，今早就钻到苏婉清被窝了，也就交手了片刻，都没舍得用力打。师尊真好，晚上还要钻师尊被窝。此刻苏婉清一声叹息，也是指了指楚宁。本座的安排是让你认他做剑主，可惜你不听他一句话就来了。这就是本座本来的安排，既然派人去了，你非要闹事，以后再这样你就滚蛋，别跟着本座。天玄使劲点头，乖的一批，根本不似刚才祝剑锋那凶悍剑灵。只是天玄有些疑惑，忍不住询问道：他是谁啊？对了，剑主，他的意境比剑主的还要高呢。当时也是察觉到了，才觉得和剑主有关。这小子谁啊这么厉害？我弟子，他男人。二人一人一个说法，说完之后气氛陡然一凝。师徒二人对视，苏婉清怒目，楚宁一脸真诚，天玄一脸懵逼看着，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不过他意境的确很高呢，天赋看来也很不错。话说我对外就认他为剑主呗。苏婉清嘴角抽搐着嗯了一声，可仍然是怒目瞪着面皮极厚的楚宁。逆徒？没别人还好说，反正弟子的心思昭然若揭，他也没有如何抗拒。可当着外人的面，你敢这么说是吧？你真以为他什么都不懂啊？就是真不怕被人笑话？苏婉清思来想去，没当面戳穿，此刻冷声道：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我如今虽然修为尽失，可不日就能恢复。你若是还愿意跟着我，就暂时认他为剑主，也不要暴露。倘若你不打算跟着我了，天地之大，你可自往，是留在太玄宗继续待着，还是寻找新的剑主，那就看在你的选择了。天玄几乎是毫不犹豫，剑主曾说带我找寻其他剑身随便的，我相信剑主不过是修为嘛，只要能恢复，我肯定就跟着了。而且他的剑意也很高的，剑主要是哪天没了，我就跟着他。苏婉清嘴角一抽，不过这话也没错，弟子剑意是要比他高啊，怎么领悟的呢？比他还天才。总有很多无奈之事，但如今未必不是没有在慢慢变好。如今自己的剑想要带走都是麻烦事情，还要弯弯绕绕来搞这些，没实力果然很多东西做不到啊。洞府内正交谈着，可此刻数道身影俨然已经来到小珠峰之内。为首者陈玄天，身后珠峰长老齐聚。
苏长老，小楚，还望出门一见，仙剑事关宗门大计，我们总得调查清楚。二人一见闻言，面面相觑。天玄直接化剑带剑鞘落在楚宁手中。楚宁是吧？反正你们俩认识，以后你就可以用我了。快点的吧，回头咱们继续说，不要延误剑主大计。楚宁嘴角也是一抽，尼玛的，什么话这叫？稀罕用你不？而且特么的，不是你过来让事情不好控制了。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洞府外，陈玄天面色阴沉。仙剑认主了，认主的对象甚至是楚宁，此人给他们带来的震撼可越来越多了。可这仙剑绝对是不能给的，他拿不到，谁也带不走。此刻，徐虎已经头皮发麻，根本不敢去看陈玄天一眼。可就算如此，陈玄天也是怒意爆棚。10年了，仙剑他还没有得手，居然被楚宁得到了，还认其为主。若非徐虎让楚宁前去，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本宗已经交代，为什么要带楚宁前去？如今什么都能给楚宁，可仙剑绝对不能给。徐虎急忙低头解释道，属下原本也没有这般打算，可看到了楚宁身上带着的功法，是为了那传承才带他前去，没想到苏婉清都没能做到的事情，他却是做到了。属下也不知道啊，可如今这……好，那功法呢？属下还没来得及要。废物！陈玄天面色阴冷道，那仙剑必须要回来，可传承也得要，你懂不懂？就算没人能得到仙剑，也不可能是他以外的人得手的，绝不可能。见此，身后一长老笑着开口道，宗主是否担心的太多了？纵然楚宁被仙剑认主了，又算得了什么？陈玄天一愣，皱起眉头。王长老，这话如何？我们今日如果当庭质问楚宁取走宗门仙剑，他必然觉得我们极为小气。原本昨日的安排已经很好，我们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功法，取得了楚宁的信任，且仙剑是苏婉清带回来的，当年也有被认可就能带走的说法。如今我们不占道理，他既然得到了仙剑，不妨让他继续拿着，体现我太玄宗对他们的关照。丹峰长老笑盈盈道，因为他就算是带走了仙剑，也拿不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连太玄宗都离不开，又能如何呢？徐虎闻言一愣，大喜，急忙点头，对，宗主，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王胜嘴角一抽，你娘的，你想了个蛋，你就把仙剑送出去了，功法还没到手，果然打铁的都没什么脑子。这番话几乎是直接让愤怒妒忌的陈玄天恍然回神。仙剑重要还是传承重要？都重要，甚至没有先后。但仙剑他们动用不了，留着也只是作为观赏物，可传承那是实实在在的，他已经开始修炼了，迫不及待得到后续的功法。既如此，夺回仙剑似乎也不是很好。两道身影走出，一红衣女子面容冷艳，一男子则是神情肃穆。眼见来人，众长老早已经商量好了，纷纷一笑。陈玄天更是笑着上前，微微眯起眼眸。苏婉清见此，早已经是捏好了传送符箓，出事就跑路，他们如今都不能死。楚宁更是如此，同样慎重至极。太玄宗全部的人都来这里了，难道这是要威逼了？不知道如今究竟是什么状况，可已经是偏离他们最开始既定的路线了。然而上前而来的陈玄天非但没有出手，反而拍了拍楚宁的肩膀，小楚，那仙剑果真被你得到了？楚宁一愣，什么玩意？直接上来就是这么友好？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反派呢。楚宁当下急速思索，嘴角露出笑容，对阿宗主，弟子没想到师尊都没得到的仙剑被弟子得到了。说完就着陈玄天的面拔出仙剑天玄，锐利至极，剑意寒冷彻骨，仙剑巅峰，这是整座天地都会觊觎的至宝。陈玄天同样如此，此刻甚至都控制不住脸上的表情，死死盯住。本该是他的，可如今木已成舟，他只能深吸了一口气，平复内心的愤怒，嘴角又是笑容露出。不错，没想到苏长老都没能让其认出，居然是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太玄宗天骄。既然如此，本宗也会兑现当年诺言，何人让仙剑认主，何人就是这仙剑之主。楚宁，不要辜负这把仙剑，本宗相信你。别说楚宁愣了，苏婉清也愣了。不是，他们还以为要拿出点功法跟宗门的人交割一下呢。这是对自己多自信，还是说楚宁那功法的诱惑究竟有多大？还以为计划打乱了，没想到更稳妥了。然而眼下并不是他们发呆愣神的机会。苏婉清直接二臂起来，一把拉回弟子在身后，丝毫不给陈玄天凑近的机会，当下一脸骄傲，我的弟子天下无人能及。之前不是说本座是废人吗？不是抢夺本座的弟子，断了本座该有的资源吗？如今可想到有今日，有我弟子今日豪夺仙剑，突破3境，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畜生，还不好好看看本座的弟子多么强悍！现在
苏婉清精神状态那是真的上来了，有骂他们的机会，干嘛不骂？谁都跑不了，他挨个骂，关键骂完了，这帮鸟人还不敢吱声。哈哈，是我等有眼无珠了，苏长老果然不是俗人。苏长老骂得好，只是很快话锋一转，他们直接把成就引导到了楚宁身上。丹峰峰主王盛笑眯起眼睛，缓缓开口道：苏长老还是教徒有方的，一个弟子连资源和丹药都没有，居然还能修行到如今境界，令人羡慕啊。又是其他长老哈哈大笑。是啊，丹药都不要，资源都不要，还能培养至此，我们的苏长老乃是古今第一奇人，我等佩服啊。楚宁闻言脸色陡然一僵，急忙道：诸位长老，我师尊对我其实很好的，还望诸位师伯不要。被戳到痛处的苏婉清面色陡然僵硬，但此刻立刻看向陈玄天宗主，如今本座弟子如此出类拔萃，是不是也该恢复我小竹峰资源了？还是按照以往的资源分配？谁都看出来苏婉清这是急眼了，显然不打算这方面被人嚼舌根子。然而陈玄天却是看都不看苏婉清一眼，只是笑着看着楚宁。按理说我宗门资源分配是按照修行之人的人头数量来的，小竹峰如今不过2人，一个小楚，一个苏长老，资源给苏长老也没什么用。既如此，那就恢复小竹峰一个弟子的修行份额。你苏婉清想做好人，拿我宗门的资源，想什么好事？如今好不容易得到楚宁的信任了，他们可能会给苏婉清半点机会。楚宁闻言大喜，使劲点头：谢过宗主，谢过宗主。可苏婉清直接就是一脚踹来：你个没骨气的东西，一份资源就把你收买了，若是当年本座能拿出来的资源有太多了，你个混账逆徒！骂是真骂，一方面是借机会骂的行为的，他反正不会放过，另外一方面更是加深了众人对苏婉清无能为力的印象。众长老都是在笑，唯有苏婉清此刻一脸悲愤，看着倒地一脸委屈的楚宁，恨铁不成钢一般，可仿佛是什么都做不了。陈玄天无奈叹息：苏婉清，你如今到底是怎么了？越来越不像你了，跟个疯女人似的。本宗都是按照宗门规矩来办事，难道还能为你破例不成？更何况小楚也要修行啊。说完就是亲自扶起楚宁，宗主亲自动手，让楚宁受宠若惊。仙剑得手了，还更加加深宗门之人的信赖，这传承的多大，让一个圣人如此啊！苏婉清内心实在忍不住嘀咕，弟子这是到底得了什么传承啊？被扶起的楚宁一脸感动望着宗主：弟子谢过宗主啊，宗主之恩，弟子没齿难忘。陈玄天微微一笑，望着楚宁轻声道：无妨，日后别忘了回报宗门。楚宁一眼看出陈玄天的意思，立刻点头：放心吧宗主，弟子一定会回报宗门的。陈玄天眯起眼眸：既如此，那资源晚些就送来，你一手拿出功法回报宗门，我一手得到资源提升修为。二人相视一笑，显然狼狈为奸。可苏婉清不蠢，立刻看出了什么：楚宁，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为师的仇人？你怎么敢和他们这么接近的？此刻楚宁得到了宗主的后台，已经无所畏惧了。他淡淡开口回应道：师尊，弟子是为了自己修行而已，师尊既然帮不了弟子什么，那就不要插嘴了。宗主都说了弟子未来可期，如今得到仙剑，比您还能走得更高更远，那弟子为自己考虑，有什么问题吗？苏婉清面色一白，猛然后退，错愕指着楚宁：你孽畜，孽畜啊！为师把传承给了你，可竟不成想。师尊放心吧，弟子会保佑您周全的，这点不用担心。混账啊，混账！说完便是悲愤转头回到洞府，而众多长老都是更乐：苏婉清，你不自己做，我们如何会有机会呢？陈玄天笑意更深，可仍然是死死盯着那飞剑。飞剑不可能是别人的，你最后的利用价值就是如此了。小楚，莫要让本宗失望。哈哈，宗主放心，弟子会的。第一次交割取得宗主信任，第二次交割完美得到仙剑，暂时得到仙剑使用权，不必担心宗主等人忌惮。如今他已经完全得到众人信任，已经成为众人可以利用的工具，该做的也可以开始做了。资源、丹药、灵药、符箓。临走之时他没拿出功法，因为苏婉清还在，大家都是正道之人，不会当面苟且。按照原本的进度，半个月取得信任，得到想要的东西还差不多，但如今看来现在就可以了。送走众人，楚宁脸上都是带着笑：老子要开始收割你们了。只是此刻天玄剑灵发出动静：楚宁，你到底是站在哪头的？刚才剑主都那样了，你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听到手中仙剑这么说，楚宁无奈反问：那你觉得我是不是好东西？虽然你们刚才有所交流，但我觉得你好像不太像是什么好东西。天玄吐槽，但凡他没听到楚宁和苏婉清的话，
直接就动手了。可楚宁可懒得搭理，转头直接钻进苏婉清洞府安慰师尊去了。进到了洞府，天玄才发现自己想的不是那样，因为听到苏婉清忍不住的笑。宁儿，没想到他们连仙剑问都没问，看来是对宁儿你的传承太过于在意了。他是真的绷不住，尤其是看到陈玄天那一脸妒忌的眼神和强装出来的淡定和大方，更是忍不住的乐。此刻笑得花枝乱颤，胸口都是一上一下，看得楚宁挪不开眼。不过楚宁仍是笑道，不管如何，如今进度快到超乎想象了，可以直接开始做了。但他们必然会发现问题，功法上面一定会给到头的，最好在此之前我们就先离开。苏婉清拿出一张地图，是早已经调查好的，铺展开来。天玄大陆，人域就是他们所处的位置，在东方；乱天域在北方方位和人域一部分衔接，是他们打算去的地方。其中还有魔域、妖域、中土神域几个划分，但对他们而言无关紧要。苏婉清此刻收敛笑意，认真开口：乱天域，此地动乱无数，各大势力戴罪之身的存在都会逃亡这里，同样的也是最没有规矩和法度的存在。其他大域都有自己的规矩和道理，唯独是乱天域最为合适。那符箓，按照宁儿你的说法，可以传送10万里之地，但我们所处的地方距离乱天域100万里，即便是靠着天玄赶路，起码也要半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必须争取。天玄认真听着，那看来这个长得还蛮好看的男人不是什么真的坏家伙了。那没关系了，他就不动手了。楚宁点了点头，资源拿得差不多之后，我会以突破4境的由投币关突破，同样为师尊找好了理由，加上之前师尊所说仙剑对天下诱惑很大，我会找人散布流言蜚语，祸水东引太玄宗，尽量拖延时间。苏婉清点头，同样是认可了这个说法。太玄宗留不得，甚至整个人域都留不得，唯有乱天域最适合我们，想在这里立足，起码有圣人境界修为，待到来日必然将这一切全部讨要而来。这话说完，苏婉清眼中带着不舍和恨意。如今他们看似安全，实则不会。传承的事情瞒不住多久，越快越好。离开了，至少不用担心被这些人当成鱼肉宰割，对他们的谋害之心昭然若揭，他们如何敢继续留下？除非是苏婉清重回6境，否则这件事情解决不了。更何况苏婉清也不打算继续留在这种地方。人域7大势力会有勾结的，之后一定是全部出动追杀，拖延的时间越久越好。天玄此刻大概听了个明白，是要坑骗资源，然后跑路是吧？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杀了他们呢？天玄一脸认真询问，然而换来的却是师徒2人看傻帽一样的眼神。谁杀？我呀！6境修士持我，可斩圣人呢。谁6境？天玄愣住了，好像这问题问的的确太蠢了。一个修为境师还在恢复，一个是区4境，打不过呀。那好吧，跑路吧，顺便帮他找找健身什么的呢。眼下大事说完，苏婉清收起地图，可楚宁的眼神却是露出笑意。师尊，弟子想问问，刚才当着陈玄天的面骂的话，是事急从权呢，还是有意为之呢？苏婉清闻言微微一笑，也不瞒着，为师就是有意为之，怎么着？骂你骂的不对吗？你来说说，我哪点骂的错了？根本没错，逆徒就得喷他丫的。楚宁笑着起身靠近，嘴角笑意更甚。可是尊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呢？譬如弟子其实会从师尊身上找些利息回来的。天玄看到这一幕一愣，师尊，那你是见主弟子的吧？咋的，看起来色眯眯的嘞？天玄不懂，也没开口，就这么看着。他看到苏婉清脸上并无任何慌张神色，反而同样是笑意深沉。哦，是打算找为师讨要些利息呢？不知道宁儿是想从哪里讨要利息呢？师尊身上哪里不可以呢？要不然就腿吧，你不是还蛮喜欢摸的？天玄啊，听错了吗？好像有点不对劲。楚宁笑着摇头，那便算了，弟子说起来还更喜欢和师尊亲亲呢。天玄，不是，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和谁亲？可苏婉清全程不怒，一直在笑。亲亲多没意思啊，宁儿你就不能有点出息？那要不然腿之后再亲亲，也不是不行呢。楚宁笑着伸手去摸，不出所料，迎面就是大力沉一脚。可早已经是做好准备的楚宁就知道苏婉清要和他动手了，显然不慌。俩人就这么交流的，怕个蛋，今天非得把利息要回来。天玄愣愣看着，还以为面前要上演一副丧尽天良的画面呢，没想到是开打，吓死他了，还真以为天底下会有师徒在一块呢。然而下一刻就看到楚宁还真摸到了，然后就听到了楚宁笑嘻嘻道：师尊，您的功法我也不是不会啊，就是单纯没时间淬体。楚宁笑着收回手来，一脸感慨，
这腿可以玩几十年啊！可苏婉清早已经从淡定到面色涨红，再到羞愤的啊，他还以为自己能碾压呢，却忘了忤逆珠罚是楚宁给的，他用的是楚宁的招啊，被看出破绽了。此刻被一直盯着看的苏婉清直接崩溃不完了，今天就要铲除孽徒，为天下除一害。天玄没反应，正傻眼呢，不是，居然真的摸了，不是师徒的吗？你们到底什么关系？苏婉清冷声道。废话别那么多，去砍死他。天玄立刻点头，对，砍死。丧尽天良，悖逆人伦之辈，不可放过。刹那间浑厚剑意充斥无穷杀意，还没出手就让楚宁感觉到压迫了。苏婉清见此又是急眼，你别真砍啊，那到底砍不砍啊？苏婉清也是悲愤叹息，打又打不得，骂又没什么用，气死个人一天天的。唉，罢了。如今苏婉清是上也不是，不上也不是。总的来说，如今复杂的局面全因为一点，楚宁的修为还是太菜了。仙剑天玄，无需剑主便可有6境杀力，6境剑修持仙剑天玄，可跨越这仙神之别，斩杀圣人。但楚宁可没那实力，也就是个4境。正因如此，苏婉清想让天玄去砍楚宁，都怕伤到。修为高点就好了，就能打了。可他也要出气啊，但忘了忤逆珠罚这本功法就是这小子给的了，然后腿就被白白摸了。苏婉清原本觉得自己如今手段强了，楚宁根本不可能做到，可闹成这样了，现在天玄都开始怀疑他们2人的身份了。也不怪天玄不怀疑，是个人都得愣啊，剑灵也不傻，也懂师徒之别啊。这俩人是正经师徒吗？师尊还让弟子摸腿呢，不太像。天玄在一旁傻眼，还在思考2人关系的时候，就看到楚宁笑嘻嘻地凑上去握住苏婉清的手。哎呀，师尊别生气了。他又是一愣，果然人类的情感相当的复杂，甚至关系也乱的一批。至于楚宁这边，他肯定知道师尊生气，这肯定不能不哄啊，不然下次别说摸腿了，进门都费劲，再不哄就真急眼了。师尊别生气了，弟子下次肯定不会这般了。苏婉清板着一张脸，眼神中仍是羞愤，瞧着楚宁那丝毫没打算认错，反而笑眯眯的表情，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当下冷笑着阴阳怪气楚宁。哟，楚大爷可别喊师尊了，我可教不出你这种弟子。岂料楚宁直接顺着话茬接上话了，师尊原来都已经考虑好了吗？道理的话也不是不行，可是不是太过突然了，但既然师尊都这么说了，考虑你娘个蛋，再说这种事情就滚蛋。楚宁急忙拉着苏婉清坐下，连忙倒水奉茶，茶水端到苏婉清面前，他搭理都不带搭理的，直到楚宁见兮兮的笑变成真诚，他才咬牙切齿的接过。真要是没外人看着，摸个腿什么的算了就算了，可天玄盯着呢，你是真不怕被外人知道啊？这事说出去都被人笑话。看到了没？那剑灵还傻乎乎的盯着琢磨你我2人关系呢。可怒归怒，苏婉清也没什么办法，如今这种局面何尝不是他一手造成的？真要把楚宁砍了，呸，那他也得舍得。一口茶水饮下，他啪地一声将茶杯扣在桌子上，看也不带看楚宁一眼的。你不是还要去坑他们资源吗？还愣着做什么？现在不去更待何时？话里根本没有言外之意，意思就是楚宁赶紧滚滚滚，别在他这碍眼了，看着就招人烦，还黏黏糊糊的，这回还握着他手不撒开呢。楚宁摇头回答道，资源的事情不急，按照安排的话，我是打算给师尊恢复完修为，等自身差不多恢复了之后再去的。一听到这个，苏婉清就炸毛，如今本座不急，称呼都成本座了，足以见苏婉清急眼程度了。楚宁笑呵呵地分析利弊和如今局势，师尊，倘若我们真要继续坑骗，先不说预定时间有限，且说刚刚陈玄天等人才离开，弟子这回就去，显得太着急，容易露馅。加上陈玄天已经安排好人，晚些时候和弟子对接，等对接完之后，岂不是更好？如今弟子恢复的也差不多了，倒是可以了。手里攥着苏婉清冰凉的小手，楚宁也根本没在意天玄那边怪异的视线，怕个毛啊，避别人就算了，师尊的剑灵，真要让这剑灵觉得他们就是师徒，他到时候反应更大。先给天玄当头一棒，之后也省得那么的解释了。果然是给了天玄当头一棒，剑灵大脑已经宕机了。这，苏婉清瞥了楚宁一眼，没否认这说法，但立刻就要把自己手收回去。可楚宁丝毫没松手的意思，如此举动又是令苏婉清冷笑出声。怎么着，楚大爷，今天这是打算以此为借口把本座办了？天还没黑呢，就如此按耐不住了？这话说出来，原本还嚣张的楚宁立马缩了缩头，娘的，这话他是真不知道咋接。说不想，那是有些看不起师尊的魅力，可若是说想，
师尊肯定觉得我趁人之危。哎呦，当不起啊，当不起！趁人之危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听，说着都像人了啊！你还不趁人之危了？早上趁为师困成那样，钻为师被窝里去。你告诉我，你不是趁人之危？之前以修为控制他亲他，也不叫趁人之危。现在来了句人话，不想趁人之危，那可太正人君子了。苏婉清都快信了啊！楚宁被连续阴阳，关键还不好还嘴，当下也是把手都缩回来了，尽量保持着淡定，可声音仍然尴尬。至少恢复修为上，弟子就没趁人之危过吧？师尊要是还阴阳弟子，可弟子可冤枉死了。德性！苏婉清直接双手拢袖，不给机会了。阴阳怪气完，他也是神色逐渐调整回来，火反正是发出去了，可天玄见到之后已经傻眼到说不出话来，让他真不知道怎么说。说实在的，他更多的是被外人见到的尴尬。本以为在天玄面前，楚宁还会有所隐瞒保留，可没想到楚宁从头到尾都没打算瞒着，就好像是这段堪称禁忌的关系被外人察觉到了，不管这个外人是不是他们的人，可还是被看到了。这是他的弟子啊！天玄说不定都见过楚宁小时候长什么样子，但现在肯定是没想起来。但凡天玄提了这个，他可是真的能投河自尽了。此刻的苏婉清忽然发笑，笑中带着苦涩和无奈，以及某种看破世俗的坦荡。以后出门在外，指定被人说成这算是什么师尊，自己弟子都下手。至于楚宁，那更是人人喊打了。要么说乱天狱那边最合适他们呢，道德限制比较低，有实力做什么都可以，好歹不至于走到哪里被喷到哪里。可如今二人这关系实在也是太不好说出口了，事情到底怎么一步步的变成这一步的，他俨然已经想不到了。或许从那一吻就开始了，也或许是他绝望之时楚宁的到来，但那一切都不重要了。被发现关系的苏婉清此刻只能用苦笑掩饰自己的内心，掩饰那种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陪着楚宁继续在这种关系上越走越远的心理。好像这种绝对禁忌的关系在他面前都显得逐渐合理起来。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分明从小受到的教育就不该如此。若天下都如此，岂不是都乱套了？难不成他苏婉清要开这天下悖逆人伦的第一先河？果真是和自己弟子如此思来想去许久。苏婉清咬牙切齿，怒目瞪着楚宁。从今以后出门在外，但凡有外人，你不许喊我师尊，至少别让其他人那怪异的眼神看来好不好？他也要脸。楚宁闻言一愣，也是傻眼，还以为师尊苦笑了半天，想的是怎么推开他，没想到是这话。也对，师尊倘若真的抗拒他，其实都不会任由他如此，对他和对待外人的差别那可真的是太大了。那我喊你婉清。苏婉清陡然怒目，楚宁吓得脖子又是一缩，师道威严还是这么恐怖，看来喊名字还是不太行。那有什么既显得亲切又不会让人怀疑的词汇呢？那喊您娘。苏婉清二话不说，一巴掌就是呼过去，这不更乱了？这下别说重视师道尊严的地方要对他们动辄辱骂嘲讽了，到了乱天狱那边肯定也是人人喊打，到了哪都得有人用怪异的眼神看待他们啊。楚宁立马嘿嘿笑着抱头，错了，苏姐姐，好姐姐，以后喊你姐姐行吧？得到如此回答，苏婉清方才满意了一些，这称呼好歹说得过去，不过不好改口的话怎么办？那就练就是了。楚宁明知故问，那我以后在宗门之内也能喊师尊好姐姐吗？你再犯蠢性不信抽你。宗门之人谁不知道他是自己弟子，喊了那问题可就大了。好在楚宁也只是笑着开个玩笑话，当下也是笑呵呵道，不和苏姐姐不开玩笑了，还是办正事吧。说的自然是继续恢复修为，可你昨夜才恢复完，如今哪有什么精力，又不差那一天半天的，你这什么急？关键楚宁也就没什么其他事情的时候犯浑，真要是那种恢复修为二人基本上零距离接触的时候，楚宁的举动比谁都正经，不该摸的地方是真不摸，正经的很，所以苏婉清才放心。但有些不太理解，今天这么着急做什么？有能力自然尽可能快的帮师尊恢复修为了，又不是非得等到晚上。弟子如今最惦记的事情就是这个了。苏婉清闻言迟疑片刻，盯着楚宁看了好一会，还是微微点头。如今天玄在此，我二人也并不用担心其他事情了，也是可以。既如此，天玄，你先出去看着，别让人打扰。此刻从头到尾盯着二人被当成空气的天玄重新有了作用，被派去看门。从俩人互相阴阳到相互和解，再到恢复修为，什么师尊啊、娘亲啊、半世阿双修啊，聊天内容跨度之大让他无法接受。二人关系变化让剑灵如同被打了一闷棍，以至于现在已经彻底傻眼成了麻瓜。天玄被苏婉清喊了好几声，这才回神。他这会还懵逼着呢。让我出去是吧？那好吧，我看门，剑主继续恢复修为吧。可临走的时候就看到楚宁在帮苏婉清脱去外衣。天玄这次是真的忍不了了，不走了。什么情况啊？到底我们思维是有差距吗？
你们是要双修是吧？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今天说不明白，我可就是主了，把你俩都杀了。说的难听点，这叫悖逆人伦；说的好听点，怎么说都不好听的吧。天玄此刻眼中充满泪意，眼巴巴地望着苏婉清。剑主，如今是不是受到楚宁迫害，所以如此？如果剑主真的被威胁了，您就眨眨眼睛，我二话不说，一定把楚宁宰了。毕竟在天玄看来，这小子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此刻俨然已经打算开始的俩人面面相觑。可以暂时把剑灵当成空气，但不能真的把剑灵当成空气吗？不能把天玄当成岛国剧中睡着的丈夫整啊，还是得说明一下。苏婉清俨然已经看得很开了，自家剑灵他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这些所谓名分的事情就能漠视如今二人的关系，他并非这等人，真若是漠视了，那才是悖逆自己如今道心。毕竟他如今怕也算不得什么良师了。楚宁本来打算站在他的角度解释，他觉得师尊可能说不明白，导致误会可能更大。他们俩人现在算师徒吗？算的，肯定算的，可没那么纯粹罢了，必然有着相互吸引的成分在里面，人的感情总归很复杂，说不清楚。剑灵真偷摸戳他屁股咋办？谁知道这小丫头到底智商是在个什么水平线上？现在看来不会太高就是了，不然早看明白了。也不对，是个人估计都看不明白，所以要解释。可苏婉清却是拦住楚宁，此刻他的脸上并无其他表情，有的只有看破世俗的淡然。为师来说便是。楚宁犹豫片刻，那也不是不行，到俩人关系上面的时候他再补充一下，不然现在二人如此，怕是不好解释。而天玄使劲盯着二人，看苏婉清，天玄的眼神带着悲愤和怜惜。剑主如今肯定是被楚宁这个弟子趁人之危了，他要解救剑主于水火之中。看楚宁那是毫不掩饰的鄙夷，呸，不是好人。师尊你都下得去手，你心是黑的吧？传到授业的师尊啊。于是静静听着苏婉清说起从他被软禁在铸剑峰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苏婉清一声长叹，开始说了起来。自己的剑灵为他着想，自然应该知情。当年因天地人三宗忌惮，本座才让你去到了铸剑峰，本欲等到突破圣人境界之后取走你，如此这般谁也阻拦不了本座。可无奈世事无常，他突破6境巅峰境界，靠自身剑道领悟圣人之意，即将突破圣人境界。一旦突破100岁圣人，那就是古今往来突破速度最快的天骄，甚至他的身份还是杀力最大的剑修。剑修6境巅峰可硬刚圣人，一旦入圣，同境无敌，跨境不虚然。宗门之人纷纷夸赞，苏婉清一时道心涣散，迷失道心。那一日夜，苏婉清在即将达到圣人门槛之时，遭天度被降下天道雷劫，几乎身死道消。后发生了许多事，原本充斥着不爽和疑惑的天玄听着这些讲述，眼神逐渐凝重，眼眶都开始发红，小小的手掌攥成拳头，当下不解。剑主修为失去之后，为何不去铸剑峰寻我？有我在，宗门之人至少没人敢如此对待剑主，您的那些弟子也不会就此离去。这几乎是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了。如何让天玄不揪心？他是被苏婉清带回来的，也是唯一认可了苏婉清的剑道，他必然会护着苏婉清。楚宁沉默不言，就在一旁听着，他几乎是亲历者了。苏婉清笑着摇头，望着面前急切的天玄，轻声道：当年带你离开，说要帮你找齐剑身，可修为尽失之后，如何还有资格？那时谁都帮不了我，你也帮不了。突破失败之后，一身经脉尽数损毁，凝聚灵气都做不到，没了灵气，修士必经人生五衰，怕是不到半年就要陨落。倘若如此，我倒不如不说，不给你添麻烦，等到我死去之后，你就会有所察觉，自然会再寻其他明主。天玄瞬间沉默，知道就算当时的苏婉清喊了他，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从头到尾没告知他这件事情的原因，只是怕耽误他。一时之间，天玄仿佛说不出话，固然是剑灵，可也通晓一部分人的情感。苏婉清见到气氛似乎有些不好，眼下又是轻笑着转变了话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圣人之境突破失败未必不是好处，况且修为又不是不能恢复，更多的应该是我察觉人心得失之意，便做到心历练了。天玄听到这话，立刻说道：可剑主以自己清白换取修为恢复，是否有些不太对？天玄当然知道剑主是为了恢复修为，可被这楚宁如此轻薄。楚宁啥玩意？俺俩合法的。苏婉清无奈道：当然不是你说的这些，宁儿的确是我弟子没错，可我也早答应与他一生相伴，便没有你说的那些弯弯绕绕的，也不存在轻薄以清白换取一说。莫要觉得他是哪般人。楚宁闻言一愣，他还打算说呢，可师尊直接就坦诚告知了。早已经答应一生相伴，啥时候来着？
脑海中忽然回想起几天之前发生的事情，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可当时他的意思，但这些好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师尊认了，没否认，还是当着天玄的面说的，这才是楚宁最乐的地方。此刻望着苏婉清的眼神都带着笑意，师尊没在外人面前否定，他才是最开心的那个。天玄此刻听到这话皱眉，但又是不懂了。既然剑主说了是师徒，可一生相伴这种事情是不是有些背逆了？苏婉清面不改色，缓缓开口道：我既有此选择，又岂会在意其他人的目光？可剑主分明举动对他不喜，说的是他阴阳楚宁以及和楚宁的相处方式。苏婉清哭笑不得：天玄，你不懂人族情感复杂，那其实也不算是不喜。楚宁补充道：他是害羞。苏婉清瞪了楚宁一眼，倒也没否认，毕竟真是。天玄一愣，看了看楚宁，又看了看苏婉清，不太理解这个家伙为什么能让苏婉清名声都不顾了，也愿说出这种话。楚宁笑得更开心了。其实说到这里，天玄也差不多理解苏婉清和楚宁的关系了，是师徒没错，之前是师徒的，但现在好像已经逐渐的升华了。所以说他不能砍楚宁，因为楚宁是他主人的道侣。可还是好乱，剑灵小小的脑袋根本想不了那么多，当下也是猛然起身。所以说剑主是自愿被他轻薄的是吧？苏婉清面色泛红，嘴角颤抖不悦道：说什么轻薄不轻薄，本座说了半天，你是半天没听进去。反正剑主是自愿的对吧？苏婉清瞥了楚宁一眼，也懒得回答天玄的话。既然知道了，那就出门守着，别让其他人进来，晚些时候再慢慢和你聊。如今本座恢复修为只在一线了，当年答应帮你寻找剑身，定会做到。楚宁眼下也是笑呵呵道：师尊既然说做了，我也会帮着一起的，毕竟我知天赋不弱于我师尊，放心就是。听到二人如此说，显然是对他们的关系都有一定的接纳，反倒是让思维正常的天玄心里面止不住的嘀咕：可你们是师徒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当话都说到这里了，苏婉清都没拒绝，他有啥可拒绝的？不过这男人的建议的确不错。那好吧，晚些时候再慢慢和剑主聊聊。天玄这才谨慎地走开了，可出门的时候还是看了一眼二人。呸，师徒还这样呢？才不是嘞！洞府门关上，此刻只剩楚宁和苏婉清二人。女子一声轻叹，原本这些话她就没打算说，毕竟这件事情在他们二人这里可以说是相互心知肚明，因为涉及到了道德层面，没必要点破，也不好点破。可如今因为天玄说的也算是真话了，也是被楚宁听到了，只是不知道弟子会如何反应，怕是日后更加放肆了。然而楚宁并未做些什么，只是笑盈盈瞧着面色微红的苏婉清。师尊方才说的话可都是真的？苏婉清一声轻哼，看也不看楚宁一眼。假的，糊弄天玄的，怎么你还当真了不成？楚宁笑着回答道：总之师尊说的话弟子肯定当真了。哼，随你，反正本座。他话还没说完，忽然看到楚宁直接上前，二话不说就是抱住。如此举动瞬间让苏婉清淡定不住，当下清脆一声逆徒。天玄一出门你就不老实，哪里是给为师恢复修为的？你就是趁机轻薄的，信不信喊天玄进来？然而楚宁只是轻轻抱着，笑着开口道：弟子可没打算不老实，只是真心实意想抱抱师尊而已。毕竟在天玄面前，师尊从未否定你我二人关系，弟子很高兴。苏婉清眼中流出苦涩，没有继续反抗什么，只是笑容很纠结。可你口口声声喊着为师尊，做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果真心里就没有半点负罪感吗？他甚至都有啊，逆徒倒是从来不会，这真的说不过去。可弟子只觉得幸运。这话说出口，苏婉清微微愣住，感受着身前没有任何过分动作的楚宁，忍不住轻笑道：现在是为师弟子了。听到这话的楚宁笑着松手，立马就是上前继续帮着苏婉清宽衣解带。那现在又是逆徒了，对了师尊，以后这种事情不必操劳，交给弟子即可。然后一脸激动上前去解衣带。苏婉清强忍着内心羞耻，看破没说破。什么叫不必操劳交给你？他单纯就想脱自己衣服，被弟子扒衣服，这他也是普天之下为数不多的荒唐之人了，越来越荒唐了。洞府外，天玄按照苏婉清的说法去守门去了，看着防止有人来打扰他们恢复修为是吧？可小丫头脑袋里还是很多东西想不明白，剑主为什么会丢失修为啊？但如今还是丢了，他可以根据苏婉清的气息观察出来，可修为尽失，那应该是雷劫之后道脉破碎是吧？这应该无法修复的吧？可如今能做到了。天玄只恨苏婉清出事的时候自己没在身边，可剑主如今已经有了再恢复修为的机会，开心，为剑主高兴。但有件事情，师徒怎么可以那样呢？就算是解释了，可还是觉得不太合理，总觉得什么？或许是靠近洞府门禁，
也或许是因为天玄本身的感知比较敏锐，他听到了洞府内传来女子的轻哼声。刹那间，天玄猛然起身，死死贴住洞府的门。果然是有，那声音断断续续，带着压抑和舒爽，声音细微，如同猫叫，好像没发生什么。可天玄不是笨蛋，他知道里面干什么呢？双修呢？难怪要让他看门。剑主被人玷污了，呜，好想冲进去，可人家都是你情我愿的。可恶，竟然是什么都做不了吗？我只是一个剑灵，呜。显然俩人没做那事，就算楚宁做苏婉清也不可能答应。拉拉手抱抱，那没啥问题，亲上去就有点要考虑环境因素了。双修啊，不敢想不敢想，谁知道啥时候。苏婉清为啥发出这动静？因为楚宁如今的实力所能带来的长春之意格外强横，虽然是和昨晚差不多，可昨晚那是一口气恢复了 30%。 师尊动静小点，不然弟子没办法专心了。床榻之上的苏婉清眼神妩媚中带着不悦，转头不爽轻哼一声抱怨着，这种事情怎么控制得住？如此举动直接让萧楚南楚宁眼珠子瞪直了，直接话都说不清楚了。师尊，咱们聊天的画风怎么变成这样了？还不是因为你真逆徒。哼，楚宁又是咽了咽口水，知道我什么都不会做，所以才敢这么说的吗？好吧，他是真不敢做，这回甚至话都不敢说了。师尊终归年长，斗起他来那就是斗狗丸，他还接不了招。人身灵府犹如天地，天地之内凝长生楼，灵海神川，是凝实的存在。根基尽碎，那就是人身天地破碎，别说修行了，保命都困难。没有楚宁，苏婉清活不过3个月，最多靠着强大丹药吊命，可也只是风中残烛。自恢复修为开始，他的气色就逐渐变好，开始如同常人一般。修行武道之后，开始有了气血之力作为修为来源，可如果不恢复修为，几个月之后气血还在，可皮肤没有灵气维持，短时间内就会衰老。苏婉清想着这些，觉得是不是应该晚点恢复，然后变成个满身褶皱的老太，如此弟子就不会对他有心思。他敢说自己但凡变成70、80的老太，楚宁绝对很尊师重道啊。美人皮囊变是对男子最大的杀气，天下女子角色榜他好歹也入了前10的。不过那还是算了，别说弟子嫌弃了，他都会嫌弃自己。修行为了什么？为开山断江长世久生，为逍遥天地无拘无束，不惧岁月侵蚀，其中一条当然也是为了容颜永驻。伴随着他灵府天地的不断修复，苏婉清愈发觉得舒适，愈发觉得舒心。弟子很好用的吗？不过天玄会不会误会？算了，小丫头片子的懂什么，就算误会了能怎样？就怕他不误会较真，然后真把楚宁砍了。汗水滴落在他的背后，苏婉清感觉到了，偏头看到楚宁满头大汗，显然对其消耗不小。叮，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进度 85%。 苏婉清伸手拉住楚宁，摇了摇头，累了就休息，莫要因此损毁根基。楚宁摇头，并未在意。现在还火热呢，弟子哪有那么虚的？苏婉轻轻笑道，小心年纪轻轻的压榨过度，老来有心无力呢。楚宁又是哽住，说不出话来，只能小声嘀咕道不可能发生这事。可很快他就不开口了，因为此刻长春不灭仿佛是进入到了一个节点，4层长春不灭仿佛已经有所窥探到更高的意境。长春之意并非是灵气恢复伤势的手段，苏婉清的灵府已经破碎的不成样子，那是衰败了。他的长春之意换言之更像是生命之意，摧枯复荣，生生不息。而此刻的楚宁仿佛是进入到了一种意境，一座崭新天地景象映入眼帘。那天地春意盎然，处处凝聚长春之意的意境饶是楚宁也是一愣。这是会意通神。他猛然一愣，直接打了个哆嗦。素闻修行之中有种境界乃是直窥天意，令修士以最大程度接触功法本源之意。这东西看资质也看对功法的理解，是因为他这段时间对功法的理解已经到达了一种程度。春意盎然，绿意遍布的天地之中，忽闻一阵宏大声线自遥远之处传来。一意起，天地荣生，春生万物；一念落，天地枯朽，春灭万华。生死两端皆由心起，皆由心生。那话语如同经文吟诵，令楚宁唯有浑身上下的敬意。他早就知道这功法不简单，没想到修行到了如此，竟能到会意通神的境界，甚至得到创造功法之人在功法之中留下的意境。长春不灭绝第5层，生死一念，春意可催生万物，同样可抹杀万物。这长春不灭不只是修行手段，更能作为杀人于无形的利器。而此刻洞府之内宏大长春之意俨然已经出体，绿意盎然，令得那木桌焕然一新，
令浴池中的灵泉更为纯粹，洞府内的一切都受到了那长春之意的影响。苏婉清神色愕然，这是修复的过程中突破功法境界了。弟子此举何等恐怖，这究竟是到了一个何等境界？刹那间，更为磅礴的长春之意入体。楚宁已经不理会那不断传来叮叮叮的声响，只是死死盯着系统面板对于苏婉清修为恢复进度的界面。绑定对象：苏婉清，年龄112岁，资质神品极致天灵根，修为一境灵动，体魄3境柳金，进度30%。定检测到宿主为妻子恢复修为，进度达100%，累计奖励贡献值100万，贡献值剩余 72W6800。见到如此，楚宁紧绷的神思终于放松，大笑一声，猛然起身。破碎的修为亦可恢复，他就想问问还有谁。从他开始到现在有7天吗？没有。这7天他的修为来到4境登楼，苏婉清武道修为来到3境柳金，修为重新恢复，已经能修行了。功法不论是恢复功法、杀伐功法、修行功法都有了，以及70多万的贡献值。做完这一切的楚宁立刻看向苏婉清，激动道：师尊，您感觉如今修为怎样？只是他没看到苏婉清有所动作，仍然是直挺挺地趴在那里，没有任何动作。此刻的楚宁一愣，仿佛是察觉到不对。不可能吧，系统不是说修为恢复了吗？这系统不能特么的坑老子吧？他立刻神思换出系统查看，可发现的确没问题。那位何师尊还没有任何动作。楚宁急忙上前扶起苏婉清，可扶起之后就是看到苏婉清眼眶通红，在偷偷抽泣，泪水不断滴落，俨然已成泪人。楚宁一愣，可被发现之后的苏婉清目光却是始终望着他，原本已经是有所预料的，毕竟根基是真的在不断恢复，可真正恢复，察觉到灵气可以在身躯之内运转的时候，他几乎是内心防线都被冲溃。纵使仅仅过去这几天，仿佛对他的修行生涯算不得9牛1毛，可这段时间的经历让他看清太多。丢掉修为之后，所有人对他的看法，以及面前弟子所流露而出的真情实意，此刻他俨然已经再度有了绝对的自信。他乃是100年修行至6境巅峰的修士，纵体法双修，再重修何须100年时间？此刻的泪意是心中释怀，是内心深处危机感的释放，是对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悲惨经历的释然，是此刻的激动。可楚宁看到这般模样的苏婉清，直接心头一紧。师尊，莫非是修为还没恢复？如果真的如此，他可就真的没办法了。系统估计也找不到，毕竟这是最合适的功法了，那就只能考虑那个贵得离谱的仙王丹了。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体修的寿元本就不比法修。他一瞬间想到了无数种可能，可忽然是看到苏婉清破涕为笑，一把抱住身前弟子。看你吓的，恢复了宁儿，为师已经能运转灵气了。苏婉清笑着伸出手，轻抚楚宁发丝，彻底的释怀。如非弟子，他怎能再回到如今这般地步？楚宁闻言一怔，深吸了一口气。这近乎如同过山车一般的经历，让他差点没控制住，精神此刻都恍惚了。那就好，那就好。楚宁不断重复着这些话，紧绷的心弦彻底放松。这会周身的疲倦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可还是不断呢喃着：恢复了就好，恢复了就无需担心了。此为天命，天降降大任。脑海中无数信息翻涌着，贡献点、自身修行、师尊修行、太玄宗的人、未来去向等等等等。苏婉清察觉到楚宁好像是要说些什么，就这么静静的等待着。可下一刻，楚宁却是同样抱住他。苏婉清一怔，嘴角微颤，弟子这举动莫不是？他知道弟子对他有意，因他的举动逐渐露出，以至于二人如今的相处方式几乎是直来直去。可若真的是往其他方面发展，可从来没有过半点，因为楚宁向来谨慎，不去触碰到他最薄弱的心。苏婉清眼神中露出紧迫，宁儿应该是要在此时机把这关系确定下来，可是否还是太快？但如此知心同道之人如何难得？在天玄面前，他说的那番话就是心中之言。如真的在意身份之事，或许不必在意。既如此，他是要说些什么？可楚宁只是紧紧抱着，用力到几乎要勒得他喘不过气。抱了很久之后，仿佛是最后一丝气力用尽，双手毫无征兆地落下，释怀了。如今最在意的事情终于做到了，师尊修为恢复了，可以放松睡一觉了。等了许久的苏婉清没等到楚宁的话，等到的却是怀里弟子的鼾声。可就算是累到这个程度，仍然是死死抱着，不敢放开，担心他又会出事。苏婉清哭笑不得，眼中泪意更甚。为何他没拒绝和楚宁关系发展到如此？因为楚宁向来把他当作师尊看待，纵使如今直来直往的话语和举动，仍在他能承受的界限之内，未曾逾矩，没让他察觉到半分尴尬和不适。这是师徒之间的情谊，复杂却不肮脏，所以他坦然接受。此刻苏婉清轻轻抱住弟子，
紧贴在他身上，心神动容难以言表。他是要好好休息了，因为楚宁从来不该被作为依靠，应该是楚宁来依靠他才对。这一刻，那个北域天骄以更为强横的道心回归，双目之中带着前所未有的从容和自信。清寂洞府之中，女子面色从容不迫。许是她这一生都很少经历磨难，向来资质超凡脱俗，从无任何修行瓶颈，只在她老师陨落之后受到了宗门一段时间的刁难。可那段时间真的很短，她的璀璨近乎占据自己的全部生命，因此她的道心逐渐涣散，于圣人雷劫之中差点身死道消。弟子说，成道之人必有磨难在身，这1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对苏婉清道心的磨砺。真正的强者当居强横道心，任何危难之时都不该心生绝望，纵使山穷水尽，可天无绝人之路，未必不会柳暗花明。弟子便是他这一程最大的助力，柳暗花明在他，如今从容不迫在他，如今大道同行也是与他。双方的相拥持续了许久，苏婉清只是静静地感受着楚宁的气息，眼神中异样光彩闪动着，感激、动容、心动。总归无人见到，也无人在此刻知晓苏婉清真正心绪为何。待他醒了，慢慢聊聊。天色突变，乌云满天密布，一场瓢泼大雨陡然而至。门外的天玄已经没心思趴缝听声了，毕竟天玄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只是嘴里一直嘀嘀咕咕着，这俩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哪有弟子和师尊双修的，好歹是名门正派，又不是什么合欢宗。无尽的黑暗和孤寂之感笼罩，楚宁仿佛是回到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那天。家乡素有迷信一说，地方鬼神之说横行，他降生那天就听到门外有什么人在嘀嘀咕咕，此子命数诡异莫测，恐引大乱，若是信贫道的，就尽快斩了此子，恐对你家中带来灾祸。此世之人同样信奉这鬼神一说，就听到有个男人哆哆嗦嗦的点头，说一定听命。只是后来他们终归是没忍心彻底诛杀他，将其丢到了荒郊野岭。楚宁只感觉自己完了，天都塌了。声带还没发育，全就因为地方鬼神之说被丢弃了，本以为是必死之局。可视线中忽然见到2道身影在天地上方交手，一男子狼狈不堪，周身金色光芒被打到涣散，疯狂逃窜；对手则是一青衣女子，持剑追杀，眼神中带着睥睨天下群雄的风采，更是不把面前强悍存在放在眼里。他听到那被追杀的男子绝望哀嚎，得知此人为苏婉清，北域最具天赋的剑修，也是后来得知那是苏婉清在以6境修为追杀一个圣人，那圣人甚至被斩了。楚宁见交手结束，看到那仅存的一线生机，就是哇哇哇的吸引其注意力。后来果然是吸引到了，苏婉清念上天有好生之德，便绝世元法，就将楚宁带回6境修士斩杀圣人，前无古人，苏婉清的名誉更上一层楼。那也是小竹峰最为辉煌的日子。原本楚宁是被安排了一个杂役修士照顾，只是那杂役修士懒得搭理这么一个拖油瓶般的孩子，拿了资源却只是分出一部分残羹剩饭给楚宁度日。穿越者的开局还有这样的，让楚宁绝望了很久。可这件事情终于暴露，被苏婉清发现了。那杂役修士因欺瞒封主被处死，从此苏婉清身后就多了个虎头虎脑的小孩，到哪都跟着。本座既与你有缘，将你带回此地，那你可称我一声师尊。原本打算让别人照顾你，可外人似乎都没这心思，如那杂役弟子拿了为师的资源，连饭都不给你吃，果真是可恨。既如此就跟着为师，好歹饿不着你。年纪也不大，睡在为师洞府就是，但不能上床罢了，给你做个小床就是了，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为师。男女有别，难道你不清楚？好吧，你的确不清楚，你年纪还太小，但我们是不能睡在一起的。为师闭关修行之时，你不可打扰，若是哭了就把你丢了。居然这么乖巧，果真不哭。魏师原以为小孩子都整天哭哭啼啼的，那肯定也哭不成啊，他好歹是个转生之人，无论如何也哭不出来。然后就在苏婉清洞府住下，每天跟着看着，学着学那，但也没学出啥名堂，资质没那么好。就是苏婉清偶尔会发现奇怪的地方，就是为何他沐浴的时候，这小家伙总喜欢盯着他身子看，而且还色眯眯的。但感觉可能是小孩子对母性有天然追求，就没过多在意。后来楚宁年纪大了一些，苏婉清就教授楚宁练剑，传的第一剑就是其本源剑法缥缈剑诀。楚宁光剑法就练了3年，剑意那是根本不可能感悟出来的。苏婉清觉得奇怪，就带着他测试灵根。凡品灵根，楚宁也很干，他这开局实在推惨，可苏婉清倒也没嫌弃什么，就安慰他说不是只有剑道才能修行的。于是小竹峰这种天骄聚集之地，全是剑修苗子的地盘，多了个每天从早练拳到晚的楚宁。7岁开始练拳，每日风吹日晒，一练就是18年。每日除了练拳，就是跟在苏婉清身后，
他甚至还为了让楚宁饿不着，把好些年不做饭的手艺给复习了。毕竟大家差不多都快要辟谷了，就楚宁一个淬体一中的12那年，苏婉清帮楚宁洗澡，察觉到小孩子可能长大了，就在隔壁开辟了一间洞府，让楚宁搬了出去。小竹峰无数天骄，单单楚宁可以随意出入苏婉清的洞府，可随意取用峰内资源，如此待遇太多人眼红了。一枚4品灵珠，有个弟子窃取了，被打断了腿丢了出去，但楚宁不小心给踩烂了，换来的就是苏婉清一句不必在意，不缺那个。或许小的时候因为灵魂阅历的问题，他的确很喜欢靠着小孩子的身份占便宜什么的，想让苏婉清抱着一起，每天乐乐呵呵的。可后来发现，这位和他没任何血缘关系的师尊对他越来越好，基本上是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的，那他其实心思慢慢都摆正了。师尊这么好，他还是做个人呢。其实很多年都是尊师重道，这些年也是苏婉清最巅峰的一年。天玄宗宗主亲至夸赞，地玄宗宗主表示可收取苏婉清为亲传弟子，人玄宗以大代价表示可让人宗道子与苏婉清结为道侣共领宗门。宗门长老莫不敬畏，宗门弟子莫不听命。锐利之剑划破云层，潜龙在渊，俨然已要飞龙在天了。或许楚宁心底对苏婉清有一些另类的心思，毕竟优秀女子总是很吸引人的，但也没必要表现什么的。他眼中的师尊向来无数性情豁达，清冷之中带着柔情，锐利至极无人可居。只是那一日，他们最后吃完了一顿饭，苏婉清说要入圣了。那一日之后，再也没从苏婉清脸上看到那种神色，凄苦悲凉，道心破碎，修为尽失，宛若对一切失去了心气。楚宁从来不是天骄，上辈子不是，这辈子也不是，能做的只有奉劝，可作用也仅仅是让苏婉清尽可能的自己找办法恢复修为，于事无补。他原以为再也见不到那般的苏婉清了，可如今又是见到了。如有能为苏婉清恢复修为的机会，自然应当珍惜。他从不在这方面保留任何，是恩情，也是多年复杂思绪的反馈，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做。于是楚宁纵然和苏婉清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之后，在这种事情上也从不让苏婉清尴尬或者为难。谈情说爱还是事后吧，骚话可以说，但恢复修为的进度不能慢。他心目中的苏婉清不会那般绝望，如今的确是做到了，他彻底是松了口气，一股淡淡的清凉之意在脑海中散开，似乎是养神丹的药效。他的思绪也从那10几年的经历中挣脱回来，师尊重新恢复了，又是往日的苏婉清，那个眼神中从来都是盛气凌人的他。或许对于苏婉清，楚宁的情感比较复杂，以一个女子的身份看待过，以一个师长的身份看待过，以一个母亲的身份看待过，诸多复杂情感从来交织在一块，但从不会忘却苏婉清的最大的身份，那其实就是师尊。缓缓睁开眼眸，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昏暗，洞府内的一切让楚宁意识到这是他的洞府。屋外的天空已是夜色，他缓缓起身想去找苏婉清，可门口的少女天玄此刻阴阳怪气了一句，剑主交代了，让你先修行着，剑主这几日要修行，你最好别去找他双修。显然啊，天玄认定了这是个逆徒，肯定和剑主双修了。推开门的时候，苏婉清脸都是红色的，显然是事后余韵，正常恢复修为脸色怎么可能会是那样的。听到这话，楚宁无奈苦笑，但也没有解释。所以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提醒我现在和师尊的关系可能有点不太对劲，在外人眼里甚至不是不对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可那又如何？早日因苏婉清修为之事，楚宁没有打算更进一步，如今师尊再有修为，那他可就没什么可顾忌的了。感情上的事情不该是一方示弱的，苏婉清对他有所求，但要是真因为对他有所求就答应他做他道侣，那可就变味了。你家剑主修行几天了？今天才开始修行的，你还以为你睡了好几天啊？剑主给你吃了不少丹药呢。天玄轻哼一声说完，同时还忍不住嘀咕，都晕过去了，剑主这是多能药，简直恐怖。剑主居然是这样的人，之前根本没看出来啊。不过此刻的天玄问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他见过这个洞府，这个洞府是剑主屁股后面那个跟屁虫住的。此刻的天玄一脸匪夷所思，楚宁，你不要告诉我当年剑主身后那个孩子就是你。楚宁闻言一乐，笑呵呵道，童养夫怎么没见过？天玄猛地一愣，呛得差点没说出话来。原来是这样吗？那好像还挺合理的。那你还喊师尊干啥？我俩乐意这么喊。天玄，那你俩可太有生活了。只是下一刻，天玄看到楚宁起身，立马拦住。剑主说了让你休息的，而且剑主如今还修行呢，我不允许你和剑主双修。你看又急。楚宁笑呵呵起身，我有点事情要办，你要愿意跟一块，反正明面上我算是你剑主。干啥？坑人去。休息对楚宁而言重要吗？
显然不重要。睡着，体魄自动充盈了，这就是长春不灭的好处。河东丽驴又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了。小竹峰外，楚宁笑呵呵地拿起一株草琢磨着。天玄不知道坑人的具体办法是什么，但知道太玄宗对剑主太不公平。倘若剑主修为能恢复，他自然跟着苏婉清把这些人一个个的都砍死。只是如今看着楚宁在研究一个草，不免疑惑：你干啥嘞？楚宁没有言语，直接催动长春不灭第5层，生死一念，生生不息，也可让死气长存。那株开得相当鲜艳的草木很快枯萎，可下一刻又是荣生。天玄直接愣住，一脸惊愕：你这是什么手段？这是……他还没说出口，就被楚宁神识传音提醒：外面不是能随便说话的地方，你最好谨慎点，别整天二逼呵呵的什么都说。眼见自己被凶了，天玄直接炸毛：我是仙剑，你们太玄宗都得求着我，咋的？就你对我这副态度，好歹之前我还帮你们看门呢。瞧着天玄一脸不爽的样，楚宁也没搭理，反正他又不用，想用你的才一天到晚求着你，跟你说好听的喊你前辈。我对剑没什么想法，龙象镇狱境才是最强手段。你要是整天咋呼呼的，你就跟着你家剑主去，别跟着我坏事。被如此瞧不起，天玄表示不服，他砍人很有用的，但他实在是比较好奇楚宁到底打算怎么坑人。好吧，那我不讲话了好吧，可你要是敢做对不起剑主的事情。楚宁笑呵呵看着少女：你还挺护主的。那当然。楚宁丢掉那棵草，随手长春之意让那贮草再度生根，俨然没有任何压力。天玄都惊了，这生命意境到底是什么传承才能带来的，就这么强悍。只是他很快察觉到什么，有人在偷窥，刹那间便是化剑陡然而去。就在那不远处的树后，一个盯着小竹峰盯了半天的宗门长老险些被一剑穿个透心凉。楚宁，老夫是宗主派来的。楚宁立刻变脸，快步上前，居然是宗主派来的人，看来是来送今日答应的那份资源的。毕竟陈玄天等人临走之前可是许诺了一份资源来的。老者笑呵呵点头，拿出一个储物袋，纵使天玄剑化临战在楚宁身后，他仍然心有余悸。毕竟他就是一个4境修士，仙剑剑意都能刺死他，何况仙剑本尊动手呢？只是他并未交出储物袋，而是眼神颇有深意地看着楚宁。楚宁看了看四周，笑着上前，从怀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卷功法。这里是一卷的，和之前那卷相同，属于下册。闻言，老者皱起眉头：难道说你还没得到全部的传承不成？楚宁嘴角一抽：尼玛的宗主就派来这么个人，明说是吧？好歹有点深意啊，这样显得我装高深很不对劲。然而楚宁仍是笑着：其他的当然也有，那为何不拿出来？楚宁笑而不语。老者很快有所察觉，这混账是嫌这资源不够。老者冷哼一声：虽说这资源宗主答应的是1人份额的，可这些足够一个修士修行至6境，其内有30万灵石，各种丹药无数，难道还不够换取你那传承？楚宁见此也是笑着：若是不要的话，阁下自可回禀宗主，毕竟我虽是为宗门做贡献，可也想着多得到一些资源，跟这种蠢货没得聊。你这点资源就想换我全部功法脉络，想屁吃！关键这老头还一副你不拿来全部功法，我就不给你资源。擦，也不看看现在谁求谁呢？天玄眼神逐渐不悦，建议外露。你趁着剑主修行在做什么？什么传承？老者嗤笑一声：但我得到的命令是一手拿出资源，一手拿出功法。楚宁更是心中暗骂这家伙脑子有病，他就不信陈玄天那种人会这么说。派了个什么人来这事？既然宗门不打算让我多得到些资源提升修为，那我便不给了。毕竟我小竹峰被断绝资源在先，亦有前车之鉴，这功法是为数不多宗门感兴趣的，我若不多得到些资源，岂会甘愿全部拿出？这犟种老头让楚宁直接摊牌了，核心逻辑就是这个。现在是你们要我传承的。此刻老者陡然一愣，不是说好了一手资源一手功法？可若是带不回去罢了，反正这小子也逃不走，先禀报宗主，资源和功法交换。老者很快离去，可来到宗门面前就是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你觉得奈楚宁是蠢货不成？他难道会直接拿出来？混账啊，能得到多少就得到多少，资源算什么？我太玄宗难道没有不成？可宗主，他一个3境竟然敢如此嚣张，还口口声声说不给。陈玄天已经被此人蠢到了，真是脑子长泡了，也不看看如今局势。老子仙剑都给了，还差这点资源吗？要的不就是这功法吗？若是让楚宁忌惮起来，岂不是麻烦更大了？可陈玄天这边很快收到消息，丹峰峰主王胜传音而来，楚宁来我丹峰了，说修行丹药不够，
他所需要的丹药有点多，敢问宗主如何处理？陈玄天正看着功法呢，此刻哪有心思顾及那么多？要的多又能有多少？你丹峰又不是拿不出来。可，宗主，他要100枚6品太玄丹，那可是我宗门花费无数心血的来的。再说了，他又用不了啊。陈玄天皱起眉头，迟疑片刻，方才根据本宗的人来报，他因担心小竹峰之事在发生，故而打算多得到一些资源来修行。我太玄宗宗门大阵在此，不怕他逃跑，答应他，但要得到功法。哦，功法他就带着呢，感觉也像是宗主说的这般，只是今日宗主说了一番话，他就张狂起来了。100枚太玄丹，他也算说得出口，但丹药在下给了，还望功劳之上，宗主记下一番。此刻宗主封上，陈玄天面色阴沉，看得出来楚宁得到了不少传承，他大可直接去抢夺，可谓毕楚宁没有做后手直接摧毁，所以敢如此光明正大的来此讨要资源，是打算留在身上以此修行。呵呵，资源可以给你，可你能不能拿得住，拿得稳，修行得下来？男子微微眯起眼眸，很快王胜亲自赶来，双手奉上功法。宗主，在下以100枚6品太玄丹，300瓶5品冥海散，500株4品长生草以及其他功法，换取了2卷功法啊！老者又是激动又是肉疼，丹峰现在能拿出的丹药不足之前30%了，可功法得到了，那可就是得到了。陈玄天接过功法，发现已经到手的4卷功法，完全和自己手头上的可以对应，从上到下一脉相承，就是龙象阵域境的其他法门。他嘴角露出笑容，但肯定知道这功法还没到头。此刻丹峰峰主王胜不免有些疑惑，这楚宁此举给老夫一种要逃命离开的感觉，不然为何这么果断？陈玄天听到这话也是这么觉得，可我宗门大阵已经全面开启，内部之人无法离开，外部之人无法进入，除非他是圣人。可他手中有仙剑。陈玄天一愣，同样是有些忌惮。仙剑毕竟不简单，可3境修士持仙剑也破不开这大阵吧？只是自己修行的话，要这么多的资源做什么？难道说……正在此时，助气风大旱，楚宁铁哥们徐虎大笑着赶来。哈哈，这次谁敢说老子没用？我只用了5把灵品飞剑，100把上品飞剑和500把中品飞剑，就得到了一部功法传承。说完，大汉就是递过来功法，一脸激动。可看到陈玄天一脸凝重，王胜面色阴沉，徐虎不解：宗主难道不乐意？可这功法……王胜唾骂道：蠢猪！如今楚宁举动如此反常，怕不是要带着资源跑路了？况且你拿出的东西差不多是助气风能拿出的所有兵器了，你却只换了1卷，可老夫换了2卷。徐虎顿惊，好哥们居然这么对待自己。大汉面色瞬间阴沉，妈的，居然区别对待，真当老子脑子蠢不成？这就找他算账。可此刻却是被陈玄天拦住。楚宁拿资源的时候可有说过其他的？徐虎一愣，想了想，忽然想起来了。对了，我当时也问他干嘛要这么多，当时的小楚……呸！楚宁这狗东西说打算明日来找宗主，打算重新振兴小竹峰，不让小竹峰明珠蒙尘。此话一出，陈玄天一愣，振兴小竹峰是要重新招收弟子。当日诸多长老威逼，那些弟子可是把能带走的资源全都带走了，所以楚宁不只要丹药，更要兵器，是为了得到那些资源来发展小竹峰。如此说来倒是可以说得通，只是陈玄天仍然不放心，他总觉得好像会出什么事情。正在这时，虚道峰长老前来：宗主，功法来了。可他来到此处，看到的却是2个长老都到了，而陈玄天手中捧着好几卷功法。老夫来晚了，今天每个人都得到了1卷。徐虎冷哼一声，淡淡说道：不知3长老给了那楚宁什么东西，换来了这1卷功法？虚道峰峰主察觉到不对，老夫将虚道峰的符箓拿出来才换来的，毕竟宗主不是说只要得到功法怎么都行吗？难道说出问题了？徐虎冷笑一声：废话，不出问题老子会说这个吗？你这蠢人被楚宁骗了，他打算离开太玄宗的。此刻的王胜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个没脑子的打铁的了。你不都说了楚宁明天会亲自赶往此地来见宗主吗？再说宗门大阵在呢，宗主也在呢，你胡咧咧个什么？显得找你了。不等他们开口，灵耀峰峰主前来。8峰峰主除了执法峰、小竹峰、执事峰3峰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资源的，其他5峰宗主1人送来1卷，丹峰峰主送来2卷，加上楚宁之前给的1卷，今晚给的1卷，一共8卷功法。可基本上是把各峰的资源骗得差不多了。陈玄天看着自己手中的功法，越发觉得不对劲，有种楚宁要卷钱跑路的感觉。不是说明早要前来，他倒是要看看
这楚宁明天到底来还是不来？若是不来，给个交代和说法。陈玄天此刻已经开始怀疑这功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当下拿出功法看向其他峰主。诸位，这功法既然到手，本宗也不藏着掖着，大家先修行一番。众人都是一愣，我们修行？他们也看出不对劲了，这功法要有问题，先死的不就是我们了？可面对面前很可能六亲不认的陈玄天，众人不敢否认，毕竟楚宁还在宗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原本一卷功法只能说是一成，可如今他们手上有8卷。当看到功法解析、理清脉络，没人觉得这功法有问题，反而是感受到了一种极为霸道的力量。在场的可都是6境修士，谁的理解都不会太差。很快就有长老开始修行，刹那间宗主峰上龙象之意汇聚，金色华光一道道的涌现。龙象阵欲尽，杀伐果断，肉身刚猛之法，身破万法，可摧城开天。吼！一长老猛然怒吼，那声音仿若龙吟。陡然起身，那长老打出一套拳法，周身龙象之意汇聚，俨然是能够碾压太玄宗秘法的强悍功法。只是如今还没大成，没办法做到气息全部贯通。宗主，还差一些。这功法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功法是真的。此刻的陈玄天这才微微一愣，看来真的没问题。这楚宁墨不是要再度振兴小珠峰不成？此刻即便是陈玄天都愣住了，甚至对此子产生惜才之心。抛开仇怨不谈，楚宁乃是18岁的4境修士，掌握如此核心传承，得到仙剑认可，未来可能是不输给苏婉清的存在。而且此人，他们是不是已经能拉拢了？如果说宗门不计前嫌，接纳楚宁，又当如何？陈玄天此刻已经开始琢磨起来，而天际远处一抹鱼肚白升起，不远处有弟子前来。宗主，楚宁求见，说来请罪。清晨的山脚下，楚宁和天玄在外等候，天玄嘴角都压不住了，坑了人家其他的资源，还要去找宗主继续坑。他开始还以为楚宁是打算出卖剑主呢，也对嘛，都是一起双修的，还是同养夫，怎么可能出卖剑主啊？此刻的天玄是真的绷不住了，在看到来人通报可以入内的时候，被来者察觉到不对。楚宁，这小丫头笑什么？楚宁瞥了眼天玄，直接让他滚犊子，露馅就麻烦了。去，回小竹峰待着去。宗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剑主，我也想见见宗主，让我去呗。说完，天玄立马传音：你放心，我自封剑灵只留神师为剑，绝对不暴露。从昨晚楚宁离开小竹峰，开始挨个峰拿资源，那可是把人家珠峰资源都快忽悠没了。这么大的戏，他怎么能不看看呢？原来说的坑人是这个啊。至于那功法，听说是有大问题的，修行前面的问题不大，可一旦修行到了后面，那可能就要死人。如此行径，天玄自然双手双脚同意。也就是他们如今干不掉陈玄天那些人，剑主还在修行之中，不然那都是分分钟砍死，还用得着这样吗？但如今楚宁和苏婉清从头到尾的谋划，好像比直接砍人更有意思。眼见如此，楚宁这才放心，当下直接御剑，刹那间赶往山门。此刻陈玄天洞府前诸多长老齐聚，陈玄天同样等待着。所有的长老都是心存疑惑，但被勒令不许开口，唯独是陈玄天倒是很期待楚宁说的请罪是什么意思。片刻之后，楚宁来了。宗主，说着就是直接拿出一卷功法前来。弟子楚宁特意来此请罪，还望宗主降罪。众多长老都是一愣，话说他好像是打算跑路的，但请罪的意思是说先招呼一声再跑路。不过好像也没人这么蠢，谁要跑路了还特意前来，关键还拿出了功法。陈玄天疑惑接过那功法，拿来打量，可很快就是发现龙象阵欲尽，这难道是最后一篇不成？小楚，为何如此？有话慢慢说。楚宁叹息道：弟子未能如愿得到我师尊全部的功法传承，甚至于如今的弟子也只是修行到了这龙象阵欲尽的第9层。昨日宗主等人离开之后，弟子才知道此事的。众人一愣，没有全部得到就如此刚猛。可陈玄天自然不信，微微一笑：小楚，功法的事情倒是不急，不过本宗听说你打算重振小竹峰，所以以功法来换取资源，可有此事？楚宁神色顿时慌乱，可还是拱手道：弟子不想让小竹峰一直如此，在我师尊之前，小竹峰乃是太玄8峰之首，如今没落，弟子自然不甘，本以弟子之身，恐怕没办法让宗主调拨资源，弟子只可出此下策。众多长老恍然，原来是这样。陈玄天也是微微松了口气，看来真是不打算离开也对，这小子也走不了，就算有仙剑，那又能如何？重振小竹峰，想法倒是不错，但此事你完全可以和本宗交代，有你一人在小竹峰，
难道还怕小竹峰未来没落不成？楚宁心道，我要是说了，那我也坑不了这么多资源。毕竟如果是让陈玄天下令珠峰调遣资源，肯定藏着掖着，估计连现在的1成都没有，如何能有现如今几乎压榨一空其他峰主的境况？楚宁摇头道，弟子也有私心，还望宗主见谅，毕竟如今小竹峰并无多少资源，只能如此。众长老嘴角抽搐着，所以你就来坑我们了是吧？但你小子放心，等你没了，资源照样还回来。太玄宗不需要小竹峰再度崛起，交给他们就足够了。不过他们没有开口，毕竟陈玄天勒令。中年男子面色淡然，望着身前一脸诚恳请罪的楚宁，缓缓开口道，任何修士都有私心，这点本宗可恕你无罪，毕竟你也只是想振兴小竹峰，但这功法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听到这话，楚宁叹息一声，师尊出事之后，弟子是唯一一个留在师尊身边的，师尊真情动容，传我功法，可没想到竟是在最后一手防着弟子。不知宗主是否修行了这功法？弟子虽然这段时间进步速度极快，可发现那龙象之意凝聚，只差最后一口气。昨日宗主等人来访，师尊伤心之后，才告知弟子，那功法还有最后一道心法。众多长老闻言都是一愣，这功法的确还差一些，没想到小楚也这么觉得。陈玄天对此是不信的，他没那么轻易就相信了。此刻打开功法又是查看，的确是和楚宁说的一模一样。这一卷再度拔高意境，让这功法已经完全超越太玄秘法，可就是差了一丝契机，让这功法融会贯通。他怀疑楚宁藏私，因为能做到这个位置的不会轻信任何人。可楚宁的话很快传来，师尊说完这话之后，表示传承可以完全拿出，但不愿小竹峰就此没落。于是弟子才如此。众人都是恍然，竟是为传承如此，所以才振兴小竹峰。可陈玄天嘴角露出笑容，却是眯起眼睛轻笑。小楚，如果本宗所料不错，那功法其实你早就有所拆分，分出了不同的功法以换取这些资源，最后一步功法就是让本宗支持你复兴小竹峰。你今日来请罪，不是让本宗责罚你，而是让本宗在意你的功法，从而答应此事。这一切其实你早就想好了。这话说完，陈玄天面色猛然一变，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胆敢哄骗本宗，你真觉得本宗蠢不成？你自始至终都在哄骗我等，以功法吊起我宗门之人的兴致，让我等给你资源，你还从中更大的获利，为的就是你那小竹峰。此话一出，众人面色都是一变，他们被骗了，立刻看向楚宁。楚宁早已经是慌张无措。宗主，弟子指示。陈玄天又是沉声怒道，楚宁，莫非你真觉得我太玄宗对宗门之人会赶尽杀绝不成？小竹峰弟子离开是因为什么？因为苏婉清修为尽失，他没资格教导，本宗尚且答应了给他庇护，难道这对小竹峰残忍吗？可你却是觉得本宗不会照料小竹峰，从那阴阳玄龙丹到丹药到仙剑到如今，你处处有心机，可我宗门是如何对待你的？可曾让你委屈过半分？楚宁刹那间面色更白，已然是泪流满面。弟子知错，宗主，弟子知错。弟子从小在小竹峰长大，传承弟子的确已经全部得到，但弟子知道如今拿出传承，宗主可能会舍弃弟子，舍弃小竹峰。如今小竹峰没落至此，弟子不愿看到如此，宗主慧眼识人，直接看破弟子之心。弟子认同宗主的说法，可弟子真的想让小竹峰振兴。倘若宗主觉得弟子欺瞒了宗门，可降罪弟子，弟子甘愿领死。数位长老都是瞪大眼睛，这畜生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了他们，骗了宗门，只是为了一个小竹峰，果然是好深的心机。众人都是看向陈玄天，宗主，楚宁此人好大的胆子，不依照宗门规矩惩处，实在不妥。宗主，快下令诛杀此人吧。可已经是看透了一切的陈玄天，静静地望着楚宁，盯了许久，这才开口：小楚，本宗恕你无罪，今日本宗可恢复你小竹峰一切供奉，按照原本供奉增加1倍。众长老都是懵逼，宗主，他在骗你啊，你脑子瓦特了是吧？可陈玄天根本不在意身后这些愚蠢的长老说的话，他只是拍了拍楚宁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你为小竹峰做到如此，本宗相信你乃是身具大义之人，不愧是苏婉清的弟子。小竹峰在你和苏婉清的带领下会重新振兴的，本宗可昭告天下，太玄宗小竹峰重新招收弟子。楚宁已经是泪流满面，激动至极。宗主，此话可是真的？弟子人微言轻，恐怕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谢宗主。陈玄天微微一笑，此人果然不俗，看似软弱，实则一切都有所布局，但最后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小竹峰。他也是刚刚才看明白的，这楚宁藏的果然是深。去吧，晚些时候
本宗派人带你去宗门藏宝阁领取资源。谢宗主。楚宁一脸感动的离开，可剩下的诸多长老都是一脸懵逼，他们纷纷看向陈玄天，不戒询问道：宗主，为何不直接出手斩杀或者搜魂？他都已经欺瞒我们宗门了，就算是为了小竹峰也该斩杀吧。现在看来你好像是真看中他了。岂料楚宁刚刚离开，陈玄天脸色就是顿变，神色阴冷至极。狗东西，果然在瞒着本座，为一个小竹峰竟然欺骗我宗门所有人，该死的东西。众人听到这话又是傻眼。不一二，您刚不还说给他资源让小竹峰招收弟子呢吗？察觉到众人疑惑的眼神，陈玄天怒道：你觉得他既然敢拿出全部的功法，然后承认此事，蒙骗我等许久，心机可能会简单吗？那功法他有，但我等若是不摆出一副支持的架势，他绝对不拿。断头的功法又有什么用？此刻的陈玄天才冷笑着开口：本座如今才彻底看懂，什么去找苏婉清骗取功法，什么一段时间给一本，都是借口，完全的借口。这畜生是苏婉清养大的，不可能和苏婉清生出嫌隙，他们必然觉得演戏演到这里，本宗就相信了。可殊不知，本宗早已经察觉，他们在演戏，为了重振小竹峰，蒙骗我们所有人。可他如何会知道，一切的一切都会清算？听到这番话，在场所有人都懂了，这二人一直忽悠他们，就是为了小竹峰。但此刻徐虎却是疑惑开口：那假如说要是有手段跑路怎么办？众人纷纷看向祝气风，公认最没脑子的徐虎，懒得搭理。一个三境修士，一个废人，能跑得到哪里去？带上仙剑又能跑到哪里？果然是蠢。陈玄天此刻呵呵一笑，望着那远处正在激动的身影，呵呵，小畜生，可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小竹峰，你们怕是看不到振兴了，倒是如今你们的举动可以为宗门铺路，他才是整座太玄宗最为睿智之人。不过话说，那阴阳玄龙丹的效果怎么还没发作？真是奇怪。回山的路上，楚宁，我可以笑了吗？不行。来到小竹峰，我可以笑了不？不行。进到屋里，天玄憋得小脸通红，使劲看着楚宁。那现在可以了不？楚宁点头，了一声，可以了。此刻才从见到陈玄天开始，直到现在快要崩炸的天玄哈哈大笑，傻乐了得有半个点。哈，那个宗主真聪明啊，这就看出来你要振兴小竹峰了，还要给你资源。他肯定觉得你最后那道心法绝不可能轻易给的，小竹峰其实你们根本就不在乎了，等把藏宝阁坑完就跑路，哈哈哈。那个宗主还算聪明点，看穿了一层，那些长老一层都没看穿，一直在那懵逼，他们根本就想不到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哈哈哈。对于天玄嘎嘎傻乐的举动，楚宁搭理都不带搭理的。看你那样，在乎吗？根本不在乎，毕竟最大的宝库还没坑到手呢。天玄满地打滚，看得楚宁也是心累。哎，我师尊那么高冷性格的女人，怎么佩剑剑灵跟个二婢似的？也是醉了。行了，在屋里傻乐就成了，别露馅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啥一哆嗦？宗门宝库呗。师尊都说了，宗主的小金库都在里面，那也是宗门的资源，跑路不得带点家产。天玄这才缓过劲来，此刻笑得脸色涨红，也是好不容易平复下来。他忍不住打量面前的楚宁，觉得这家伙好像不简单，剑艺高，修为还不错，难怪能让剑主青睐。你做得很好，本座很欣赏你，倘若哪天用得到本座了，可以允许你动用本座。天玄一脸骄傲，他已经认可这个家伙了。你当本座剑主的道侣，和他双修，本座不阻止你了。可楚宁显然就没在乎这个，仙剑师尊用肯定是最好的，他没关系，拳头就够了。行了行了，你待会可以看看师尊出关没有，马上就跑路了，跑路之后再修行。至于那个宗门宝库以及祸水东瀛，已经是和苏婉清商量好了，最后的手段交给天玄。小丫头还是可以靠谱的。天玄使劲点头，转头去看苏婉清的洞府去了，看到没反应，然后又转头来找楚宁玩。毕竟这山上就俩人，肯定找个解闷的。只是现在好像楚宁也开始修行了，现在有时间有机会，那就尽可能的修行。阴阳玄龙丹四境反馈的药力还在，但为何不能直接作用到修为上？因为四境登楼是要在灵府之中铸就长生楼的，每一层铸就的痛苦都是难以忍受，得把其他事情暂时交代完。刚刚前去了宗主那里，拿出了9卷龙象镇狱境的封魔版，就差1卷了，去了就是稳定宗门心神。至少现在他们不会来。楚宁，剑主修行呢？哎，你也修行呢？帮我护法，感谢。天玄倒是没拒绝，毕竟已经看楚宁觉得很厉害了，是不输剑主智谋的存在，给宗门里的人耍得团团转。那好吧，那他看门去吧。
不过今日之事，还是让剑灵蠢蠢欲动。之前哪有这么好玩啊？跟着苏婉清都没这么好玩，后来被关在铸剑峰好多年，也是无聊。难得出门见到这种事情，岂能不兴奋？而且最大的坑，让他来做。天玄不只是会砍人，也能做事，哼哼。楚宁，修为四境登楼，进度10%，资质神品灵根，可进阶。功法长春不灭绝，进度第5层。龙象镇狱境，进度第4层。缥缈剑诀，进度第4层。吞天魔功。楚宁早已经盘算好今日之事了，心性很快平静，当下也是专注于自身长生楼凝聚。阴阳玄龙丹带来的药力是能直接作用到6境之前的境界，达到中期层次。他此刻才借助药力，很快开始凝聚自身长生楼宗门。他俨然已经有所决断，如今不好招惹，毕竟人与七宗连理同支，打得过宗主，可其他人呢？未必不会来斩你，那到时候可就是腹背受敌。资源肯定要拿，反正也是被追杀，怕个蛋，毕竟资源不要白不要。境界肯定也要有所提升，谁知道以后出门在外修行的时间和空间有没有？能把握的一定尽可能的把握就是了。近乎撕裂般的痛楚传来，凝聚长生楼是观修士修行根基，定要慎重再慎重，凝聚越多自然越好。洞府外，天玄心情大好，轻哼着小曲在小竹峰溜达。太阳起来我晒太阳，月亮起来我晒月亮咯。他时不时看看楚宁洞府，时不时看看苏婉清洞府。哎，这俩人怎么都修行去了？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剑主还不知道呢。只是下一刻，苏婉清的洞府门忽然打开，天玄一愣，立马激动上前。小丫头也学聪明了，立马拉着苏婉清进洞府。剑主，你不知道我们昨天做了什么？宁儿呢？天玄一愣，什么宁儿？哦，说楚宁啊。苏婉清看见天玄，就是一把摁住，立刻询问道：宁儿如今可醒来了？天玄一脸懵逼的抬头看着面前剑主，神色已经更好了，周身灵气环绕，显然已经在步入修行之道了。可如今是什么境界，天玄倒是不清楚。不过话说出关，就问楚宁了。小丫头觉得酸溜溜的，嘀咕道：她倒是醒了，我们昨天还出门来着呢。本座要找宁儿，天玄你先完会。剑主，您家宁儿修行呢，估计得等上好一会呢。天玄笑嘻嘻，苏婉清面色陡然发红，神色不悦，做事要打。然而天玄又是躲开，就是在修行嘛。剑主怎么突然生气了？天玄说的也没错吧？都双修了，还不是您家的？人家都说了，是您童养夫呢。您家真乱。苏婉清是盘算着时间的，可一不小心修行过头了。按理说昨天晚上就该破关来找楚宁聊聊的，可境界再回，突破的快感让苏婉清没办法挣脱，才拖到了现在，这都第2天了。对此，苏婉清只能颇为遗憾，叹息一声，忘了演楚宁的洞府。既如此，倘若楚宁出关，让他来找我就行。说完就要转身，可天玄一愣：剑主，我还没跟你说事呢。有什么事？您都没听我讲话，您就在意那宁儿的？天玄都不是剑主的剑灵了，真要这样，那天玄就离家出走了。苏婉清好像也意识到了，他此刻在意楚宁好像有点太过了，容易被人看出问题来，而且也不能冷落剑灵。他只能撑起一个笑容，揉揉天玄脑瓜。好了，天玄，说吧，本座听着呢。弟子醒来会做什么？要么找他，要么去找宗门。天玄这么乐，肯定是宗门的事情，苏婉清都猜得到，而且收获肯定不错。不过这件事情，他更想听弟子亲自来讲。哎，感觉好像他和弟子之前挂了的大灯笼。哎，不对，他怎么能这么觉得呢？他和楚宁还是师徒的吧，关系没变呢，不该如此想。剑主您不知道，其实，剑主，那个陈玄天当时，天玄发现自己说的话，苏婉清根本没听，他都走神了。少女不爽道：剑主，楚宁来了。苏婉清陡然回神，抬头看向洞府门，没看到人，立刻不悦。天玄怎么敢如此戏弄本座的？少女此刻一脸悲愤，你们两个，一个人嘴里说着师尊，一个人嘴里喊着宁儿，都不听人讲话的。剑主都走神了，肯定想着那家伙呢。呜，我真要离家出走了，这个家根本没有天玄的位置。苏婉清这会真是尴尬的说不出话来。怎么如今？唉，他就是想找弟子聊聊啊。罢了，天玄，你说吧，这次本座肯定听着。您找您家宁儿说去吧，不理剑主了。说完气呼呼的走了。洞府内的苏婉清也是无奈苦笑一声，按理说他不该有这些举动的，毕竟2人关系似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师徒还是师徒，甚至于修为恢复的时候，楚宁都没趁机和他彻底钉死道侣的关系，那他为何如此急切的想见弟子？许是觉得修为恢复，
弟子肯定认为他的功劳很大，一定会趁机做点什么举动。怕是牵手拥抱都是最简单的，还可能更过分。但这种过分的事情，似乎他不该应该如何躁动吧？可为何还如此急切？这不就是上赶着去送吗？想到这里的苏婉清无奈扶额，他好像也有点乱了，总觉得修为恢复之后是该聊聊。可惜当时楚宁熬不住了。哎，宁儿什么时候修行完呢？楚宁洞府之内，他正以诡异速度铸就自身4境长生楼。入修行之前，9重淬体算是打磨根基，4境长生楼则是灵府筑灵。如不是靠着阴阳玄龙丹的药力，他要铸就后续长生楼，势必每一层消耗的资源都是前面境界所消耗资源的数倍，近乎令人麻木的痛苦，只能以长春之意铸就。可当一层楼阁铸就完成，所带来的舒爽感是任何存在无法比拟的。他的身躯之上，龙气凝实成恢宏庞大的纹路，落在楚宁脸上，犹如勾勒出戏剧中杀神模样。而长春生死之意，便是凝聚为阴阳图，在楚宁周身荡漾。一层楼隔一层天，长生楼的数量直接决定了修士未来的高度能登峰造极到什么程度。寻常修士4、5层俨然已是极限，因为这需要时间，需要庞大的资源，更需要修士以纯粹道心毅力不断坚持。同样的，天赋更是决定了长生楼凝聚的数量。灵府天地之内，药力在最后一刻被彻底榨干，长生楼的数量来到了第5层9，为极数。他知如今境界强悍，可自己一身秘法，定要冲击一下那记载中9楼通天的意象。苏婉清曾说，入天象非9层长生楼不可，可即便是有9层，进入那境界也是难如登天。世间天骄如过江之鲫，可以只有一人达到那境界，传闻还是因人遇危机，此人强行突破一个伪境。天玄宗，天玄道人，世间唯一天象境，人欲到手。既然都开挂了，那肯定多打磨打磨。他仍在修行稳固，将自己如今所得到的底蕴继续提升，俨然不知如今周身所泛起的异象，让陈玄天看了怕不是要惊呆下巴。修行多长时间，就是别人40、50年修行不来的成就。他可会后悔在阴阳玄龙丹内设下烙印，打算掌控他们，可会直接变脸。可在外人面前，楚宁仍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3境，就算实力再强，可亦是3境。天玄，本座没排挤你的意思，不听王八念经，找你家宁儿说去吧。洞府外，苏婉清还是快步追了上来，上前拉住如同倔驴一般的天玄，满脸的无奈。这剑灵怕不是比他年纪都大了无数倍，都已经经历多少岁月了，怎么感觉比弟子还孩子气？甚至弟子如今都看不出多少孩子气了，可不哄不行啊。天玄兴致冲冲的过来找他分享，他满脑子都是别人连话都听不进去，肯定急眼。苏婉清柔声安慰，并解释说着，天玄，本座未对你讲过多少关于楚宁的事情，他为恢复本座修为消耗至此，必然更在意。这当然并非对你不在意，至少在本座心中，你的地位也相当重要。少女一脸不爽，转头瞪眼。那天玄和楚宁，哪个在剑主心中更重要？苏婉清笑着开口道，当然是都重要。可少女喋喋不休。天玄问，哪个更重要？苏婉清这下不言语了，说了不就是为自己埋坑？转头天玄找弟子炫耀一波，下次就是安慰弟子。不过苏婉清转念一想，好像也不错。那要是这样，弟子自己就找上门来了，省了很多弯弯绕绕的事情，之后就可趁着这个话题开始聊聊如今2人的关系。天玄攥紧小拳头，继续瞪眼。剑主现在不说了，就是那楚宁更重要是吧？女子极美容颜之上露出些许笑意，伸出手揉揉天玄脑瓜子，笑眯眯道，当然是天玄最重要了，比楚宁还重要。天玄一愣，一脸不信。虽然是听到了，但他显然是知道楚宁在苏婉清心中的分量，他也就乐意在苏婉清面前撒个娇求关照。但这话剑主都说了，看来他还是很重要的嘛。天玄依旧是抬头盯着苏婉清，一脸鸡贼。那这话我可跟楚宁说了，剑主不怕，就怕你不说，不然他怎么上门来找事？苏婉清仍是轻声笑着，不怕，不管有没有其他人，天玄都是最重要的。本座既然说了，难道还怕你对其他人讲？天玄闻言一愣，挠头。剑主也没必要这么说，天玄就是抱怨一下剑主，其实知道剑主如今最在意的就是楚宁的。他还是很能看得出来的，楚宁不光是帮着剑主恢复修为啊，这个他肯定是做不到的，而且事事都在考虑剑主，甚至昨天去坑丹药都考虑着苏婉清的修行资源。而苏婉清出门第一件事情也就是找楚宁，他是因为知道楚宁在修行在缠着苏婉清的，要是俩人都没什么事情，他肯定不在旁边当什么大灯笼。可就算是楚宁有事在身，剑主仍然琢磨着连话都不听，说明剑主真的很在意的。他倒是没啥太大的怨气，就是撒个娇嘛。此刻的天玄低头认错，仍是牵着苏婉清的手，小声嘀咕着，我不会跟楚宁讲的，
我知道剑主是为了哄我的，其实我也很好哄的。剑主出来拉我的时候，我就不生气了。苏婉清一愣，不去讲了。天玄居然这么乖的啊？那后面的质问大概可以理解成孩子心性，看看他对天玄的在意到了什么程度是吧？孩童心理呢，幸亏养过楚宁，不然都摸不透。苏婉清笑着伸手揉揉天玄，天玄也是嘻嘻笑着蹭蹭。那不说这个了，剑主。天玄看到剑主身上灵气了，不知道剑主如今修行是何等境界了。那说了，天玄不能告诉楚宁。听到这话的天玄显然不太理解，这不是好事吗？为啥不能告诉来？你若是答应本座，便告诉你。天玄一脸懵逼，瞧着面前一脸神秘的苏婉清，也是不懂，到底是为什么啊？您家童养夫应该挺期待知道您如今境界的。可转念一想，他就懂了，是要自己告诉，然后给他家的童养夫一个惊喜是吧？好多心思啊，是不是之前他和楚宁一块做的事情，剑主希望楚宁亲自告诉给他听啊？天玄不懂，因为很复杂，果然人类的情感都是这么的弯弯绕绕，令人看都看不懂。那好吧，天玄不说了，剑主说吧。苏婉清的手落在天玄肩头，他如今的修行境界没人看得穿，但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其他人感受得出来。重修的时候果然没太多麻烦，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了苏婉清自己的想象。灵气亲和，一境灵动。苏婉清笑而不语，继续让天玄感受。灵气调动，二境入微。天玄大惊失色，昨天才恢复好了吧？今天就二境了。可苏婉清仍然没有开口。天玄在察觉到什么之后，面色陡然一变，见到真意，缥缈之意也能调动。三境之命，剑主修行怎么能这么快的啊？寻常之人修行到这个地步，30年、50年甚至更多。剑主虽然是天骄，也是修为重修，可就算是这样。可苏婉清仍然没有多说什么，在感受。苏婉清，你怎么在这里？不远处，一老者忽然看到苏婉清和那剑灵小丫头待在一块，不免不解。苏婉清抬头看去，天玄也是疑惑转身。来人是一老者，宗主门下执事。那老者看着苏婉清，看到他神色极好，一时之间也是不解，一个废人都是要死的，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气色？可他今日可没打算多生事端，如今小竹峰在宗主掌控之下，他当下也只是淡淡开口：我奉宗主之命，来带楚宁领取小竹峰资源，喊他出来。苏婉清一愣，居然都已经做到如此了吗？弟子办事可比他效率高出很多，虽然他是那个幕后策划的。女子眼神中露出欣慰笑容，倒是能夸他的地方更多了。楚宁在修行，本座去就是了。老者闻言迟疑，但一想这俩人按照宗主的话来说是狼狈为奸的，那就没问题。老者闻言也是呵呵一笑，反正是一丘之貉，谁去不行？天玄不悦，然而苏婉清根本就没在意，当下令天玄化剑，直接御剑而起。只是忽然一愣，眼神陡然惊惧。苏婉清，你修为不是没了吗？怎么如今还能御剑？苏婉清笑了笑，双手负后望向远端天地。对啊，修为没了怎么能御剑呢？显然他心情好的有些出奇，没打算跟一个小小的执事计较。天玄建议瞬间包裹那长老，随时可直接动手斩杀，此刻也是冷声呵斥道：瞎了你的狗眼！因为本座是仙剑，你个没长眼的老东西，难道当本座自己不会飞吗？老者面色发白，瞬间不敢吱声，生怕被直接绞杀。小人只是来带着苏长老领取资源。苏长老这边请。就算没有修为，那仙剑自可有6境修士的杀力，一般人还拦不住。他可不想稀里糊涂的死在这里。老者只是看到苏婉清原本带着笑意的眼神，似乎是露出杀意，仿佛是要找什么人清算，可那眼神一闪而过，他根本不敢多问，急忙带路。太玄宗宗主中锋2道身影以极快速度赶来，身后的老者气喘吁吁，根本跟不上前面身影御剑的速度，纵然已经是全力调动。仙剑之威体现在各个方面，御剑、杀力，甚至本身就能当做一个6境纯粹剑修看待。所以宗门当时得知楚宁拿到仙剑，第一反应就是震怒，只是后来变成了这般模样。可仙剑不是桀骜不堪吗？如今怎么能为苏婉清所用？老者望着那红衣女子的背影，脸上唯有怨念，可不敢吱声。仙剑护身，就算是废人他也清算不了半点。宗门藏宝阁之前，无数修士在此看守，毕竟是宗门重地，其内部有着无数资源，是太玄宗历年来积攒而下的。灵石千万之数，灵药、法器等等，琳琅满目。藏宝阁3年一开，3年按照各峰的贡献分发资源，今年已经开启过一次，只是陈玄天破天荒答应为小竹峰再开一次呢。是苏婉清，此人如何能预见？难道修为恢复了？不会，圣人雷劫之下基本上没有活路，这是宗门都知道的，估计是小竹峰那仙剑被他所用了。
小竹峰今日是不是要领取资源，还是双倍？今日宗主刚刚下令，那我等就不必阻拦了吧？不！忽然间，一众镇守修士的为首者嘴角泛出阴冷笑意。宗主直说了，让他们领取资源，可怎么领取，还不是看老夫的。当年苏婉清每次来此，他都是恨不得笑脸相迎，跪在地下求苏婉清多看他2眼，可每次这女人看都不看他一眼。如今时过境迁，他早已经不是那宗门最耀眼的存在，那这些年的怨气，如今也有机会讨要了。此刻，为首老者冷笑一声，当即开始禁制阵法。何人如此大胆擅闯宗门禁地，速速退去，否则一律问斩不赦。然而阵法丝毫没有阻拦苏婉清的速度，先是一道剑光直接劈开阵法，紧接着当头迎面就是一剑，仙剑剑气摧枯拉朽，速度更是快到肉眼无法捕捉，瞬间将那为首老者劈退。6境修士在剑修面前锐不可挡，何况仙剑？一道身躯猛然砸在山门之上，藏宝阁前瞬间大乱。长老！无数弟子纷纷上前扶起重伤的老者，此刻一道刺眼血痕就落在那男子胸口。错愕、震惊以及愤怒，镇守长老瞬间怒目。苏婉清，你好大胆子，居然敢在宗门禁地对老夫动手！哦，这不是认得出本座吗？一道带着嗤笑的讥讽声轻飘飘传来，苏婉清嘴角带笑，身躯轻盈跃下飞剑之后，持天旋在手。老东西，本座今日奉宗主之命来此领取资源，你别跟本座说你不知道。怎么着，6境修士眼珠子这么不好使了，远远认不出本座，如今走近了，难道还认不出？开阵法，恶心本座，想让本座求你？本座说的不对。一句话就被戳穿，老者面色一白，可仍是冷笑。好，你苏婉清如今胆子很大，这里是宗主的地盘，莫非你还当你是之前的北域天骄不成？来人啊，拿下此人！众人一愣，我们拿下他？他刚才一剑差点没劈死您，您都说了那是仙剑，仙剑能让6境修士用，我们怕是不行。众人瞬间犹豫，老者见此勃然大怒，还愣着干什么？去啊！都不想留在这里了是吗？眼见如此，众人这才起身，纷纷眼神畏惧盯着面前女子。纵是公认的废人了，可那女子持仙剑的姿态丝毫不弱于当年的她，仍是那般霸道压迫的众人的心弦紧绷至极。哦，拿下本座！苏婉清可没那么多话跟他们逼逼赖赖，手持天旋就是凝结剑阵，刹那间仙剑之意瞬间笼罩而起，将所有人包裹。众人陡然一愣，祝剑锋仙剑巅峰他们是清楚的，可仙剑什么时候也能凝聚剑阵了？纵是为首老者此刻也是面色发白，一口鲜血喷出。不是说时过境迁了吗？怎么他现在还这么猛？仙剑果真就这么强悍吗？此时身后的那名执法堂长老这才赶来，他看到这一幕都已经懵了。苏婉清疯了，就算是持仙剑，胆子也不该这么大。苏长老、苏长老等等，这里是宗主的地盘，不得放肆啊！他已经妈了，要是跟得上早说也不会有这事，让他一人前来直接就是出手。就算有仙剑也不能这么放肆，难道是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如今什么都不怕了？可他们怕啊，苏婉清死了就死了，可他们还想活着呢。宗门执事立马做起和事佬，拦在苏婉清和那看守藏宝阁的人面前。诸位不要动手，大家都是一个宗门的，有什么事情不能慢慢来说？放你妈的屁！老子按照规矩责问身份，苏婉清二话不说就是动手，难道不是他的问题？闻言执事立刻一愣，他看向苏婉清，可苏婉清只是笑盈盈道：本座之名太玄宗何人不知，何人不晓？你一个6境修士，难道说认不出本座？听到这话的老者直接暴怒，按住胸口伤势，破口大骂：老夫就算是认出来了，按照规矩责问有什么问题？哪轮得到你苏婉清动手？按照宗门规矩，老夫问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本座要认你这规矩啊，我苏婉清在哪里都必须有人仰望，不打算被你们这群臭鱼烂虾为难，有问题吗？老者一愣，刹那间气血翻涌，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可还没开口，苏婉清的话又是传来：本座乃是小竹峰峰主，你一个看门的狗，身份和本座差了10万8千里，怎么着？是觉得你6境修为就能在本座面前蹦跶了？还敢在本座盈盈狂吠，还敢开启阵法阻拦？你是个什么东西？话语传来，又是一剑陡然劈落。老者此刻面色苍白至极，他是没想到苏婉清今天能疯癫成这样，可那一剑被一道身影轻描淡写拦住。苏婉清，本宗的确答应你小竹峰给予资源，可你如今也太放肆了。陈玄天冷眼望向女子，当着她的面要杀她的人，这是疯癫到了何等程度？然而精神状态相当良好的苏婉清只是眯起眼眸，
毫不掩饰眼神中轻蔑之意。本座如今还是小竹峰的长老，长老身份不容许这一个看门的老狗辱没，他有什么资格跟本座叫唤？况且本座还是太玄宗如今成就的缔造者，你陈玄天当年的大道之敌还是本座斩杀的，怎么如今入圣了就觉得全是自己的功劳？你陈玄天有那本事的话，当年还跪下来求着本座帮你杀人，你陈玄天好大的脸面，还敢说本座放肆？那年苏婉清6境巅峰修为，声动北域，陈玄天同为6境巅峰，跪地拿出整座太玄门为代价，请苏婉清斩那圣人。只是苏婉清一心修行剑道，就懒得接手这宗门。至于当年那被斩的圣人，也曾经的罪过他，于是被苏婉清所斩。自此陈玄天入圣，太玄门成为太玄宗，跻身人域7宗末位。当时的苏婉清俨然绝望，没有和陈玄天说这些，他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对此事的留恋。可现如今，他拿着陈玄天的把柄可太多了。刹那间，人群汹涌，众人面色都是一变。宗主跪下来求着苏婉清。不过宗主的大道之敌的确是苏婉清斩杀的，居然还有这种事。无数人纷纷看向陈玄天，而男子也是眼神瞬间怒目，手中酝酿龙象镇狱镜。你的传承用来杀你。可他忽然间意识到了，这传承还差一点，就那么一点了。当众揭本座的短，你以为有仙剑你就天下无敌了？忍，再忍一忍，只差那一点，就差那么一点。这二人狼狈为奸，卡了他的功法，就差一点就能达成。陈玄天深吸了一口气，平复心绪，沉声道：但你修为尽失之后，本座亦没有赶尽杀绝，何况如今还答应你小竹峰重新振兴。众人又是一愣，宗主杀了他啊？怎么如今忍耐到如此了？你已经顿悟忍者无敌的境界了吗？于是苏婉清冷笑一声，所以本座这不是来拿资源了吗？有问题？好好好。陈玄天气笑开口，一连3个好。那就开门，让他拿。身后那被重伤的老者一脸错愕，宗主您闭嘴，废物，一个废人你都解决不了，非要本宗亲自前来，如今只差临门一脚，他的布局就差那一丝一毫，如何能够就此舍弃？听不到本宗的话吗？开门，让他拿。一弟子立刻前去开门，而陈玄天就死死盯着那道身影从面前经过。可下一刻又是一道剑光，那倒地重伤的老者瞳孔瞬间一滞，望着洞穿他灵府的仙剑，察觉到灵气和修为在快速流逝，却只听到了一句话：下辈子注意点。空气仿佛是在一瞬间凝固。一个6境的修士在宗主的中锋当着宗主的面被杀了，甚至陈玄天都只以为苏婉清只是发癫就没注意，可下一秒直接被杀了。被洞穿的灵府的老者此刻眼神悲愤，可说不出话，带血的长剑拔出，他死死捂住那腹部不断流出的灵气。我的修为，我的灵气。他死命挣扎着，察觉到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后悔和绝望涌入心头。他为何要对招惹如今的苏婉清？直到最后一刻身死，他仍然死不瞑目，望着面前的宗主陈玄天宗。宗主，为我报仇。人群瞬间乱，长老死了，长老死了，被苏婉清当着宗主的面斩杀了。苏婉清已经彻底疯了，见人就杀，甚至都已经不怕宗主了。所有人的视线望着那男子，望着面色错愕的陈玄天，他们看到陈玄天的面色阴冷到了极点，圣人气息此刻也不留余力地暴露而出。金色圣人之息开始弥漫，龙象镇狱境之法刹那间而动。苏婉清，当着本宗的面杀人，你好大的胆子！其身影瞬间而至，龙象镇狱境轰然砸出。仅仅是如此还不曾圆满，就远超太玄宗秘法。何等强悍无比的功法，一拳轰然砸来，显然是怒意爆棚，要将苏婉清直接斩杀。然而仙剑天玄当即护主，仙剑巅峰亦如6境巅峰剑修，锐利至极。天地人3宗都忌惮苏婉清持剑，让苏婉清不得不拿出以换取宗门安定的天玄，纵无人持剑，仍势不可挡。两道身影竟是相撞，一时之间竟不分胜负。而苏婉清只是冷眼看着，那眼神中充满着对陈玄天的蔑视。杀一个长老算什么？他要杀的人还有很多呢，不然道心不宁啊。至于如今为何敢在陈玄天面前如此，只是如今重修还没达到巅峰境界，自是因为苏婉清，你个混账！本宗已经能容忍你对此人出手，你竟然当场斩杀！今日本宗不斩你，必然……可下一刻，陈玄天的气势陡然而落，那龙象镇狱境几乎是以一个近乎狂暴的姿态榨干其体内全部灵气。纵是此刻陈玄天竟是被天玄一剑挑飞出去，猛然砸落在远处。此刻的陈玄天才意识到，
今日早上楚宁所说的功法不满是什么情况？功法只差一节，但那一节就是能让契机完全流转的要点所在。楚宁和苏婉清狼狈为奸，从来没有隔阂和间隙，一直是在做戏，就是不打算给他们这功法。而没有那一丝气息，他动用的气息越是强悍，灵气消耗速度也就越快。苏婉清嗤笑一声，本座的传承你还想用来杀本座？陈玄天，你真觉得本座愚蠢不堪，能让我弟子给你那功法？反正本座没多少活头了，今日打不了风一把，你太玄宗如何对待本座的，本座历历在目。今日本打算来拿个资源，事情就过去了，可你竟然还如此喋喋不休，如今可意识到本座的底牌究竟是什么了？你想修行本座的传承，要再跪下来求着本座？倒地的陈玄天再怎么说也是圣人之境，很快便是压榨此方天地的灵气瞬间充盈。他神色带着不甘和怨恨，可仍是带着讥讽。既如此，本座不以此法斩你，用我太玄秘法又不是斩杀不了你，这都是你太玄宗欠本座的。苏婉清的语气陡然歇斯底里，怒斥道：昔日本座扶持太玄门为太玄宗，斩你大道之敌，令你入圣，为你太玄宗培养多少弟子，连我剑道传承都拿出来了，缥缈剑诀任何弟子可以修行。可你陈玄天做了什么？你宗门长老做了什么？七峰长老趁本座落难之时哄骗本座弟子，那些弟子也都是畜生，尤其是如今你那弟子江清月，本座培养此人30年，30年便是养一条狗都不会扭头就走，可他居然喊本座贱人。近乎发狂的苏婉清持剑就是冲杀，但并未动用灵气。陈玄天紧皱着眉头格挡，死死咬牙，恨不得直接斩杀。可他最怕苏婉清把这些话捅出来，这人欲七宗末位，怕事不保。苏婉清可以自己死，可不能是被逼死。他和天地人三宗甚至还有联系，虽然这些联系已经轻描淡写了，但一旦作为把柄，改日太玄宗有任何得罪天地人三宗的地方，此事都会被拿出来说事。此刻的苏婉清满脸泪意，反正本座也没多少活头了，大不了就同归于尽啊。众人此刻都是望着这一幕，都在震撼。他们没看到苏婉清调动灵力，只是天玄剑意就如此强悍，可宗主居然没有出手。对，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宗主怕是都没理由出手。陈玄天沉声道：苏婉清，本宗知晓这些，可今日若不是你妄自出手，本座岂会如此？当年功劳本宗自然记得，如今难道本宗没有扶持小竹峰不成？可我拿一份该有的资源就被人拦着，我杀了他难道不应该吗？陈玄天深吸了一口气，声音更是阴沉了无数倍，但也触犯我宗门规矩了。我都要死了，我什么规矩都不在乎。长生的修士灵府被破，没有灵气，就算是没有致命伤也会在一段时间内陨落。这话说的倒不是假的，所以今日苏婉清发癫至此，就是知道自己快死了。陈玄天想要传承，可更在乎自己的面子，可如今苏婉清更是一手卡着传承，一手还要踩碎他的脸面。他太想斩杀此人了，可只差一线。楚宁既然和苏婉清能做到如此地步，说明连理同知为小竹峰一直哄骗他们，如今居然都发疯了。陈玄天看到的不是面前癫狂的苏婉清，看到的是今日之后他的名分将再也不存，看到的是他以一个宗主的身份逼死了功勋卓著之人。下面的人可能不会说什么，可他的上面还有天地人上清到6大宗门，那里面有敌人也有好友。苏婉清可以自己死，但不能被他逼死，至少明面上不能是如此场合被逼死。苏婉清，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非要本座杀了你不成？苏婉清一脸绝望，悲愤交加，红着眼眶。可你陈玄天不就是想要斩我？拿了资源就滚，本座不想看到你。这话说完，陈玄天气势猛然荡开，根本不敢留在此处了。倘若他修为镇压古今，他可以无惧一切，可他被宗主身份压制，被苏婉清传承压制，被那些隐隐出现在背后的大人物死死压制着。但本座警告你，小竹峰，本座可以让你和你的弟子复苏，本座已昭告天下，小竹峰在招收弟子，可5日之内，不，3日，本座见不到功法最后一卷，你小竹峰必灭无疑。你可以卡本座功法，可以杀本座的人，可以如此羞辱本座，那都是因为你那传承之大，近乎恐怖。他必须看到，他最后的耐心只有3日。3日之后，不管苏婉清如何，不管楚宁如何，不管功法或者不给，小竹峰的人都得死，一个都留不下来。藏宝阁前倒地已经死去的老者，以及无数还活着的弟子，他们纷纷望着那悲愤哭泣的苏婉清，此刻内心竟然是同情。苏长老竟然遭遇如此，那长老居然还逼迫苏婉清，打算耍心眼，真是该死啊！藏宝阁大门缓缓打开，一弟子叹息道：苏长老，取资源吧。苏婉清这时仿佛是回神，转头眼眶通红的望着那琳琅满目的藏宝阁。
本座没有几天活头了，只想把小竹峰交给弟子。噗嗤，众人都是一愣，什么东西好像笑了？谁在笑？苏婉清也是嘴角一抽，忘了封印剑灵了。幸亏陈玄天跑了，这天玄回去该打了。可他很快转移了注意力，仰头望天，苍天误我啊！待我苏婉清如此不公啊！众人此刻又是心头一沉，他们还以为是苏婉清在笑，或者那剑灵，可他们想岔了。太玄宗对待苏婉清果真不公，这位北域剑修不该如此啊！苏婉清这才走入藏宝阁内，拿了属于自己的资源，但不动声色地放下了一张符箓。此刻脸色瞬间一变，打量了一眼这里的所有资源，面露不屑。你陈玄天当成宝贝看着，等着吧，明天就让你一块灵石都看不着。他要坑起人来，那必须往死里坑，半点后路都不可能给太玄宗留。哎呦，苍天对我苏婉清不公，谁招惹我就杀谁，反正都要死了，你们都该死。听着这番话，藏宝阁的弟子都是叹息一声，这长老真是畜生。爱说的没错，此刻唯有死去的老者仍然是死不瞑目，宗主不给他报仇，他就死不瞑目啊！苏婉清，畜生，混账，你必死无疑，本宗说的，你必死。中峰之上，洞府之前，男子勃然大怒，恢宏圣意勃发，俨然是已经怒到了极致。今日苏婉清之辱，他必然要他们师徒二人偿还。一把仙剑就能让一个废人当着他面杀人，当着他面再杀了一个6境修士，6境啊，修行多少年才有此机缘，偏偏他陈玄天还不能直接出手，站在这个位置局限太多，上面的人盯着，其他的宗门势力也在盯着，高处不胜寒就是此理。此刻双目赤红的陈玄天当即传令其他峰长老到此，而察觉到此的少宗主江清月也是很快赶来，在看到如此模样的陈玄天之时，不免愣住。老师，为何如此？不说还说，这话说出口，陈玄天便是陡然发力，一把扼住江清月喉咙。刹那间力道猛然而动，还没反应过来的江清月便是察觉到一阵猛烈的窒息感。老师，为何？他死命拍打陈玄天，可根本无法撼动，纵然是调动灵力都无法阻止这一切。刹那间濒死的绝望感而来，他只听到了陈玄天的怒斥：你苏婉清在本宗面前就是蝼蚁，为何本宗不斩你？是因为你还有用，贱种东西，你迟早要死，迟早要死。这一刻诸多长老疑惑赶来，在看到江清月几乎是要被掐死的时候，瞬间大惊，纵然是犯了再大的错，也不能斩杀他啊！神品灵根，我宗门未来的希望。宗主，不可！清月犯了什么错，能让宗主如此？不可啊，不可！立刻有人阻拦，可仍然是拦不住几乎怒意爆棚的陈玄天。而此刻江清月的挣扎也是越来越细微，直到几乎无力的时候，才被陈玄天猛然砸在洞府门前，瞬间令其重伤濒死。几位长老都是错愕，药峰峰主正在懵逼，就听到陈玄天的怒斥：你救活他！如果江清月死了，你也死！长老毫不犹豫，立刻上前救助。片刻之后，江清月醒来，他不解、恐惧，可仍然是跪地。弟子有何错，还望老师指出。陈玄天看也不看江清月一眼，只是淡淡说道：滚去修行！老师，弟子，本宗让你滚去修行。江清月迷茫，可很快离去，但大概也是看出来了，陈玄天并非因为他而生气，是因为苏婉清到底是做了什么，让他遭受这无妄之灾？修为废了，竟还让他如此，必然是从中挑拨。其他长老王胜、徐虎等人都是大气不敢喘一下，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能知道现在陈玄天的情绪很不稳定。王胜，丹峰峰主立刻拱手：属下在。陈玄天冷声道：从今天开始，你和其他峰主给本宗盯死小竹峰，任何风吹草动都要盯着给本宗汇报。属下知晓。徐虎，你个蠢货！大汉一脸懵逼上前，但不敢吱声，急忙道：请宗主安排。陈玄天冷眼道：你把你的家底全部拿出来，在小竹峰隐秘布置太玄剑阵。还是那句话，若是有人逃了，你罪不容诛。属下明白。他都吓得哆嗦了，这是多大的火！其他长老该布置的布置，该派人的派人，不管是做什么，你们这几天的任务就是给本座盯死小竹峰。3天之内，他们若是不拿出传承，全部诛杀，不留情面。是。剑主，我可以笑了吗？闭嘴！刚才你就差点露馅了，你要是敢暴露就滚蛋，以后不要你了。别骂剑主，天玄之错了。回到洞府内，那现在可以笑了不？笑，爱笑去吧，有什么可乐的？此刻的天玄才嘎嘎嘎开乐，
虽然好像今天已经乐过一次了，但还是想乐。哈哈哈，剑主您到底是怎么哭出来的？给那陈玄天唬得一愣一愣的，当时楚宁都没你演得好。哎，这话我好像说过，但是还是好笑，哈哈哈。苏婉清见此也是无奈，至于吗？在乎吗？他可就没演，也就是某些地方伪装了一下，譬如马上要死了，然后今天就是来发疯的。好像他的人设不太适合发疯，但最近发疯的多了，就习惯了。某些话倒是真的想说，若非是宁儿本座也没机会说出来。他忍不住叹息一声，恢复修为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去宗门找茬，不过还挺开心的，精神状态很不错呢。只是看着倒地打滚的天玄，苏婉清又是一阵无奈。你笑就笑，打滚做什么？弄一身土脏不脏？没事啊，我不怕脏啊！哈哈哈，剑主，你哭得老有意思了，当时我是真绷不住了。苏婉清一声长叹，哎，这剑灵怎么笑点这么低呢？和他的性情差距也太大了。他如此性格的剑主，怎么剑灵就看着脑子有点问题呢？看了眼手中资源，2倍资源也不过200万灵石，和宗门藏宝阁里面的还是差了太多。不过没问题，已经做好手脚了。那传送符箓是弟子给的，属于定向传送，但距离实在太短了。去个藏宝阁没什么问题，无视一切禁制，合适的时机全部拿走。做这一切的时候，苏婉清其实也很想笑，本来打算回来慢慢笑的，但一看到天玄把他的那份也笑完了，就没继续笑了。这丫头还挺能乐，能笑这么长时间。苏婉清端坐在椅子上，拿出那储物戒打量着，这份资源其实就很足够他们2人使用了。就算是如今苏婉清体法双修，其实资源的事情也不是很用担心。加上宗门宝库的资源，怕是修行到圣人之前都不缺资源了，前提是他得有这个机会。如今修为恢复了，他很开心，可脸上更多的是温柔的笑意，因为一直想把这份心情分享给弟子。或许年纪小和楚宁差不多大的时候，他能像是天玄一样没心没肺的嘎嘎的乐，可毕竟年长了，见到的事情很多了，他经手的资源可比这些多得多了，甚至看到那宗门藏宝阁也会没什么动容。可演戏的时候看到其他人的反应倒是不错。天玄，昨夜宁儿去见陈玄天，回来之后可是笑过了？天玄这会才缓过劲来，听到这番话摇摇头，没有。楚宁和剑主一样，好像都不是很在意，他还嘲笑天玄呢，说天玄跟个二货一样，气死人了都。但是他是为剑主考虑的，我就没和他算账，哼哼。闻言苏婉清微愣，弟子和他反应看来是差不多，不愧是他教出来的弟子，很想和他当面谈谈这件事情。也快了吧，还在修行呢，真是恼人。他心乱得很，拖得越久越不知道如何和弟子去说明，他都不太能明白自己的心情为何。也是烦心之事，都没什么心思修行了。只是一想到要和弟子谈这个，他就想到了一件事情，他好像是我养大的。苏婉清一声苦笑，这回才想起来这回事，毕竟他这段时间太弱了，总是楚宁护在他的面前，那番责任和担当差点让他忘了楚宁快小他100岁了。似乎小竹峰弟子离开的那天还是他生辰来着，这回功法才想起来，后知后觉的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对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弟子动心了。是不是动心他好像不太敢承认，因为这涉及的实在是太……要是真这么算下去，那这还叫弟子吗？岂不是算童养夫了？苏婉清面色发红，手掌死死攥住裙角，太荒唐了，这实在是太荒唐了。对了，剑主，您还没说您是什么修为呢？您释放剑意之后似乎还没说完。本座如今修为其实也不是3境，快的本座都有些意外。等等，剑主。苏婉清一愣，可天玄却是猛然警惕起来。洞府前有人盯着，已经盯了好一会了。苏婉清也是皱起眉头，有人盯着，陈玄天派人来的。既如此，他不介意再杀几个，除了陈玄天，如今宗门之内没人拦得住他。天玄此刻猛然起身前去开门，锐利剑意近乎要溢出，敢趴剑主的门，这门只有他可以趴，不管是什么人，他今天都得宰了。猛然打开洞府门，天玄面带怒意，什么混账东西居然趴门，姑奶奶今天非得……看到来人，天玄顿时变脸，然后朝着苏婉清的位置笑了笑。剑主，您家童养夫来了，我不打扰，我走了。苏婉清一愣，脑袋上突然冒出一个问号。什么童养夫？他刚琢磨弟子如今这般算不算他童养夫，可天玄哪里知道的谁啊？苏婉清疑惑看去，就是看到一道身影尴尬着走进洞府。嘿嘿，师尊，小丫头不懂事，您别在意。也不是楚宁非要站在门前面呢。修行完了之后，他出门了一次，没找到天玄，然后还没找到苏婉清，就知道俩人就出去了。出去干啥了？估计是挑事去了。演戏这种东西，他们2个是换着来的。那他可以等一等，本来打算直接从苏婉清洞府里面等着的，可忽然就是想起那个梦来，
让楚宁有种迷途知返的感觉。我尼玛，我师尊对我这么好，我还对师尊有不轨的心思。虽然说这种心思很快被其他心思占据了，毕竟师尊是不是也对他有点，但他不太摸得清楚师尊如今恢复根基了，和没有恢复之前是不是会有什么变化。毕竟记忆中的苏婉清无心情爱，一心只有剑道，现在恢复了，万一来上一句宁儿，咱们继续做师徒。楚宁有点后悔当天最后什么都没说，趁着机会把关系定死，什么师徒身份咱们以后慢慢唠。是真的有点慌，所以没敢留，然后就琢磨该怎么带入话题，毕竟肯定是要回来，先见天玄在手，师尊不会出事。琢磨了好一会，听到隔壁传来动静了，那得去见师尊了。师尊，咱们唠唠。弟子虽然想做您弟子，可其实心思没那么纯粹。他太吸引人了，从小给楚宁吸引到大，或是对苏婉清以师长的身份看待，也或许对苏婉清以女子的身份看待，反正现在视角很乱。不过人总不能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于是楚宁就站在洞府前准备敲门。如今境界很恐怖，5层长生楼，7品阴阳玄龙丹的药力简直恐怖。不过短时间楚宁不打算继续提升了，修为提升太快，伴随而来的是对境界的不熟悉，以及对战斗技巧的缺失。虽然一身秘法，可施展出来相差很多，所以楚宁打算以请教的理由进门，然后唠唠嗑。但这不还没开门的吗？天玄就发现了。呸呸呸，小丫头片子胡说什么呢？赶紧滚蛋！天玄一脸懵逼，童养父不是你说的吗？难道你骗我啊？你自己说的，我可信了。难道说你？楚宁有点尴尬，这种时候他还没糊弄完天玄，就看到苏婉清起身走来。楚宁一愣，摁着天玄脑袋瓜就往外推。天玄表示不爽，我会自己走，不需要你赶我。我知道我现在在这里不合适，看你抠的，还推我是吧？说完就踩了楚宁一脚，直接开溜，一脚差点没给楚宁苦胆踩出来，是真用力了。楚宁脸都憋红了，可苏婉清已经来到面前，他也只能强忍着不露馅，然后嘴角撑起一个笑容。哈哈，师尊，小丫头不懂事。原本有些心烦意乱的苏婉清，此刻看到弟子，竟是心绪平静下来了。他面色也是平静，只是挂着一个恬淡的笑容进来说话。楚宁使劲点头，外面说话不合适，然后一瘸一拐来到座位上，心道这小丫头是不是忒狠了，真用劲啊。苏婉清缓缓关闭洞府门，好像是有很多话想说，可等到二人共处一室的时候，却发现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又比较心乱，关键天玄那小丫头肯定不觉得他们俩会干什么好事，这一点苏婉清就没解释过，因为解释了也没人信，否则一男一女晚上共处一室，时不时发出奇怪的声音，还真是在恢复修为啊。他们俩可以信，可谁见到了能信啊？于是原本就尴尬的楚宁不知道咋开口，本该淡然处之的苏婉清也不知道如何开口，二人就好似这般定住了，相互没敢对视，就这么愣了好一会。楚宁觉得不对劲了，有点，这好像不是他和苏婉清相处的方式，要不然来几句骚话，那我会不会揍？揍了也不会疼的吧？师尊应该舍不得动手，可万一苏婉清觉得他适合做弟子，然后算了，骚话不说了，还是说点别的。师尊，弟子如今修为，童养父怎么回事？苏婉清忽然开口，原本有了开口勇气的楚宁陡然愣住，尴尬的有点想死。之前怎么胆子这么大的，都怪那个破梦，让我想起来了自己是怎么来的。苏婉清见到弟子局促，似乎觉得他好像不该紧张吧。如今看来是弟子求他，他虽有心意，且二人关系早就不似原本那般纯粹了，但似乎也没必要这么慌张，好歹年纪大一些，总归定力是有的。于是苏婉清眯起眼眸，眼中带着取笑之意。莫要跟为师说，天玄是自己知道这个称呼的，没外人讲，他可不会知道。楚宁尴尬一笑，坦然道：那个是弟子说的。哼，为何这么说？因为天玄觉得弟子和师尊在双修呢，也不好解释这个。他还认出弟子是10年前跟在师尊屁股后面那个小孩，只能这么说。闻言苏婉清这下淡定不住了，那脸很快红到了耳根。他现在最忌讳别人说这个，原来被天玄认出来了，荒唐之事啊。10年前他还住自己洞府呢，虽然没同床，但俩人床都是挨着的，他很少在床上睡，大多数是修行，偶尔回神会看到楚宁在洞府里研究什么，或者是钻到他被窝里了。当时觉得年纪小就没在意，如今想来，苏婉清嘴角都开始了颤抖，手掌死死抓住裙角。你这不是让天玄误会，他从见到咱们那天就一直误会了，毕竟弟子和师尊的关系，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苏婉清直接发问，这下给楚宁问的不会了。他抬起头，瞧着苏婉清涨红的脸和那紧蹙的神色，也是愣了愣。师尊怎么脸红成这样？当时弟子给您恢复修为也没这样的。
楚宁迟疑片刻，觉得还是把问题抛出去。师尊觉得弟子和师尊是什么关系？苏婉清咬牙，他就是在问楚宁，不提当年之事还好，现在提了，他就不知道如何开口了。为师在问你。好吧，问题又抛回来了。然而楚宁很机灵的没有回答，因为这玩意感觉怎么回答都是错。说师徒，可苏婉清脸红至此。说道理，俩人的关系虽然很像了，可因为面子的问题，怕是会急眼。说别的，说啥？难道还母子啊？根本不是好吧？于是楚宁非常机智的给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弟子觉得是什么关系，和师尊就会是什么关系吗？苏婉清瞪眼，你哼哼唧唧的说了点什么？问你就说。但他好像也意识到了楚宁的谨慎，这对俩人如今状态似乎更合适。弟子不笨，他很聪明，知道说了师徒就有问题，说了道理他面子上不太挂得住，似乎还是为他考虑到了这一层。苏婉清此刻琢磨着那话，你觉得是什么关系，我们就是什么关系。和你当日说的，认为为师是师尊就是师尊，不认为是师尊就是其他身份了，就能钻他被窝里面了。他望着自觉机智的楚宁，嘴角忽然露出笑容，笑呵呵道：那你觉得为师和你会是什么关系？连续发问，连续抛出问题给对方，然后来回交割，这回真给楚宁整不会了。女人在这方面细微起来，楚宁根本玩不过。又问我是吧？显然已经脑瓜子干爆的楚宁琢磨了好一会，干脆什么也就不说了。我记得师尊说以后当着外人不能喊您师尊的，让我喊您姐姐。哦，那便是姐弟咯，倒也不错。眼见笑意愈发浓烈的苏婉清，楚宁直接否认。那我还说喊您娘呢，那不就成母子了？这对吗？苏婉清脑袋上直接冒出一个问号。什么玩意？一把上前揪住楚宁耳朵。你再说一遍。楚宁丝毫不虚，当下抬起头笑呵呵道：弟子如今乃是四境登楼5层，怎么这苏婉清打算练练？闻言，苏婉清笑了笑，又直呼我名是吧？不过4境5楼，阴阳玄龙丹吗？就算如此，他似乎也只是修行了半日不到。恐怖。只是这算个啥？苏婉清的气息丝毫不再掩饰。重修1日4境登楼1层，体修境界3境柳金圆满。为何他今日敢当着陈玄天的面杀人，甚至敢对陈玄天出手？不只是功法的问题，更是他如今修行，就算打不过，靠着天玄走也是能走得掉的。看得楚宁直接傻眼。不是，您也有挂。苏婉清俯下身子，嘴角笑意更甚，几乎是凑到楚宁耳边。还有喂，听说某人要和为师练练呢，怎么着？那就练练。阵阵香风拂面，如此距离，甚至能感受到苏婉清的鼻尖的气息。楚宁抬头瞧着那近在咫尺的极美容颜，无奈一笑。我勒个4境，天骄也不能这么玩吧？师尊是要清理门户是吧？您而不是主动提出要和为师交手的，难道不是觉得赢了就能轻薄了？这个距离我不赢我也能轻薄？你敢？楚宁直接往前凑，就要让苏婉清知道他敢不敢。可苏婉清早有预料，直接伸手挡住楚宁攻势。真当他不知道弟子是什么人？他说敢，那是真敢。问他顾及不顾及师徒身份？肯定顾及的。但这弟子本身就是逆徒，没得逞的楚宁更是无奈，哀叹一声。既然不给亲，那凑得那么近撩人干嘛？手就不舔了，太变态了。楚宁没什么兴致的淡淡开口：师尊修为恢复，恭喜师尊，贺喜师尊啊，以后又能重振雄风了。听着这语气，苏婉清当然能听出来怎么回事。德行，你想干什么为师不知道，但凡你不提你小时候的事情，能闹成这样。不过话说，如今这般没什么尴尬的，好像才是他们2人之前的相处方式。苏婉清笑呵呵的起身，伸了个懒腰走向床榻。根基恢复了，不过修为倒是不稳，恐怕得缓上一段时间再修行。就是今日感觉腰酸背痛。楚宁抬起头，瞧见苏婉清已经趴在床上了。这动作，这姿态，这语气，什么意思？不言而喻了吧？可楚宁岂能任人拿捏？就算是苏婉清也不行。哦，那看来师尊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都已经上床了，弟子就不打扰了。说完就要起身。原本已经等着楚宁凑上来的苏婉清一愣，猛然转头看来。不是，为师看你也没那么正人君子，听不出来他这意思。他就没打算让楚宁走，可很快就是察觉到楚宁嘴角那不带掩饰的笑意。看出来了，故意的是吧？装都不带装的，欲擒故纵也得看时候。好，那你走呗，他大不了继续修行呗，怕个什么？然后就看到楚宁真往外走了，还不带回头的那种。他还真走。楚宁，苏婉清实在忍不了了，直接开口：我忍一天和你谈事情，你说走就走了。为师最近火气大得很，刚杀了个人，还打算多杀几个逆徒。
你最好不要出现在为师的逆徒名单里面。可他显然不好直说，外面如今挺危险的，今日为师去砍了那陈玄天几剑，他必然派人盯着。你出去，万一被盯上了呢？楚宁顿住，有些愣神，砍了陈玄天几剑。不过他暂时没有在意这个，待会说就行。但此刻却是故作疑惑回头，可我大白天的出现在师尊洞府里，不会被盯着的人误会啊。苏婉清心中暗骂你，还怕人误会？你巴不得别人都觉得你是逆徒。天玄本来很懵懂的，你上去就说是为师男人。女子嘴角颤抖着，强颜欢笑。那他们晚上见你来这里都没误会什么，如今怎么倒是怕了？也是哦，但弟子总觉得师尊好像要揍我，感觉师尊更危险呢。你若是问心无愧，为师怎么会对你动手呢？哦，问心无愧就不会动手了是吧？苏婉清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他就算钻他被窝都会觉得合情合理，也会问心无愧。换成苏婉清那就叫顺应本心了。于是苏婉清又加了一个定义，问心无愧，清清白白。楚宁眉头一挑，深以为然。师尊说的真有道理，弟子懂了。说完就过去解苏婉清衣带去了，只是还没动手就被苏婉清摁住手。刚说的清清白白，宁儿这算是什么？弟子觉得清清白白，那就是清清白白，师尊觉得呢？苏婉清一声苦笑，好像说不说都没什么用，说了就好似是他调情似的。不过好像自己开口挽留的那一刻，什么定义在楚宁面前都不足以成为束缚了。哎，他没再拦着楚宁解他衣带，但解到一半忽然想到些什么，这次好像也不恢复吧，好像也没必要脱衣服什么的。他就说肩膀有点酸，怎么感觉有什么不对？苏婉清转头盯住楚宁，宁儿，捏个肩，脱衣服干嘛？楚宁也是一愣，尴尬一笑，啊，对啊，捏个肩脱衣服干嘛？顺手了顺手了。呸，一天到晚没个正形的，记上。带着几分愠怒和羞赧的声音传来，楚宁又是尴尬一笑，又是急忙给那解开的衣带系好。对啊，师尊如今修为恢复了，不好以此举下手了。呸，什么叫下手？这玩意叫光风霁月，疗伤恢复修为，抛开发生的事情不谈，这玩意是能被世人传颂的。长春不灭，一开始的确是以肌肤之境为根本，后来带着点楚宁的主观能动性，就胡说八道，非得如此。其实隔空也能疗伤，好歹已经是第5层了。但当时的苏婉清能接受，毕竟楚宁有理由的。可现在没有理由了，再脱掉，像什么话，还真成双修了。明面上的身份，谁能漠视？二人相处方式虽如此，可涉及到往其他关系上走的实质行为，真的就没有半点。师尊，弟子真是顺手，没其他意思。苏婉清都懒得戳穿楚宁脑袋里面在想什么东西。如果如今在他的心目中有了一个逆徒榜单，这个一定排第一，毋庸置疑的第一。这东西都搂出去，都不用苏婉清亲自动手。自有正道之人维持师道尊严，杖毙楚宁。所以苏婉清是真不敢让楚宁在外面喊他师尊。太玄宗毕竟还有宗门之人相识，关系稍微近一点，他们不觉得有问题。可出门在外，若是楚宁再放肆一些，别人听到了一些，自然而然会联想，就跟天玄一样。不是所有人都会是天玄，会去理解他们二人的情感如何，甚至于天玄也不能理解，还偷摸嘀咕呢，还童养夫，真能说得出口？扪心自问，从小到大为师，如何是以一个童养夫的身份待你的？不都是弟子吗？苏婉清带着阴阳的意味冷哼一声，看也不看楚宁一眼，仍是趴着。楚宁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老老实实按摩。腰酸背痛是吧？您这修为加起来都7境了，法修4境，体修3境，您能腰酸背痛的？这话完全就是苏婉清给的一个台阶，几乎就是在明说，我知你图谋不轨，但就是不想让楚宁就这么走了。他是在欲擒故纵啊，还是明摆了欲擒故纵的？可苏婉清还是留了，说明他的确有话要对楚宁说的。楚宁其实也有话对苏婉清说，但总觉得不好开口。洞府之内，唯有那灵泉潺潺的水流声静谧的出奇。安静下来之后，身前女子那匀称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楚宁时不时打量一眼，每每都是欲言又止，直到他也不知道捏了多长时间，苏婉清忽然转头，你趴下，为师来帮你。楚宁一愣，有些意外，但也很快脱鞋上床，又是那温软的床榻之上。这次趴下的位置就是方才苏婉清享受他古法长春手的位置，还带着些许温热。莫名心跳有些加速的楚宁一句话都没讲，就这么等着。随后就见到苏婉清解他衣带，猛然抬头，对上的是那张云淡风轻的面孔。师尊，您这是？外衣脱掉，不然不好动手。你一个大男人还怕这个？楚宁倒是不怕，就是觉得有点怪。我刚才给您脱的时候，您还阴阳怪气我啊？男女有别嘛，大街上男人赤裸和女人赤裸那就不是一回事的。但就是觉得怪，
不公平，这根本就不公平。他能给苏婉清看自己上身，苏婉清就不能坦诚相待。不过这玩意做梦估计都梦不到，很快上身衣服就脱完丢到一旁了。苏婉清仍是一脸淡然，可下一刻瞧着面前赤裸的上身，很快便是面色泛红。小时候和长大肯定不太一样，这种事情，可他仍是深吸了一口气，柔弱无骨的双手落在后背，冰冰凉凉的。楚宁没来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师尊这手段和弟子的手段差不多，长春手，但没有长春之意，他没修行那个，但显然是记住手法了。当下的手法和楚宁施展的可谓分毫不差，虽然不差这点按摩，可忽然享受一下感觉还是相当的好。这力道，师尊，肩头这边力道大一点。对，就是这个感觉。您拇指其实可以发力的，不能只靠掌心，像是您现在按住的穴位，以拇指按压刺激会更好。哦，一阵刺痛猛然传来，紧接着就是苏婉清照着他背后就是一巴掌，啪地一声。废话要再那么多，你就找别人摁去。他脸都是红的，想着这段时间都是弟子在照料他，如今手法大概也能记得住，换过来身份还被指指点点的，本来这般模样就有点尴尬，还要求上了这话说完，楚宁不言语了，表示这巴掌挨得有点冤枉。单纯指点吧，手法不行还不让人说了，虽然咱没出钱，但咱之前出力了。不过显然楚宁这话说了之后，在关键穴位处，苏婉清的确照做是按楚宁的技巧来做的，面对虽然是有，但还是兼顾了楚宁的感受。一阵酥酥麻麻的快感传来，楚宁这才理解为啥某些人整天喜欢去洗脚按摩，这待遇不要太好。但他和这些人还是不同了，身后的人是师尊，总让人浮想联翩。眼见苏婉清还是听劝，楚宁小声开口补充道：师尊，人家一般人按摩的时候都是坐在身后的，您可以直接坐在弟子腰上，这样容易发力。苏婉清冷笑着开口：哦，人家是什么人？谁又给你这么摁过？楚宁直接不敢吱声了，纯粹给自己埋坑。女子自然知道没有，她几乎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女人都没接触过一个，可仍是一脸不爽，抱怨着：为师又没学过那个，还整天要求这要求那的，前些天让你慢点也没见你听过。楚宁尴尬一笑，那不是琢磨动静比较好听，可突然感觉身上压上了一个人的重量，还不等楚宁开口，便是手上猛然发力，还真上来了，但上来的代价就是被折磨一下。显然是有些羞赧的苏婉清不打算让楚宁锅里碗里的都吃着了，这般的确很好发力，说的没错，可你别以为为师不知道这样你会很爽。楚宁现在是酸爽，身上爽，肩头酸，也是醉了。师尊平衡面子的举动居然是这样的，跟个小女生似的，不应该呢，多大年纪了？他暗自嘀咕一声，也是无奈。不过手上的力道很快也没这么大了，逐渐的轻柔舒适，楚宁才能静静的感受苏婉清的重量。说来倒也不重，而且感觉很不一样，甚至有种别样的安全感在身上。师尊真的坐上来了，还手法相当不错的在帮他松肩。一个女人坐在自己身后的感觉，给人的感觉是带着些许暧昧的，是能更近距离的感受到其体温和气息。可此刻的楚宁飞但没有任何旖旎的心思，反而是开始疑惑苏婉清为何要这么做，是觉得欠了他的，以这种方式偿还，还是真心实意的，还是说他觉得自己刚刚出力了，然后大家再换换都能感受一下。他是被苏婉清的话留下的，苏婉清绝对不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还是这么做了。如此举动其实更不好让楚宁摸透苏婉清的想法了。他虚弱之时其实想法一眼能看得穿，可如今有了修为，仿佛是女子脸上蒙了一层面纱，给人以朦胧神秘之感。不只是他的实力，更是他的心，都仿佛如此让人琢磨不透。明里暗里的琢磨什么呢？莫要跟为师讲，如今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不该想的东西。长久的沉默让苏婉清觉得很不对劲。你之前胆子那么大，什么话都敢说，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如今这种时候你一声不吭的。苏婉清冷笑着开口：哟，是觉得不满意？怎么着，咱们楚大爷还有什么要求都提提呢？楚宁闻言转头笑了笑，但没看到苏婉清的脸，只是看到那开叉裙摆露出一角的长腿。可就是这么转头一看，他甚至都没盯着，此刻已经敏感到极限的苏婉清就是清脆一声，果然没想什么好东西，不摁了，赶紧滚蛋。显然是心神的弦紧绷到极限了，加上楚宁一声不吭的，让他实在坐不住了。说着就要起身，可双腿却被楚宁的大腿陡然勾住，俨然无法起身。苏婉清面色涨红，怒目看去，可却听到楚宁笑嘻嘻道：看了眼也没什么事情吧，弟子之前也不是没摸过，再说了，师尊也没让我讲话。苏婉清瞪眼：我之前没让你盯着我看，你就乖乖闭眼了，没让你亲你就没亲了，现在跟我玩这套，不摁了，走了，
不跟你玩了，滚滚滚，爱去哪去啊？去找你说的别人给你去吧，没准别人摁着裤子都给你脱了，腿环给你随便摸，他这什么也给不了，就这鸟态度。身上猛然发力，楚宁基本上拦不住，这会察觉到苏婉清好像真的有点急眼了。楚宁急忙笑呵呵道：哎呀，师尊，弟子开个玩笑，本来就很想和师尊多待待呢，再摁会吗师尊？弟子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听到这话，苏婉清才没继续离开，继续闷头摁着，但显然手上的力道显示了心情，然后越来越重。说不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好啊，你还挺能忍。苏婉清正准备给楚宁上点压力，可忽然听到身前沉闷了好一会的楚宁毫无征兆的来了一句：师尊喜欢弟子吗？苏婉清陡然愣住，手上的动作都停了。什么？楚宁倒也不弯弯绕绕，直接开门见山。弟子问：师尊喜欢弟子吗？不是以任何视角待看的喜欢，只有男女之意。若是没听清楚，弟子可以再复述几遍。弟子问：师尊对弟子可有男女之意？此刻洞府内的气氛刹那间又是沉寂住了。但楚宁这人弯弯绕绕的实在来不了，也玩不过。既然苏婉清知道他图谋不轨，一心当逆徒了，是不是也谈谈这件事情？他俨然已经做到了帮苏婉清恢复修为了，但也没打算拿这件事情去强压什么。如此这般非楚宁所愿，他所求自为光明正大，拿这些把柄压人算什么道理？甚至于苏婉清当时被众多长老威逼之时，甚至都没提过他当年的所作所为为太玄宗的贡献。他们师徒二人相处多年，性格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不论是修行还是处事，甚至于情感性格，所以之前的关系可以说相当的融洽。就算是好像已经变味了的师徒，都能没什么顾忌和忌惮的待在一块。就是因为清楚，虽然嘴上说的是其他的，可关系之前的清白和纯粹没有玷污。既然今天被留下了，他有话要说，楚宁肯定也有话要说。可说来说去说，其他的粉饰无非是最后铺垫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摆在二人面前的，必然面对，不面对不行，干脆直说。楚宁实在不知道咋地推进了，推个毛，他直接问。这一声直接给苏婉清问的不会了。听到这话的时候，他心头猛然悸动了一下，心慌意乱到了极点，直接就问是不是也太……苏婉清要起身，却仍然被楚宁勾住双腿。师尊，弟子就问这一个问题，师尊都不愿意回答。苏婉清神色慌乱，嘴角颤抖，望着眼前的弟子。他想着这件事情是要谈，可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朦胧的一批，好像是带着点男女之意的关系，可总归大胆的事情也只是相互亲吻了一次。阴阳玄龙丹肯定不算，后来那次是苏婉清被迫的，被坑了的。所以说他们前段时间是师徒，然后现在楚宁直接就开门见山问这个，他不知道如何开口，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的是什么，背德感涌上心头。可他偏偏不讨厌这种相处方式，甚至还想过日后的路，最多不让楚宁再喊他师尊，逐出师门就好。可真要面对的话，师尊，弟子在问话呢。苏婉清陡然回神，察觉到楚宁的举动，虽然是背对着他，可根本就没打算让他走。他思索了好一会，神色仍是慌张无措，心脏几乎要跳出来。宁儿，怎么突然说这个？为师先帮你摁一会，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弟子问，师尊喜不喜欢弟子？宁儿，今日为师去陈玄天那里已经买好了传送符箓，就是你交给为师那个，这几日不，今天晚上就能动手。届时天玄留在此地，我二人先带着东西离开，最后让天玄坑一把陈玄天。他的语气愈发的急促，语速也愈发的快，身上的挣扎也更快。苏婉清觉得现在就不是直接说这个的时候，可以水到渠成，可以慢慢的来，他不会拒绝，等到关系再变化的多一点，大家再去讨论这些。可楚宁仍然是那句话，师尊喜不喜欢弟子？苏婉清趴地一巴掌落在楚宁背后。楚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你师尊，你是我养大的。这一下已经慌麻了，他俨然已经无法镇定，只能以佯装的愤怒来掩饰此刻的心情。苏婉清咬牙切齿，死死瞪着楚宁的后脑勺。为师当年见到你时，你出生也不过几天，才几斤。这些年为师也敢说对你仁至义尽，诸多弟子的待遇也没你的好，甚至你也在为师洞府住了12年。如今说这话算是什么？可换来的不是楚宁的任何反应，还是那句，弟子只是在问师尊喜欢不喜欢弟子。他脸色又是一变，强颜欢笑。宁儿，你当年虽然资质不好，可为师觉得此为天缘，从来当你是弟子看待，自然喜欢得很。这下正脱开了，他几乎是如释重负一般的就要逃脱，这里不能待了，他不敢继续说了。苏婉清此刻的心识在太乱，可下一刻楚宁一把拉住他的手，俨然已经起身。苏婉清看到了楚宁上身那被风吹日晒而出的麦黄色的肌肤，肌肉线条明显但不突兀，属于相当养眼的那一种，
可看了一眼就是面色涨红的挪开视线，根本不敢让楚宁看到他此刻的表情。楚宁望着面前女子，又是开口道：“师尊可以拒绝，弟子只是在问。”他一时之间又是心乱如麻，怎么突然聊到这些，几乎是让他逼到绝路。看待楚宁，他无法无视这些年的经历，那是绝对无法无视的。苏婉清不清楚楚宁为何能无视到这种程度，能说出这般话。他当然可以拒绝，日后继续做师徒，大家也可以真的清清白白。可不随心意之事，岂是他苏婉清所为的？真情难觅，虽然这份真情夹杂了不少东西，师道尊严和男女之情，以及落难之时被人救下的感动，可真要是二人的身份摆到明面上去，苏婉清仍然不敢去看楚宁，手仍然用力，但被死死握住，拉不回来。楚宁一言不发，等着苏婉清的答复。这一刻仿佛是持续了许久，才听到苏婉清仍然是强颜欢笑道：“宁儿，不论是修行还是其他事情，为师觉得都不要急于求成，要稳扎稳打。你如今修行实在太快了，根基绝对不稳，纵然你传承再深，甚至都是不输为师剑术的法门，可仍然实力差了太多。”他低头轻声呢喃道：“为师的意思不只是传承。”楚宁沉默片刻，此刻松手，可苏婉清却是没有逃离，而仍然是在原地背对着他。师尊的意思是，弟子还是差了很多，并非是实力上的，并非是你条件上的，只是为师觉得你太急了。师尊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苏婉清身躯又是一颤，此刻抬起头看向楚宁，那眼神之中带着慌乱无措和复杂，同样是有着怜爱和期待。宁儿，我是你师尊，能不能别让为师如此为难？为师无法无视我们之前的任何羁绊，不论是多年情谊，还是宁儿你对为师的感情。你所见之事仍然太少，所经历之人仍是不多，或许先前你我二人所谈之事俨然已经超越师徒界限，可宁儿你也要清楚，虽然说来可能有自我夸赞的成分，可为师能明明白白告诉你，人、魔、妖以及乱天四域巅峰强者，无人不识为师，诸多大势力强者皆知道我的存在，甚至他们也知道你。苏婉清满脸苦涩，轻声的喃道：“你年纪还太小，为师无法确认你情感究竟是否纯粹，想让你多走走。为师名气太大，天下天骄莫不相识，真若与你结为道侣关系，你所承受的很可能是来自四域诸天的恶意，你绝对会被人追杀，甚至其中大多人都是圣人之上的强者。太玄宗太小了，小的容不下一个没了修为的苏婉清，天下虽大，可必然容不下一对结为道侣的师徒，像是你我。”楚宁摇头叹息：“我只问师尊答案，是或不是？还是再问？还是再问？”苏婉清情绪几乎崩溃。楚宁是听不明白他的意思吗？他是为楚宁好，为什么就是不明白？你是不是听不懂？苏婉清眼神涌出泪意，怒道：“我说了，天下人看待我们都会如同看待异端，像是你这性格根本瞒不住。天玄就是个例子，天玄本来可以不知道，可如今知道了，他可以接受，因为他和我多年来是有交情在身的。可其他人呢？他们会如何说你？说你背逆人伦，说你道德沦丧，他们会无休止的言语谩骂，甚至对你出手。你会因此遭受太多的无妄之灾，断绝本来属于你的大道。你觉得你很强，那是因为太玄宗太小了。堂堂人域7大门派之一，居然只有一个圣人。天玄宗知道吗？圣人如蝼蚁，仅仅7境圣人就有1000余人。1000余人，心计可以对太玄宗的这帮蠢货动用，因为他们就不配人域7宗的名号。但那些人呢？他们不会顾虑你的任何后台，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最大的后台。天玄子若要杀你，天象违禁，万年来修行第一人，为师都护不住你，你为何要执迷不悟？因此断绝你长生道途。为师从头到尾不曾拒绝你，就是要让你知道天下太大了，山还有太多，你可能爱上的人还有太多。世间多少女子，你有修为可任你挑选，为师也不过是你生命中的一道光影。或许如今你对为师有意，可100年之后，1000年之后呢？你会觉得为师人老珠黄，会觉得你的成就可以匹配更为貌美的女子，她们可以对你100%顺任你采撷，你也不会沾染这么多的麻烦。闻言，楚宁摇头道：“我当然知道，我想的太少，甚至于日后大道前程都没有考虑。”他疯狂提升修为，速度快到发指，当然知道自己根基不会有多么稳固，但3境再强，占他这样的4境都要被碾死，境界差距会越来越大。他不清楚苏婉清和他还有几天活头，可能明天就死了，但今天突破了3境，让太玄宗的人觉得他们身上有传承，从而一直牵着他们的鼻子，可能明天被斩。但苏婉清恢复修为至4境登楼，持仙剑可从陈玄天这等圣人手中逃脱。不确定的事情太多了，他没办法去考虑太远，不管是修为还是未来的路，只能握紧手中的一切，拼命地活下去。因为这个世界的恶意本来就对苏婉清太多，
对楚宁也同样太多。但我只想问，师尊的答案是什么？苏婉清愕然，极美面孔上带着愤怒，为何他就真的不考虑这些？可转而却是苦笑，因为他已经说了，弟子绝对想到了。他虽然不说，可似乎不怕，不管是其他人的恶意，还是二人的名分关系。此刻，苏婉清的怒意逐渐消失不见，嘴角带着一丝苦涩笑容。你到底喜欢为师什么？为何从头到尾都是你问为师，不是为师问你？分明前段时间你如此大胆，为何今日反而处处征求为师的意见？楚宁坦然道，因为如今的苏婉清是能左右自己人生的苏婉清，可以提升修为，可以不受到任何存在的拘束。弟子心目中的师尊向来英锐不可挡，如剑一般刺破这天地，高居天下，俯瞰世间众生，长啸一声，我辈修士当如是也。苏婉清面色微变，近乎愣住。他问的不是那个没有修为在身的他，而是如今重走修行路的他。原来在弟子心中，从来只有一个苏婉清，就是这些年名动天下的青山剑圣苏婉清，那个有自己的思绪，有自己的打算，而不会被任何东西束缚的他。所以如此吗？所以弟子此刻才会问师尊，问如今师尊是否对弟子有意，弟子可以无惧师尊所说的一切。闻言，苏婉清又是愠怒，冷冷看去，数字狂言，不足道也。怕是你改日见了其他女子，今日这番话都当成放屁。信与不信在于师尊，弟子心意如此。望着面前楚宁坚毅的面孔，苏婉清又好气又好笑。倘若100年之后，你再说出这话，为师便信你，还答应你。然而楚宁只是摇头，我辈修士只争朝夕，100年之后，没准弟子早出世了。话还没说完，就被苏婉清陡然喝止，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东西。楚宁眨了眨眼睛，没继续说下去，此刻只是静静望着苏婉清。他看到了苏婉清脸上的复杂，看到了他的纠结，知道现在说这些实在太快，或许俩人就这样的关系保持下去，逐渐就发展到这种关系了。但正如他刚才所言，我辈修士只争朝夕。苏婉清死死盯着楚宁许久，拳头也是攥紧了许久。你果真要如此执迷不悟？我对师尊心意，师尊早就清楚，我现在是在问师尊对我的心意。苏婉清怒斥一声荒唐可笑，猛然上前，一把拉住楚宁，狠狠吻下。唇边鲜血浸染，血腥味浓郁散布在口中。楚宁猛然瞪大眼睛，不是亲就亲，怎么还咬？做完这一切，俨然同样什么都不顾的苏婉清死死盯着楚宁。既然你敢什么都不顾，他有什么可怕的？一生修行最怕违心，不愿就是不愿。他拒绝过多少天骄英豪，可心中有意就是有意，他向来便是这般人。好了，问完了，说完了，也做完了。苏婉清说完之后，继续冷笑。楚宁，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他死死盯着楚宁，但凡楚宁敢乐一下，他就要动手揍人了。楚宁显然也知道，这种状态下的苏婉清一碰就炸。他这辈子没见过苏婉清羞成这样子。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卿绝。苏婉清直接气笑，提起楚宁脖子就往外赶。一辈子诗书都没读过2句，从哪里学来的放荡子弟的话语？我不爱听这个，你给为师好好修行就足够了。打开洞府门，直接一脚踹了出去。等到彻底没人，这下的苏婉清终于是绷不住了，死死捂住面容，几乎是羞死在原地。凭什么你胆子敢这么大？分明他年纪更大，为何是他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凭什么？他分明是我养大的，那话又是从哪里找来的？呸！什么山无棱天地合，估计离开太玄宗之后，见到那些绝色女子，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了。胡说八道，纯粹的胡说八道！这小子绝对满脑子只想钻他被窝，答应又如何？他怕这个，敢来就削他！此刻的苏婉清几乎发狂一般，直接跃入那灵池，扑通一声，他必须得静静了，再不静静，脑袋就烫爆了。洞府外，楚宁揉着屁股，一脸懵逼。答应了，咋还踹人呢？还赶出来了，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算了，答应了，反正是。不远处蹲坐在一旁正在玩草的天玄，转过头来瞥了楚宁一眼。二人交流都是传音。哟，被赶出来了，我还以为就我被赶出来了。楚宁嗯了一声，也是蹲坐在一旁玩草。被赶出来了。哼，一定是双修被拒了，哪有大白天双修的？天玄建议你晚上去，见主面子薄。是呗，不愧是天玄，懂得就是多。那你干嘛看着一点都不失望？哦，你不说了吗？晚上也可以去。天玄一脸嫌弃。咦，你俩可真不是一般人，玩得真变态。极远处观察的长老纷纷记录。楚宁被苏婉清踢出洞府外，玩了一根草，将草揪成18，不，19段，记。长老，这还记吗？废话，宗主不说了记吗？记就完了，不然这家伙又发疯了。小竹峰内，
楚宁没琢磨继续找苏婉清谈情说爱的，师尊都脸红成啥样了，反正答应了，根本不怕。晚上再过去琢磨琢磨。有人指责怎么了，其他人可能直接就怂了，但楚宁是挂逼。且如今已经和苏婉清到了如今关系，再让楚宁退后，绝无可能就像是师尊说的问心无愧就好了。不和苏婉清在一块，他很难做到问心无愧。继续练剑，领悟剑意，如今差了还是太多。天榜第一，老师天玄子，天象镜；地榜第一，乱天玉道手乱天道人，无极巅峰九转；地榜第二，魔域魔手魔无极，无极巅峰九转；地榜第三，天玄宗净玄道人，无极巅峰九转；地榜第四，妖与妖尊朱雀，无极巅峰八转；人玉天玄宗。诸多弟子纷纷来到一处书斋，数十万本各地记录的信息来此，而首座之上一白色道袍的道人正在记录查阅。此刻一份情报被送了上来，道人观之不免皱眉。太玄宗苏婉清修为尽失，竟然还能硬抗宗主陈玄天出手。送上情报的道人恭敬道：苏婉清持仙剑天玄，才有此举，加上陈玄天并未全力出手，于是才有这情报。道人更是皱眉。按老师的话说，苏婉清修为尽失，已是将死之身，仙剑不该还能被他持有，他是如何抗住剑意反噬的？此事不明，或许是仙剑认主，主动压制。道子，乾隆榜榜首身份是不是也应该把苏婉清去掉了？道人颇有些头疼。本来今年天地人榜就要更新了，乾隆榜最是难定，谁也不服气谁，但苏婉清斩圣人的战绩多年来无人质疑，按照老师的话应该给丢到人榜，给其他天骄让位。可他修为尽失，老祖也没办法，否则便是我天玄宗的人。但他还能硬抗圣人，不管是什么办法，总是抗住了。看来这3年的榜单还是得给他放到乾隆榜第一。但道子修为尽失，灵气无法调动，数月之内必然身死，届时顺位递进。可天下天骄或许不服，不服让他们来找老子，不然就去找苏婉清单挑，打得过那仙剑再说乾隆第一。下属当即拱手，立刻领命前去。只是道人迟疑之后加上了一句：苏婉清持仙剑力战圣人而不败，加上这句，此举意味减少对苏婉清的麻烦，因为他如今没多少活头了，必死之局，一群上门找事的不是耽误人家晚年的吗？下属迟疑，但还是听从。离开之后又是一封信息送来：太玄宗苏婉清弟子楚宁。道人微微眯起眼眸，能送到这里来的无一不是大陆天骄，因天地人乾隆4榜昭告天下，数千年以来向来公允至极，各地到手宗门势力就算是察觉到了天玄宗的暗线都不会铲除，所有得到的都相当公允。太玄宗自然也有暗线，埋得很深。楚宁，这是什么人？道人打眼一看，微微眯起眼眸，18岁3境之命，嚯，都快赶上他当年了。战绩：跨境一拳胜太玄宗丹峰少主，临阵破境胜太玄宗少宗主，将清月评价同境无敌手。看到这话，道人不由得眯起眼眸。若是这般，那很不简单了。只是之前也没见过苏婉清的这个弟子有多强悍。道人不解，但看到下面一句记录，直接懵逼。什么东西？仙剑天玄认主，拜为剑主。他几乎大脑失神，只感觉嗡的一声，天玄又认主了，一个是苏婉清，如今又是楚宁。难怪苏婉清能调动，是因为有主了，才是这般。可那仙剑本该等苏婉清死了，他来获取。道人气笑，也是扶额，就不该听老师的话。当时苏婉清已经自封仙剑了，如今被他弟子得手了，但抢夺，算了，一个3境修士还没资格让他亲自动手，以大欺小，实在不妥。苏婉清都没资格让他动手，何况楚宁？但这战绩属实耀眼。道人微微眯起眼眸，天玄认主是吧？行，那让天下人看看，这天玄的第2位剑主究竟多么璀璨。来人，即太玄宗弟子楚宁，当龄18，3境之命境，即巅峰。道子可信息是初期，天才提升的都很快，没准现在都巅峰了呢。道人嗤笑一声，随后又是正色：得仙剑天玄认主，乃是不输其师苏婉清的天骄剑修。先人神语，后浪继之，我辈英豪，当宁不让。乾隆99。刹那间，人群一冲而动，所有人都是以近乎惊愕的目光望向那道人。道子，乾隆榜最低都是5境，如今一个3境入乾隆，甚至还是前100，前100无一例外不是天下天骄6境，此举是否也？道人大笑，当年苏婉清3境破例入榜，他的弟子如何不行？大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浪。况且仙剑自当6境，仙剑剑主可有问题？众人面面相觑，
好像没有问题，但这也写就对了。太玄宗、小竹峰，无数人盯着他们，甚至设有剑阵。楚宁已经从天玄口中得知了，但这没什么问题，他正在练剑呢。现如今打磨跟积财是正道，修为提升太快，欠缺太多，比起同辈天骄来说，不知道要差出多少。可下一刻，天地忽然一阵暴动，刹那间4道流光直扑天地，始发于人域首座天玄宗方位。天榜、地榜、人榜、乾隆。刹那间，无数道视线注视。苏婉清也察觉到了动静，此刻急匆匆换了一身衣衫出门，来到了一脸懵逼抬头观察的楚宁身旁。师尊，这是啥玩意？气象这么大，这种规模的动静，怕不是整座天下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吧？苏婉清微微一笑，解释道：“这是天玄宗根据各域各势力的天骄定下的榜单，始于天玄宗多年前一个闲来无趣的道人。后来逐渐的发现，这种榜单的定力对天下人有着极强的诱惑，逐渐的就演变成为正统。天榜，天象进入榜，世间唯独一人；地榜就是无极，人榜就是破虚，那乾隆榜就是6境之下的。算是，但大多数的都是5境6境，除非是格外拔尖的天骄，像是为师当年3境入榜，算是为数不多的入榜修士了。”楚宁愕然点了点头，转头瞧了苏婉清一眼，发现自己师尊又温柔起来了。他笑着打量，可苏婉清很快便是眯起眼眸，不动声色的凝聚灵气，一巴掌落在楚宁屁股上。老实点。楚宁嘿嘿一笑，看来也没那么温柔，又成严师了。不过话说都答应了，咋地还这么凶呢？奇奇怪怪。苏婉清轻哼一声，但没多说什么。他知道有人在盯着，不好多说。不过此刻看着那榜单，笑着解释道：“天玄宗的榜单3年一例，一例就是3年。当然了，有时效性的延迟，可寻常之人倒没有你突破这么快。像是江清月，修行30年也不过3境巅峰境界，他能入榜吗？入不了。他的资质进入天玄宗虽然可以作为内门弟子培养，可如今境界太低，不予入榜。那这玩意有啥用吗？没什么用，甚至上榜还会引来其他人的忌惮，让其他人不爽。凭什么你排在为师的前面？你有什么实力，就会来找你挑事。当年为师也是，虽然以3境修为入榜，却被一个6境上门挑事，或许他也觉得有点不讲道理，就表示等为师6境再打。”楚宁好奇道：“然后呢？”苏婉轻轻笑道：“后来为师就成了乾隆第一，那人也没敢来上门挑事。”楚宁笑着给予情绪价值：“6境斩圣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油嘴滑舌的，这东西没什么可在意的，不过倒也可以让你见识一下天下英豪。”只是下一刻，苏婉清一愣，忍不住皱眉。乾隆第一公布了，青山剑圣苏婉清，持仙剑天玄，力战圣人而不败。纵天道不公，我尚有一剑，可令天下天骄俯首拜见。乾隆第一。师尊，您是乾隆第一啊？楚宁激动开口，但显然有些疑惑。按理说您修为没了，不是应该没了？苏婉清也不理解天玄宗的人是怎么想的，可能脑子有问题，可能是因为持仙剑战沉玄天。不过他倒是并不在意。宁儿，若是没什么事情的话，为师从今日开始就和你开始交手，淬炼你战斗技巧。楚宁连连点头，不过仍然是盯着那榜单看着，显然就没在意苏婉清的话。乾隆第二，孟依然；乾隆第三，沈浪；乾隆第四。苏婉清皱眉，看入迷了是吧？都跟你说了，这东西没什么用处，他修为都没了，还被安在乾隆第一，能有什么含金量？只是下一刻，苏婉清就听到楚宁开口：“师尊，乾隆榜上怎么有我啊？”苏婉清本来都打算去取剑，带着楚宁练剑了，听到这话也不由得嗤笑一声：“宁儿，你的3境和为师的3境差的还是有点远呢，而且你也没什么太过出奇的战绩，倘若真要上榜，等3年之后，以你天赋和实力，怕是没什么问题。”他当然不信，弟子虽然出彩，如今4境可修为隐藏，怎么说都不能上榜。而且天地人榜还没有公布完，现在也就前100出现了，怎么可能？然而楚宁一把拉住苏婉清的手，一脸懵逼，让苏婉清去看。师尊，真有！下一刻，苏婉清陡然一愣，目光顿凝。乾隆99，太玄宗小竹峰弟子楚宁，18岁，3境之命，后浪推前浪，当宁不让。天玄一愣，立刻激动道：“楚宁，你上榜了，就是你啊！但是你境界……嗨嗨，没想到你还是有些实力的嘛。”可苏婉清却是眉头紧皱。乾隆从150到100，全部是6境，无一例外，皆为6境天骄中的天骄。300岁之下的修士才可入乾隆，300岁的6境都是古来今往难得一见的天骄。而楚宁，不说明面上的3境，
就算是4进5层也是被碾压，麻烦大了。苏婉清面色顿变，立刻传音，马上准备离开太玄宗，所有布置照旧，天玄殿后掩护。原本打算以仙剑认主陈玄天的由头坑一波太玄宗，但做不到了。如今世人皆知天玄认主于你，所有布置都没什么问题，继续。可再不离开，就走不了了。天地人上榜之人皆为世间大能，天榜1位天象敬天玄子，世间唯一；地榜36位无极大能，地榜末位甚至都是无极巅峰2转。可天下之大，无极强者绝不可能这么少。人榜108，世间英豪尽数在眼。不论是修为、战绩，都是格外的璀璨多吗？甚至这榜单更为看重的是战绩，而并未修为。其上标注的战绩的大多数都是有跃进不败的经历的。这些瞬间让楚宁意识到，这天地之大，大的超乎他本身的想象。可这些并不重要，因为这些榜单距离他甚至苏婉清来说都太过遥远。乾隆才是他要注意的，看一看这世间天骄之辈。只是当他的名字赫然在列，甚至名列前茅的时候，楚宁都忍不住愣住了。乾隆99，苏婉清面色已经大变，只凭那些战绩，弟子怎么可能排到那么高的位置？他并非是看不起弟子，只是因为天玄宗调查到的情报还只是3进巅峰，只是剩了一个江清月和一个4进，就挂到了这么高的位置。他当年也只是入乾隆500之列，都惹来一身麻烦，弟子的实力甚至还没完全展现。短暂的思索，苏婉清当即意识到了什么。榜单为天玄宗之人编撰，天玄宗之人忌惮仙剑，也想得到仙剑。仙剑认主被他们发现了，此举看似给楚宁烘托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实则以天下人为刀，对楚宁动手，明摆着就是冲着楚宁来了。因为得知他得到仙剑会不爽，而1日之后，楚宁之名定然会传遍整座大陆，也一定会引来无数挑战者。那太玄宗就更不能久留了，必须尽快离开。他们本身就要离开，跑路到乱天域的人域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麻烦，不论是他们如今的身份带来的麻烦，还是太玄宗对他们的施压。二人一见，短暂交流。天玄很快意识到问题可能太大了，当即表示可以留在这里做一个掩护，等到他们2人离开之后再会合。仙剑御风的速度圣人不可追，何况是天玄，几十万里罢了，也不过1、2日的路程。楚宁为求保险，交给天玄一张传送符。这东西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无视任何阵法，无视太玄大阵，直接离开这里，尽可能的为2人拖延时间。眼下师徒2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后面的暂时交给天玄。乾隆榜带来的麻烦可太大了，楚宁有麻烦，苏婉清同样也会有麻烦。没了修为的乾隆第一，谁也想斩杀，然后顺位而上。而与此同时，太玄宗中峰之上，陈玄天目光错愕地望着那乾隆榜榜单，看到了楚宁的名字。天玄宗认为楚宁有资格入乾隆99，他一生修行虽然不算是天骄，可至少不慢，入榜的机会都没有，不论是乾隆还是人榜，亦或是江湖人士定制的，都没有入过一次。倒是听到人域某些人定制了一个出生榜，好像有人打算让他提名。男子猛然攥紧拳头，眼神中露出恨意。苏婉清修为尽失，因为和他打了一场没败，还是乾隆第一。楚宁昔日废人一个，得到苏婉清传承，如今入乾隆前100，但似乎也应该有好事，因为杀楚宁不需要他亲自动手了。此刻同样是中锋，江清月等诸多弟子纷纷望着那榜单。大师姐，不知今年乾隆是否有您？大师姐修道30年，如今就是3进巅峰，即将突破4进，没准还能和那苏婉清当年一般破例入乾隆呢。对啊，师姐。有些弟子是同为早日苏婉清麾下弟子，而有些弟子则是宗主中锋的弟子，但如今都应以江清月为首。女子抬头望着那榜单，虽然并不期待，因为知道自己和苏婉清当年差距，可是人总会有好胜之心，尤其是听着他们的夸赞。忽然一弟子看到了江清月的名字，师姐，您也在榜单里记录呢，还是名列前茅。大家快看，师姐。那人瞬间不敢吱声，原本热闹的氛围瞬间死寂，的确是有江清月的名字。太玄宗小竹峰苏婉清弟子楚宁，临阵破境，强悍3进巅峰修士江清月，胜。楚宁，乾隆99。此刻没人敢吱声，所有人都是试探性地望着那为首女子。出现的确是出现了，但似乎是给人当了陪衬，甚至那个4进被一拳撂倒的丹峰修士名字都没有，好像就是把江清月放到这个位置，故意让天下人知道，不光有楚宁，还有个连临阵破境的3进都打不过的3进巅峰剑修江清月。江清月忍耐许久，终于是承受不住，楚宁，我必杀你！他要闭关破境。你不是3进吗？那我4进斩你，难道还斩不了？但如今天下人皆知，
怕是楚宁都活不到他破境的时候。高处不胜寒，就等着死吧。天色很快入夜，在小竹峰观察监视的长老隐匿布置了杀阵，而更多的长老在记录小竹峰发生的一切变化。宗门大阵已经开启，一旦有任何动静都会被察觉，察觉到按照宗主的说法就是诛杀。可似乎苏婉清和楚宁下午进了洞府，到了晚上还没出来，这俩人究竟是在做什么？但没人觉得这师徒二人会做点什么，毕竟他们的思维比较正常，纵然对苏婉清不喜，仍然觉得苏婉清不是那般人。此刻仙剑天玄走了出来，少女还笑呵呵的和洞府里面对话。楚宁，你继续修炼，那我出门透透气了。哦，楚宁，你要闭关突破4境啊，那我帮你看门，谁都进不来。你说这本功法等晚些时候交给宗主吗？好的好的。众多长老猛然一愣，功法最后一关了，最后一步功法，之前的功法他们可是都修炼了，那楚宁果然要拿出来。不过说来也是，如今宗主已经急眼，3天不拿就直接开杀，他们敢不拿吗？只是少女就坐在那，始终没有直接交给陈玄天的动作，看得一众长老心里痒痒的。那可是龙象阵预进最后一步了。此刻众多长老立刻禀报宗主此事，陈玄天很快来此，得知之后面色很快变化。那剑灵什么时候说的？宗主，就在刚刚。刚刚？那为何还不拿出功法？不清楚，要不然派人直接去要。陈玄天迟疑片刻，那话是他单独对楚宁和苏婉清说的，如果被我们知道，怕是让剑灵忌惮。那剑灵并不蠢笨，既如此，那就等着他，反正还有2日，若是不给，就直接出手。可正当此时，太玄宗上方，无数道身影齐聚，踏空而行，巍然而立。来者不光有天地人上清道6域乾隆天骄及其长辈，更有各域人杰。陈玄天察觉到不对，怎么来得这么快？此刻大阵上方，诸多强者皆是在列，其中便是天玄宗道子，当代负责编纂榜单的罪魁祸首白衣道人，双手拢袖，满脸笑意，瞧着面前的诸多强者。哟，乱天道人亲至，莫不是坏了规矩？难道不知各域强者之间不得相互作乱？一袭漆黑长袍的老者，气息深邃到令人发指，乃是乱天玉道手。他瞥了风鸣一眼，面色并无变化，只是淡淡开口：你一个小辈，还没资格站在老夫面前讲话。他的身旁站着一个个头不高的少女，此刻笑嘻嘻抱着老者的胳膊。爹，别跟人家闹了，今天我们又不是来挑事的，女儿打完这位乾隆99就回去了。对了，我也要见一见那个叫江清月的，看看这人的多废柴啊。而不远处的诸多强者并未开口，按照规矩，只要不作乱，谁也管不着，而且他们还没资格管。天玄子都没吱声，他们有什么可说的？乾隆榜刚发出来半天不到，此刻乾隆榜上前300，起码一半带着自家长辈来此。有些人当然不服，有些人则是看乐子。当陈玄天到访之后，看到众人此刻头皮都是麻的。诸位，在下太玄宗宗主陈玄天。话还没说完，就被一老者一巴掌拍在那大阵之上，一口鲜血陡然吐出。谁他娘的想知道你是什么人？赶紧的让那苏婉清和楚宁出来，看你是人域7宗之一，老夫没心情挑事碎你宗门大阵，自己打开。陈玄天此刻肺腑之内唯有震荡，感觉5脏6腑都要错位，可他没有丝毫恨意，有的只有摇尾乞怜的笑意。这就打开，这就打开，但诸位进入之后，这阵法在下要关闭，因为我宗如今在做一些事情，防止某些东西逃窜。乱天道人身旁的少女不悦道：你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人能在我爹面前逃走？让你开就开，废话别那么多。天骄大多身具傲气傲骨，能被判定为乾隆，都是300年来到达5境甚至6境的修士。当年苏婉清破例入乾隆，可苏婉清是真的恐怖，3境巅峰斩了几个4境修士，甚至硬刚15境乾隆后烈而不败，尤其是其提升速度也近乎恐怖，很快就坐稳自己的位置。可楚宁是谁啊？大家都没见过，难道要再出一位北域天骄剑修？所以大家很多人虽然不爽，但都想看看。一脉相承，一门之徒，可有昔日苏婉清之风。数道身影很快驾临太玄宗小竹峰上，陈玄天跟在身后，急忙道：这里就是小竹峰，这里就是他们的住处。此刻陈玄天都在骂娘，跟老子开玩笑呢，来得这么快，要杀就杀，杀了他们陈玄天也能免除一块心病。可功法还没得手呢，将近500人的阵仗，不是乾隆在列，就是人榜地榜在列。站在众人身后的天玄道子风鸣，嘴角露出笑容。仙剑吗？仙剑剑主，他也想看看是何等风采。这里的人没人会仗势欺人，大修士很少对弱小修士动手，因为会令人不齿。可就算这些强悍长辈不亲自动手，岂能是楚宁可以扛得住的？来，
让贫道看看你的仙剑之威。可他们没看到楚宁和苏婉清，只是看到了蹲坐在洞府前玩草的少女。天玄看了一眼众人，认出了好多熟悉面孔。当年四域共探秘境，他见过好多人呢。你们是来干嘛的呀？闻言，一老者淡然开口：仙剑天玄，听闻你最近认主楚宁，我们想见你的剑主。高人自有风采，断然没什么兴趣对小辈下手，但他们都来了，楚宁和苏婉清居然避而不见，什么意思？看不起他们？天玄闻言一愣，哦了一声：可我家剑主在闭关突破4境呢，你们就算要单挑，是不是也得等到他出关之后呀？众人闻言都是一愣，甚至天玄道子风鸣都是皱眉。突破4境，情报不是说他才突破3境初期，3境巅峰都是他湖州的，还真能突破不成？那这速度可比他当年还要更快了。甚至于当下修为最为强悍的乱天道人都是皱起眉头。天玄，你所言非虚，那我骗你们干什么呀？我家剑主修行可是很快的。天玄笑嘻嘻，面对这帮大佬丝毫不慌。如果他是修士肯定要慌，但他是剑灵，谁都想得到仙剑，也知仙剑桀骜不驯，很难真正得手。说白了就不会在意一个剑灵说什么做什么，只要他不随便捅他们。毕竟未来他们的后人没准也会得到天玄，仙剑来历时再太大，没必要让人家不满。众人都是没吭声，乱天道人则是掐指推演。风雷而动，天道之力瞬间翻涌，但没推演到半点。奇怪，他皱眉暗道了一声不对劲，但也没有多想，只是淡淡开口道：还需要多久？不晓得哎，不过我家剑主突破很快的，你们要不要等2天嘞？让他们等2天。有人不满，他楚宁凭什么？就算是苏婉清也没这资格。正当是有人开口时，乱天道人的女儿却是笑嘻嘻道：18岁3境巅峰要破4境了，还是仙剑？爹爹，我更感兴趣了。那咱们等2天呗。老者迟疑片刻，也提起了些兴趣。他虽然没推演到楚宁，但推演到了太玄宗最近发生的事情。老者的目光落在了陈玄天身上，男子瞬间背后发毛。突然看他做什么？乱天道人嗤笑一声：18岁的3境巅峰竟还有心机在身，换成哪家势力不是培养？如若果真能突破4境，他倒也不是不能破例，将此人带入乱天域培养。天玄宗既然不要，那他要了。可此话一出，没人再敢吱声半句。乱天道人都说等了，你敢破门，他能一个眼神瞪死你。身后风鸣嘴角抽搐，那是满脸不爽。贫道这算是一语成谶了是吧？还真给他到3境巅峰了，有本事你真突破个4境试试。不过这话说完，他急忙给了自己嘴2巴掌。要是再说准了，麻烦可就来了。这不是分贫道的气运吗？不多嘴了，不多嘴了。只是忽然间，乱天道人皱眉。女子察觉到后，不免疑惑开口：爹爹，怎么了？老者摇头，察觉到了一抹空间波动。是不是这里？要是的话，他没准跑了呢。不是远处，离这里几10里。但乱天道人仍是不放心，怕楚宁真的跑了。此人果真再次突破。天玄使劲点头，而陈玄天也是出面作证。我派人盯着他们，从今天进入就一直没出来。闻言，乱天道人这才点头，转而来到一处空地盘坐。楚宁出关之前不许搅扰。陈玄天对此不在意，楚宁死不死的对他也不重要。现在看来，仙剑可能他也留不住，但不管如何，功法一定要到手。此刻陈玄天走到了天玄身旁，也是有些急了，可还是脸上带着笑容。天玄，你家剑主闭关之前可留给了你什么呢？天玄一愣，疑惑道：什么呀宗主，我不知道啊。陈玄天嘴角抽搐着，生怕被人察觉到，就是小声传音道：就是功法，难道你不清楚？哦，想起来了，宗主给你，这是我家剑主让我转交的，就是您爱看的小人书。众人纷纷看了一眼，但都没在意。陈玄天此刻欣喜若狂，几乎是激动的要泪流满面了。等了这么久，终于到手了。若是再坑他，他必然要让这2人死无葬身之地。甚至于天玄还亲切地换了说法，没让人察觉。得到功法之后，陈玄天朝着众人拱手：诸位，在下先行一步，还有些宗门的事情要处理。然而众人都在各聊各的。乱天道人此举莫不是起了惜才之心呢？或许吧。那我们怕是没办法和他交手了。怕什么？乱天道人能来人域，我们自然也可以去乱天域，大不了让宗主带着你亲自前去，只是切磋，又不是别的。再说了，就算是被乱天道人收为弟子，以他的心性，断然不会让楚宁生长在温室之中。当年的小魔女也是3境就被丢出去了，听闻差点还被斩了，乱天道人都没出手，我们还有机会。楚宁不配乾隆。话说那个江清月到底是什么人？
能这么废物？有没有可能是楚宁强的可怕？好歹少宗主呢，这太玄宗怎么弱成这个样子？陈玄天迟疑之后，又是拱手：“诸位，在下先行一步。”第一遍没人搭理，第二遍有人看到了，此刻冷笑着开口：“唧唧歪歪什么呢？要滚赶紧滚！你算个什么东西？”陈玄天一愣，急忙陪笑着离去。他二话不说，立刻召集宗门长老。他还是谨慎的可怕，先让宗门之内的人修炼，怕有问题，否则他绝不会率先修炼。太玄宗中锋，诸多长老都是背后冷汗冒出来了，看着面前近乎疯癫的宗主，他们也怕。今天来了那么一帮人，快给他们吓死了！就算是人家的后辈，都比他们强横，但人家自是修为高地位高，是真的懒得和他们计较。可陈玄天不一样，宗主最近已经封魔了，就惦记那功法。关键这功法最后一卷，楚宁真的给了，一想到那小子阴得不成人样，他们也怕。万一有问题呢？徐虎迟疑片刻，低声道：“宗主都得到这功法了，不如率先修炼，毕竟好东西，宗主先试。”下一刻，徐虎猛然被拍倒在地，几乎濒死。积压怨气已久的陈玄天怒斥道：“让你们修炼就修炼，废话这么多做什么？再敢多说一句，那就死在这里！”众人都是一愣，这宗主在外人面前卑躬屈膝的，跑到他们面前蹦跶来了。人家为何看不起你？因为你卑躬屈膝甘愿当狗，好歹人欲七宗的宗主，你站在那里挺着脖子，他们敢杀你天玄子，定然出手护着。自己没面子是自己的问题，还在他们身上找不？可如今陈玄天这状态，怕不是真的要杀他们。此刻众多峰主也是面面相觑，算了，修炼一下吧，毕竟楚宁还在这里。陈玄天此刻死死盯着在场长老，他的传承注定不够，可苏婉清的传承可以。龙象镇狱境，他不愿当牛马了，他也要如那帮瞧不起他的人一般，成为那诸佛龙象。下一刻，他忽然察觉到一位长老气机完全流转，那气息是龙象之气自洽的感觉。没错，没错，你感觉如何？老者感受了一下，眼神坚定，给出了答复：宗主，功法是真的，已经把最后一卷心法补充的差不多了。这是好东西啊！众人都是大喜，陈玄天同样如此。男子大笑一声：哈哈，这是我陈玄天的机缘，不论是无极，还是天象，还是人榜天榜，总归会有我陈玄天一丝机会。他二话不说，拿着功法就闭关去了，什么事情不管了。宗门里面，反正那些人就是来找楚宁和苏婉清，和他有什么关系？修炼去！哈哈，到手了，到手了！一夜很快过去，因为天玄的存在，大家都没怀疑楚宁和苏婉清离开了，但还是有人不免询问：天玄，为何苏婉清和你家剑主楚宁在一个洞府？天玄心里嘀咕着，这俩人平时就在一块双修呢，可此刻仍然是笑嘻嘻。因为老剑主要指点新剑主啊，我家老剑主多强，你们不知道呀。众人都是颔首，对此毫无异议。苏婉清为乾隆第一，我等当然是没什么争议，可毕竟如今修为已失了，那乾隆第一他就不配。既如此，大家何不打完了楚宁，再和苏婉清较量？听到这话，一老者嗤笑：苏婉清再强，如今圣人雷劫让其修为尽失，算得了什么？尔等皆为乾隆，对一个将死之人动手，难道不怕遭人耻笑？闻言，众多弟子纷纷低头。也对，他们既为天骄，也不当趁人之危，反正过不了多久就死了。死讯一旦发出，乾隆顺位，那乾隆第一就是乱天道人的女儿，所以我们打她更合适。此刻，小魔女梦依然显然是听到了，女子面露不屑，瞧了眼众人：怎么着？是你们一起上，还是我一个人上打你们一群？众人猛然打了个哆嗦，乱天道人必然不会出手，可此女是能与当年苏婉清争锋的存在，可因修行术法的问题被剑道压制一头，当了多少年的乾隆第二了，也没人质疑这位。可一青年却是一步踏出，乾隆第三神浪竟然也来了。男子抽出腰间长刀，笑着望向那盘坐老者：老前辈，在下有意与孟道友切磋一番，不知可行？乱天道人看都没看一眼，孟依然笑着起身：没事，打架这种事，我爹爹很希望我来的，毕竟他的目标，或者说是乱天道人给他的目标，可是入圣之后直入人榜的。小竹峰这边随后动手，而那座苏婉清和楚宁闭关的洞府前，被乱天道人不动声色施加一层屏障。18岁，若是真的可以突破4境，那他一定会带走，除非天玄子亲自来留人。但如今这师徒二人的遭遇，天玄子有什么脸面留人？等上一段时间，问题不大。与此同时，宗主中锋，诸位长老纷纷盘坐修炼，都已经是能够运转龙象阵狱境的程度了。可忽然，一长老头顶开始喷血，哎，怎么感觉头顶热热的？
徐虎一摸脑门，发现手上都是滚烫的鲜血，他愣了好一会，甚至还抬头看了一眼，以为有什么人的血流下来了呢。此刻丹峰峰主王胜睁开眼睛，瞧见徐虎脑门喷血，也是一愣。徐虎，你被宗主打伤了，还没修复就敢修行？宗主没下死手，不算个事。为何这么说？因为你头顶在喷血。笑话，那我怎么没感觉出来？我还说你头顶喷血呢。不是卧槽，你头顶真的在喷血。徐虎大惊失色，老子头顶也在喷血。诸位，有问题，一定有问题。这话刚说出来，好像是大家都修行到了一个境界似的，脑门都开始疯狂飙血。还是灵药峰峰主最先感知到自身变化，发现自己头顶经脉不知道什么时候碎了一半，换成正常人早就死了，可因为就是修士才能撑得住。别修炼了，都别修炼了，功法有问题。放你妈的屁，修炼喷点血怎么了？老子马上修行到一层了。虚道峰峰主不听劝阻，继续修炼，可发现修炼到一半，不光脑袋开始喷血了，身上也开始喷血了。不对，不对，快喊宗主！不，快救老夫啊！老夫经脉断了一半。然而闭关的陈玄天早已经是不理世事，那些瞧不起他的，那些当他什么都不是看作空气的人，等着吧，他会让这些人不光正眼看着他，更要抬头仰望。噗，一道血柱从天灵盖喷出，陈玄天立刻皱眉察觉到了，怎么回事？其他长老修行怕是都没什么问题，怎么到了他这里会喷血？可喷血的时候他没感觉到任何不适，只是察觉到了自己头顶的经脉碎掉了一半。或许是这龙象之气太过刚猛了，所以才会如此。陈玄天不懂，但觉得或许是这功法的问题，毕竟是这等神功，不喷点血怎么能修炼下去？陈玄天直接止住破口，继续运转龙象阵玉镜，可发现那气息虽然能流转，但在体内流转的时候运行速度太快，以至于经脉都被震碎，周身也开始喷血。陈玄天隐隐察觉到不对，可楚宁还在小竹峰，甚至于那些大人物还盯着，他敢拿出其他功法，难道不怕死吗？不管了，继续修炼。他就不信楚宁给的是假的，除非他不要命。然而越是修炼，他越是觉得不对劲，直到一口鲜血吐出，带着被震碎的经脉的血块。此刻的陈玄天再蠢也知道有问题了，而且是很大的问题。这功法有问题，他被坑死了。立刻起身就要出门斩杀楚宁，可还没走出一步，忽然感觉到眼前一黑，猛然倒地，发现那龙象之气开始疯狂攻击他的五脏六腑。这东西根本不适合人来修行，除非把经脉全部搅碎，按照这个版本来重塑，可根本来不及，他根本不知道这些。灵府天地之内7层长生楼此刻陡然破碎了一层，圣人道行500年积攒，一朝碎裂。噗，一大口鲜血陡然吐出，灵气此刻对于陈玄天而言都几乎是暴力之气，再不动手恐怕今天要死。陈玄天毫不犹豫，强忍着那种长生楼碎裂的痛苦，直接把自身灵脉全部斩断。此刻那龙象之气终于没了运转的脉络，二话不说拿出丹药，立刻吞咽而下，重新塑造自身经脉。因为灵府没破碎，只是受伤，并非是雷劫打碎道行，这在修炼上来说叫走火入魔。可做完了这一切，他的圣人修为俨然已经不在，只有维持在一个6境中期的层次。啊！男子猛然怒吼，强撑着一口气走出门，可看到了一地的血迹和一个倒地不起的长老，以及其他正在盘坐的长老。他们是发现脑瓜子喷血之后直接不练了，及时收手，也就破损了头部经脉。而那倒地的长老非说不喷血怎么练成神功，练到了经脉破碎，此刻已经被斩碎全部经脉，正在重塑，不然必死无疑。看到这些长老，陈玄天怒吼，可声音格外的无力。这功法不是说了没问题？长老悲愤道。编纂功法的人先给甜头，再有问题，修炼到最后必然走火入魔啊！我们来喊宗主，可宗主根本不理会啊！宗主，您没事吧？您……陈玄天抬手就是一巴掌，可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反倒是一口血吐出，他圣人之位都没了，能叫没事吗？功法有问题，这两个该死的东西！可这话说完，众人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楚宁拿出来的功法有问题，但他难道不怕他们报复吗？除非……快去小竹峰，他们可能跑了。小竹峰上，诸多天骄难得齐聚，表示可以先相互切磋一下。等人，天色已经入夜，大家几乎是打了一天。孟依然无愧天骄第2，3招败沈浪，压得沈浪抬不起头。沈浪无奈，只能找其他人找补。可大家都知道，这人气头上，就是不跟他打。嘿嘿嘿，气死你狗日的！打不过孟依然还来找我们单挑，凭啥给你白打？他们又不蠢。
此刻的天玄在一旁笑嘻嘻的鼓掌。依然姐姐好厉害，不愧是乾隆第二，就是比我家老剑主差了点。小魔女扯了扯嘴角，她现在修为都废了，说那个有什么用？等她死了，我就是乾隆第一。可这话她真没办法否认。100年修行就要入圣了，一旦入圣就是古往今来入圣速度最快的，天玄道子也得甘拜下风。可就是这样的人遭到天妒，如今修为尽失，同为乾隆，大家觉得庆幸，同样觉得可惜。依然姐姐，天玄有点事出去一趟，麻烦依然姐姐帮我守着我家剑主呗。孟依然呵呵一笑，无妨，去了便是，我爹看着呢，谁也破不开。天玄笑嘻嘻点头，转头就走。只是此刻数道身影忽然赶来，楚宁跑了。楚宁根本没闭关，为首之人正是差点练功走火入魔直接死了的陈玄天。众人听到这话都是转头，甚至此刻的乱天道人都是睁开眼睛。跑了？跑到哪里去？他们看着能跑了不成？陈玄天哀叹一声，其实今日本来是我们得到他的传承。他急忙开口，此刻都恨不得把楚宁撕了。而众人在听到这话都是一愣。按照他们听说的，苏婉清没了修为之后，小竹峰的弟子都被珠峰瓜分，显然就没打算把苏婉清的功劳当成功劳，打算直接抛弃。如今因为苏婉清的传承，所以监视，但他们二人拿出了传承，可传承有问题，是要报复。那现如今其实功法给了，就是要报复，但报复了之后肯定被杀，所以已经跑路了。然而乱天道人不愿起身，老夫从昨天到现在一直盯着，无人可以离开。圣人破碎虚空，他都能感知，根本不存在楚宁和苏婉清跑路。况且你不是亲口说，他们绝对在里面。孟依然也是点头，对啊，刚才剑灵还在呢，他总不可能傻乎乎的不跑吧。众人都是死死盯着陈玄天，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因为陈玄天等了一天一夜，他们的时间能被如此浪费吗？陈玄天也是急了，这两个畜生心机太深了，怕是得知诸位大能来此切磋才故意离开的，甚至早就想好离开了。资源、功法、丹药都拿走了，可他们到底怎么走的？大阵还在呢，一点端倪都没察觉出来。众人闻言皱眉，若是因此设计掩饰，其实还能说得过去。眼下乱天道人也没了耐心，当下直接解开屏障，一把掀翻那洞府。可洞府被破开，发现里面就剩下个木床，被褥都被卷走了，早他娘的卷铺盖走路了。关键什么时候走的，他们都不清楚。乱天道人一愣，多年养气修行，其实还能忍得住，毕竟谁不怕死？入了乾隆榜，天下人皆知，不跑才怪。可老者忽然看到了一封信件，皱眉上前拿起，敬宗主，陈玄天。众人都是皱眉，纷纷看去。弟子楚宁误入乾隆，不知缘由。宗主到访，亲口对弟子说，一入乾隆遭人妒，况且弟子3境修为，只得离开。但倘若离开，一定会被人发现而后追杀。幸亏宗主深明大义，愿帮弟子拖住诸多乾隆。在下无以言表，只得留有此信以谢宗主，请宗主放心。宗主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弟子如今已经安然离开，不必挂念，滴水之恩，待到来日必将涌泉相报。信件看完，乱天道人面色阴翳，诸多大能面色阴沉，纷纷握紧拳头。所有人都是目光落在陈玄天身上。老者的信件啪地一声丢在陈玄天脸上，小辈，你好大的胆子！老夫看你是人欲七宗宗主，信了你的话，在此逗留1日之久。现在跟老夫说，你居然蒙骗老夫，给他们争取时间逃离。好，真是有意思。好啊！乱天道人大怒，一把扼住看完信件的陈玄天喉咙。天下人还没人敢逗弄老夫的，你好大的胆子！你可以说他跑了，你可以说他不适合交手，总归今日是为了女儿来此护佑，甚至他还动了惜才之心，打算等楚宁突破之后，看看实力如何，酌情带走。没想到居然被蒙骗了，谁敢骗他一个地榜第一，天下第2人？陈玄天此刻满脸惊恐，急忙开口：不，前辈误会了。正当此时，远处一弟子赶来，宗主，宗门藏宝阁被盗，一颗灵石都没留下，但发现了一封信件，好像是宗主取走了资源，小人特地请问是不是真的？乱天道人陡然取来信件，打开一看，宗主深明大义，弟子莫不感激，竟然知晓弟子出门在外需要资源，将太玄宗资源全部送给弟子，待到日后乾隆出渊，弟子一定涌泉相报。众人此刻都是勃然大怒，太玄宗宗主好大的威风，果真以为我们好糊弄，争取时间。可楚宁他们走了，但你陈玄天呢？气死老子，弄死他，老子早看他不爽了。望着不断靠拢而来的人群，陈玄天面色苍白至极，
可无论怎么解释都没有任何作用。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凭什么是我？圣人修为没了，藏宝阁也没了，天要亡我，陈玄天是不是给我们一个交代？师尊，哦不，苏姐姐，话说天玄是不是也该往我们这边走了？您说乾隆入太玄，虽然可以靠着天玄忽悠着拖住，可估计1-2天也是极限了。这都第2天晚上了，天玄不能出事吧？怕什么？天玄手上还有一张你的传送符箓，不管走到哪里也能感知为师气息前来。只是苏婉清话都没说完，楚宁就是笑呵呵地提醒道：苏姐姐还说我老喊错，您不也老喊错？这样的话倒不如按照以往的喊法，反正如今离开太玄宗了，加上你我2人掩饰修士，应该也不会有人认得出来。山林破庙，草堂之中，2人中间升起一团篝火。破庙供奉的估计是什么土地神佛之类的，但如今常年不理，已经倒塌的差不多了，神像都碎得认不出是哪位山神，谁知道是多少年前的庙宇。通过传送符箓来此，2人并没有着急动身，毕竟要等天玄。等于说他们是把最危险的事情交给天玄来了。小丫头也不知道如今怎么样了。楚宁对面一袭青衣的苏婉清眉头微皱，似乎是有些不悦地看向面前弟子。让你改称呼，是不让我2人被其他人这么明显的发现，甚至为师如今去城镇之中都得遮掩面容。你当时跟你开玩笑的？楚宁无奈道。可我做的还不错吧？反观师尊似乎总是改不了口。苏婉清闻言无奈叹息，好些东西哪有说变就变的，毕竟这么多年了。只是这话说完，他眼神仿佛嗔怪似的剐了楚宁一眼。楚宁当然心领神会，想着凑上去牵个手什么的，只是被苏婉清眼神瞪退。乞丐，没看到为师干什么呢是吧？再敢动手动脚的你就别穿了。苏婉清的确在忙着什么，从昨晚到了这里，一直到今晚。昨天来了之后，2人打算暂时在此等待天玄，可苏婉清瞧着楚宁怎么看这么不顺眼，后来就过来丈量楚宁身高尺寸。楚宁还有些茫然，之后苏婉清说让他把那身破衣服烧了。都离开太玄宗了，还穿那东西做什么？怕别人看不到。于是那身小竹风款式道袍被当成引火物了。苏婉清就从储物戒里拿出来了一些材料，似乎是天蚕丝什么的，是当年苏婉清偶然得到的，居然是要给他做一件。楚宁受宠若惊，此刻当然也没敢打扰，只是静静地瞧着那皱眉丰线的女子。昏暗夜色下，烛火的光芒打在苏婉清极美面容之上，他现在好像是可以用其他的视角看待苏婉清了，甚至明说都没什么问题。但好像师尊从答应了之后，连手都不太给他牵。他不觉得师尊后悔了，因为每次他去套近乎苏婉清都得脸红半天，身份还是放不下来。不喊师尊的其他好处。苏婉清忽然倒吸了一口凉气，指尖被那专门缝制法袍的锐器刺伤，正要处理，就看到楚宁忽然凑了过来，捧起手指就是含在嘴里。师尊手指戳破了的。这样本就被楚宁盯着浑身不适的苏婉清，手指都被放在楚宁嘴里了，这回哪能忍得了？你当为师手指为什么会破？楚宁眼珠一转，仍是含着那青葱长挑的手指，笑眯起眼睛。师尊被盯得害羞了。苏婉清肯定不会承认，很快夺回自己手指，瞧着上面沾着的口水，立刻就是故作嫌弃的蹭在楚宁身上。恶不恶心？你当为师是那些凡夫俗子，手指有了伤口还需要如此？楚宁笑呵呵道，我看大多数的凡人都是如此的，况且那真不是法器吗？万一伤得厉害不好复原。你什么心思，用得着为师戳穿？苏婉清柳眉倒竖，指了指屋外，你要是闲得没事就去练剑，基础剑法各种1000遍，别来烦为师。若不是察觉到楚宁盯着他心跳的厉害，怎么可能失神？闻言楚宁无奈叹息，白天按照师尊的要求，基础剑法都练了3000遍了，可比练拳都勤勉多了，想着晚上陪陪师尊，师尊还赶我。你若是要陪着为师，为师当然不会赶你，那师尊为何赶我？苏婉清不语，拿起针线继续缝制法袍。可楚宁黏黏糊糊地凑上来，抱起苏婉清的胳膊，这举动让苏婉清脸上开始发烫了，挑眉不悦道，都已经答应你了，你还要怎样？别以为为师不知道你想要做什么，告诉你，如今我2人身不由己，不是你琢磨那些不该琢磨的事情的时候。师尊，弟子也没说什么吧？那你抱着为师做什么？想陪陪师尊？苏婉清嘴角颤抖，心跳更是加速，只是面色仍然不好，不悦瞪着。楚宁也是无奈，修行之事，弟子也不是没有修行，如今也按照师尊的说法，不去提升修为，开始打牢自身根基，剑道也开始修炼了。苏婉清面色平静道，你早该如此，只是因为为师让你没打磨根基的机会，此事为师日后会亲自督促你。可师尊，您现在都不喊宁儿了，光喊我名字，要么逆徒逆徒。苏婉清好似察觉到楚宁的心情了，当下也是哭笑不得，这般喊怕是没什么问题，可弟子都听师尊的啊，修为阿功法阿剑道啊，
都在听着呢，怎么就是逆徒了？苏婉清瞥了一眼他被楚宁抱着的胳膊，淡淡开口道：“那你告诉为师，这算什么？”楚宁笑呵呵道：“弟子只是抱一下胳膊，又是抱别的，自觉问心无愧，旁人看了也会觉得清清白白。”苏婉清这话真是无话可说了，自己说出来的话被楚宁用来揶揄自己了。至于楚宁的问题，他其实也知道，他没办法以平常心看待。答应的时候带着点赌气的成分，你什么都没见过，连几个女人都没经历过，你敢说你不会变心？你敢说你能承受得了外人怪异的视线和压力？那好，那他要看看楚宁能不能做得到。做不到怎么办？呵，直接给他剁成臊子包饺子，大过年的下锅。本是要循序渐进的，当时不知道为何弟子直接就要开口，就要一个答案。后来想了很久，想明白，楚宁担心他恢复修为之后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担心这份关系给他带来麻烦。那些麻烦在楚宁看来不算麻烦，主要是对苏婉清而言，他怕如今的苏婉清因此违心，怕他会觉得苏婉清变不回原来的那个北域天骄。可他一直是他啊，他没拒绝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其实接受的。那个答案就是要问他是否愿意和他一同追逐。如果苏婉清不愿意，楚宁会尊重，继续老老实实当个弟子。楚宁还是太在意他了，不论出于男女之情还是那份师徒之意，可弟子平日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些。苏婉清微微叹息，放下快要缝制好的法袍，轻抚楚宁发丝。想吃些东西吗？楚宁眨眨眼，抬起头，这荒山野岭的，去哪搞东西吃？问你要不要吃，吃的话就点头，不吃就摇头，废话那么多干什么？片刻之后，一头猪哥被苏婉清拖了回来。苏婉清直接当着楚宁的面处理，还让楚宁盯着。先割猪蛋，割完之后脸上的表情都是舒爽的，然后问楚宁要不要也割一个。楚宁直接捂住表示算了。苏婉清笑骂一句，然后把另外一个猪蛋掏了出来。野外求生技巧，苏婉清简直熟练的一批，看得楚宁有点愣神，好像是没见过苏婉清在宗门之外的样子。他都差点忘了苏婉清100年修行，有一半是在太玄宗外历练的。吃不吃这个？太骚了，不吃不吃。大补之物，补了也用不着。苏婉清，算了，不逗他了，逗到最后遭殃的还是自己。其实他也没这习惯，今天甚至还是专门挑了一只公猪，意思很明显了，敢凑上来，他直接一刀。继续处理，楚宁也学着帮忙，看楚宁做的差不多了，苏婉清就站在一旁让楚宁亲自处理。折腾了好一会，处理完了，就是找来木棍穿插，直接炭烤，撒上随身携带的调料，香气四溢，滋滋冒油。凝聚灵泉洗手之后，就是一人一块。楚宁大口咀嚼，一脸震惊。弟子之前也烤过这个，骚了吧唧的不好吃，师尊做出来的就这么好吃？不用说这种话，单纯是你不会烤，还不会放调料。苏婉清一脸嫌弃，楚宁则是一脸认真，还望师尊教诲。女子瞥了楚宁一眼，笑呵呵道：这种东西处理起来要放血，不然会很骚臭，就算是放了也要用调料压制住肉的味道，相对来说比起兔子山鸡什么的要难吃很多，不过量大管饱。哦，那明天吃兔子行不行？练不完剑没得吃，今晚法袍就缝完了，明天我和你交手练剑。师尊给弟子缝的？给狗缝的？狼狗还是奶狗？苏婉清猛地出手，一指摁在楚宁脑袋上。明知故问的笨狗，德行，吃你的，吃完滚出去练剑，别黏黏糊糊的，烦都烦死。明天练不行？行。楚宁一愣，答应了。苏婉清看到楚宁的反应，皱起眉头。你今日练剑少说3000遍，少说7、8个时辰，如今修为还愿意沉稳打磨根基，已经足够了。真以为为师会让你从早到晚一天练到死那种？我记得当年师尊让江清月他们就是这么练的，因为他们太蠢了，练剑10几年也就领悟剑意，背着为师根本不练，每天妄想着一朝悟道成就剑仙，不敲打能怎么办？楚宁吃着烤肉，满嘴冒油，不免疑惑道：可师尊敲打的太过了，会刚过一折的吧？苏婉清摇头，当年为师待他们也很好，不愿练了就不练，还循循善诱的教导，可后来他们一练剑就喊累，哭着喊着不练，江清月修行10年也就一境，你敢信？为师也没办法，他们资质真的不错，可资质这东西再好也不如勤学苦练。他语气中带着无奈，所以他们如此恨我，和我也有关系，我若不逼得紧了，他们修为进度就落下了。楚宁更是不解了，那些大宗修炼难道就不是这样？更严酷，甚至死活都不管，天玄宗弟子2境就得丢出宗门历练10年，10年内无法破境3境，就要被除名弟子身份，甚至不允许历练弟子说是天玄宗的人，发现就要被处死。苏婉清终于是说出了一直藏匿在自己心中的话语，因为他们觉得我不是圣人，也不过6境，甚至年纪也没比他们的长辈大多少，觉得我没这个资格，但他们又想学我的剑。
六境乾隆，就算是第一，又能怎样？圣人之下，几乎都是蝼蚁。所以他当年教徒的时候，一旦温柔起来，弟子就会觉得他好欺负；一旦很辣，弟子就会觉得他没资格。入圣不只是从蝼蚁变成圣人，涉及到的层面实在太多。楚宁长久的沉默，没有言语，只是靠近苏婉清轻轻抱住。见此，苏婉清也没有多说什么，反而觉得心神之中充斥着一股暖流，至少有人能理解他，有人陪着他。苏婉清看重楚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楚宁的坚韧不拔。一旦修行，几乎是往死了修行的。他3年练会缥缈剑诀的剑术，江清月懒懒散散用了10年。为何一个大师姐会妒忌楚宁，甚至找机会把楚宁的灵剑砸碎？他都知道的，都看在眼里。有些人资质虽好，可心性太差，注定走不了多远。可有些人虽然出身资质稍差，可只要坚持走下去，未必不会遇到属于自己的机缘。可人一旦自暴自弃，那就真的什么都完了。苏婉清也是修为尽失之后才参透了心性一关。楚宁默默吃着烤肉，没什么话可说的。他没办法在这种事情上安慰苏婉清，因为他更年长，知道的更多，他自己可以想明白的，可他也会郁闷，所以楚宁来陪一陪。只是下一刻，楚宁察觉到苏婉清偏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宁儿，年纪大了，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你很多东西不懂，很少考虑自己的前程和大道。为师清楚，这些都会告诉你。根基稳固，稳扎稳打，未来的路才能走得更远。真正的天骄，不只是修为的提升，大宗天骄圣子尚且生死磨砺，何况是同样出身贫苦的为师和你呢？为师也是现在在看透，这些年受到的挫折还是太少，所遇之事对我来说根本不算挫折，可正因如此，险些生死道消。很多东西，为师会教你，但更多的东西需要你自己来领悟。为人、修行、做事还有太多，为师对你很有信心，希望你能走得更远。18岁的乾隆，不论是不是天玄宗之人，对你我2人有敌意，刻意为之，可在世人眼中，你已是乾隆。乾隆腾渊，灵爪飞扬，一招得道，直窥天穹。静静听着苏婉清说了许久的楚宁忽然失笑，可师尊也是乾隆啊。苏婉清侧目望着楚宁的脸，嘴角露出笑意。是啊，所以为师会和你一起走的，我们说好了的。星夜低垂，月光皎皎，破庙草堂中，仿佛是被世界遗弃的2人相互靠在一起。苏婉清还是要缝制那法袍，当下也是推开楚宁。宁儿，去把那吃完了骨头处理掉，别随便乱丢，否则会引来野兽，最后用些绝味散，储物界里就有。楚宁听到这话，忍不住发问，咱俩在这，谁是野兽？苏婉清沉默了一下，又不是妖域，好像也是，最多出来点幽魂野鬼什么的，那没事了。他继续低头缝制法袍，还差一个领口。楚宁笑了笑，没有打扰。他想起来一个梗，一对老虎母子大晚上在雪地里溜达，有人就好奇他们母子俩会不会怕野兽。一般来说都是零嘴了。楚宁还是处理完了，打算出门透气，可身后的苏婉清传来一句，今晚别练了，觉得冷就过来靠着，别耽误事情就行。为师那话没说让你继续去练，宁儿练得太多了，怕是会出问题，那东西毕竟是要体会，一门心思的傻练那就废了。楚宁闻言笑了笑，拒绝道，出来透透气散散心，回头再报。于是庙宇之内寂静了，苏婉清显然就不想搭理楚宁了，他说的是靠。庙外，楚宁他虽然没练剑，但还是取出一把凡剑。剑不在品质高低，真正的剑修，凡剑亦可做仙剑，只是仙剑能更好的发挥出实力，而并未是依靠着仙剑本身。苏婉清说他太借助外物，修行功法、杀伐功法、恢复功法，借助的太多，容易两极逆转。你是修行之人，你修的是自己的道，而你的法是别人的法，如何成为自己的？需要理解，需要心神想通，才能走出自己的道。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这个道理。走在前人的道路上，可我并非前人，而后继绝学开新路的存在。但这个境界对楚宁来说真的太远，天下间能做到这样的人太少了，可不代表不去追求，不追求就注定什么都没有。楚宁摩挲着剑身，继续体会浩渺剑章之意，术法贯通，剑于心融。他轻描淡写地刺出一剑，剑身正然作鸣，雄浑剑意荡涤而起，摧枯拉朽一般。此为剑意。楚宁有些理解，但显然没办法做到开山断江的地步，那就继续琢磨。至于累了困了，没问题，长春不灭。虽然咱说不依靠外物，但这玩意属于核动力驴的反应堆，这个还是依靠一下。破庙内，苏婉清其实一直在注意着屋外，他没跟楚宁说，这建议他也练了好些年。不说，说了骄傲自满怎么办？年纪小的都这样，累了就抱抱他，让他占占便宜，只要不过分的什么都好。哎，我这怎么这么教弟子的？
好像有点不太对吧？算了，都不算纯粹的弟子了，他爱怎么教怎么教了。苏婉清苦笑一声，随后继续低头缝制，而破庙外的楚宁也在练剑，都在等天玄。天玄能察觉到二人气息很快赶来，来了之后就一路向南。北域，天玄大陆北域属于人族之地，乱天域往南走就是了。只是楚宁正在琢磨建议，忽然感受到一阵香风袭来，身后一身姿曼妙的女子，丰乳肥臀，千娇百媚，嘴角带着笑意，出现在了楚宁身后。郎君是剑仙呢？奴家还是第一次见到小剑仙呢。楚宁一愣，回过头来，他刚才都懵逼了，还以为师尊突然这么说呢。回头一看，大感失望。郎君当然不是夫君的意思，只是亲切称呼青年男子的叫法罢了。瞧了眼面前的女子，楚宁一眼看出其根脚，山野鬼修，算是厉鬼修行了，境界也就一定的程度。观其身后倒是没多少怨气，反而是带着些许金色气息，那气息是香火之气。山神也不会这么骚，不过其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厉鬼。干啥？女鬼一愣，有些意外，之前碰到的都是盯着他的胸口就挪不开眼了，这剑仙都如此有气节的，故作矜持罢了。呵呵，郎君，关郎君暂居庙内，可山神庙已经废止，不如来奴家家中一坐，酒水饭食管够，吃饱喝足了，还可一清芳泽。楚宁笑呵呵，然后吸我阳气，给我榨成干尸是吧？你也看出我是修行之人了，我现在心情比较好，看你也没多少怨念，说明你并非谋财害命之辈，懒得跟你计较。说什么呢，郎君，奴家这是再逼逼赖赖就一剑戳死你。女鬼瞬间不吱声，因为判断不了楚宁修为，迟疑片刻，看其用剑还有剑意，甚至几乎是把他底细说出来了，估计也不好招惹。那庙里的女子是你什么人？我能去勾引不？他也不装了，打不过就算了，那就再问问。楚宁疑惑道，女人你也勾引？你们现在做狐狸精的业绩都这么紧的吗？女鬼没听懂什么叫业绩，也懒得解释，估计是一路人了，这话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甚至楚宁都不知道是怎么消失的，看不出来。第一次见到女鬼的楚宁激动跑去找苏婉清分享，而苏婉清显然注意了这一切。死去怨鬼化为的山野精怪，但估计是被正统山水神明收为麾下，而这些人为了担心鬼怪作恶，往往会拿走他们的信物。师尊，啥叫信物？怨念凝聚的物品，比如上吊死的，那吊绳就是淹死的，身上的某个物品很容易判断的，甚至还有修士会豢养鬼怪，不过人欲不常见。苏婉清解释道，人欲讲究人死超生，魂归故里之说，所以这种手段也只有山水神明来做，正统修士不屑为之。为啥他们做这个？因为这些神明也需要有人侍奉，懂？楚宁了然，收起剑就是凑到苏婉清一旁，抱住苏婉清的胳膊。师尊懂得真多，起开，马上缝完了，待会再说。苏婉清一脸嫌弃抽回手，黏黏糊糊的，刚才给你机会你不报非要去练剑，现在忙着呢又凑上来。楚宁笑呵呵蹲在一旁看着，直到彻底缝制完。整件衣衫只用一根天蚕丝，如同人体经络，讲究气机流转一说，高品质的法袍向来如此。苏婉清瞧了眼楚宁，思索了一会，又是取出一份材料，炼化之后放在了这件法袍之上。刹那间，法袍之上呈淡淡白金之色，格外绚烂，看得楚宁又是愣住，感觉自己好没见过世面。苏婉轻轻笑道，小时候你黑，穿不了白的，不然显得更黑了，现在可以拿着试试，不合适了再改。楚宁心神微动，一脸感动看向苏婉清，立马就要上前抱住，然而却被苏婉清直接摁住脑袋，别趁机占便宜，让你试试合适不合适。楚宁无奈挠头，没那回事，我就是被感动了，情不自禁。苏婉清冷笑着，你表达感动的方式就是抱上来和为师凑一块。若身为弟子的确不该如此，但如果是其他关系，这样似乎也没太过分。你是不是给狗穿了？楚宁急忙摇头，本身外衣就被荡银火雾烧没了，眼下直接就是换上一件长衫，从上到下质地细腻光滑，阵阵凉意在其上流动，还带着一丝苏婉清身上的气息。楚宁深吸了一口气，好不容易平复心情，纯手工法袍，独一无二的。转个身看看身后，楚宁立马转身，一旁打量着的苏婉清微微颔首，觉得相当满意，这才有种剑修的风范了。之前那个只能是弟子了，如今换上一身衣衫，气度都提升了不少。发型还是要换，束发可以，但全部束缚起来就没风度了。哎，束发，他好像还没到加官之年的。苏婉清哭笑不得的扶额，还是孩子啊，没成年的他都做了些什么？楚宁没看懂苏婉清为啥苦笑，不免疑惑问道，怎么了师尊，不好看？苏婉清眉头一挑，不爽道，为师亲手做的，
能不好看吗？师尊说的是。再说了，他弟子本来长得就不差，不然就穿黑色的了，白色的很搭的。再是一心向道，也见得多了，知道什么样的风格更适合面前的弟子。他手心中忽然多出一个发髻，示意楚宁过来。后者疑惑上前，怎么站为师面前？楚宁一愣，眼神瞬间不对劲。哦，苏婉清嘴角一抽，更嫌弃了，怎么一天到晚的都想那回事？你脑子里能不能想着点正经的？师尊这话说的半点道理都没有，弟子修行1天了，纯粹的修行，什么都没想。苏婉清轻笑一声，没想为师吗？楚宁直接俨然，愣得说不出话来了。可苏婉清已经走来，奔着楚宁的脑袋低头。别乱动。他的个子要比苏婉清高出不少，低头要低得很深，但这个距离这个角度被什么东西挡住，却是连脚尖都看不到了。又是轻嗅着他身上的气息，才察觉到苏婉清要做什么。哦，为他束发，换个发型。苏婉清摆弄着楚宁头发，手里多出来的不只是发髻，还有梳子，类似发蜡的存在，不断调整着楚宁头型。捣鼓了小半天，终于是调整好了。几缕碎发在前，长发束在脑后一般，还留下些许发丝在身后，更显灵动飘逸。若说之前的发型偏向乖巧弟子的，这般的才是风流逆徒。苏婉清也不知道为啥自己给楚宁整了个这样的脑袋，可能是觉得好看。的确好看，人靠衣装，加上这发型，苏婉清眼眸中都是露出欣赏之意。看着自己的杰作是很令人欣慰的，不只是这些，还是他。楚宁看都不看，就知道自己现在可能帅得过头了，至少在苏婉清眼里是这样没错，很好看的。苏婉清由衷开口赞叹，楚宁也是瞧着面前一身青衣的女子，也是同样赞叹。师尊也很好看。苏婉清一愣，心生喜意，只是并未表露，反而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反问：哦，多好看？楚宁略微思索，毫不犹豫就是一句：访废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前辈，该您发了，后人用到了。楚宁满心期许，就直勾勾地盯着苏婉清看他的反应。然而苏婉清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是静静地回到了火堆旁，然后慢慢往火堆里添柴。等天玄找过来，我们就可以出发了。楚宁也是坐了下来，然后凑到苏婉清身旁，尝试去牵手，没想到这次没费什么力气就牵到了。握着那柔弱无骨的柔仪在手，楚宁内心百感交集。但是话说曹植的诗到底发力了没有啊？师尊，那是什么呀？苏婉清摇头，听不懂。楚宁了然，原来是没听懂。那再来2句师尊能听得懂的。为师没读过书，你说的这些为师都听不懂。楚宁迟疑，不能吧？您屋里还有不少人写的文章的，能是听不懂？他瞧着苏婉清的侧脸，企图搜寻到一丝破绽，但没看到苏婉清有什么其他的反应。难道果然是听不懂？那好吧，弟子不说了。为什么不说？苏婉清突然发问，听得楚宁一愣。苏婉清仍然盯着那篝火，扒拉着炭火里的炭块，语气却是淡然。总来无聊，听你说说也不错，继续说。楚宁闻言开始压榨大脑。仙人，快来到我的脑袋里，可恨上学的时候没好好读书，书到用十方恨少啊。不过楚宁还是想起来了几首。芸芸众神赞，飘飘仙子舞，这句适合师尊。为何适合？众生赞誉，飘然出尘，自有仙气。为师不会舞，师尊练剑就是舞了。油嘴滑舌，可还有？楚宁瞧着握着的白皙手掌，思索片刻。庙中人4月，皓腕凝霜雪。苏婉清微愣，甚至也有些不可思议地瞧了眼自己手腕。有这么高的评价？楚宁立刻看出来了，不是听不懂，装没听懂是吧？楚宁一乐，笑呵呵道：北域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苏婉清又是一愣，这下脸上挂不住了。哪有你说的那般？胡说八道。但这话说完，楚宁又是紧接着一句：回眸一笑百媚生，万般粉黛无颜色。此言一出，再能控制的苏婉清也没办法控制得住，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子，柳眉倒竖。风流之言从哪里学来的？岂料楚宁又是一句：美尽柳儿争绿，面共桃儿争红。这下苏婉清淡定不住了，立刻就是起身，她要出门透透气了，不听了。哪有人把她反应都给说出来的？关键说的还挺唯美。可紧接着就是一句话传来：袅娜少女羞，岁月无忧愁。苏婉清陡然愣住，苦笑不得，这是又说她羞，可少女的形容是真因不下为师多大年纪了，什么少女不少女的，人老珠黄了。楚宁望着身前面色涨红的苏婉清，笑呵呵道：哪有什么人老珠黄，有的只有红颜夺目。最后一句收尾：千秋无绝色，月暮是佳人。此话一出，苏婉清是彻底没招了，
一时之间也是不知道笑还是哭。这话算是把他之前关于世间女子貌美者众多的问题都回答了吗？太能说了，虽然肯定就不是弟子想的，弟子这些年就没读过书，但听着总让人心动。哪个女子又讨厌心仪男子的夸赞？虽然诗句有些不太契合，可总归是听着顺耳。下一刻，楚宁又是手上一用力，把都快要逃走的苏婉清拉回怀里，甚至都没用多大力就拉回来了。眼见如此，楚宁凑近之后，小声警惕开口：“师尊，这么晚了，外面不安全。我看有某人在，为师才不安全。去，要休息就早些休息，凑这么近做什么？唉，师尊不是说可以抱着吗？让你靠着，没让你抱着，而且让你靠着胳膊。胳膊不就长在师尊身上吗？”苏婉清冷笑开口：“你要是得寸进尺为师，就一脚踢你出去。你可以找刚才那个女鬼抱。算了，女鬼哪有师尊好看？你还说？不说了，弟子靠着。说靠其实也是抱，说法不同，但换个说法，苏婉清就给他抱了。师尊还是疼人的，但就是面子太大，不过总比啥也没有强呢。太玄宗深沉夜色之中，是几乎被打烂的小竹峰。宗主陈玄天犹如一条死狗倒在那里，几乎是被折磨到死，一身伤势以及震荡不已的气血，是那些大存在对他出手的证明。他的身旁还有被撕成碎片的信件，一封是楚宁感激陈玄天为他拖住乾隆，另一封是楚宁感激陈玄天竟然大义凛然拿出全部的资源给他，实在高义之举，令人钦佩啊。可陈玄天心里苦啊，宗门资源没了，8封资源没了，还差点被打死。他除非疯了也不可能这么做。可没人听他解释，8封资源没了，藏宝阁也没了，圣人修为没了，什么都没了，只剩下一个宗主之位，还能有什么用？长老们在不远处瑟瑟发抖，不敢吱声。那些大人物的后代都能碾死他们，他们怎么敢讲话的？所以也就没帮忙。等到陈玄天被打得差不多了，才上前救援。他们很清楚一件事情，这种栽赃陷害，那些大人物绝对看得出来，尤其是那乱天道人，身为一域道手，如何看不出来这些？可他们被忽悠了一天，总得找个能发火的。去找楚宁，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楚宁和苏婉清怎么离开的，铺盖都卷走了，也找不到啊。那遭殃的也就只有陈玄天了。这种情况下，谁上去谁就被打，那他们就不凑上去救宗主了，反正也打不死。好歹陈玄天身为人域7宗宗主，谁都得顾及一下人域道手的面子，真要成了斩杀宗主，天玄子势必出手留下在场所有人，而这些人也相当知道分寸，并未出手斩杀，而且几乎将其折磨濒死。宗主，一长老扶起陈玄天，但感觉到陈玄天的骨头都软了，这已经不能被称为人了。此刻陈玄天气息微弱，缓缓睁开眼眸，近乎是绝望地看着四周。本宗如今是不是在做梦？长老很想说，您要是不信，我给您一巴掌，您就知道了。楚宁的确盗走了藏宝阁，功法传承也有天大的问题。那2个败类逃命去了，还带走了仙剑和资源。如今太玄宗上下，资源怕是连寻常一等宗门都不如阿宗主。噗！一口鲜血陡然吐出，他已经没多少血可吐了。陈玄天的脸上露出一抹恨意，死死握住那长老的手。去，派人下人谕追杀令，再请天地人上清到6大玄宗出手下达追杀令。如今本宗虽然不剩什么东西，但告诉他们，我宗门所藏将近1000万灵石，丹药无数，资源无数。杀楚宁者，杀苏婉清者，资源尽数归于他们。本宗要他们死。本宗不管他们是不是乾隆，只知道以他们的修为也跑不到哪里去。追，一定要追！派出我太玄宗所有宗门弟子追杀啊！说完之后，陈玄天望向太玄宗的方向，带我去天玄宗见天玄道人。此事对我太玄宗不公，天玄宗不会坐视不理。我们去天玄宗。对了，宗主，那乱天道人找我们要走了那苏婉清的传承。听闻此话，陈玄天勃然大怒。谁呀要谁要？若非是因为那传承，本宗如何会沦落至此？去天玄宗。与此同时，某处，天玄一脸懵逼地抬头看着自己所处的位置。虽然说楚宁说过这个传送符箓是随机的，但这是什么鬼地方？俺家剑主嘞？算了，继续赶路。剑主他们肯定在等自己。如果说他去的晚了，剑主就遭殃了。必须解救剑主于水火之中。只是此刻，天玄忽然看到一个男子，就是立马上前询问这里哪里。那男子同样是一脸疑惑：我清玄宗宗门禁地，你一个小丫头是怎么进来的？天玄一愣，一脸悲愤：啊，清玄宗，这不就走反了吗？算了，他隐匿气息赶路的话，最多中午的时候就能赶到。
已经能感受到建筑的气息了，先出发。之后，天玄便是嗖的一声离开。那男子望着那道身影，都愣住了。什么玩意？突兀的来，突兀的走，他都抓不住。这是个强悍修士不成？可此刻，身后忽然有宗门长老急匆匆来报：宗主，太玄出事。太玄来报，请宗主派人出手追杀楚宁、苏婉清。男子很快回神，也没在意，反正都跑了，只是听到这话微微一愣，怎么回事？来人很快给出答案。听完这一切后，男子哭笑不得，咎由自取。他就知道太玄宗一定会碰上麻烦，那陈玄天做事太不计后果了。苏婉清再是废人，也不该如此逼迫，落到如此境地，他倒是今天还听人说起过。太玄宗还说了什么？说楚宁二人带走太玄宗所有资源，谁能斩杀，资源尽归其手。此话一出，男子瞬间目光一凝，所有资源。太玄之事后，各大宗门反应各有不同，有人协同为追逐利益，有人坐视不理，毕竟公道自在人心。而人欲守宗天玄宗之内，有长老来找天玄子商议此事，但面都没见到就被告知一句：逆天而为，乱中有序，可圈可点。长老不明，然而天玄子并未明示，只是随后用人话补充了一句：太玄宗为人欲七宗之一，必须有圣人坐镇，派人送些丹药过去，稳住其修行，至于其他的请求，一概不理。至于这二位逃窜乾隆，天玄宗之内不必参与，直接告诉来人即可。大长老闻言迟疑，可如今这俩人毕竟也是卷走宗门资源逃窜，而且还说斩杀者可得所有资源。洞府内的老者嗤笑一声，千年培养出一个圣人的宗门，那些资源算得了什么？长老一愣，对，差点忘了太玄门是个什么层次了。人欲七宗，现在唯一的圣人还得他们太玄宗出手稳固住，不然实在丢人欲的脸面。而这番话他也很快理解，楚宁、苏婉清二人属于是无可奈何，被逼迫到了一定的程度，而天玄宗身为人欲守宗，也根本没必要参与到这种事情上来，有失体面。且苏婉清早年为人欲天骄，为人欲争夺无数事业，如今追杀就为那些资源，显然不对。但下面的其他宗门如何去争，就并不插手，因为插手太多也并非天玄宗之意。天人自有命数，活得下来是他们的本事，属下知晓，这就告退。等等，洞府之内，苍老中带着无力的声音很快传来：奉老夫之命，杖责风鸣500，天雷封受雷3000，面壁半年。大长老闻言一愣，当下也是理解，说的是乾隆榜吗？这位天榜唯一的存在，对乾隆榜出现了一个3进99，表示很不满。也对，天玄宗做事务求公允，尤其是那天地人乾隆4榜，乃是如今天下公认的。有人从中作梗，扰乱公允，日后就乱了。毕竟一个3进入乾隆本就很离谱，不是所有人都是苏婉清，更何况楚宁比当年的苏婉清都要高。道子此举无非是借天下人之手，要对楚宁发难，明摆着的阳谋。但榜单已定，改肯定是改不了。打一顿告诉天下人，这乾隆不太行，道子已经伏法了，那楚宁不配乾隆99的身份，道子受刑，属下会昭告天下，务必让天下人周知。老者最后回应之后便是无声，如同死寂。破庙之内，楚宁大感庆幸。说实在的，那些诗句基本上把楚宁脑细胞都榨干了，有些被楚宁修改了一下，有些就是直接来用，虽然有种驴唇不对马嘴的感觉，但好在用到位了。很难想象那些写诗的多会撩妹，但师尊其实不太吃那套，口上花花的一般都会被他砍。所以说适合的人适合的时机说出这些话，其实效果会很好。不过再让楚宁说，真说不出来了。他闭目凝神，这会是真要休息了。苏婉清倒是没介意什么的，有个会发热的弟子靠在身边，就当取暖了。不过弟子的诗句到底是从哪来的？苏婉清其实蛮喜欢读书读诗，年幼家中贫寒，不能为学在3亩荒田之中开垦，每经过一座书斋，都会忍不住的驻足。后年岁方长，自学了许多，不开玩笑的说，这座天下的诗词都被他收集过。人欲太重规矩，诗词甚至都没几个好的，反而是乱天狱那边经常有风流之人喜欢写诗，写的都挺不错。不过那些风流之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年有个写诗写他的，当天写出来，第2天就被苏婉清砍了。你可以写别人，但写他，你也配？所以说苏婉清想听，一方面是觉得不错，另一方面则是真没听过。改天让弟子全写下来，偶尔读一读。至于他会不会怀疑是楚宁写的，不可能，他这文化程度跟自己有的一拼，属于有点文化但不多，够用的那种。仿费兮若青云之蔽月，他会写仿费，苏婉清都得烧高香了，肯定不是仿佛啊，太没意境了。只是此刻
楚宁凑得越来越近了。苏婉清严重怀疑楚宁打算凑到他怀里，当下直接就是推了一把老实多了，就不折腾了。可不时的警告，就又凑上来了。苏婉清也是哭笑不得，就这么粘人是吗？多大的人了？干燥的柴火被燃烧的噼啪作响，楚宁折腾了一会也不折腾了，他是有点累，渐渐的是真的睡着了。苏婉清同样也是眼皮子打颤，人在感觉到安全的时候，总会有些疲倦，虽然只是破庙，可内心的安全感是前所未有的。不用考虑宗门，不用考虑其他，没人找得到他们当然最好，毕竟他们如今不是太玄宗的人了，不需要去考虑这么多，只需要考虑弟子的前程即可。他很努力了，很努力的提升修为，但修为提升过快一定会导致根基不稳。传承很大，但显然是不够用的，或许靠着这些传承，同辈天骄楚宁能强得离谱，但他分明能走得更远啊。而楚宁为何提升这么快，苏婉清也都清楚，无非是为他啊。等天玄来了，就直接去乱天狱，此地很快就会有追杀令到来，至于为何如此，那还用得着猜？用仙剑赶路，肯定比腿着快无数倍啊！几十万里的路程，他入圣也得4、5天才能走完，还得全力赶路，可动用天玄2、3天就能赶到边界之处。察觉到楚宁已经睡着，苏婉清偏头瞧了楚宁一眼，没忍住伸出手轻抚楚宁脸庞。哎，当年也是那么小一个靠在他身边的，现在都长这么大了。他嘴角忽然浮现一抹温柔笑意。若是这个世界的恶感对他们没这么大就好了，弟子也能好生成长。只是此刻，苏婉清没来由的打了一个哈欠，也是困意来袭，闭上眼眸。篝火仍然是在烧着，只是二人都困得睡了过去。原本说好的靠着胳膊，也逐渐变成了抱着，甚至是抱着苏婉清整个人。不知道是过去了多久，苏婉清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往他怀里钻。师尊，冷。苏婉清带着困倦之意，眉头紧锁。别凑那么近，你都多大了？可这话轻飘飘的没什么作用，怀里的家伙还是往他怀里紧紧的钻。苏婉清尝试推开，可楚宁的声音都变了，跟个小孩似乎撒娇一般。师尊，真冷。苏婉清不知道楚宁是不是真的睡着了，明显感觉是没睡着。冷就往他怀里凑是吗？再说你都什么境界了？如今境界早已经是寒暑不侵了，哪里是什么冷？可也不知是困得厉害还是如何，他抗拒了片刻之后就没抗拒了。怀中弟子的体温炙热，仿佛似乎都不必那篝火的取暖了，他心中也觉得舒适，甚至楚宁脑袋趴在什么地方上，苏婉清都没有在意。此刻只是沉沉睡去，破庙之中，二人相拥而眠。噼啪的篝火逐渐燃尽，庙内再有亮光，已是拂晓之景。楚宁昨天是真困得睡着了，醒来的时候，阵阵撩人气息涌入鼻腔，一张脸好像都是埋在了什么地方，让人觉得软软的暖暖的，好像也有点湿湿的。当然，那湿湿的来源并非是苏婉清，而是他。楚宁猛地一怔，头皮都麻了。昨晚抱了师尊，这倒没什么问题，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可以说得上是情理之中，不是道理那师徒也没问题的。可他怎么流口水了？我之前睡觉也不流口水。楚宁看到之后人都麻了，察觉到苏婉清还在小声酣睡，此刻瑟瑟发抖，伸出手来凝聚灵气。别发现，千万别发现，这种事情也忒丢人了，多大人还流口水，关键这位置赶紧弄干了，不然下次别说抱了，那就完犊子了。只是此刻楚宁刚伸着手靠近，就忽然被一把抓住。楚宁心头猛然一沉，面色苍白的抬起头，这就对上了那张带着怒意的清冷容颜。你要做什么？大清早的朝着他胸口伸手。昨夜你死皮赖脸的凑上来这么抱着，为师尚且一句话没说，得寸进尺。楚宁一愣，尴尬一笑，知道解释都没人信了，现场抓包。他其实根本不用接触，真的不用。师尊，我说这是个误会，您信吗？苏婉清面无表情望着楚宁。你说呢？山林之中，一道身影猛地被砸飞而出，楚宁感觉浑身筋骨都快碎了。都他妈的4境，为什么有种能被苏婉清暴打的感觉？我是4境5楼，5楼，师尊也不过4境1、2层吧，也没这样的。不过所幸没有伤势，单纯就是挨了一下。话说，师尊是不是答应了？咱们这其实算是道侣身份的吧？怎么感觉苏婉清还越来越不温柔了，带着点泼辣呢？师道尊严就这么难以突破是吧？楚宁一声叹息，其实也知道原因，无非进展太快，他很想要一个答案。拿到答案的代价就是关系没有水到渠成到一定程度，且让苏婉清直接拿出了太多当挡箭牌，譬如楚宁是被他养大的，师徒之别、男女之别诸如此类的多的是。至于楚宁为何如此做，其实有原因的。他觉得修为尽失和有了修为的苏婉清很可能不是一个人，所以才有一个答案，总以为那青山剑圣眼中唯有世间大道而没有他。
楚宁其实很少想这些，可对于苏婉清，他愿意多费点心思。答案得到了是肯定的，但现在麻烦就麻烦在某些东西一旦做得太过就会被打。师道尊严上来了，他可以顺其自然地抱着牵着，但要是明说没可能。师尊知他图谋不轨，他知师尊在乎师道，挑明了那就。此刻那破庙中一道身影走出，苏婉清仍然脸色不好，但身前的口水已经被他清理了。为师又没下重手，你还躺在那发什么愣？过来吃东西，吃饭为师陪你练剑。楚宁无奈起身叹息一声，师尊，真不是弟子说，您能别这么暴躁吗？脾气太暴躁的女人没人爱。闻言苏婉清一声冷笑，但不言语，只是盯着楚宁，笑得瘆人。楚宁尴尬一笑，当然了，弟子肯定爱，需要你爱，你能尊师。不知为何，苏婉清这话说了一半就没说下去，好似是察觉到二人的身份了。望着走来的楚宁，女子嘴角好似颤抖了一下，微微叹息。下次这种事情直说就是，你不说谁知道你要干嘛。口水的事情苏婉清没多说什么，是个误会。他吓得还以为楚宁打算摸上来，毕竟大早上的还是这逆徒，他还答应了楚宁做道侣，那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昨晚就不该让楚宁抱上来。此刻破庙之内，楚宁正在按照苏婉清的教诲烤肉，对于刚才的事情绝口不提，谁也不提，这事就过去了，甚至都不会再被提及。肉排的话，简单烘烤两面定型，然后烘烤4周，这样汁水就不会溢出，从而肉质肥美。猪哥的肉虽然有点柴，但所幸大口吃肉的爽感还是在的。苏婉清坐在一旁，摊开一份地图。宁儿，我们如今所处为中天东域大周王朝之地，此地为到玄门领地，但这地方到玄门的修士一般不会察觉，而且我们一日离开太玄宗10几万里，他们不会想到我们能走得这么快。楚宁瞧着烤肉，嗯了一声，继续听着分析。苏婉清为楚宁展示了一下那地图，人域东西南北中，中天中域为天玄宗之土，涉及范围最大。北域太玄宗、清玄宗、上玄宗，我们运气不错，直接来到了中天东域。等天玄到了，直接赶往中天南域，到了尽头就是4级界点。整片大陆被分为4片，4域之间有大界界被划分，他们所处的位置只需一路往南就能通过。虽然我们走得很快，但不排除诸多玄门考虑到我们要逃窜的位置，妖域没可能，妖族存在极为排斥人族，去了那活下去的可能都没有，所以魔域和乱天域的交界之处，或许会有人重兵把守。陈玄天不一定会死，毕竟他是人域7宗宗主，乾隆们的前辈，纵然再因那信件愤怒，也能知道是被骗了，最多发火，也绝对不可能斩杀。此刻苏婉清面色凝重，沉声开口道，他需要花时间让上清道天地人几大宗门联手追杀，这个时间可能很快，快到他们察觉到我们离开就直接发布，而奖励可能就是仙剑，我们身上的资源。所以为师打算今日带你去一趟附近的王朝皇城，散布我们可能存在的消息，然后买通一部分的人，尽可能的带着我们的信息朝着诸多城池分布而行。每路过一个城池就要如此散发，待会为师先陪你练剑，1个时辰后为师教你如何去做，任何修行场所都会有这样的死士，你学会之后，下次你亲自来，以此迷惑追杀之人，我二人再继续前行逃匿。楚宁知道苏婉清这是在教授他修行手段，以最大的可能性去考虑人心，其中涉及到的就很多是苏婉清多年以来的经验所在，这方面师尊必然比他知晓的更多，楚宁也很快理解。至于有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不带资源会不会更好，就不会受到如此追杀了。都已经如此了，他们就是必死之局，除非他们能在太玄宗斩陈玄天，随后接替宗主之位，可根本做不到，圣人之位跨度还是太大，加上天玄子随时都能直接神游至此，断然不可能让他们直接斩杀一个太玄宗主。天玄宗很公允，公允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人域7宗其他宗门都是天玄册立的，断然会护着。不拿资源，太玄会以资源诱惑其他人追杀，拿了资源，他们到了乱天域就能找到一处合适的安身之地，由此避免寻找资源的纷争，还能尽可能少地暴露身份。去乱天域自是因为那里聚集了太多匪类，妖族魔域人域都有，且诸多势力强横程度近乎可怕，人域大能不敢追杀进去。楚宁点了点头，烤肉好了之后分给苏婉清一份，后者接过道了一声谢。楚宁回了句你我二人关系何须道谢，然后就都没有开口。早饭吃完继续练剑。对于练剑的说法，苏婉清有自己的考量。龙象阵域境相比于为师的剑道来说要强横更多，但剑道在于通神，一法通万法。密林之中，青衣女子动用忤逆诸法，体修肉身之手段，和动用龙象阵域境的楚宁对阵。3境体修5道真意竟然比楚宁的意境还要更强，虽然不能压制，可意境伴随境界提升只会更大。
倘若苏婉清体修4境的话，他的肉身手段无法扛得住苏婉清的忤逆诸法。那法门的确很强，但你意境上有欠缺，这些为师都会为你弥补。先练剑意，剑意通龙气，万法相通，甚至你剑意之中也能动用龙气。龙象阵玉境之中自有剑意，锐利无锋，才是你能坐稳乾隆的根本。楚宁愕然，继续领悟浩渺剑章剑意，他所用的就是浩渺剑章，而并非缥缈剑诀。某个当师尊的面子有点大，那他就用这种办法让苏婉清得知浩渺剑章的手段。他甚至都不用阐述，只需以意境剑意剑法展示，苏婉清就能看得懂。对于一个绝顶天骄、先天剑道圣体的存在，理解这东西简直不要太轻松。此为宁儿先前所展露而出的意境，分明为缥缈之意，为何感觉更高？一直盯着楚宁练剑的苏婉清自身有感而发，手中灵气凝剑，以那所感受到更高的意境施展，身影神消，近乎虚无。此刻饶是苏婉清都止不住的一愣，虽然消耗很大，但这手段近乎虚化，竟然如此强悍。弟子如何领悟到了这一层？而侧目看到这一切的楚宁心态都差点崩了。不是，我浩渺剑章开挂了才领悟第4层吧？您就看我练剑，虽然有心思传授，可他也没完全教啊，这就能做到虚化了。虽然不是描述中的完美虚化，可这道心有点崩溃，实在不行咱花个100万提升到神品极致天灵根呢。资质之差，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这次楚宁是真特么的领教了。算了，继续练剑就是。刺劈砍挑为剑法根本，做到极致就来学剑。或许是灵根资质提升，或许是楚宁剑道到了第4层的意境，他的剑法在苏婉清眼中都显得近乎无瑕。之后那就是意境之本，缥缈之意，如今是浩渺之意，直接跨越一层，由浅入深，由外而内，自外而物，通晓内刚。苏婉清的眼神中唯有满意。这个逆徒虽然心思可能有点不太好，但天赋居然还不差，而且愿意花心思去领悟他所说的。说真的，他的经验其实很不适合常人。有些东西，譬如剑意感悟，他就没花过心思，握剑就能感悟如今的思维，那都是拆分再拆分给那些蠢蛋弟子的。虽然可能听起来一点都不高大上，幼稚到了极点，可他真要按照自己的路子来教，那帮蠢蛋听得懂吗？那帮人居然还说其他人教授都是玄而又玄，蠢货，就这还不学，还想学他的剑？信而仅存的弟子很能听得进去教诲。苏婉清着实欣慰，那是一种看待后人继承自身剑道的快感，也是一种看待弟子成长的欣慰。仅仅是一个时辰的功夫，楚宁所感受到的剑意便是比先前更深数倍。甚至此刻放下剑，动用那龙象镇玉镜，陡觉和那功法契合度更高。果然一法通万法融，天才的视角就在于他可能就没学过你的东西，但一眼就能看出你这东西怎么练。至于学不学，看心情。而对于剑修来说，除了剑就没什么东西能入眼的。啧，弟子对师尊的敬佩俨然已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敬仰之心更如看天上明月，唯有仰望。听得这话，在一旁盯着楚宁一个来时辰的苏婉清也觉得好笑。真不知道你这油嘴滑舌的说法究竟是从哪来的。走，去一趟此地京城，为师带你来找。楚宁使劲点头，然后就来到苏婉清身边。后者一愣，不免皱眉。做什么？不是御剑去吗？你自己难道不会御剑？我们这关系还用得着弟子自己御剑吗？苏婉清扯了扯嘴角，但眼神忽然一变，看向身后，惊呼一声：天玄！楚宁一愣，哎妈，这么快？那更放心了，仙剑在手，御剑速度快过7境破虚圣人。只是转身，狗屁都没有。再回头，苏婉清已经跑路了，只留下一阵香风和笑意。跟不上为师就留在这里，昨晚之后再来寻你就是。楚宁嘴角抽搐着，不是，师徒之间何以至此啊？还坑蒙拐骗上了。唉，看看，楚宁也是无奈啊。当时咱们还一块御剑呢。苏婉清没恢复修为的时候，还是楚宁带着苏婉清御剑呢。如今修为恢复了，居然都不带着他。唉，师尊忘恩负义啊。楚宁还是很快御剑追上，他的御剑手段还是相当不错的。小半个时辰的时间，二人并肩便是赶路将近100里，速度相当可以了。只是临近皇城，苏婉清叫停了楚宁。别暴露，这些人虽然层次不高，但或许也有见过为师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出现很可能被大宗修士调查，那是要隐瞒一下身份。苏婉清点了点头，随后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件阴阳铜钱施展。下一刻，原本面容却是从那种貌美变为阴气。他容貌就是极好，无非是有了些许变化，有了男子特征，现在看着便是一出尘脱俗的男子剑修了。之后又给了楚宁一枚。几乎是瞬间意识到苏婉清的意图，
楚宁坚决不用，他可没有男扮女装的爱好。弟子换个面具都行，坚决不用这个。苏婉清觉得也是有点强人所难了，让弟子女装。他忽然兴起，没准还很有意思。此刻心思上来了，苏婉清可不管弟子怎么想，他的弟子他要怎么搞就怎么搞，直接把铜钱挂在楚宁脖子上催动。下一刻，原本白衣飘然出尘的男子剑修居然变得容貌绝美动人不已。虽然还是男子之身，还是原本容貌，可展现出来的气质可太不一样了。楚宁一脸绝望，凝聚一处水镜查看，可下一秒居然愣住。哎，还挺好看。楚宁都被自己吸引了。师尊这东西不简单啊。楚宁刚开口，居然发现自己的声线都变了。这法宝好像有点离谱，真特么女装了，还是从内到外的。甚至于苏婉清还满脸笑意递过来2个软软的物体，戴上就更像了。这点楚宁根本无法接受。品乳不行啊，真以为天底下女子都和师尊一样啊？苏婉清面色陡然一红，怒目瞪了楚宁一眼，但还是收回。这话说的倒是没什么问题。走了，带你见见世面。他也很少碰上这种事情，不耽搁跑路的情况下，带着弟子见见世面是苏婉清一直想的。之前可没机会带着弟子出来，他还是第一次离开太玄宗呢。楚宁很想说，他现在其实就是在见世面。这法宝之前也没见过啊，我女装居然这么好看，可以撩拨男人去了。都女装了，必须这么干。只是正当苏婉清要带着楚宁进城之时，楚宁忽然拉住苏婉清的手。师尊，有问题。苏婉清不解，什么问题？楚宁视线向下指了指，男人可没这个。苏婉清闻言一愣，低头一看，面色瞬间涨红。男人好像的确没这个。呸，他用得着楚宁提醒吗？回头就给这烂肉割了，碍事的很。等等为师。苏婉清仓皇逃离，楚宁一脸姨母笑地望着女子的背影跑远，好像是跑得老远看不到身影的地方再解决的。他显然知道苏婉清去做什么了。回来之后果然没那般诱惑人了，也是贫乳了。唉，可惜了。此刻的苏婉清仍是面色涨红，她差点就忘了这茬。这玩意可是被人一眼看出来了。罢了，也是好意提醒，不算什么问题。只是此刻楚宁叹息似的来了一句，心疼师尊。苏婉清又是一愣，心疼他，师尊一定很难受。苏婉清，楚宁，今天为师心情不错。楚宁疑惑，苏婉清声音冷冽，所以别逼我在这抽你。楚宁，大周王朝京城，一国首圣之地，位于到玄宗附近最为繁盛的王朝，甚至皇朝之中亦有圣人坐镇，但仙宗有律，修行之人坐镇王朝不得修行。苏婉清边走边是解释道，此举涉及到一个王朝的延伸，因坐镇王朝之人掌控国家到了一定程度，贪欲就会无限的暴涨。如果此人还是修行之人，会以一国资源融汇自身，吞并诸多小国，不断掠夺，动摇附近宗门统治根基，以此才有的这条律令，不许仙人做国，但可以有仙人供奉。楚宁认真听着，而望着眼前繁盛至极的王朝，也是一阵感慨。这地方可比太玄宗大多了，仙人王朝皇城竟是如此，人群熙熙攘攘，多见仙人御剑腾空，平民百姓叫卖货物，富家豪绅潇洒漫游京城御道之上。第一次离开太玄宗的楚宁也是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修行者长生，所谓何求？长生久视，见天地之辽阔，见万般之繁盛，后红尘道心收敛，一心向道，直达天阶。眼下楚宁目不转睛盯着，一脸神往。苏婉清见此只是微微一笑，牵住楚宁的手就是带着走。若有时间，可带你多看看这些地方，乱天域也有这等王朝，此地仍是不宜久留。楚宁笑着点头，弟子清楚。此刻瞬间无数视线看来，弟子他们的眼光带着怪异和不解。青衣男子和白衣女子，这是师徒，男师牵着女弟子的手，这当老师的怕是不正经。苏婉清瞬间无语，急忙带着楚宁离开此地。楚宁也是无奈，顺口了，忘了师尊，忘了你现在是男人，而且咱俩也并不碍事。不过望着面前的相貌英气的苏婉清，楚宁也是犯了难。那现在喊你什么呢？苏婉清略微思索，有了个比较合适些的答案，喊我一声兄长即可。兄妹牵手也比较怪异吧？也对。苏婉清果断松手，那他还不牵了，生怕弟子出事才拉着，现在玩这套。可楚宁很快笑嘻嘻的牵手，腻得发甜的来了一句夫君。苏婉清背后瞬间发毛，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许这么喊。楚宁可不管这个，反正都女装了，他怕个蛋。此刻那就是直接拉住苏婉清的手不撒开了。哎呦，夫君这是做什么？人家牵牵手还不乐意了？
原本俩人也就是被注视着，但此举一出，瞬间有读书人站出来仗义直言：世风时下，大庭广众之下，你一个女子和男子拉拉扯扯算得了什么？难道连女子教养都不顾了吗？楚宁毫不示弱，当即双手叉腰，妥妥一富家大小姐。我家夫君怎么了？我乐意。呸！胡说八道！你这举动难道不是辱没你家夫君的身份吗？竟然还有脸开口，果真混账！我这就去报官。然而那人还没走，一把剑便是直接悬在其头顶。苏婉清面色冷淡，3分薄凉，5分冷意，2分霸道，缓缓开口：老子的女人，干你什么事？不想死的就滚！楚宁一愣，直接被帅到了。不是，师尊做男人真有味啊，有种想扑进怀里的感觉。楚宁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当下也是直接扑到苏婉清怀里，掐着兰花指就是一脸幽怨。对，再敢多说一句，就让我夫君砍了你！苏婉清嘴角颤抖，他还真能入戏。众人一拥而散，可没人敢质疑剑修身份。剑修都是可入王朝作为供奉的，谁惹得起？撒开！看你这尽惹麻烦的样，都得为师给你擦屁股。苏婉清一脸嫌弃推开楚宁，但手还是给楚宁牵着。后者也是无奈，是真没想到大庭广众牵个手都能被人喷。苏婉清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忽然淡淡说了一句：所以以后的麻烦会更大的。楚宁愣了愣，没说什么，只是握着苏婉清的手更紧了几分。他当然知道苏婉清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下楚宁是真领教这个世界的恐怖程度了。之前也就是没出来过，也不是很能深刻的理解苏婉清口中的师徒之别和人人得而诛之的含义究竟有多大。世人眼中男女牵个手都能被摘出来指责，刚才一声师尊，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关系，都能眼神怪异看了过来，别管亲切还是真有关系。可大家的思维都没那么开放，更别说男人能看到女人身子。楚宁看到那玩意都是禁忌的禁忌，都是能被杀无数遍的。哎呀，卧槽！但还是那句话，待我天下，自有大儒为我辩经。京城之内，二人依然是并肩而行，牵着手走。楚宁的女子模样倒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但苏婉清的女扮男装吸引的人更多。此人相貌甚伟，一看就是不俗。虽然那白衣女子容貌不错，但看着跟男人似的，真不知道那郎君看上的女子是什么了。他捡着便宜了。哎，我家夫君若有此人一半便好了。一路之上，楚宁都是嘴角抽搐着。怎么着？我是个男人，我也配不上？我变成女的了，我还配不上？合着我就捡便宜呗？长得丑碍你啥事？关键楚宁也不丑，是苏婉清不论女子模样还是男子模样都太出彩了，鹤立鸡群似的，以至于站在苏婉清旁边隐隐都被打压了。苏婉清时不时的在笑，楚宁也是无奈。师尊别笑了，有那么好笑吗？苏婉清嘴角仍是带着笑意，嗯了一声，有种仙子骑猪的感觉。不过你和猪有点差别，猪不会练剑，但猪会拱白菜。苏婉清瞬间沉默，不再言语。楚宁看到这反应就想笑，师尊最近紧绷的事有点过头啊。不过师尊，您真没必要如此，您手还给我牵着呢。此刻二人顿足，来到一家酒楼之前。这酒楼在繁华至极的王朝京城倒是算不得什么，但显然就是苏婉清要找的。此刻二人都是收敛表情。楚宁好奇，传音询问师尊是如何判断的。苏婉清望了眼不远处门前的侍卫，寻常酒楼不会以修士作为护卫，只是如此。分明酒楼来往之人却不见酒肉之气，衣着虽然普通，但气态显然出身富贵或是富贵王侯之家的鹰犬。苏婉清解释道，寻常百姓和富贵门庭气度和容貌都有不同，可能理解。那楚宁懂了，一个保养得好，钱财养人，一个则是奔波生活，不属同类。这些特征几乎是让楚宁直接意识到这里面应该是做不干净事情的地方。二人很快入内，楼内伙计立马热情上前招待。小店只供酒菜，不知二位贵客想吃点什么？苏婉清淡然开口道，见你们东家。小二面色微变，但仍是笑着，只是不言语。苏婉清也懒得墨迹，直接丢出一个储物袋。小二打开之后查看，面色顿变，贵客这边请。楚宁有点好奇，而苏婉清的话紧随而至，除非是那种比较出名的楼阁，一如天下酒楼、镇山、镇海、镇剑、镇江、镇岳、镇魔、镇妖、镇星、镇神楼等，以及春夏秋冬4楼这等杀手楼，入门的门槛都要10万甚至几十万灵石起步，这些也就几百几千就能见到。给的少了，他们不会说什么，但不会带你们去见人，这种就继续加价。这京城之中还有不少家，待会你自己试。这属于直接把饭喂到嘴里了。楚宁点点头，神识扩散开来，察觉四周，不少双眼睛盯着。1进2进修士居多，3进4进就少了，但坐镇此楼的估计得有个4、5进。
很快来到顶楼，进入一间厢房，是一个圆脸胖乎乎的中年男人，笑眯眯的起身，拱手作揖。贵客到访，不知有何所求？苏婉清淡然开口道：此地可调动的修士有多少？男人一笑，根本都不带犹豫的，自是看阁下的价码能开多少。你所能联系到类似于你这等楼阁的人有多少？互不干涉，只此一家，但出的钱足够，同样可以联系。但如果事情过大，阁下可前往道玄宗之下的春花楼托事。男子也是怕事情太大接不了，此人气度太不凡了，感觉要杀的人有点强悍。苏婉清略微思索，既如此，那就多找几家就是了。这些办事的人互不相连，就很麻烦。千人可能凑到，若都是修士，怕是难。不必修士，有修士更好。明日你让千人之数，皆如同我们这般的男女，相互结伴，以此地为方位，向各处游走3日，能走出多远走出多远。3日之后委托结束，但有要求，皆戴易容面具，持剑。且3日之后，你派人去南方王朝类似的地方，下发同样的订单。男子微眯眼眸，几乎是一眼看穿二人身上必然有什么事情背负。如此倒是不难，甚至我楼也不会被调查到。那按阁下所述，1万灵石即可。苏婉清直接拿出10万剩下的，把事情做好，继续委托。此事我会记得。男子当即拱手接过灵石，又是打量了一眼二人，记住二人特征，但没有多问。如此贵客，楼主自然亲自送别，但都没有过多的交流。只是离开之时，苏婉清忽然遗落了什么，一枚玉佩。楼主要去追赶，但没追上，回过头来人也没了。他并未多言，只是拿着那玉佩，其上写就上玄2字。上玄宗的人吗？离开后的楚宁有些不解。师尊，玉佩何意？苏婉清解释道：各宗人员人脉复杂，以此混淆。上玄宗在去年有一对道侣偷学宗门功法逃窜，一直被追杀，逃到哪里不知道。楚宁深吸了一口气，信息了解读是吧？他们也是一男一女去的，差不多可以混淆，但肯定不够。苏婉清继续开口道：之后再走个3、4个地方，从这里放出迷雾，千人男子结伴，千人女子结伴，千人男女结伴，可还是会有能调查过来的。他们毕竟人多，对，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个的排查，因为只要有异动就会被盯着，但找到正确位置的人会少。大宗的覆盖查找不是开玩笑的，你很快就知道他们会有多狠了。那我们往南赶路，继续往南安置这样的存在，是为了混淆视线吗？对，此地每隔几万里就是一座王朝，最多到中天中、玉天玄宗一带，调查之人中必有人顺南继续排查，也有聪明人向北排查，更有人会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往南调查。而且一旦调查开来，规模很大，如此就能散开调查之人的视线。可我们若是什么都不做，岂不是更好？苏婉清笑了笑，当然更好，但宁儿，你以为如果我们不暴露踪迹，他们就查不到了吗？你太低估8境无极修士的洞察能力了。我们洞府之中有空间破碎的痕迹，有些专门从事这类事情的人，能根据空间破碎的方向进行推演大概方位路线，从而调查。但好处是，他们就算想到我们破空，也不知道具体距离。明日追杀令一下，各地报起，大周王朝作为中枢之地，这边的动静很快就能被调查到。而天玄定能赶到，今日我们起码能赶路10几万里，1天的时间就足够拖延很久，之后再如此布置。楚宁都特么愣了，要是能定向传送就好了，但转念一想，除非他们能破空到更远的地带，但此物并无出售，否则就是被全面覆盖的查找。但如果被无极修士地毯式的搜索呢？无极修士做不到，除非人数众多，除去天玄无极修士，其他6宗加起来也不过10人，他们要找的地方太多了，忙不过来的。至于真正的地毯式的，唯独天象修士能做到。师尊说的是天玄子，天玄子若是下场呢？他若下场，我们根本走不了。你觉得他不知道太玄宗的事情？天下之事他注意的都很多，甚至如果愿意都能直接推演到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但他不会在意这些事情，他的层次已经高到世人无法仰望的程度，且如今面临的麻烦也很大。再说了，天玄子与为师有过交情，于情于理不该追杀为师，我们又没有天大仇怨，但要是追杀了呢？苏婉清沉默片刻，那就死，天象修士追杀，逃到哪里都是死。楚宁也是沉默，那很 bug 这存在，难怪天底下只有一个，还是个伪境，这特么纯纯无敌了。不过话说，为什么咱们不直接赶路呢？昨天还要逗留。苏婉轻轻笑道，因为他们必然觉得我们会急忙跋涉，从太玄宗到此地差不多13万里，从我们闭关到离开已经差不多1日半了。1日半13万里之地，可这和仙剑赶路速度差出1半的速度，我们的机会就更多。不过这些几乎都是按照最严重的去想了，可没办法，做事总要做最坏的打算。那楚宁了解了，师尊其实说的这些，以及我们花灵石做的这些，完全没有半点用处，因为不管我们怎么分散视野，都会被人调查出来，因为他们修士数量一旦众多就可以分散。
苏婉清微微眯起眼眸。然后呢？楚宁笑道。然后最终想要的就是背后的聪明人调查出这个楼主，楼主把我们卖了，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今天来的，但他们知道的时间起码是明天散布消息的时候，如此空出1天的时间，而我们看似浪费休整的时间，就是从太玄宗赶来此地差不多1天半的时间，如此就能争取2天半的时间，最大程度的拖住人鱼修士的追杀。苏婉清嘴角露出笑意，这下更欣赏了，不愧是他养大的，虽然之前资质差了点，可脑子还是有的。2天半，他们会在差不多30万里的位置设下包围圈，但届时我2人几乎行进50甚至60万里，届时即便被截住，也可通过传送符的不可阻拦再离开，以此类推，让他们彻底摸不清我们动向。师尊上辈子是狐狸精吧？苏婉清显然不悦。怎么，你就这么看为师？弟子说的是太能算计了，没说别的。苏婉清扯了扯嘴角，你最好是没说别的，拿狐狸精形容他，不把你撕了都是好的。楚宁此刻疑惑发问，师尊，但天玄还不来吗？根据为师推算，他就算是运气很差，传送到了清玄宗之地，最多也只有1-2个时辰时间就来了。既如此，我们再逛3-4家再继续，就当是磨砺你了。磨砺不磨砺的，楚宁其实也没太在意，关键这样给人以神秘的感觉，挺有意思的。楚宁感觉自己走进这里面的时候，好似那狼群中的哈士奇，满脸懵懂，一眼就能让人看穿心思，但说的都是黑话。客官，上座。不必，我时间很紧。白衣女款楚宁一脸严肃，看得那街头人想笑，感觉这女子好装，还装得很不像，一看就是头一次来。但还是算了，赚钱的买卖嘛。强忍着笑意，带着上楼，见到楼主。各个楼主长得都不一样，问的话也不一样。和苏婉清第一次去的那个是个胖子，这个则是一个很精锐的瘦子，开口就是一句：姑娘要杀谁？北镇抚司小旗官靳一川。瘦子，大周王朝没有北镇抚司小旗官也没见过，倒是在下认识个叫靳一川的。苏婉清也是愣的，说的都是什么？好歹楚宁还是完美完成了，但出门就被苏婉清骂了，说的都是什么玩意？从哪学来的？楚宁尴尬笑着，这玩意也不好解释，是把人家梗接上了。半个时辰的时间走完4家，推测时辰，天玄半个时辰到1个时辰必然能到，除非天玄半路被抓了，就算是运气差到了清玄宗也能到啊。那就继续等，等到了直接就出发。此刻天玄还在赶来的路上，苏婉清能感觉到天玄没什么问题，也没被人追上，仙剑御风破虚圣人不可追，寻常之人抓都查不到。既如此，楚宁倒是放心了。不过望着这繁华京城，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就拉着苏婉清打算一起逛逛。就这最多1个时辰的时间了，有什么可逛的？苏婉清满脸不情愿，他就不乐意做这种事情，直接回那破庙难道不是很好？师尊可有顾虑？天玄既然不会暴露，也能隐匿找到我们，怕是没什么问题吧？并无顾虑，只是此刻容不得你我2人多想。他其实单纯不想逛街。楚宁笑了笑，如今怕是难得闲暇了，下次能得到空闲，谁知道又是什么时候？苏婉清闻言也是微微叹息一声，之后就是生死夺命了，跑到乱天狱也要躲，甚至他都别想再以女子身份示人。但最好是不能让这些人觉得他们跑到了乱天狱，不然肯定也会找人，虽然力度会差很多，可那地方乱得很。此生俨然已难得闲，可这般历练，只要不死，对弟子的成长培养是很大的。一如今日，他只是看了一遍就学到了认人的办法，言传不足为奇，身教才更为重要。楚宁知道这种时候逛街跟傻鸟举动差不多，但既然2人如今隐匿身份，也是短暂的闲暇的，以后真没多少机会做这种事情了。1个时辰最多，楚宁打算带着苏婉清去买点什么。师尊有什么想吃的吗？并无，早已断绝口腹之欲。买2件衣服呢？此身足矣，为师衣服本就穿不完，都带着。那四处逛逛呢？带弟子见世面，帮弟子介绍介绍呢。楚宁直接换了个说法，他敢说他去买件衣服买点吃的，苏婉清指定挺乐意的。于是换了个说法，苏婉清直接二话不说就拉着他走了。一路上，苏婉清以自己阅历介绍着，仙人王朝大多有龙气坐镇，京城为龙气首盛之地，但龙气为皇朝龙气，与你龙象镇域境不符，没什么用处。你说那个春楼，哪里都会有，太玄宗甚至还有女弟子为多赚取些零食，主动找男子现身换取，下作之举罢了。女子的价值不该体现在身躯之上，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倘若有气节，对于那些男子的诱惑会更大。毕竟男人，哼，总喜欢那种高不可攀的东西。你这是什么眼神？为师可说有你半句。当然，若是这么说的话，你也不算什么好东西，欺师灭祖之辈，
人人得而诛之。虽是话语如此，但此事情在二人面前已经不算是什么禁忌的话题了。别人眼里是禁忌，到了苏婉清这里，他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楚宁听到这话，非但不怒，反而更乐了。这说明什么啊？师尊其实就没避讳这个，敢说出来啊？他握着苏婉清的手更紧了几分。对此，苏婉清嗤之以鼻，但也没拒绝什么的。他是不是从小到大都喜欢牵着自己的手？从小培养出来的习惯还是如何？苏婉清早先不觉得楚宁小时候可能就对他有什么意思，可最近回想当年，突然觉得莫非他对自己的情谊从小时候就开始了？他是不是之前看过我沐浴？此刻的苏婉清强行平心静气，他最好是长大了才开始有其他心思的，不然苏婉清能把楚宁生撕了。二人一人笑着，一人黑着脸走在街上逛着街，忽然是看到路边有个卖酒葫芦的。楚宁莫名其妙就来了心思，夫君买个葫芦呢？苏婉清不解，要那个做什么？剑仙不都有酒葫芦吗？难道不是很帅？苏婉清瞬间沉默。果然年纪不大，因为苏婉清在楚宁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情，腰间别个酒葫芦，跟个二臂似的，对阵的时候先拿出酒葫芦畅饮一口，然后来上一句快哉快哉。如今想来有点想死。苏婉清打算拒绝，毕竟他不想看到弟子也如此二臂，可楚宁看到那精致的酒葫芦手都不牵了，他这一身配置还缺什么？法袍、修为、剑修身份、剑都有了，就缺个酒葫芦。某个对剑仙心存幻想了2辈子的楚宁觉得必须卖一个。摊位老板是个大汉，瞧见有个俏娘子笑着走来，立马嘿嘿嘿的傻乐。哎呦，小娘子来看看我们这的酒葫芦都是上品啊，还没开口呢，俺给小娘子开个口都没问题啊。楚宁也是男人，直接就听出这一语双关了，当下倒也不嫌弃，反而乐了。这酒葫芦外表打磨得不错，但瓶口未开，瞧着不错。楚宁拿起一个来，可忽然沉寂了好些天的系统忽然亮了。因为最近没怎么用，这玩意是拔高上限的。楚宁最近在提高下限，因为根基不足，入圣都费劲，不打磨真的得废。一枚神奇的葫芦，尚未开光，或许是某些不简单的葫芦，可能能寄存飞剑用以养剑，可使用1万贡献值开光。楚宁一愣，什么养剑？什么开光？他迟疑片刻，又是拿起另外一个，一枚破葫芦，没什么卵用。楚宁又是一愣，又是拿起一个再看，一枚烂葫芦，被虫蛀烂了。一枚好葫芦，可以装酒，一枚绝世好葫芦，可以放在桌子上观赏。楚宁看来看去，还是就那一枚有点不简单。老板，这葫芦咋卖？大汉一脸猪哥样，嘿嘿笑着上前。这葫芦俺开不了口，但品相还不错，我打算卖个几百上千两银子。楚宁呵呵一笑，开不了口你卖上千？然而猪哥话锋一转，又是凑近。但今日见小娘子，觉得有缘，就直接送给小娘子，只需要让在下摸摸小娘子的手。楚宁一乐，转而一脸羞涩低头。哎呦，这可让人家如何是好呢？不过这葫芦我的确喜欢。那娇媚嗓音给猪哥都看愣了，一看有机会，立马就是上前握住，摸在掌心揉搓。楚宁更娇羞了。哎呦，老板，你这是做什么呀？猪哥更激动了，立马开口道：让俺摸摸屁股，这葫芦都给你。楚宁一脸娇羞，都羞得快飞起了。那屁股也不是随便可以摸的。然而猪哥已经上头了，被迷得5迷6道的，立马就是嘿嘿笑着上手，还揉了揉。哎呦，这手感真是赚到了，几个破葫芦而已。眼见如此，楚宁拿起葫芦抱在手里，转而摸着胸口铜钱，嗓音忽然一变：哈哈，谢谢老板了，那俺就不客气了。大汉陡然一愣，双目猛然失神，瞳孔都缩住了。他一脸错愕，转头看去，看到楚宁原本相貌，直接心头巨震。这特么哪是个女的？我操，你特么还老子葫芦？报官！老子要报官！苏婉清几乎是嘴角抽搐地望着这一幕，她本来还打算阻止来着，但一看到弟子如此模样，显然对男扮女装最大的兴趣就是戏弄男人。那大汉破口大骂的要报官，二人却是头也不回地走了。等到当地官员来此，大汉几乎是浑身都起鸡皮疙瘩。有个人骗走我的葫芦了。对，男人，那男人一开始是个女人啊！小人也不知如何解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官府之人调查没调查，楚宁和苏婉清都不知道，也并不在意所谓的追查，大不了再换个身份就是。只是苏婉清此刻有些眼神诡异地望着弟子。楚宁的确不喜欢穿女装，但似乎有点想穿女装戏弄人的爱好算了，可能是精神有点不好。关键这种事情他的确不好说点什么，毕竟是把那大汉的葫芦搞到手了，虽然好像付出了点什么，可楚宁才不介意那玩意。
这玩意隔着屏幕，他都知道那举动的威慑。想当年网络上打游戏带了好几天的妹子便生气一开，迷得楚宁5迷6道的。后来有一天，对面忽然嗓音沉重来了一句哥哥，那种阴影只有体会过的才知道，这才是爱好好吧，不然谁没试女装啊？他这几乎算是顺势而为了。至于葫芦不给钱，咋的？我屁股你都摸了，你还想干啥？此刻楚宁果真是连苏婉清的手都不牵了，目不转睛盯着那葫芦，神奇的葫芦，养剑壶。楚宁不知道，但这大庭广众下的让系统开光就算了，容易暴露。如果真的是什么强悍的法宝，那麻烦可就大了。谨慎一些，回头再说。师尊，您可听过养剑壶？苏婉清微愣，眼神中露出些许错愕。你说这葫芦是养剑壶？师尊，我就问问，也没说是吧？您就这么觉得弟子有慧眼识珠的本事？明珠本蒙尘，好马遇伯乐，以尼尔你的机缘来看，还真有可能。苏婉清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都是认真的。他知道弟子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提这件事情，绝对是有些关系。楚宁哭笑不得，好吗？自己在苏婉清眼里都是这个地位了。师尊还是说说养剑壶。对此，苏婉清叹息一声，可谓知之甚少，只是听闻，但不曾见过。此物对于飞剑而言，算是一种可寄身修行的洞府，如同人身修行的洞府，可凝养飞剑剑气，属先天法宝，品质不低仙兵。不低，仙兵。楚宁注意到了，但还是认真听着。寻常飞剑送入其中，可凝养提升为更为强悍的飞剑，但同样的需要消耗极大的资源。譬如灵剑，动用养剑壶培养，甚至可破仙兵品质，但也只是听说，因为从未有人实践。倘若真的是养剑壶，那用处可就太大了，不只可以隐匿天玄气息，还能培养飞剑作为功法法宝。隐匿天玄气息吗？楚宁听到之后略微思索。天玄的仙剑气息，如果能隐匿，出门在外其实很保险，但天玄也可以自己隐匿。那最大的作用就是凝养飞剑，提升灵剑品质到仙剑。不管了，回头再研究就是了，就算是开光也不能现在开。楚宁笑着收起养剑壶，准备去牵苏婉清的手继续逛会，如今等天玄就好了。但还没牵上，楚宁就是顿住，立刻拿出一份灵泉递给苏婉清。女子面露笑意，倒着灵泉帮着楚宁搓手，此刻觉得弟子越来越好玩了，还在意这些东西。师尊不是有洁癖吗？弟子肯定要在意一些。他倒是记得很清楚，但其实也不全是苏婉清只是比较喜欢整洁一些的地方，远远还没到洁癖的程度，只是弟子此举倒是有心了。不过感觉弟子更多的想法是，别人握了他的手，他就不能用这个手再握自己，好像是弟子更抠门一些。搓洗了好几遍，楚宁这才松了口气。二人举止虽然有些怪异，可在大周王朝这种鱼龙混杂之地，也没人注意。只要别一口一个师尊然后行悖逆之举，基本上是没人搭理你的。天青云阔，群楼耸立，京城的热闹和如今二人的处境并不大。别说苏婉清，就算是楚宁都没多少心思在逛街的事情上，此地仍不安全。此刻的他也已经是考虑起了未来的事情，大道前程，打牢根基，断不能让入圣失败之事重现。如果有机会，他也会体法双修，不为其他，只为在历代天骄之中脱颖而出。他的境界突破可以用吞天魔功拔高，弥补资质上的差距。体法双修手段，肉身之上能更加拔高，更为契合他的龙象镇狱境。但楚宁打算法修6境再考虑这个，起码得有一头高才行。而自身道法修行自然更重，以系统的提升加上师尊这等修行天骄的理解，相互契合。乾隆第一，稳坐数十年，在那天骄如云的天下之中，含金量可谓太大。二人相互挽着手结伴，两两无言。此刻身后忽然一道声音传来：“剑主，剑主，天玄来了。”哎，不好意思，认错人了。天玄错愕瞪大眼睛，盯着楚宁女装款都愣住了。你！对此楚宁直接不在意。是极，从权。天玄直接哽咽住，这让他有什么好说的呀？小丫头打量着面前的楚宁，觉得他好像有点好看了，都差点没认出来。只是短暂的错愕之后，天玄也接受了。他连师徒双修都能接受，女装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对，是极从权。此刻的少女双手叉腰，一脸得意。我可是把那群人哄得都蒙圈了，都是我的功劳，快夸我！苏婉清笑着伸出手揉揉天玄的脑袋。此刻的楚宁不甘示弱，也是凑了上去，他也要。女子无奈，这边的手又是揉揉，不能厚此薄彼。弟子似乎也无需在意这个吧，毕竟你可比天玄能得到的可多得多了。天玄嘻嘻一笑，不过眼下看着楚宁的确有几分姿色的，你还是很适合这身的嘛，要是真是个女子就好了，就不用担心剑主被你轻薄了。哼哼。楚宁扯了扯嘴角，
我是女的轻薄不就更方便了？真以为女的不能啊？不过那玩意还是算了。咦，那建主，咱们是不是要赶路了？此刻，苏婉清和楚宁的眼神纷纷一变，皆是严肃起来。短暂的闲暇只是假象，至少到乱天狱找个地方躲起来之前，他们日后很难得到安宁了。二人一见，以极快的速度出城。早先布置，已经在此地布置的都差不多了。这里就是他们动作的第一线，楚宁也没继续用这身身份了。入城和出城显然不一样，还是男人更适合点。不然苏婉清把她当成女子看待咋办？当下又是原先模样，一袭白衣，长发飘荡，腰间一颗尚未开光的养剑壶。孤舍神君风露态，莫过于此。苏婉清瞧见之后，也是止不住的点头。这般看起来，其实还是比女子看起来顺眼一些。天玄化剑，苏婉清脚尖轻踏而上，思索片刻之后，又是变回了女子。她好像也不喜欢弟子以男子的身份看待她，还是变回来就是。上来，天玄为师掌控，比你要快不少，也无需介意。他话还没说完，楚宁直接就抱上来了。他还在意那个师尊速速出发，人命关天的大事。话虽如此，可手上抱的那叫一个紧。苏婉清面色泛红，嘴角颤抖，但也没有多说。所谓事急从权，就是如此。仙剑陡然破空，其速之快，远超寻常七境圣人遇见。太玄宗小竹峰，数道身影齐聚于此。地玄宗宗主，地榜排位32名的强者，无极后期巅峰三转于红，此刻身后跟随诸多圣人。太玄之事实在笑话，此二人出身宗门，竟携宗门全部资源逃遁，竟还设计谋害太玄宗主，实为大不耻之事，人人得而诛之。老者面色阴沉，双手负后，望着面前仍是面色苍白的老者。天玄宗并不打算插手此事，且今日中午刚刚昭告天下，惩戒天玄道子，显然是对乾隆榜不满。那楚宁虽不配乾隆之身，可心性倒是恶劣到极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的玄宗当仁不让，自当介入此事，为我人欲除此祸害。其余人包括陈玄天以及清玄宗到玄宗上、玄宗人、玄宗四宗宗主或者派出来的核心人物，纷纷看去，谁的修为强，此次围杀追捕之事就做引领者。在场并无存疑之人，唯独是地玄宗一位年轻圣人迟疑着开口：父亲，那楚宁可杀，但苏婉清可否带回的玄宗来？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老者一掌掀翻在地，当即就是口吐鲜血。人前不教子，可这年轻圣人实在该打，至少大家都是这么觉得的。早年的玄宗提亲太玄宗苏婉清被当场拒绝，原本拒绝就拒绝了，修道之人不染红尘，对方都没有这意思，也无需强求。可这位硬生生的是被拒绝到道心崩溃。地玄宗道子多年来修行不进，直到如今，说出来其实也算是笑话。混账东西，那苏婉清已是你的心魔了。一个废人，让你多年来修为尚无寸进，为父抓到此人，要让你当着天下人的面杀了他，斩去心魔。你敢不杀，老夫便废你修为，反正老夫儿子多得很，这地玄宗少宗主之位，谁来做都可。说到这里，于红也是恨铁不成钢。一个娘们，算他娘个屁，还因此停滞道心。你觉得你每天在洞府里面哀怨悲叹，那女人就会喜欢你？那苏婉清本就是无情求道之人，天生道体就是修行去的，你还耽误上自己了。原本的于红对苏婉清好感也不错，不然也不可能让儿子提亲。可越看儿子这副掉样子越难受，不杀苏婉清，他儿子就废了。好不容易修行来的圣人之位，为个男女情爱就不要了。此刻青年也是紧紧低头，我清楚了，我会按照父亲的教诲行事。众人都并未开口，生怕触怒于红。此刻于红也懒得墨迹，所有打算参与的无极修士随老夫出列。太玄宗的资源，我的玄宗还看不上，只为斩杀那苏婉清，为我除去心魔。资源，凡参与者按功劳分配，斩杀楚宁或苏婉清者，资源最大。如此分配，诸位可有异议？众人皆是拱手，毕竟联手处决，资源自然要这么来问。静听于宗主之言。此刻老者淡然开口道：生擒苏婉清，带到老夫面前者，老夫许入圣之机，可与我的玄宗参悟地道入圣之法，或可兑换为培养圣人的资源。这话说出来，所有人眼神都变了。地玄宗可谓是在加筹码了。对苏婉清他们其实没什么恶感，人欲天骄，多次为人欲争光，可对资源他们更没什么恶感。如今乃是太玄罪人，人欲逃窜之人，那便追杀。随老夫动用无极之阵，赋予人欲。你们去调查小竹峰任何存在的蛛丝马迹，人不可能轻而易举就丢了，必然有什么秘法，或是早日就逃亡，或是那天才离开，不论如何断不能让。人欲追杀令，天玄宗既不参与，那就六宗共举。乱天狱道济宫中，恢弘宫殿之内并无旁人，有的只是首座之上的一位老者。
唯见老者周身气血怪异飘荡，行踪诡谲怪异不堪，似有龙象之气环绕，只是终究不得其形。他在听说这是苏婉清的传承之后，知道这是苏婉清为了坑一波太玄宗所用的功法，只是功法到底是如何篡改的？苏婉清再是惊世骇俗，可仍然只是一个6境修士，如此功法传承，甚至不弱于他的乱天使经。但功法被篡改了，他也显然没办法找到合适的功法，只能说拆分脉络，削减功法脉络。终于是得到了一本简化至极的功法，也是能实现气机流转的。虽然对应起来也不过是乱天域的一本2流功法，可胜在刚猛强横，越是危难之时动用，手段就更好。此刻老者抬起头来，深邃眼眸之中带着浓重疑惑。太玄宗针对二人不管跑还是不跑，都是必死之局，可如今推演不到方位。他是根本不清楚苏婉清居然能拿出来这种传承，而那楚宁突破3境的消息估计也是真的。乾隆99先见天玄认主手握此等传承吗？只是如今找不到，否则只凭这功法的全部脉络以及对那楚宁的惜才之心，他都可以庇佑。可他们必然是要逃的，逃到哪里？妖族不妥，他们不蠢，苏婉清也不蠢，妖族对人族太过于排斥。魔域吗？魔域之人倒是能接纳，但魔域之狠辣令人发指，出了名的言而无信。不是魔域就是乱天域了，他们不敢待在人域。此刻思索许久的老者眼眸中一丝漆黑光芒闪动，数道身影前来，纷纷跪地叩首。公主，乱天道人淡淡开口道，你等秘密前往人域，伪装成魔域之人，制造出护送这2位乾隆前往魔域的假象，下属不明，护送去魔域。乱天道人是想要得到这2人，还是如何？下一刻一道身影赫然出现，个头不高，但实力强悍。在天下人的视野中，孟依然就是板上钉钉的乾隆第1人了。爹，你就算惜才，是不是也直接找人，然后带到乱天域之内？为何营造此等假象？乱天道人缓缓开口解释道，因为老夫也不知道他们2人的距离方位，天下间或许只有天玄子能清楚。他们既然要逃，一定会离开人域，能走的地方只有2面，而幕后之人定然能推测出来，从而截取，以此可分化出诸多势力强者前往魔域阻拦。孟依然迟疑片刻，觉得也对，如果他们聪明，可能自己会布置烟雾弹，可爹爹都直接下场了，纵然不出面，他们也会觉得魔域要带人，但此举是否会适得其反，让他们逃窜到魔域？聪明人做事总会聪明之上再比人聪明一层。苏婉清心性不俗，那楚宁虽然不曾亲眼见过，但一脉相承也不会蠢。既然你也问到了，你且前往边界之处等候，如果寻到，只管带来。爹爹是为传承。乱天道人不语，只是继续推演，看看能不能真的找到这路数。这功法可太不简单了。10人域，天色将夜，各地追杀令四起，各处王朝修士皆被勒令追杀，画像落下，赏赐丰厚到极点，凡是提供线索者都能得到巨大赏赐。大周王朝杀手楼内，肥胖臃肿的老板看到画像之后微愣，没见过，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人域6宗联手，他们做的事情不干净，最近还是不要露面。吩咐下去，派人安排今日贵客所求，明日天一亮，按照贵客说法开始分部演线。可楼主不觉得可疑吗？什么可疑？如此演线，为何要布置？他们也是一对男女，或许是隐瞒了真正面目，万一是追杀榜之上的人。对此，老板一愣，微微眯起眼眸。面前属下迟疑，询问是否要直接告知，然而被否决。我被杀手楼做事，讲究的只是一个信誉。他们既然说让明天去做，那我们便明天去做。如今各方势力并不知晓，而一旦眼线散布，大宗必然派遣人来调查。男子呵呵笑着，如此这般，我们既保留了信誉，做了他们要做的事情，还能得到一部分赏赐，何乐而不为？纵然此2人真的是这些人，甚至真的活下来，日后也不会寻罪我等，因为他们料到了我们会料到的事情，甚至给了我们余地，只管按原本规划进行，目光总要放得长远。说完，男子推开楼阁，望着那满天而落的追杀令，眼神平静至极。夜色之中，2人的速度快到近乎恐怖，从中午差不多的时候直到深夜。此为天玄宗脚下中天中域一带，明日拂晓便可到中天南域，到了那地方还差1日半的路程。楚宁双手仍然抱紧，虽是鼻尖传来一阵阵幽香，但并无任何觊觎心思。天玄宗不会出手吗？上面的人应该不屑出手，但下面的人未必。我们如今仍然隐秘，倘若那杀手楼的东家看出了为师的意思，也能预料出为师的身份，那就是明日大周王朝的事情暴露。如果没预料出来，大宗也能排查到哪里。楚宁点了点头，并未言语。此刻虽是抱着苏婉清逃命，可脑海之中一直是演练纳剑法剑意。时刻修行，算不得临时抱佛脚。
只是在危机关头能派上些许用场。全力御剑赶路，苏婉清显然是有些支撑不住了。这种时候，背后便是阵阵长春之意而来。生命之息不只能恢复破碎的经脉，更能恢复调养灵气。只是神魂消耗格外巨大，剑修加持之下，如此高强度的赶路，苏婉清仍然是有些面色苍白。师尊，不如交给弟子来，弟子如今御剑也不会太差。速度虽然差点，可好歹能轮换。苏婉清迟疑片刻，了一声，当下神色疲惫地将御剑之权交给楚宁，转过身来，于剑身之上抱住楚宁，靠在楚宁肩头。为师先休息会，一旦有任何异动，立刻唤醒为师。楚宁点点头，也是抱住女子在怀里。此刻剑意裹挟天玄，他的意境也是很高，赶路速度只会相差分毫。只是临休息恢复神魂之前，苏婉清提醒了一句：无极修士有种手段，雨落人间，万物皆可察，一旦遇雨，此刻找洞府躲避，否则雨水滴落在身，就会被推演。楚宁眉头猛然一缩，陡然抬头看向天空，天际仍然晴朗，并无任何异动，他这才放心。身前女子显然力不从心，楚宁不断提供长春之力为其尽可能的恢复，但神魂的消耗注定需要一段时间来弥补。前行一个时辰，俨然已是深夜。天地之大，仿佛看不到尽头，月色映照下的云层之上，二人的速度非肉眼所能捕捉。楚宁，你御剑之时多以意境御剑，意境越高，对你灵气消耗也就越少，速度也就越快，但就是有些劳神，所以剑主才会累。若是可以尽快这般赶路，天玄会辅佐你的。听到天玄的话，楚宁点点头，当下动用浩渺之意。怀里苏婉清的呼吸沉重而冗长，显然极累。此地已经完全进入中天中域了，及远处的高山便是天玄宗之地。人域第一宗，强悍无匹，圣人如云，修士如雨。只是此刻天际忽然一阵昏沉，乌云密布，笼罩而起，其内竟然是蕴含凶悍灵气。楚宁立刻便是看出，这便是师尊所说的大修手段。雨落人间，万物可察，难怪要逃得快。强悍修士的首都群令人发指，真如果不计代价的追你，能用的手段可是太多。没有丝毫犹豫，楚宁御剑骤然而下，于一处山体迅速寻找一处山洞，剑开洞府这种事情没准还会被察觉。雷声轰然而落，在大雨落下的前一刻，楚宁还是找到了一处洞府，躲避其内。微弱火光于瓢泼大雨之中升起，暂且修身养神。楚宁从储物戒中取出被褥草席，简单做了个小小庇护所，随后将洞口掩盖。天玄一脸振奋，这可比留在太玄宗刺激多了。楚宁无奈叹息一声，咱们逃命呢，有啥可刺激的？你不懂，剑主和你都是有大气运之人，不怕这个的。以你们二人心计，想要逃离那都是分分钟的事情。所以天玄会振奋，一脸激动，此刻坐在篝火之前相当的欣慰。听到这话，楚宁也觉得有点意思，好像是这个道理没错。运气好就是刺激旅行，运气差了大不了就嘎。一时之间，楚宁也是苦笑了好一会。日尼玛的逃命啊，老子运气差到极点了。转头，被褥里的苏婉清眉头紧锁着，却是忽然睁开眼，询问楚宁这是哪里。师尊，下雨了，雨中有灵气。闻言，苏婉清了一声，又是困倦不已的躺下。既如此，那便休息，待雨停再继续赶路。山洞之内处处透露着腐朽破败的气息，不过如今俩人这模样，还要什么自行车，有地方住就行了。宁儿，他并未睡去，而是合拢着眼眸，开口询问：如今是什么地方？师尊交给弟子御剑之后，御剑赶路了差不多1个半时辰，几万里差不多。那这里就是中天中域中心的方位了，半日时间就能到中天南域，届时必须要再进城池，散布我等前往魔域的流言。宁儿，你听为师说，为师先教给你怎么做，做的时候再分析就是。楚宁笑着点头，坐到苏婉清身旁，从被褥中摸出苏婉清的手握住。天玄有点牙酸酸的看去，可转念一想，自己好像也没必要酸溜溜的，因为没什么必要呀。那你们牵着吧，天玄去看雨了。苏婉清继续说着，交代给楚宁一些事宜，譬如各种布置烟雾弹的手段，以及去分析考虑各大宗门之中出手的缘由。6宗联手，上清到3宗可以是为了资源全力投入，但人玄宗估计也就表面上靠拢一下，不会动真格。而地玄宗估计是真要杀为师。为何？不是和你说过，当年地玄宗有人要与为师联姻，是那地玄宗宗主之子。当年为师拒绝之后，他似乎受到打击，困顿不已。楚宁哭笑不得，都是大修了吧，还在意这个？哼，为情所困，剑不得出，受到红尘道心反噬的多了去了。如今这般局面是为师造成的，所以为师才想到这雨落人间的手段，起码也得是无极巅峰带头的。那弟子应该不会。苏婉清哭笑不得，你估计是不会为情所困了，
那属于求而不得之人才会的，而且道心不够纯粹。您而你即便是求而不得，道心也只会更加坚韧。人是不同的，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有很多。苏婉清几乎是时时刻刻都在叫着楚宁这些，几乎是想要把自己熟悉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全拿出来给弟子。这些东西有时候就是保命利器。苏婉清仍然在说着，为他分析人性是分析利益从来是一个修士在势力中取得地位的关键因素等等，说了小半个时辰，实在是睁不开眼了，这才来了一句让楚宁自己琢磨一下，之后又是睡去。楚宁这才收敛了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握着苏婉清的手持续了许久，才从思索之中回神。涉及利益太大，他们被追杀的也就越狠。天玄宗不出手，是因为对他们没好处，反而落了人欲守宗之名。其他的那就要以最恶毒的人心去看待，不论是一路布置还是其他的，都是在不断的揣测揣摩人心。可为何先前的苏婉清没有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太玄宗和那些弟子？因为他一直觉得太玄宗很好，不因其实力低微而嫌弃。如今回头看来，全部都以这种方式来思考，这也势必作为楚宁思考的方式。他从来都是一个普通人，上辈子是，这辈子还是。有人教授带路，总会省去很多麻烦，只要演示一遍，如今的楚宁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苏婉清俨然已经沉沉睡去，望着苏婉清的面容，楚宁愣神盯了好一回。他感觉他对苏婉清的心情不光是她美得出奇，更是因其年龄和阅历所带来的。年纪大的女人会疼人，真不是开玩笑的，见得很多，了解的也很多。唯独美中不足的就是苏婉清一旦面对俩人关系的时候，都会表现得异常的清冷和警惕。是好事，说明苏婉清就没谈过，她也不会，她也紧张，但她不抗拒。啥时候跑到乱天域找个安稳点的地方，环境合适了也继续发展的楚宁。外面还下雨呢，你不能当着天玄的面和剑主双修。身后小丫头一脸警惕看来，楚宁嘴角一抽，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是。天玄认真点头，毫不犹豫的。毕竟谁家弟子对自己师尊下手的，所以你是。都说了是童养夫，算起来就是我师尊对我下手的，你懂不？天玄一愣，沉默下来，小脸上认真的思索着，好像也是这个道理。那天玄无话可说了，可你起码也得等到雨停了。楚宁呵呵一笑，没有在意，当下拿起腰间的养剑壶，是否消耗1万贡献值开光养剑壶？楚宁毫不犹豫，现在是研究的时候了。伴随外挂发力，刹那间凛冽剑意近乎疯狂从楚宁周身涌入其内，剑意打造开拓其内，瓶口被开，其内犹如一座天地，开始发疯似的鲸吞天地灵气。一旁的天玄看得直接愣住，死死盯着那养剑壶。那东西是什么？有种好想钻进去的感觉。楚宁正在研究，可忽然一道流光嗖的钻了进去。天玄，楚宁嘴角一抽，不是，还真进去了。巅峰仙剑都能容纳，那这1万贡献点好像不亏啊。下一刻，面前系统面板忽然显现了什么？神奇的养剑壶，仙品，可凝养飞剑数量10，仙品巅峰飞剑，可进阶。楚宁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此刻的楚宁着实是愣住了。仙剑可进阶，天玄可进阶，再进阶是神品。娘的，神品这东西这个世界有吗？楚宁不知道，但只要显示能进阶的，那指定是能进阶一波的。与此同时，养剑湖内的天玄都愣住了，此方天地也太广阔了，真想把剑主和楚宁拉进来一起看看啊。天玄激动不已，这地方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养剑湖这东西可太不简单了，而且品质极高。他立刻就要离开分享，但忽然发现瓶口被堵住了。天玄就好像是天地很大，但是找不到出口了，怎么给我关起来了？楚宁，楚宁，放我出去，不出去我可就把这里面搅碎了啊。可恶，凭什么关我瓶口忽然被打开，楚宁提醒了一下，忘了说了，你先在里面待会，我研究一下。天玄这才没说什么，一声不吭就把人关起来，那不是羁押未成年吗？待会让人把你抓了游街去。山洞内，楚宁打量着养剑壶，同时唤出系统，面前显示了关于神奇养剑葫芦的信息。神奇的养剑壶，仙品，可凝养提升飞剑品质，藏匿飞剑，可凝养飞剑数量10，仙品巅峰飞剑，可进阶。我勒个仙品巅峰可进阶！然而一看价格，可消耗100万贡献点进阶至神品。楚宁果断放弃，他身上也就70来万，这段时间都没咋爆贡献点，纯逃命的。但神品进阶不了，灵品是不是可以进阶到仙品？楚宁略微思索，
丢了进去一把灵品飞剑，这玩意他从筑气峰坑来了6把。灵品巅峰飞剑可进阶，可消耗10万贡献点进阶至仙品。仙品吗？仙品，圣人所持法宝了，太玄宗也就2件仙品，天玄剑、太玄镜。太玄镜还是天玄宗赏赐的，作为人域7宗的贺礼。10万搞一把仙品，显然没必要，天玄很够用了。既如此，换一把。楚宁直接丢了把凡剑进去，可消耗10贡献值进阶至下品。这个可以。楚宁直接动用，养剑湖之内一阵暴动，天玄就眼睁睁地看着那把凡剑进阶了。再度打开养剑湖，楚宁得到了一把下品飞剑。拿去卖钱开个兵器铺好像也可以啊。对了，系统是不是也卖这玩意？楚宁搜索栏一下，下品飞剑售价100贡献点，根据养剑葫芦提升，差不多升值10倍，也不错了。这东西很好用啊，藏匿飞剑什么的。如此想着，楚宁就把其他的零件一股脑的放进去了。且剑随心动，直接就能出手，可作为一道杀伐手段。不过眼下基本上是作为辅助用品的，因为现在的俩人并不需要。不过这东西很不简单。楚宁啧啧称奇，天玄这会也从养剑湖里跑出来，一脸惊奇。你是咋得到的？我是天命之子，有点小运气。呵呵，你觉得天玄会信吗？你搞来这玩意不会是想双修的时候把天玄关起来，然后不坏你好事吧？天玄仿佛看破了一切，哼哼唧唧的看着楚宁。后者听到这话一愣，哎妈，好。楚宁大喜，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办事你就钻进去。天玄，所以他就没想到这一茬。我自己提的，算了，眼不见心不烦，剑主是自愿的，他就不了，而且里面待着还挺舒服的。天玄嘻嘻一笑，你可以往里面放点灵石和其他资源什么的，这养剑湖自己就炼化了，用这东西凝养飞剑的，我的剑意也可以提升一些。说完就是嗖的一声就钻了进去。说实在的，楚宁一开始还真没想到。那天玄走了，是不是也？算了，师尊睡着呢，还休息呢。楚宁起身来到洞口看了一眼，仍然是夜色，大雨滂沱，从未停歇。希望明天早上能停，然后继续跑路。但无极手段就特么的这么狠是吧？举天下排查。楚宁叹息一声，正要转身，忽然发现身后的苏婉清坐了起来，他的表情显然缓和了不少，神魂似乎也得到了休养。宁儿，天玄呢？天玄说给咱们让位，让咱们双修呢。苏婉清一愣，他这种时候出去了，这不是会暴露，麻烦岂不是大了？被这手段察觉到，基本上之前的布局都是废掉了。楚宁笑着来到苏婉清身旁坐下，拿出养剑壶展示了一下，没出去，在里面呢。他在这里面凝养剑意，此物为养剑壶，可培养仙剑，但消耗有些大，弟子没舍得培养。师尊若是觉得仙剑培养对我们有用，弟子可以尝试培养1、2把。苏婉清听到这话都愣了，脸上的表情怪异到了极点。之前是那龙象阵欲尽长春之意，后来是他剑术的拔高，弟子不动声色的教授，如今说可以培养仙剑，这东西居然还真的是养剑壶。苏婉清没忍住错愕，结果之后查看，硬是没看出半点稀奇的地方。怎么就是那传闻中的养剑壶呢？他也就听说过没见过。关键弟子还说培养仙剑。苏婉清苦笑，折望向楚宁，眼中的色彩复杂，或是惊讶，或是错愕，或是担忧。惊讶弟子的手段通天，担忧弟子这传承究竟是如何来的，会不会带来麻烦？至于让弟子少依靠外物，他不用说，有的话为什么不用？只要根基打稳了，那就没什么其他的问题。这点弟子很清楚。若是为师6境，仙剑数量足够，斩圣人的困难程度都不大，交手必斩杀。只有天玄一把呢，镇压吧，毕竟是仙剑，也就是和为师契合，才能尽可能的发挥出其实力。宁儿，你脱外套做什么？苏婉清觉得不对劲了，就这么看着楚宁解开外衣，然后脱掉鞋子往被窝里钻。弟子也想休息会，让弟子也进来呗。苏婉清一愣，面色忽而泛红，只是很快就是回神轻笑出来。既如此，为师替你守夜，好生休息。可楚宁却是搂着苏婉清的腰，根本不给机会。师尊，天玄不在。苏婉清的声音有些不镇定了，还仍然是强压。天玄在与不在有什么分别？这还真是个问题。天玄在也没啥，不在也没啥。楚宁倒是犯难了，和他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师尊脸都不带红的。只是下一刻，苏婉清又是躺了过去，原本抱着苏婉清的胳膊也被其压在身下。楚宁愣了愣，他几乎是秒懂，立马也是顺势躺下，然后凑近。这次苏婉清躲都不带躲的，
甚至任由楚宁的胳膊找了一个合适的姿势和弧度抱着他。正在激动抱上来的楚宁，下一刻就是感觉到一阵发力，陡然一转便是从躺在身侧到抱在苏婉清怀中。楚宁都愣了，抬头去看苏婉清，看到的是那极美容颜下的平静，他眼中带着些许的笑意。你想的是这般吧，不是要休息吗？大雨不停没办法赶路，那就休息。楚宁笑笑，其实还有点隔人，师尊不如得寸进尺就抽你。楚宁陡然不语，那，我这么趴着您不难受啊？勒得估计也挺紧的。只是片刻之后，苏婉清一声叹息，楚宁就感觉到自己脑袋被推了一下，之后带着香气的被子就被盖到头顶。这一次楚宁可没动，他可聪明的一批，就这么静悄悄地听着动静，听到一阵窸窸窣窣脱衣又穿衣的声响。片刻之后，被子又被掀开。这次就不掩饰了，这才是师尊，有容乃大。楚宁打量了一眼，但没盯着看，很快去瞧苏婉清的视线。他面色仍是平静，却是视线挪开，并未直视他，也没给出任何反应。这太明显了，还是可以抱的。楚宁也没说什么，当下也是上前，身躯近乎负压其上。那温软身躯所带来的满足感，几乎让楚宁大脑都宕机了。此刻又是用力拥住他的身躯，可就算是如此，苏婉清仍是没什么言语的。一个男子的重量对他而言不是问题，虽然重了些，可好歹比得过被此方天地的压迫。如此近的距离，难得是生出了一丝安全感。此刻苏婉清紧绷的精神也获得了些许的放松，似乎是昨晚破庙之时他就发现了，拥抱对双方的紧绷的心神都是一种安慰，所以他就没拒绝，反而主动让楚宁也感觉得舒服一些。任何时候精神都是需要一定的调剂的，弟子的精神慰藉是他，他的精神慰藉同样是弟子。抱着就抱着，老实一点，休息你的。楚宁自然没做什么，都这么抱着了，还想干啥？此时只有悉心感受，甚至片刻之后，躁动内心中的欲望都消失不见了。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其平静所在，所谓无心安处是无香，自己的宗门再差，就算是人欲七宗末位，苏婉清亦能平静下来，潜心修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便是如此。红尘道心皆以平静，不慕荣华，修行自身的即可。可太玄宗非他乡，他的修为才决定他的地位，那不是他的家。如此这般，去任何宗门好像都差不多，甚至去了天玄宗，他的待遇还是会更好。偶尔思来想去这些事情，他也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嘴巴。人干嘛要那么理想，那么飘忽不定，不找点实际的东西？可他能走到这里，便是因此。那些宗门长老，那些弟子，无一例外不是让他头疼至极的存在，可仍然是有着那一颗勉励之心。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了追逐什么，但总觉得不要去后悔自己的选择，那就是他的路，那就是上天为他既定的道路。想得开心一点，好歹有个弟子。虽然弟子有点他至少现在很老实，他小时候就喜欢这么抱着，长大了也喜欢，也不知道自己多重。不过此刻的苏婉清内心有些不安，因为所处环境让其不安，巴不得楚宁抱得紧一点，紧一点能感受到弟子，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再想开一点呢，譬如那剑道呢，他自己领悟不得，有个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多千年都不一定能领悟那浩渺之意，如今就看到了，如此想着好像也不坏，至少经历了之后，那就是成长。他苏婉清也在不断的成长，只是自身拥有的太多，别人看不出变化，反而是楚宁的变化很明显。他正想着，双目飘忽不定地瞧着上方的碎石。这洞府约莫是山崖开裂之后形成的，如今是他们的栖身之地了。外人都或许不知道吧，他已经在师道之上走成这副模样了，传出去被人笑话，所以最好别传出去，要么就是他哪天登顶绝点，谁敢笑话他，他就砍死谁。苏婉清对楚宁的心情过于复杂，感情也太多了，离不开的也放不掉的，从小都如此亲密，如今这种亲密反而成为回旋镖了。师尊在想什么？楚宁忽然抬头，毕竟如此模样，苏婉清一句话不说，让人有点发慌。平日占个便宜，虽然不会被揍，但会被阴阳。今天都不阴阳了，你不休息，不困就松手啊！对位了，这才对嘛。他也不知道自己为啥这么觉得，就单纯觉得师尊的面子就不会那么快的放下，估计刚才就是把他当成弟子了。而楚宁的道心也算是虔诚，因为这算是对他紧绷精神的慰藉了。楚宁当然不可能松手，眼下只是蹭着上前趴窝在苏婉清肩头。师尊在想什么？如此无赖举动仍没动摇苏婉清的内心，他看得开，但不意味着接受得来，今天算是例外。他很没安全感，如此举动弟子也偷着乐，他也能舒适一些，何乐而不为？毕竟弟子也没有多想，烦不烦人，整天黏黏糊糊的。
苏婉清扯了扯嘴角，但被压得有些难受了，稍微动弹了一下，换了个舒服点的姿势。再看楚宁，看到他眼珠子好像有点红，德性还是见的女子太少了，多经历一些哪会有如此反应？至少苏婉清是这么认为的。可现在二人这关系，他敢找人经历，苏婉清就敢把他剁成臊子，瘦的一份，肥的一份，肥瘦相间的一份，软骨无肉的一份。一想到这个，心情颇为放松的苏婉清竟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伸出手捏住楚宁的脸。宁儿，包子喜欢吃什么馅的？楚宁一愣，没听明白。这地方也不能做包子吧？但师尊既然问了，那就回答呗。韭菜鸡蛋的，带肉的不行，猪肉大葱的。那还缺点大葱。猪肉呢？猪哥，咱们可没带上，留着喂鬼去了。楚宁一脸懵逼，苏婉清笑意却是深沉至极，笑得楚宁背后发毛。他好像有点理解了。不是，弟子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了？要把我做成包子？苏婉轻轻笑一声，伸出另外一只手捏着楚宁另外一面的脸。缺了点狠辣，但之前倒是在你和江清月交手之时见到过。那时的弟子心如猛虎，碎剑的那一刻，同样击碎的还是苏婉清的心。男子当有此龙象之气，猛虎之意，霸道刚猛，却能深具柔情。现在乖得很，很柔了，随便揉。细尊这是干什么？苏婉清不满皱眉。为师养大的，玩玩不行。楚宁嘴角一抽，点了点头。如此苏婉清才满意，然后继续摆弄。不过这话，是我想的那种吗？感觉苏婉清绝对不会不知道，这话带着一语双关的意味。就像是他之前去为苏婉清疗伤说的那话，可能当时冲动了点，后来才明白过来味。此刻的楚宁忽然想明白什么，他有些迟疑地望着苏婉清，看着那满脸笑意和温柔的脸，又是开始怀疑自己，怎么感觉师尊都不能调戏我？估计是真想玩我。那就玩吧，自家师尊可以玩，玩个脸也不算个啥。不过他向来不会坐以待毙，等待时机，敌疲我打，敌进我退。苏婉清捏了好半天，给面前楚宁捏了不少种表情之后，也是满意的很，当下松开手，但忽然就发现两只手捏住自己的脸了。一看楚宁要开始玩他了，当即便是柳眉倒竖。怎么，多大胆子，如此僭越，信不信抽你？然而楚宁满脸笑意，直接捏出一个气鼓鼓的脸，这是愤怒款青青。闻听此言，他脑子几乎是轰的一声，这又是什么称呼？喊他名字他都受不了，还叠词。楚宁无又是开始摆弄，这话都说不出来了。苏婉清不悦皱眉，可随之而来的好像是又被摆出一个表情，这是撒娇款青青。苏婉清都气笑了，一把拍开楚宁的手。你这辈子见为师撒过娇？楚宁当然没见过，眼下好奇，那师尊撒个娇看看。为师可以把你打到求饶撒娇。楚宁笑了笑，不说不就不被打了，关键被揍不好还手，身份之别。师尊小时候也没撒过娇。这话倒是问出苏婉清了。此刻山洞内篝火昏黄，洞府外大雨滂沱，仍是夜色，他的心也是格外的平静。被这么一问，倒是真的开始想了。他仿佛是思索了好一会，小时候对我爹撒过娇。那是老丈人了，他现在怎么样？死了60多年了，怎么你还想见见？楚宁沉默了一下，转移话题，他就不该问这个。小时候应该很久了吧，至此也有100年了，更久，7、8岁的时候。苏婉清说完之后微微叹息，继续开口。小时候想吃重糕点，当时街边小贩来村中售卖，我就求我爹买1块，他没买。没有，家里比较穷，但也不是没有存钱，不过他们可能觉得我吃不吃的也无所谓，后来我就跟在我爹后面求了1天。之后呢？之后就被打了，骂我一个赔钱货，吃了更赔钱，从此之后就没有了。楚宁点了点头，老东西挺抠的，死的不冤。呵，你变脸倒是快得很，我又没见过他，就见过师尊，肯定向着师尊。苏婉轻轻笑着，你在太玄宗也是唯一一个向着为师的。楚宁倒也没居功自傲什么的，这东西是应该的，没什么可拿出来炫耀的。之后就是听着苏婉清继续讲，后来每次麦收为师都会去地里捡一些麦穗，偷偷攒起来，然后还钱，换了钱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那东西不值什么钱，要攒很长时间，跑很远，有时候被发现了还会被人追着打。楚宁回应道，那就是人所谓不同的活法，之前很少听师尊说起这些，你问了为师就说了，你之前也没问过。弟子觉得师尊这般人过往似乎也会很好，总以为师尊出身名门望族富贵之家，没想到和弟子一样。为师比你好一点，为师是他们养大的，也尽了孝道，可你已经没有机会尽孝了。养大余生，弟子不该为那不知道还是否活着的父母尽孝，道理如此。你也没给为师尽孝，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同甘共苦，共窥大道，也是尽孝的一种。苏婉清一下子沉默住了。所以说你是这么想的，才没有任何芥蒂是吗？就你这种尽孝的，他在外面见了能砍死800个。师尊继续说呗。后来其实也没什么可讲的，毕竟很多为师也想不起来了。师尊说关键节点就行，弟子蛮喜欢听的。13岁那年和人定亲了。啥？那人50来岁，都快老死了，还是个病秧子，是买我过去冲洗的。不过知道消息的时候我就逃了。哦，那现在应该死透了。之后嘞？逃的时候碰上你师祖了。弟子还没听过师尊说起师祖呢。他人不错，为师的名字就是他起的。师尊还换过名字呢。换过，之前叫苏招娣。你可知晓其中含义？重男轻女，封建遗毒，这俩老东西也是够的了。你别老是老东西老东西，你什么辈分他们什么辈分。再说了，他们对为师还不错，但岳父岳母重男轻女，起这种名字实在不行。咱们老师还是很有学问的，婉清婉清，一听就是那种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女子。弟子觉得师尊出身富贵，大多也是因师尊的名字。苏婉清听的那是头皮发麻的，这辈分乱成什么样子了？为何这种东西是禁忌啊？就是因为乱辈分。他的弟子承他道侣，喊他的老师什么？按照辈分该喊师祖，可因他的身份就得喊老师，乱得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他都气笑了，小子好不知分寸。但好像现在考虑这种事情也没太大的抵触，故人皆去，世俗身份对他起不了太大束缚，但还是好气啊。师尊别气了，继续说呗。再后来就修行了，速度很快。陈玄天还特意嘉奖过为师，甚至要收为师为弟子。我老师他修为其实也只有5境。陈玄天收师尊为弟子，我爹妈？哎，不对，他好像比咱们大很多。他直接给陈玄天当成和苏婉清一个辈分的了。原来比师尊辈分大不少。苏婉清也是哭笑不得，他都1000多了，阿宁儿。陈玄天是太玄宗宗主，也是创宗之主，当年还叫太玄门呢。改太玄宗因师尊斩圣世吧？这个和你说过。那这老小子也不行啊，1000多岁也就修行个稀烂的圣人，而且格局真不大。这点为师认同，好歹人与7宗宗主，路边一条罢了，机缘巧合能走到这里。为师当年也是瞎了眼，老师去后就该直去天玄宗。不，师尊去了就碰不上弟子了，弟子就得饿死了。那不是挺好，就不必担心世上唯一亲人对为师觊觎了。师尊说的啥话？弟子说了，这不叫觊觎，觊觎只是好色，弟子不只是好色。苏婉清嘴角抽搐着，已经要动手了。混账玩意，你还觉得挺光荣？师尊别气，弟子爱听，反正雨下的大，等雨停了继续赶路。你要听就老实点，别老蹭来蹭去的。没，弟子就动弹一下。